头好痛，我这是在哪儿？萧恒刚睁开眼，一股浓得化不开的药味就冲进鼻腔。他坐起身，结果浑身一软，又重重摔回了床上。我靠，什么情况？萧恒环顾四周，雕龙画凤的床榻，古色古香的宫殿，还有身上这件绣着金龙的丝绸睡袍，这配置不是皇帝就是太子。下一秒，一股不属于他的记忆涌入脑海。他叫萧恒，大夏王朝的皇帝，听起来很牛掰，实际上是个傀儡。刚登基不到1年，就被权臣顾晨用慢性毒药掏空了身体。根据太医的秘密诊断，他活不过3天了。不是吧，阿 Sir， 穿越成皇帝，开局就要嗝屁，还是被人毒死的？这剧本也太地狱了。萧恒心态崩了，别人穿越都是龙傲天，怎么到他这儿就成了3天体验卡？还是个即将领便当的结局。轰隆，窗外一道闪电划破夜空，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在琉璃瓦上，狂风呼啸，吹得窗户哐哐作响。完了，BBQ 了。萧恒绝望地躺平，感觉人生一片灰暗。就在这时，吱呀，沉重的店门被推开一条缝，一道纤细的身影端着一个托盘，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借着闪电的光亮，萧恒看清了来人。卧槽，极品！这是一个美到让人窒息的女人，一张标准的鹅蛋脸，皮肤白皙如玉，在昏暗的烛光下仿佛会发光。一头乌黑秀丽的长发简单盘起，几缕调皮的发丝垂在脸颊边，被雨水打湿，更添了几分破碎的美感。最要命的是她的身材，一身淡紫色的工装长裙，料子是上好的丝绸。许是一路跑来，被外面的雨淋湿了，正紧紧贴在身上，将那惊心动魄的曲线勾勒得淋漓尽致。那腰肢纤细，盈盈一握，萧恒的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这谁啊？后宫佳丽。记忆很快给出了答案，靖王妃林婉清，她名义上的三嫂。萧恒心里咯噔一下，嫂子，这可兴致不起来啊！陛下，夜深了，该喝安神汤了。林婉清的声音很好听，却带着微不可察的颤抖。她将手里的汤碗放到床头，一双漂亮的桃花眼红红的，里面蓄满了水汽，渲然欲泣。那楚楚可怜的模样，简直能激起任何一个男人的保护欲。萧恒却感觉头皮发麻。安神汤，哥们儿都要挂了，喝这玩意儿是想让我走得安详点吗？三嫂，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萧恒挣扎着想坐起来，身体却软绵绵的，使不上一点力气。毒药的效果太霸道了。林婉清贝齿轻咬红唇，泪水终于控制不住，顺着脸颊滑落。陛下，顾晨那老贼明日就要逼宫了，我们萧家的江山要亡了。明天？这么快？权臣顾晨这个名字，萧恒在记忆里早就刻骨铭心。就是这个老东西把持朝政，毒害原主，把他当成一个盖章的工具人，现在连工具人都不想让他当了，准备自己上位了。朕知道了。萧恒的声音干涩沙哑，透着无力。知道又有什么用？手无兵，权无柄，自己还是个快死的病秧子，拿什么跟人家斗？拿头吗？萧恒已经开始思考，自己是选择白绫还是毒酒，能死得体面一点。突然，他感觉床边有了动静，一阵幽香传来。萧恒偏过头，整个人都傻了。只见林婉清缓缓褪下了自己的外袍，露出了里面贴身的藕粉色抹胸，大片的雪白肌肤在昏暗的烛光下晃得人眼晕。三嫂，你干什么？萧恒人妈了，声音都变了调。冷静，嫂嫂你冷静一点啊，咱俩这关系不兴这个啊。林婉清美眸含泪，眼神却透着豁出去的决绝。她一步步靠近，跪坐在床边。陛下，萧家的江山保不住了，但皇室的血脉不能断，就让妾身为您留下这最后的龙脉吧。话音落下，他整个人便附了上来。萧恒惊恐，不是，大姐，你这思想很危险啊，为了留种，你连小叔子都不放过。再说了，我都快死了，就算留了种有什么用啊？三嫂，别冲动，这不合适。萧恒用力抵抗，想把他推开，可他的手软的跟面条一样，推在林婉清身上跟挠痒痒没区别。陛下，得罪了。林婉清闭上眼睛，一行清泪落下，主动吻上了萧恒的唇，温润柔软，还带着点苦涩。完了，这一下彻底解释不清了。萧恒感觉自己像一叶孤舟，在狂风暴雨的大海中飘摇，身体被毒药侵蚀的虚弱不堪，意识也开始模糊。他妈的，老子一世英名，刚穿越就要晚节不保，还是被嫂子逆推，这传出去他还怎么在穿越者大军里混？嫂嫂，你……林婉清的动作生涩而笨拙，看来也是第一次，但他的眼神却异常坚定。萧恒放弃了抵抗，或者说他也无力抵抗。
算了，死前能有这么个绝色佳人作伴，似乎也不算太亏。呸！萧恒，你个禽兽，怎么能有这种想法？那是你嫂子。陛下，别怕，很快就好了。林婉清似乎察觉到了他的僵硬，轻声安慰。萧恒欲哭无泪。大姐，我不是怕，我是觉得这事儿太离谱了。他只觉得胸口一阵气闷，不知是毒素攻心，还是被他柔软的身子压得喘不过气。寝宫内温度逐渐升高，窗外的风雨似乎也小了一些。就在萧恒感觉自己灵魂快要出窍，即将完成这桩荒唐事的时候，叮，一声清脆的机械音毫无征兆地在他脑中响起。萧恒即将涣散的意识竟被这道声音硬生生地拽了回来。幻觉，检测到宿主正在进行龙脉延续行为，符合绑定条件，多子多福系统正式激活，绑定中 10%、20%。叮，萧恒一个机灵，检测到宿主正在进行龙脉延续行为，符合绑定条件，多子多福系统正式激活，绑定中 10%、50%、100%。绑定成功。萧恒的眼前凭空出现了一块只有他能看见的蓝色虚拟光幕，光幕顶上一行血红的大字差点闪瞎他的钛合金狗眼。大夏国运3-1万，濒危。卧槽，3点国运，这他妈不是濒危，这是 ICU 都救不回来，可以直接拔管的程度了。系统说明，宿主与后妃完成生命大和谐即可获得即时奖励，后妃成功受孕可获得国运奖励并提升国运值，但下子4可获得超级国运大礼包，大幅提升国运值。注：国运值越高，宿主实力越强，王朝越稳固。当国运值清零，王朝覆灭，宿主原地爆炸。萧恒，好家伙，我直呼好家伙，这系统简单粗暴，我喜欢。就是这个原地爆炸的惩罚，是不是有点太硬核了？这时，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恭喜宿主首次激活系统，与皇室遗孀林婉清达成龙脉延续，奖励新手大礼包1份。皇室遗孀这4个字让萧恒的老脸一红。系统，你嘴巴还挺毒，能不能说的委婉一点？不过新手大礼包，这个我可太熟了。打开，赶紧给朕打开！萧恒在心里疯狂咆哮。新手大礼包开启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龙髓洗体丹 X1，一颗龙眼大小的丹药出现在了虚拟背包里。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介绍：龙髓洗体丹，可解世间百毒，伐毛洗髓，重塑肉身，根治一切顽疾。解百毒，重塑肉身。萧恒的心脏砰砰狂跳，激动的差点喊出声来。这不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吗？真是想什么来什么。提取，念头一起，那颗丹药就出现在他手中，触手温热。而此时他身上的林婉清正沉浸在复杂的情绪中，他准备起身离开，去面对凄惨的命运。可就在他刚刚撑起身体的时候，恐怖的热量忽然从身下的男人体内爆发出来，林婉清整个人都僵住了。他惊骇地低头，只见身下的萧恒原本苍白如纸的脸上竟泛起了诡异的潮红，他浑身都在冒着热气，皮肤下的血管像是活过来一样疯狂跳动。陛下！林婉清吓得花容失色，这是怎么了？回光返照，还是毒发身亡了？别怕！林婉清抬头对上了萧恒的视线，那双暗淡无光的眸子现在亮得惊人，之前的虚弱变成了自信，充斥着侵略性。三嫂，别动，朕马上就好。萧恒咧嘴一笑，没等林婉清反应过来，就一口将手里的丹药吞了下去，丹药入口即化，化作暖流涌向4肢百骸。轰！萧恒感觉无数狂暴的能量在他体内横冲直撞，疯狂洗刷着他的经脉，那些盘踞在体内的毒素立马被净化排出了体外，浑身上下暖洋洋的，舒服的他差点哼哼出来。身体被掏空的虚弱感一扫而空，他能感觉到自己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雀跃。爽！萧恒心里大吼一声，他一把拉住准备悄悄溜走的林婉清。林婉清被他这一下吓了一跳，整个人都软了。三嫂，跑什么？萧恒的声音里带着调侃。他看着眼前的美人，因为刚才的折腾，林婉清的工装长裙皱巴巴的，发髻也乱了，几缕湿漉漉的秀发贴在雪白的脖颈上，那画面简直要人老命。尤其是他那双泛着水光的桃花眼，正惊疑不定地看着自己，又纯又欲。萧恒感觉自己体内的火又有点压不住了。我……林婉清贝齿咬着红唇，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刚才那桩荒唐事。陛下，妾身该走了。走。萧恒笑了，天大地大，你能走到哪儿去？他坐起身，这个之前需要挣扎的动作现在轻松无比。
他顺手将被子一拉，盖住了两人。顾晨就要逼宫了，你以为你一个靖王遗孀能有什么好下场？林婉清娇躯一颤，脸色煞白。是啊，顾晨那个老烟贼心狠手辣，一旦他登基，所有萧氏皇族都得死，而他这个和皇帝传出丑闻的王妃，下场只会更惨。想到这里，林婉清的眼泪又掉了下来。哭什么？萧恒抬手用指腹轻轻擦去他脸上的泪珠，他的动作很轻柔，却让林婉清浑身一颤。朕还没死呢。萧恒凑到他耳边，压低了声音：三嫂，想不想真正的活下去？想不想坐上那至高无上的凤位？林婉清瞪大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他。你疯了！林婉清结结巴巴地开口。朕清醒得很。萧恒认真地看着他。顾晨势大，没错，朕现在手无兵权，也没错，但朕现在不是一个快死的人了，只要朕活着，就有翻盘的机会，而你三嫂就是朕翻盘的关键。林婉清懵了，她怎么就成了关键了？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能干什么？你要我怎么做？林婉清下意识地问。很简单。萧恒咧嘴一笑，从明天开始，你要继续扮演一个媚主妖妃，所有人都会以为是你在勾引朕，让朕沉迷女色，不理朝政，你就用这个身份给朕打掩护，让顾晨以为朕还是那个可以被他随意拿捏的废物皇帝，而朕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这个计策不可谓不大胆。林婉清听得心惊肉跳。可是这样一来，我的名声就……名声？萧恒嗤笑一声，跟命比起来，名声算个屁。等朕干掉了顾晨，收回皇权，到时候朕一道圣旨，就能让你成为全天下最尊贵的女人，谁还敢议论你半句？萧恒的话充满了蛊惑。林婉清的心乱了，她看着眼前这个脱胎换骨的小叔子和他眼中熊熊燃烧的野心，她发现自己竟然有点信了。好，林婉清咬了咬牙，我答应你，不就是演戏吗？我演，只要能活下去，只要能为王爷报仇，我什么都愿意做。很好。萧恒满意的点了点头，跟聪明人说话就是省力。那现在合作愉快。他伸出手，林婉清愣了一下，随即也伸出柔体，轻轻的和他握了一下。就在这时，陛下，您该喝药了。一个尖细的声音在殿外响起。陛下，您该喝药了。殿门外，一个公鸭嗓子穿透了雨声，又尖又细，听得人脑仁疼。萧恒心里咯噔一下，来得真快。他一把将林婉清按回被窝里，用气声飞快的吩咐：嫂嫂，快躺好，继续演。演什么？林婉清脑子还是猛的。演你把我榨干了。快！林婉清，他还来不及琢磨这虎狼之词，殿门就被哐当一声粗暴的推开了。一个穿着蟒袍的老者在一群太监宫女的簇拥下，大步流星的走了进来。他大概60多岁，面色阴沉，三角眼闪着算计的光，正是当朝太师权臣顾晨。这老东西进皇帝寝宫跟进自家后院一样。他身后跟着的心腹太医低着头，一副狗腿子模样。殿内寝宫外的宫女太监们呼啦啦跪了一地，大气都不敢喘。这帮人名义上是伺候皇帝的，实际上全是顾晨的眼线。老臣前来探望陛下。顾晨嘴上说着探望，人却站得笔直。萧恒心里问候了他祖宗18代，切换到濒死模式。可嗨，他蜷缩起来，发出一连串撕心裂肺的咳嗽，一张脸煞白，嘴唇干裂，活脱脱一个马上就要断气的倒霉蛋。他这副惨状让顾晨阴沉的脸终于舒展开，三角眼里满是得意。陛下，您这是？顾晨假惺惺地往前走了2步，视线很快就落在了龙床的另一侧，那里一团锦被鼓鼓囊囊的。顾晨眼睛眯了起来。萧恒心中大喊不妙，赶紧踢了踢林婉清。林婉清硬着头皮慢吞吞地从被子里坐了起来。她那件淡紫色的工装本就被雨水打湿，刚才又是一番折腾，此刻皱巴巴地挂在身上，肩带滑落了一边，露出一片雪白的香肩和精致的锁骨。乌黑的长发凌乱地披散着，几缕发丝贴在潮红的脸颊上，那双桃花眼水气氤氲，满是惊慌。看向顾晨时，又迅速低下头去，一副做了亏心事的模样绝了。萧恒在心里给嫂嫂的演技点了个赞，这楚楚可怜又透着风情的劲儿，就是红颜祸水的标准模板。靖王妃。顾晨愣了一下，随即恍然，脸上浮现出鄙夷不屑。他懂了，都快死的人了，还沉迷女色，被自己的嫂子勾得神魂颠倒，烂泥扶不上墙的废物。陛下龙体抱恙，理应敬仰，怎可如此胡闹？顾晨假意说教。嗨，朕
朕的事情不用你管。萧恒有气无力地反驳，一边说还一边喘。胡闹！顾晨呵斥一声，王太医，快给陛下诊脉。是，太师。那狗腿子太医连忙上前，在床边坐下，伸出3根手指搭在了萧恒的手腕上。萧恒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刚用龙髓洗体单重塑了肉身，现在强健的能打死一头牛，这要是被诊出来就全完了。他急中生智，在太医搭上脉搏的瞬间深吸一口气，然后用尽全力憋住。给我乱！脉搏给我乱！他一边憋气，一边用另一只手在被子里用力掐住自己的大腿。真他妈疼！生理性的反应上来了，他的额头冒出冷汗，身体也控制不住的发抖。王太医的手指在萧恒手腕上停留了很久，眉头越皱越紧。顾晨在旁边看得不耐烦了。如何？王太医收回手，站起身对顾晨躬身禀报。回太师，陛下的脉象已是油尽灯枯之兆，脉搏时而狂乱，时而微弱，如风中残烛，五脏六腑的生机已经断绝，恐怕就在今夜了。呼！萧恒在心里长出了一口气，赌对了，这狗太医果然是草包，加上先入为主，根本没发现他身体的真实情况。哎，陛下，您这又是何苦呢？顾晨挤出几滴鳄鱼的眼泪，假惺惺的叹气，那双3角眼却在寝宫里四处乱瞟。萧恒秒懂，老东西在找禅让诏书，看来他连逼宫的流程都懒得走了。滚，都给朕滚出去！萧恒有气无力地吼了一声，然后头一歪，假装昏了过去。陛下！林婉清配合的惊呼一声，扑到他身上，哭得梨花带雨。顾晨见状，冷笑一声，哼，扶不起的阿斗。他一甩袖子，带着他的人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殿门再次关上，寝宫内恢复了安静。林婉清的哭声戛然而止，他有些不确定地推了推萧恒。陛下，你没事吧？前一秒还昏死过去的萧恒，下一秒就睁开了眼睛。他坐起身，活动了一下脖子。演得不错，嫂嫂。啊！林婉清还没从刚才的紧张里缓过来。我说，你的演技能拿小金人了。萧恒冲他一笑。林婉清这才反应过来，一张俏脸刷得红透了什么榨干，什么红颜祸水，这个小叔子怎么什么话都敢说。他刚想说点什么，却看到萧恒已经掀开被子下了床。他只穿着一件丝绸睡袍，刚才折腾的衣襟大开，露出结实的胸膛，皮肤紧实，肌肉线条流畅，充满了力量感。林婉清看得有些发呆。陛下，你放心，朕现在好得很。萧恒走到桌边，给自己倒了杯水，一饮而尽。身体里的毒素被清除干净，脱胎换骨的感觉让他爽到飞起。他转过身，看着还坐在床上的林婉清，美人衣衫不整，发丝凌乱，眼神迷茫，整个人有种被狠狠欺负过的破碎感。萧恒感觉自己体内的火又被点燃了，他笑得不怀好意，一步步朝龙床走去。陛下，你要做什么？林婉清看着他走过来，心里莫名的发慌，下意识往后缩。嫂嫂，刚才的戏咱们还没演完呢。萧恒笑着扑了上去。啊！林婉清一声惊呼，他被萧恒一把翻了过来，牢牢地压在身下。林婉清傻了，这还是那个病得快死的小叔子吗？陛下，不要！林婉清的声音都在发颤。不要什么？萧恒低头凑到他耳边，热气喷在他的耳垂上。嫂嫂刚才不是挺主动的吗？为了给萧家延续龙脉。我那是权宜之计，朕懂。萧恒轻笑一声，现在朕也是权宜之计。顾晨那老东西疑心病重得很，咱们的戏必须做全套。从今晚开始，你就是朕的妖妃，朕就是沉迷女色的昏君。咱们得让外面守着的那些眼线听点他们想听的动静，不是吗？林婉清被他这番歪理说得哑口无言，他能感觉到身后的男人已经不是刚才那个任由他摆布的病秧子了。他的心加快了跳动。寝宫内烛火摇曳，连空气都变得滚烫。萧恒的呼吸落在他的颈窝，就在他低头即将吻上那颤抖的耳垂之际，砰！殿门突然被人从外面撞开，一名小太监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喊着：陛下，南方800里加急，大旱3月，赤地千里，灾民暴动了。林婉清刚刚升起的旖旎心思立马散去了，他下意识想要挣扎，但萧恒的反应更快，他手臂一紧，非但没松手，反而将他柔软的身子更用力地压在身前。林婉清短促地惊呼了一声，脸颊烫得厉害。滚出去！萧恒头也不回地低吼，天塌下来也别耽误朕的好事。他一边吼，一边故意在林婉清的后颈上亲了一口，动作粗鲁。林婉清僵住了，但他立刻明白了萧恒的意图，门外有人，这是在演戏。想通了这一点，他的身体不再那么僵硬。
他配合地扭动了一下，发出细碎的呜咽。陛下，不要！他的声音软糯，带着哭腔，传到外面，只会让人觉得是在豫剧环迎殿门外，隐隐传来一个刻意压低的声音，是顾辰那个心腹太监。太师，您看，陛下他怕是已经疯魔了，国事当前，他竟还在。话没说完，就被顾辰的冷哼打断。脚步声渐渐远去，跪在门口的小太监慌忙爬起，连滚带爬地退了出去，还贴心地将殿门重新关好，确认外面再无动静，萧恒才松了口气，从林婉清身上翻下，躺在一旁。顾辰在试探，那老狐狸不放心，派人来撞门，就是想看我是真疯了，还是在装蒜。林婉清惊魂未定地坐起身，拉过被子裹住自己，胸口还在起伏。刚才的应对耗尽了他的心力，他看着身旁的男人，他方才那副暴怒昏君的模样演得太逼真了，他这个小叔子和他记忆中那个病弱皇帝完全不同。萧恒侧过身看向他，烛光下，林婉清衣衫不整，发丝凌乱，一双桃花眼里还有着未散的惊慌。藕粉色的抹胸被揉得皱巴巴的挂在胸前，大片的肌肤随着呼吸微微起伏，尤其是那微微张开的红唇。萧恒感觉到被龙髓洗体丹改造过的身体，那血脉里的造诣又被勾了起来。他朝他那边挪了挪。陛下，你……林婉清察觉到他的靠近，下意识向后缩去。嫂嫂，别怕。萧恒的声音压得很低，呼吸的热气喷洒在林婉清的皮肤上。戏还没演完。什么？外面还有耳朵？他的手伸过去，轻轻搭在他裸露的肩上，林婉清的身体轻轻一颤。顾辰生性多疑，他的人很可能还在外面偷听。咱们要是现在就停了，岂不就是告诉他刚才都是装的？他说的有理，林婉清无法反驳，可得让他们听点想听的动静，做实朕这个沉迷女色的昏君名头。嫂嫂，你说对吗？萧恒说完，不等他回答，便再次附了上去。这一次林婉清没有再挣扎，她闭上眼，长长的睫毛颤动。她告诉自己，这是为了活下去，是为了给萧家留下血脉，这只是一场戏。可当那个男人的气息袭来，当他温热的唇落在他的肌肤上时，他的心跳乱了节奏，他的身体变得滚烫，理智被一点点侵蚀。窗外的雨声不知何时停了，夜色深沉，寝宫内温度却在不断攀升。不知过了多久，就在萧恒神魂激荡的时刻，叮，系统提示音在他脑中清脆的响起。恭喜宿主与皇室遗孀林婉清完成首次龙脉延续，国运值加10，当前国运13，10000，濒危，奖励发放，龙气贯体，新手大礼包已升级为国之柱石大礼包。一股热流从他脊骨深处生出，沿着每一节椎骨向上攀升，涌入四肢百骸，他的骨骼四在被重新锻造，发出玉石般细微的清明。但他的身体没有半分不适，反而感受到了无比的轻盈，内敛的威严开始在他的气息里沉淀。这就是龙威。萧恒心里一阵畅快，他低头看了眼已经昏睡过去的林婉清，他脸上还带着潮红，睫毛上挂着泪珠。萧恒帮他拉好被子，心念一动，打开国之柱石大礼包，开启成功。恭喜宿主获得1天子旺气术，帝王专属秘术，可观人、观城、观一地之气运，中间善恶、灾祸祥瑞皆在一念之间。2储物空间，初始大小10立方米，内赠就几两百担，天助我也。萧恒压下狂喜，这才是帝王该有的手段。天子旺气，洞察人心，有了此术，满朝文武的中间善恶都将无所遁形。还有储物空间和100担粮食，南方大旱，这批粮食就是他翻盘的本钱。萧恒发动了天子旺气术，视线落在身旁的林婉清身上，他眼中的世界变了。林婉清的头顶漂浮着一团柔和的白气，白气中夹杂着一丝淡淡的粉色，纯净祥和。人物：林婉清，身份：靖王遗孀，气运：白中带粉，祥和之兆，与宿主气运相连，有旺夫之象。忠诚度85，星象宿主，可托付信任。旺夫之象，忠诚度85。萧恒确认了自己的判断，这位嫂嫂的确是他的福星。他将视线投向窗外，望向顾辰所在的方向。虽然看不真切，但那个方向的天空笼罩着一团浓郁的黑气，黑气中不时有血红色的光芒闪动。顾辰这老贼果然罪孽深重。萧恒收回视线，心中大定，有了这些底牌，明天的早朝他倒要看看顾辰还能玩出什么花样。翌日天色微明，萧恒睁眼只觉得精力饱满，全身有使不完的劲，龙气贯体的效用远超想象。身侧的林婉清已经醒了，正望着帐顶的木雕出神。察觉到动静，
他转过头，视线与萧恒相撞，脸颊顿时泛起红云，匆忙移开目光。嫂嫂，早。萧恒若无其事地打了声招呼，先辈下床。陛下。林婉清看着他走向衣架的赤裸背影，那结实的肌肉线条让他心跳乱了一拍。昨夜谢过陛下。他低声开口。谢我。萧恒回身对他促狭地笑了笑。我们是合作，嫂嫂昨夜的表现也很好呢。这话一语双关。林婉清脸颊更烫了，索性拉过被子蒙住头，不再看他。萧恒轻笑一声，洗漱完毕，在太监的服侍下穿戴好龙袍，摆驾上朝。金銮殿内文武百官分列两侧，没有人说话，只听得剑衣袍摩擦的细微声响。萧恒踏上御阶，在龙椅上坐定，目光扫过殿下众人。有事启奏，无事退朝。话音刚落，一个身影便从队列中站出，正是太师顾晨。陛下。顾晨声音洪亮。老臣有本启奏。他手中捧着奏折，高举过头。昨夜南方800里加急军报，青州、徐州、兖州3地连旱3月，滴雨未落，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如今3州灾民遍地，一子而食，已有流民聚啸山林，公然作乱，攻陷县城，此乃动摇国本之大事。顾晨说的声声气血，看起来就像是真正忧国忧民的肱骨之臣。他话音刚落，身后几名官员立即出列表态。户部尚书哭丧着脸：陛下，国库早已空虚，实在无粮可调，无银可拨啊。兵部尚书满面忧色：3州若生大乱，只怕烽火燎原，我大夏危矣。一名白须御史更是直接跪地叩首泣告：天降大旱，此乃上天示警，定是朝纲有失，德行有亏，才引得天怒啊！恳请陛下明察。一时间殿上哀声四起，言语间都将祸根引向了龙椅上的萧恒。肃静！萧恒冷喝：天子望气数。萧恒心念一动，眼前的世界一变。太师顾晨的头顶一团巨大的黑气盘踞，其中血光翻涌，并分出无数黑线，连接着底下的大半官员。凡是被黑线连接的官员，头顶气运皆是深浅不一的灰黑之色。而在角落里，几个始终沉默的老臣，头顶气运虽微弱，却是纯净的白色。萧恒心里有了数，太师所言极是。就在顾晨等人准备看他如何辩解时，萧恒却开了口，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惊慌。南方大旱，民不聊生，却是朕之过错，是朕德性不够，才引来如此天灾。这番话让满朝文武都愣住了，这就认了。顾晨也有些意外，准备好的一肚子说辞全吞了回去。既然是朕的错，朕愿下罪己诏，向天下万民谢罪。萧恒继续说：至于赈灾之事，朕初登大宝，不知从何处着手，一切就有劳太师费心了。朕决定将赈灾所有事宜全权交由顾太师处置，钱粮调拨，官员任免，太师皆可自行决断，不必报备。此言一出，满朝哗然。顾晨的党羽们个个面露喜色，交换着得意的眼神。这小皇帝是真傻了，下罪己诏是自成昏聩，交出赈灾全权更是将钱袋子和人事全拱手相让。顾晨自己都愣了片刻，才反应过来，看着龙椅上那个手足无措的年轻人，心中鄙夷更甚。真是个废物。他假意推辞：陛下，万万不可，赈灾乃国之大事，老臣一人恐难担当。哎，太师不必谦虚。萧恒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急切地摆着手：国难当头，能者多劳。除了太师，这满朝文武还有谁能担此重任？他像是下了巨大的决心，一咬牙：为表决心，朕愿将自己的内堂也全部拿出，充作赈灾之用。朕的司库一并交由太师调配。这一下，金銮殿上全都安静下来了，连角落里那几位忠臣都用不敢置信的眼神看着他，连自己的私房钱都不要了。陛下，圣明！顾晨再也忍不住，激动地跪下，老脸上满是泪水，一副感动的样子。老臣定不负陛下所托，为我大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身后党羽们呼啦啦跪倒一片，山呼万岁。那场面，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顾晨登基。好，好，那此事就这么定了。萧恒点头，然后向耗尽了力气挥了挥手：退朝吧。说完，他便起身逃也似的离开了金銮殿。看着他仓皇离去的背影，顾晨从地上站起，立刻对户部尚书使了个眼色：王大人，还愣着做什么？赶紧带人去清点内堂，灾情如火，耽误不得。是，下官这就去。王尚书领命，兴冲冲地带着人往后宫跑去。一个时辰后，太师府，顾晨正与几位心腹在厅中品茶，商议着如何利用这次赈灾，将3州之地彻底换上自己的人马。
太师此计一出，那黄口小儿便将国库、人事尽数奉上，实在是高。待我们掌控了3州钱粮兵马，这大夏的江山便只认太师，不认那萧氏了。顾辰端着茶杯，听着奉承，脸上是掩不住的笑意。就在这时，户部尚书王大人脚步匆匆地闯了进来，脸色难看。怎么了，王大人？顾辰慢悠悠瞎了口茶。陛下的内堂，金山银海，让大家也开开眼。王尚书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声音发颤：太师，我们被那昏君耍了。什么？顾辰手一抖，茶水洒了出来。陛下的内堂是空的。王尚书带着哭腔，里面除了灰尘什么都没有。问了管事太监，早就被先帝和那昏君挥霍一空了。啪！顾辰手中的茶杯滑落，在地上摔得粉碎。他呆坐在原地，脸上笑容扭曲。被耍了。他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接下了赈灾这个天大的差事。皇帝的内堂是空的，国库也是空的，赈灾的钱粮能从哪来？只能从他顾家的府库里出。噗！顾辰血气直冲头顶，喉头一甜，竟生生将一口逆血咽了回去。他攥着拳头，指甲嵌入掌心。好一个昏君，你给老夫等着！而此刻寝宫的龙床上，萧恒正饶有兴致地使用天子望气术，看着那团属于顾辰的黑气疯狂翻涌。老东西，想坑我？跟我斗，你道行还浅了些。萧恒翘着二郎腿，心情大好。顾辰那老狐狸不仅要从自己府里掏钱去填南方的窟窿，还得捏着鼻子帮他背上挥霍无度的昏君名声。哎，朕可真是个罪孽深重的男人，刚坑完老臣就想去嫂嫂那炫耀一下。不对，我这是去分享胜利的喜悦，绝对不是缠他身子，朕是正人君子。萧恒说服了自己，心安理得地从床上爬起来，哼着小曲溜达到安置林婉清的宫殿。刚到店门口就撞见了人。林婉清正端着一碗汤羹走来，她今天没穿昨日那深淡紫色宫装，换了套月白色的长裙，裙摆随走动轻晃，一头乌发只用一根碧玉簪松松挽着，几缕发丝垂在脸颊边，显出几分温婉来。尤其是那身段月白色的料子本不显身材，穿在她身上，腰是腰，胯是胯，弧度勾勒得正好。萧恒脚步顿住，心里的小人已经吹起了口哨。顶不住，真的顶不住。三哥啊三哥，你真是暴殄天物。林婉清见到他，快步停下，屈膝行礼。陛下，妾身听说您在朝堂上把赈灾的事全都交给顾太师了，还把内堂……萧恒心里有数，看来嫂嫂也收到消息了。嫂嫂莫慌。他走上前，自然地从他手里接过汤羹，一口喝完，顺手把空碗放在旁边的石桌上。接着在林婉清没反应过来时，一把拉住他的手腕，将他带进了殿内。哎，陛下！林婉清被他这动作弄得一愣，手腕上的热度让他脸颊有些发烫。萧恒把他按在殿内的软榻上坐下，自己也挨着他坐了，两人之间就隔了不到一拳。嫂嫂身上是什么味道？这么香？他凑近了些，闻到一股淡淡的馨香，比御花园里的花还好闻。陛下又取笑妾身。林婉清耳根都红了，想往旁边挪，却被软榻的扶手挡住。朕可没取笑。萧恒一本正经清了清嗓子，他把朝堂上自己如何挖坑，顾辰又是如何跳进去的事讲了一遍。讲到顾辰率领百官山呼万岁时，林婉清紧张地攥紧了手帕。可当听到萧恒说自己的内堂早就空得能跑老鼠，户部尚书带人去清点，只扫回一堆灰尘时，林婉清那双桃花眼睁得圆圆的。几秒后，他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赶忙用袖子掩住嘴角，但微微颤抖的肩膀还是暴露了他的心情。陛下，您可真坏。他抬起头，眼波流转，原先的担忧被笑意冲淡，映着殿内烛光，亮晶晶的。对付老狐狸就得用点手段。萧恒靠在软枕上，摊了摊手。嫂嫂笑起来真好看，朕感觉这江山都更稳了。林婉清被他直白的情话说得脸颊更红，嗔怪地看了他一眼。这一眼的风情让萧恒心跳加速。笑过之后，林婉清的眉头又轻轻蹙起。他正色道：可光靠顾辰一人，就算他掏空家底，对南方3州的灾情也只是杯水车薪，而且他肯定会在赈灾的粮食和人手上动手脚。萧恒赞许的点头。嫂嫂说的没错，这正是我要跟你说的事。萧恒坐直身体，收了嬉笑的神色。他压低声音凑到林婉清耳边：嫂嫂，咱们天天待在宫里，听到的看到的都是别人想让咱们知道的。光看折子，谁知道那群官僚把灾情写成什么样，报上来1万两，能有1000两落到灾民手里，都算他们有良心。他呼出的热气吹在林婉清的耳廓上，痒痒的让他心里也跟着一颤。朕想出去一趟，亲眼看看这京城内外到底是什么样。出宫，林婉清的脸白了一下。
不行，他脱口而出，绝对不行，陛下，这太危险了。顾辰的眼线遍布宫内外，您要是出宫，万一被他的人发现。嫂子，你想想。萧恒看着他，语气平静。他现在觉得朕沉迷美色，天天跟你腻歪，巴不得朕烂在温柔乡里。所有人都觉得朕不敢出去的时候，咱们出去才是最安全的。这就叫灯下黑。林婉清的心跳得飞快，她看着眼前的男人，他的那份从容让她的心安定下来。这和她记忆里那个见到顾辰就发抖的前六王爷完全不一样。最终她用力点头，好，妾身陪陛下一同去。萧恒笑了，我就知道嫂嫂会答应，毕竟谁能拒绝一个又帅又有智慧的皇帝呢？我真是该死的迷人啊！朕已经让小德子去准备了2套最不起眼的衣服，不会惊动任何人。等等，林婉清忽然想到什么，小德子是御前的人，他一动，难保不被顾辰的眼线盯上，还是让妾身宫里的人去办更稳妥。萧恒一想，也对，还是嫂嫂想的周到，差点翻车，那就有劳嫂嫂了。林婉清点头，对着殿外轻唤一句：小翠。门外跑进来一个15、16岁的小宫女，梳着双压髻，脸蛋圆圆的。她一进来，看见皇帝和自家娘娘坐得极近，吓得赶紧低下头，呼吸都停了。娘娘，您有何吩咐？林婉清吩咐道。小翠，你出宫一趟，去宫外最普通的成衣铺子买2套寻常百姓穿的粗布衣裳回来，男女各1套。记住，要最不起眼的那种，料子越差越好，别让人看出身份。小翠愣了一下，抬起头，圆溜溜的眼睛里全是疑惑。最不起眼的，料子越差越好，这是什么要求？他偷偷瞄了一眼坐姿豪放的皇帝，又看了看自家美若天仙的娘娘，一个念头在他脑海里疯狂冒了出来。天啊，陛下和娘娘这是要玩什么我不敢想的游戏吗？还要最不起眼的，料子越差越好，难道是乞丐装，还是落魄书生和俏寡妇？宫里人真会玩。小宫女的脸颊爆红，脑子里已经演了一出大戏。她一躬身，声音发颤，是娘娘，奴婢明白了，一定办到，保证又破又不起眼。说完，她像打了鸡血，转身一阵风似的跑了出去，生怕耽误了主子们的好事。萧恒、林婉清两人面面相觑。1个时辰后，京城西门外，一辆寻常的马车停在路边，车上下来一男一女，两人衣着朴素，似是一对夫妻。他们汇入城外巨大的人潮里，很快便不显眼了。这两人正是换了妆的萧恒和林婉清。才走出不到100步，两人就面色凝重。官道两侧黑压压的全是人，他们衣不蔽体，骨瘦如柴，蜷缩在路边，空气里混杂着排泄物和腐烂的臭味，到处都是哭声、呻吟声和压抑的咒骂声。一个母亲抱着怀里没了气的孩子，眼神空洞，一动不动。不远处，几个半大孩子为了抢半个黑馒头，正在撕咬扭打。萧恒甚至看见一个男人把自己瘦得脱了形的女儿拖到一个牙人模样的胖子面前，换来了一小袋粮食。一子而食。林婉清出身官宦人家，何曾见过这种地狱般的景象？她脸色发白，胃里搅得难受，捂着嘴干呕起来。萧恒扶住她，指甲深深掐进了自己的掌心，怒火从他的胸口冲起。这就是他的江山，他的子民，在宫里和顾辰掰手腕，他觉得自己在运筹帷幄。可站在这里，他才明白皇帝是什么，是压在他肩上成千上万条人命的重量。不能等了，萧恒声音发紧，他拉着林婉清挤出人群，走到旁边一处还算空旷的土坡上。嫂嫂，你在此处等我。说完，他集中精神，在心里默念：储物空间开启，救急200担提取。林婉清还没反应过来，就看见眼前凭空冒出了一袋袋的粮食，1袋、2袋、10袋，转眼间就在空地上堆起了一座米山。这是……他后退一步，几乎站立不稳，惊骇地看着这一幕。嫂嫂别怕，我自有其寓。萧恒也来不及多解释，从怀里掏出一锭银子，扔给旁边一个看傻了的差役：去，给我找几口大锅，再找些人手来，就在这儿搭棚子煮粥。快去！那差役被天降粮食和白花花的银子砸懵了，魂不附体的点头，撒腿就跑。很快，几口大锅架了起来，底下燃起大火，雪白的米倒进锅里，加水熬煮，浓稠的米香很快就飘了出去。开饭了，有粥喝了！一声呼喊，所有的灾民都活了过来，疯了一样朝粥棚这边冲，场面乱作一团。萧恒站在高处，运足丹田，大吼了一声：都排好队，人人有份，谁敢乱来，一碗都没有。他这一声带着内力，竟压过了上千人的嘈杂，让混乱的人群安静下来。
灾民们畏惧地看着这个年轻公子，竟真的开始老老实实排队。林婉清也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他看着那些人伸出干枯的手，接过粥碗后，直接用手抓着滚烫的粥就往嘴里塞，心里堵得难受。他咬了咬牙，走到一个腿上流血的老人身边，蹲下身撕下自己干净的裙角，笨拙地为他包扎伤口。萧恒看着林婉清的动作，他的这位嫂嫂倒不只是个好看的摆设。就在这时，萧恒的视线被不远处的一群人吸引了，大约110号人，同样衣衫褴褛，但他们没有和灾民挤在一起，而是站在人群边缘。最重要的是，他们站得笔直，像一杆杆标枪。和其他麻木的人不同，他们的眼神里还有光。他们没有过来领粥，只是远远看着，满是戒备。萧恒打开了天子望气术，那群人的头顶上虽笼罩着一层落魄的灰色气运，可在灰色之下却有明亮刚正的白光透出，忠义之气。为首的那个壮汉头顶的白光最盛，其中还夹杂着一丝属于战场的赤色。世员将才，萧恒心头发热，刚瞌睡就有人送枕头，装备这不就来了。他把施粥的事交给林婉清，自己端了碗粥，大步朝那群人走去。几位壮士为何不过来喝碗粥暖暖身子？为首的壮汉周冲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无功不受禄，阁下是什么人？哪来这么多粮食？他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一个路见不平的生意人。萧恒把粥递过去，笑了笑，我看各位气度不凡，不像寻常百姓，若信得过我，可否借一步说话？周冲和身后的弟兄们交换了一下眼色，最终点了点头。萧恒将他们引到一旁的树林里，各位可是经营禁军的弟兄？他直接问道。周冲身体绷紧，眼神警惕，你究竟是谁？萧恒不再伪装，他站直身体，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尊贵的气度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为了证明，他当着周冲的面再次凭空变出了一袋大米。神仙手段！扑通，周冲和他身后那上百名汉子全都跪了下去，额头抵着地面，身体因为激动而颤抖。他们正是因弹劾顾臣而被排挤出京的禁军旧部，本以为报国无门，此生无望，没想到竟会在这里以这种方式见到他们的皇帝。都起来，朕知道你们的忠心。他看着跪在最前的周冲，人物周冲，身份前禁军都尉，气运白中带赤，忠勇之将，时运不济，忠诚度90，忠于皇室，可堪大用。很好。萧恒上前亲手扶起周冲，周冲，朕现在需要你们。顾臣这老贼满朝都是他的爪牙，朕能信的只有你们这些被他排挤的忠良。他的目光扫过眼前这上百名精锐，朕要你们做朕捅向顾臣心脏的第一把尖刀。周冲等人血往上冲，呼吸都粗重了几分。我等誓死追随陛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上百人的声音汇成一股，在这片小树林里回荡。密林里光线又暗又潮，上百条汉子直挺挺跪在地上。萧恒没让他们起来，他就那么站着，视线从一张张脸上扫过，有人激动，有人茫然，有人憋着一股狠劲儿。朕知道你们的本事，也知道你们受的鸟气。从今天起，你们的名字，你们的过去，全都给朕烂在肚子里。忘了自己是什么经营禁军，忘了以前的兄弟袍泽。你们是朕捅像那老贼心窝子的刀，是见不得光的鬼。这话一出，跪着的汉子们身体一震。你们敢不敢？我等敢！周冲抬头怒吼，脖子上的筋都爆了出来。我等敢！后面上百人跟着吼起来，林子里的鸟呼啦一下全飞了。好，萧恒点了下头。周冲，末将在，朕今天封你当禁逆都尉，管着这支暗部，只听朕一个人的。萧恒说完，抬手就往自己指尖上咬了一口，血珠子立马冒了出来。他用那滴血在自己手掌心上飞快地画了个龙形图案，灼热的气息从他掌心散发开来。周冲还没反应过来，萧恒已经走到他面前，把那只印着血龙纹的手掌啪的一下按在了他的脑门上。这是朕的龙印，以后见他如见朕。周冲脑子里嗡的一声，听到了一声低沉的龙吟，一股蛮横的力量顺着眉心灌入，饥饿和虚弱被一扫而空。他身后那上百号人也同时感觉身上多了股热气，丧气一下子就没了，浑身充满了劲儿。定，宿主首次动用龙气册封，激发百人忠义之气，龙威经验值加100。周冲忠诚度提升至95，死忠。禁军旧部平均忠诚度提升至90，可堪大用。萧恒收回手，看着周冲额头上的龙纹印记一闪而没，心里的小人已经叉着腰仰天长啸了。嘿，朕这王霸之气一开，效果就是这么给力，就是有点费血，
下次是不是可以换个方式，比如吐口唾沫什么的？算了，太影响朕光辉伟岸的形象，逼格要紧。末将周冲参见陛下，誓死为陛下扫除奸逆。周冲又磕了个头，声音里充满了狠劲。誓死追随陛下。百人齐吼，林子都抖了3抖。萧恒换回周鹏的时候，混乱的场面已经好了很多。灾民们老老实实排着队，虽然还是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但眼里好歹有了点活人的光。他一眼就看见了人群里的林婉清，她正蹲在一个小丫头面前，用自己的袖子小心地给人家擦脸上的黑泥。那身原来浅色的长裙，现在裙摆上全是泥点子和草线，还蹭了几块油污，看着有点狼狈。她的动作很生疏，但样子却专注得很。太阳光从树叶缝里漏下来，在她身上撒了一层金边。萧恒心里一动，我丢，这婆娘真是要了朕的命了，做个好事都这么带劲儿。这腰这臀蹲下来这曲线简直是犯规啊！不行，朕得过去宣示一下主权。这乌泱泱的一群人，万一被哪个不开眼的盯上了怎么办？他迈开步子走到林婉清身边。林婉清察觉到旁边多了个人，一抬头看见是他，桃花眼里立马有了笑意。他刚想开口，萧恒却弯下腰，直接拽起自己的袖子，很自然地在他脸上擦了一下。脏了，他低声开口。林婉清愣住了，他的动作很轻，可手指关节却不小心擦过了他的脸蛋，那触感让他从脸颊麻到了脚底，周围几百双眼睛都盯着这边呢。热气腾地冲上他的脸，从脸颊烧到耳根，连雪白的脖子都染上了一层粉。他的心跳乱了套，一下一下撞得胸口发慌。陛下，他又羞又气。别动，还没擦干净。萧恒一脸震惊，又在他脸上来回蹭了2下，才心满意足地站直了身子。他把林婉清从地上拉起来，也不管他愿不愿意，牵着他就往那辆不起眼的马车走。陛下，刚刚人太多了。一钻进车厢，林婉清就轻轻甩开他的手，转过身去，胸口还在上下起伏。怕什么？萧恒挨着他坐下，从后面看着他通红的耳垂。朕疼自己的女人，天经地义。虽然现在还不是名正言顺，但快了。朕这叫提前行使权力，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林婉清被他这句自己的女人说的心尖都颤了一下，居然没反驳。嫂嫂，萧恒不闹了，声音正经起来。接下来，朕有个更重要的事交给你。林婉清转过身，对上他认真的表情。朕在明，你在暗。萧恒往他那边凑了凑，声音压得更低。今天这个龙公子的身份，以后就是咱俩共用的马甲。周冲那帮人名义上听我的，但所有的钱粮怎么发，任务怎么派，都得通过你。他看着林婉清慢慢睁大的眼睛，又凑近了些。嫂嫂，从今天起，你就是朕的监军，是朕在这宫墙外面最信得过的眼睛和耳朵。林婉清一愣，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信任了，这是把身家性命，把刚拉起来的这支秘密队伍，把他们目前翻盘的唯一希望全都塞到了他手里。他不再是那个只能被动等着人救的王妃，也不是躲在皇帝翅膀底下的花瓶，他把他从棋盘外面直接拉到了自己身边。他眼睛一红，体会到了被信任的感觉。林婉清看着眼前的男人，这个不久前还病恹恹的小叔子，现在却为他撑开了一片天地。他吸了口气，把胸口的激动压下去，对着萧恒郑重地弯下了膝盖。臣妾领旨。定。检测到林婉清忠诚度+5，提升至90，休妻与共。萧恒乐了，搞定。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果然得有个能干的女人。不对，朕这么优秀的男人背后站一个怎么够？起码得站一排才够排面。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直接打断了车厢里的温情。官兵来了，官兵来了！周鹏那边刚排好的队形顿时乱成一团。糟了！萧恒心头一跳，京兆府的人怎么来得这么快？他看向林婉清，对方脸上的血色也褪得干干净净。这要是身份暴露了，今天干的所有事都得玩完。马蹄声越来越近，尘土飞扬，一队官兵骑着高头大马，盔甲锃亮，在灾民面前停下。为首的都尉腰挎长刀，满脸横肉，眼神蔑视。吵什么吵？找死是不是？都给老子滚开！官兵们得了令，拔出刀，用刀背对着人群一顿乱抽。灾民们本就虚弱，被这么一下，顿时鬼哭狼嚎，四散奔逃。周冲和他那帮兄弟拳头捏得死紧，眼里快要喷出火。他的手已经按在刀柄上，浑身肌肉绷紧，只等一个号令。萧恒却从马车连缝里给了他一个眼色，让他别动。操，玩脱了！京兆府这帮狗腿子鼻子也太灵了，现在动手，今天就白干了，出宫的事也得捅破天。霎时间，萧恒整个人松垮下来，换上了一副天真的表情，
还带点傻气和张扬。他急忙下马车，先理了理布衣，从角落捡起一把破扇子，唰地打开，迈着8字步就迎了上去。哎呦，这位官爷，官爷息怒，息怒啊！萧恒脸上笑开了花，脚步虚浮，活脱脱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富家傻儿子。他不给都尉反应的时间，从怀里摸出一锭10两的银子，快步上前，在那都尉骂出声之前塞进了对方手里。都尉正要发作，手心里一沉，低头一看，眼睛都直了。这么大一坨银子，官爷辛苦，真是辛苦了。萧恒凑过去，压着嗓子，满是讨好。小子家里做点小生意，家父信佛，非让小子出来施粥行善，积点福德。这不，没想到惊扰了官爷，是小子不懂事，这点小意思，您和弟兄们拿去喝杯茶。都尉掂了掂银子的分量，脸上的横肉舒展开，语气也公事公办起来。你是什么人？在此聚集流民，跟官府报备了吗？小子姓龙，单名一个天字。萧恒张口就来。龙天，我靠，这名字有点冲，下次还是只说龙公子，低调。他心里吐槽，脸上却装得更像，一脸崇拜地看着都尉，又故意长叹一口气。哎，说到底，小子做的这点事算什么？跟咱们大夏的顶梁柱顾太师比起来，那真是萤火比皓月，提鞋都不配啊！我等商贾这辈子最敬佩的就是顾太师那般为国为民的大人物太师，那才是天下楷模，我辈偶像。这番话说的是情真意切，唾沫星子乱飞。车厢里的林婉清听得愣住，差点把茶水喷出来。他赶紧低下头，用袖子捂住嘴，肩膀一耸一耸，憋笑憋得辛苦。陛下这番本事，不去唱戏真是屈才了。那都尉一听这话，那还了得。京城里谁不知道他们京兆府尹就是太师爷一手提拔的心腹，眼前这出手阔绰的傻公子竟然是太师的铁杆拥趸，这不纯纯自己人吗？原来是龙公子，失敬失敬。都尉立刻换上笑脸，把银子不着痕迹地揣进怀里。行善积德是好事，不过下次注意，人多容易出乱子。既然龙公子也是为太师分忧，我们京兆府自然支持。是是是，官爷说的是，小子下次一定注意。萧恒连连点头哈腰。一场危机就这么被他用10两银子和一顿马屁化解了。官兵们甚至还帮忙吼了几嗓子维持秩序，才耀武扬威的骑马走了。看着他们远去，萧恒脸上的傻笑马上收敛。他转身回到马车边，对等候的周冲低声下令：城东30里外有座废弃的皇家猎场，叫竹云苑，地图上都找不到。你立刻带上弟兄们，再挑些愿意干活的灾民过去。萧恒说着，手一挥，马车旁又凭空多出几10袋粮食。周冲又是一惊，对陛下的手段更加敬畏。这些粮食带过去，到了地方立刻搞以工代赈。什么？什么以工代赈？周冲问得小心翼翼。是以工代赈。萧恒纠正道：组织他们修葺营地，开垦荒地，有力气干活的管饱饭，不愿干活的1粒米都别给。记住，尽快把这群人变成我们自己的生产力和预备兵员。末将领命。周冲重重点头，眼中是藏不住的激动。这位年轻的陛下心思缜密，手段老辣，何愁大事不成？车轮滚滚，压着青石板路。回宫的马车上，林婉清看着身旁闭目养神的萧恒，脑海里回想着他刚才在官兵面前变脸的模样，心绪翻涌。他提起茶壶，为他倒了杯热茶，递过去时，指尖不经意划过他的手背，两个人的身体皆是一颤。林婉清迅速收回手，脸颊又开始发热。他低着头，轻声开口：陛下，我们真的能赢吗？他们的对手是根深蒂固的老狐狸，而他们只有一个虚名和一只刚凑起来的草台班子。萧恒睁开眼，反手握住他那只微凉的手，他的手柔若无骨，被他温暖的掌心包裹，暖意顺着手臂传到他心里。萧恒直视着他那双水气迷离的桃花眼，以前不能，但有嫂嫂在，就一定能。林婉清的心一跳，只听他继续说：这江山是朕的，但朕是你的。林婉清怀疑自己听错了，他在说什么？嫂嫂，朕不要你躲在身后为一个虚名提心吊胆，等扫清了那些垃圾，朕要你与我并肩，站在这天下之巅，看着大好河山。他眼眶一热，泪水倏地滑落，他没有去擦，而是主动依偎过去，将头轻轻靠在了萧恒的肩膀上。这个怀抱坚实而温暖，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心安。定，检测到林婉清中程度+5，提升至95，死心塌地，国运值+30。萧恒心里乐开了花，搞定，嫂嫂这算是彻底被我拿下了吧？不过这种有人全心全意靠着自己的感觉，好像也不赖。嘿嘿。马车继续前行，车厢内一片安详。
林婉清靠着他的肩头，感受着他沉稳的心跳，一颗漂泊不定的心终于找到了归宿。太师府，书房里，一只上好的青花瓷瓶被扫落在地，摔得粉碎。废物，全都是废物。顾晨一张老脸涨成猪肝色，胸膛剧烈起伏，呼吸粗重。他刚收到青州传回的密报，他派去赈灾的心腹，连同他从牙缝里挤出的第一批粮食，半道上被一伙自称开仓义贼的山匪给劫了，人粮都没了。这形同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左右开弓扇他的耳光。自己掏空家底凑的钱粮，还没捂热，转眼就成了别人的。噗！顾晨喉头一甜，又被他硬生生咽了回去。太师息怒，您千万要保重身体啊！户部尚书王大人跪在地上，身体抖得厉害。息怒！顾晨伸出手指，差点戳到王大人的鼻子上。那小皇帝的内堂是空的，国库也是空的。现在赈灾花的每一文钱，每一粒米，都是老夫府上出的。老夫在用自己的血汗钱替那个小王八蛋擦屁股。现在连老夫这点血汗钱都有人敢动，你让老夫怎么息怒？他吼得唾沫横飞。京兆府尹洽在此时跑了进来。太师，太师，城外有新情况。府尹上气不接下气，把他手下都尉的见闻一五一十全说了出来。内容包括那个自称龙公子的富商如何搭棚施粥，以及如何把顾晨夸上了天。顾晨听完，火气退去，一脸阴沉。龙公子，他眯起眼睛，手指在紫檀木桌案上有节奏地敲击着，还对老夫推崇备至。一个能随手拿出上百石粮食，打赏下人都用10两银锭的人，脑子会这么不好使？这只老狐狸第一个念头就是不信。京城何时冒出这么1号人物？早不出现，晚不出现，偏在老夫自掏腰包赈灾的时候出现。顾晨的眼神冷了下来。去，给老夫查，就是把京城的地皮给老夫翻过来，也要把这个龙公子的祖宗18代都给老夫查个底朝天。皇帝请功，龙床之上。哎呀，陛下不要了，妾身真的受不住了。林婉清声音软软的，带着哭腔，欲拒还迎。美人儿，再陪朕玩一会儿嘛，天不还没亮吗？萧恒的声音粗俗直接，还故意配上几声喘息。两人嘴上念着羞人的台词，眼神却在交流。萧恒用眼神示意，嫂嫂，你这演技绝了。林婉清又羞又气，伸指在他腰间软肉上用力拧了一把，用口型无声回敬，还不是被你这个混蛋逼的。萧恒疼得一抽，眼神悲壮。为艺术献身吗？声音再大点，再惨点，外面的耳朵就爱听这个。林婉清脸颊发烫，只好又发出一声细碎的呜咽。殿外负责盯梢的小太监听着里面的动静，不屑地撇了撇嘴。他拿出小本本，在给太师的密报上重重添了一笔。陛下荒唐，沉溺女色，白日宣淫，无可救药。写完，他满意的点头，觉得自己又为太师的大业添砖加瓦。帷帐里戏演着演着，味道却变了。昏暗光线下，林婉清的衣衫不知何时滑落一半，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乌黑长发铺在明黄颈背上，那张绝色的脸蛋因刚才的表演染上一层动人红霞，尤其是那双桃花眼，此刻水光潋滟，眼波流转，能把人的魂儿都勾走。萧恒的呼吸一滞，他看着眼前的人，那股刚刚压下的燥热从心底更深处翻涌上来，肌肉不自觉地绷紧了。我丢，顶不住了，真顶不住了，这谁能忍得住？谁忍得住，谁就不是男人。嫂嫂，他的声音哑了下去。演戏吗？还得演全套，是不是？对，为了工作，为了迷惑敌人，绝对不是朕有私心。朕这是为江山社稷，为黎民百姓，不得已做出一点小小的牺牲。林婉清感受到他身上传来的惊人热量，还有他那只不老实的手，心跳乱了节奏。他没有出声，只是认命般闭上了眼，长长的睫毛在烛光下轻轻抖动。这算是默许。窗外夜色渐渐降临，寝宫里的温度却一节节的攀升。也不知过了多久，寝宫内恢复了安静，只剩下两人交织的呼吸声。萧恒抱着怀里柔软的身体，内心踏实而满足。就在这时，叮，检测到龙气于坤宫成功凝聚，已种下龙种。恭喜宿主，林婉清已成功受孕。萧恒整个人僵住了。什么？怀孕了？他低下头看了一眼怀里累得昏睡过去的林婉清，这也太有效率了。难道自己这身体是加特林级别的？直奶打呢？恭喜宿主完成多子多福核心指标，国运获得飞跃性提升，国运值暴涨加100。当前国运113 10000，濒危。奖励发放新手大礼包内容解锁，恭喜宿主获得帝王权柄天子王权。萧恒来不及体会初为人父的狂喜，立刻查看起这个新到手的能力。天子王权可升级。
宿主可用自身龙气对气运低于自身的臣民进行王权敕令。王权敕令可在对方潜意识中植入模糊指令，或对其个人气运进行短暂压制、削弱。咒，此能力对气运强大或心智坚定者，如顾晨，效果微弱或无效，但可对其中下层党羽造成毁灭性的精神干扰与气运打击。萧恒的心脏狂跳起来，好家伙，他现在是干不掉顾晨那条老焦，但他可以把老焦身上的爪牙一根一根全给他剪了。他隔着宫墙望向太师府的方向，在天子望气术的视野里，顾晨头顶那团巨大的黑色气运像一张笼罩京城的蜘蛛网，蛛网上密密麻麻连着无数条灰色的丝线，延伸到朝堂各个角落，连着一个个官员。这些就是顾晨的党羽，是他作威作福的根基。现在他有了剪断这些丝线的剪刀。萧恒的嘴角不受控制的扬起，看了一会儿，他的视线落回到身旁熟睡的林婉清身上，心念一动，他再次发动天子望气术，看向他的腹部。在那里，一团极其微弱的纯金色气运正在安静的孕育，那是他萧恒的第一个孩子，是这个风雨飘摇的大夏王朝未来的希望。他伸出手轻轻附在他的肚子上，那里的皮肤光滑温热，他的动作轻柔的不像话，生怕惊扰了那个小小的生命。嫂嫂，你可真是朕的福星啊！他心里暖洋洋的。不对，是我们爷俩的福星。寝宫里烛火摇曳，萧恒侧躺在床上，单手撑着脑袋，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身边的林婉清。他睡得正香，眼角还挂着一滴泪珠，长长的睫毛在脸上投下一小片阴影。被子滑下了一角，露出他白皙圆润的肩头，还有那道精致的锁骨。随着他平稳的呼吸，胸口那惊心动魄的曲线微微起伏。我丢，朕是不是有点太不是人了？萧恒心里冒出一丢丢愧疚，看把嫂嫂累成什么样了，这小腰估计都快断了。哎，都怪朕火力太猛，没控制住。这愧疚在他脑子里停留了不到3秒，他就又迅速理直气壮起来。不过话又说回来，朕的女人朕不疼谁疼？再说了，这也不是为了朕自己爽，这是为了大夏的江山社稷，为了皇家血脉的开枝散叶，为了国运昌隆啊。四舍五入，朕这是为国捐躯，朕的牺牲太大了，谁懂啊？他越想越觉得自己简直是千古明君，伟大的不行。脑子里一个骚操作冒了出来，他伸出手悬在林婉清平坦紧致的小腹上方，体内的金色龙气被调动起来，一股暖洋洋的气流顺着他的手臂从掌心缓缓流出，悄悄地渗入他的身体。睡梦中的林婉清似乎感觉到了什么，舒服地哼唧一声，眉头也舒展开来。他下意识地往萧恒这边挪了挪，找了个更舒服的姿势，整个人蜷成一团，睡得更沉了。萧恒能清楚地感觉到他身体里的疲惫正在被龙气快速修复，他的脸色也变得更加健康，白里透红，跟刚摘下来的水蜜桃一样，让人想咬一口。嫂嫂，这龙气可还烫人？萧恒忍不住俯下身，在他耳边低语。来，嫂嫂，给咱们的功臣体验一下朕的 VIP 专属服务，纯天然龙气 SPA， 全身深层滋养，疲劳尽消，还附赠美白养颜、紧致肌肤的隐藏功效，外面那些贵妇花多少钱都体验不到的顶级套餐。他看着他愈发娇艳的睡颜，心头一阵火热，没忍住低头在他光洁的额头上亲了一下。盖个章。他心里坏笑，安抚好自家女人，萧恒的兴奋劲儿再也压不住了。他轻手轻脚地翻身下床，在床边的软垫上盘腿坐好，闭上眼睛。系统给朕开图，天子望气术启动。念头刚起，整个京城的景象以一种玄之又玄的方式在他脑海里展开，无数条粗细不同、颜色各异的气运丝线交织成一张巨大的网络，笼罩着京城上空。最显眼的那一条又粗又黑，盘踞在城东方向，散发着邪性的气息。哟，老贼这黑色的血条够长的，不愧是大 boss。 萧恒的意念直接无视了那些乱七八糟的杂线，锁定了太师府的位置。他看见在那团巨大的黑气下方，密密麻麻地连接着无数根灰色、黑色的气运线，跟藤蔓一样死死缠绕在主干上。让朕来挑个幸运儿，体验一下朕的新技能。他的意念在这些灰线上扫来扫去，挑拣着目标。这个不行，户部侍郎官太大了，一动就容易打草惊蛇。这个也不行，城门校尉离得太远，效果估计不好，万一失败就搞笑了。他的意念停在了一根紧紧贴着顾晨的黑色气运团，但又细得可怜的灰色气运线上。这人的信息很快就出现在萧恒的脑海里。顾安，顾晨的远房侄子，在太师府里当个7品门客，平时就干个端茶倒水、跑腿传话的活儿，完美。官不大，事不多，离得近，还是个铁杆狗腿子。就拿你这个小喽啰，给朕的新手大礼包开开光。萧恒调动了一小缕的龙气，对着那道灰色的气运线
意念一动，王权敕令发动，给朕心神不宁，手脚打结，当场出糗。与此同时，太师府书房里，京兆府尹双膝跪地，额头上冷汗淋漓，把地上的地毯都浸湿了一小块，他连头都不敢抬。太师，那个龙公子，下官真的查不到半点线索，就像是凭空冒出来的一样。京城里里外外能查的地方都查了3遍了，没有一点蛛丝马迹。废物！顾晨端坐在太师椅上，脸黑得跟锅底一样。他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桌上的茶杯都震了一下。他正想发火，把这个没用的府尹拖出去重打50大板，余光忽然瞟到桌上一份刚刚送达的密报，北境发来的800里加急军情，上面用特殊墨水绘制了最新的边防军力部署图，这关系到他下一步的篡位大计，重要到了极点。滚下去！顾晨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京兆府尹如蒙大赦，连滚带爬地跑出了书房。奉茶！顾晨压着火气，沉声喊了一句。门外穿着7品官服的顾安听到声音，赶紧端着刚泡好的热茶，低着头走了进来。就在他一只脚刚刚踏进书房门槛的时候，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没来由的慌乱。他只觉得心脏砰砰砰地开始狂跳，手和脚突然就不听使唤了。脑子里想的是走稳，一定要走稳，可身体却跟喝了2斤假酒一样，不受控制的左右摇晃起来。太师，您的茶。顾安声音发抖，他拼命想稳住手里的托盘，可那双手就是不听使唤，抖得厉害。茶杯里的水晃了出来，洒满了整个托盘。他好不容易走到书案前，离顾晨就剩下2-3步的距离。就在这时，他脚下也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绊了一下，整个人直愣愣的就朝前扑了过去。啊！顾安发出一声尖叫，手里的托盘脱手飞出，那杯滚烫的茶水泼洒开来，不偏不倚，全浇在了顾晨刚拿到手还没来得及收起来的北境边防军事密报上。哗啦，滚烫的茶水立马浸透了那张金贵的宣纸，上面用特殊墨水精心绘制的军事部署图，转眼就因开成了一团模糊的墨迹，什么都看不清了。顾安吓得2腿发软，一屁股瘫坐在地上，一股骚臭的液体浸湿了他的裤裆。顾晨缓缓低下头，看着那份被彻底毁掉的绝密军报，他脸上的肌肉疯狂抽搐着，眼睛充血，骇人的杀气从他身上冒出来。你找死！他喉咙里发出咆哮，震得房梁上的灰尘簌簌往下掉。顾晨胸口起伏，一口气堵在喉咙里，整张脸涨成了酱紫色。地上，他的远房侄子顾安摊成一滩烂泥，裤裆里散发出骚臭味，熏得书房里名贵的熏香都变了味。废物，这点小事都办不好，本太师养你何用？叔父，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是突然手脚不听使唤。顾安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话都说不清楚。闭嘴！顾晨懒得听他解释，抬脚就踹在顾安的胸口。顾安闷哼一声，喷出一口酸水，整个人全成了虾米。来人！顾晨吼道：拖下去，给老夫往死里打，打20仗，禁足3个月，不准出房门半步。门外候着的2个家丁冲进来，架起烂泥一样的顾安就往外拖。很快，庭院里响起木杖击打皮肉的闷响，还有顾安杀猪一样的惨叫。顾晨背着手在书房里来回踱步。太巧了，一切都太巧了。北境的军事密报刚到手，还没捂热，就被一杯茶给毁了。他查了那个侄子，查了茶水，查了府里所有的人，都没有任何问题。就像冥冥之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他的关键时刻给了他一巴掌。天意，狗屁的天意！他顾晨这辈子只信自己。他眯起眼睛，把这一切归咎于手下人的愚蠢和自己最近运气不好。看来对付那个坐在龙椅上的小崽子，不能再慢悠悠的玩了，必须下狠手，用雷霆手段，把所有还在观望的势力全都逼到自己这边来。他走到墙边，看着那幅巨大的大夏王朝疆域图，阴冷的目光扫过一个个州府，最后手指按在了一个地方：江南，鱼米之乡，富得流油。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那位年纪轻轻就守了寡，手里却攥着整个大夏眼影命脉的女人四王妃苏青雨。养心殿内，暖香浮动，萧恒翘着2郎腿，斜靠在龙床的软枕上，一脸舒坦。在他面前，只有他能看见的系统面板上，一幅京城气运图清晰可见，代表着顾安的那颗灰色光点已经暗淡的快要看不见了，连接着他和顾晨的那条气运丝线也若有若无，眼看就要断了。芜湖起飞，这天子王权也太棒了，简直是老六专用外挂啊！萧恒心里乐开了花，朕都不用亲自动手，动念头就能让老贼后院起火，鸡飞狗跳。这种在千里之外搅动风云，看着敌人被自己人坑死，还只能骂对方是猪队友的感觉，哎呀妈呀，太爽了，上头！他决定了，以后要争取让顾晨的每个党羽都体验一下
什么叫来自皇帝陛下的关爱？一声软糯的呢喃打断了他的盘算。林婉清醒了，她缓缓睁开眼，那双勾人的桃花眼里水光潋滟，带着刚睡醒的迷蒙。几日来的龙气滋养，让她原本就倾国倾城的容颜焕发出惊人的光彩，肌肤白里透红，细腻得看不见一个毛孔。丝被随着她翻身的动作滑落，露出了大片雪白的香肩和精致的锁骨。她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力气，之前的疲惫和酸软一扫而空，状态好得出奇。闻到身边熟悉的男人气息，她下意识的就往萧恒怀里钻，脑袋在他胸口蹭了蹭，像只吃饱喝足撒娇的猫。嘶！萧恒倒吸一口凉气，顶不住了，家人们，谁懂啊？刚办完正事，怎么又上头了？冷静，冷静，朕乃一代明君，岂能沉迷女色？呸！明君怎么了？明君就不能疼自己女人了？朕偏要沉迷，谁也管不着。他清了清嗓子，低头在他光洁饱满的额头上亲了一口。醒了？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感觉怎么样？朕这专属服务还满意不？林婉清闭着眼，在他怀里又蹭了蹭，慵懒地应了一声，前所未有的好。他现在对萧恒依赖颇多。嫂嫂，萧恒抚摸着她瀑布般的乌黑秀发，爱不释手。朕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什么好消息？林婉清好奇地抬起头，那双桃花眼眨了眨。萧恒盯着他的眼睛，也不卖关子。你肚里有龙了。林婉清一下懵了，她怔怔地看着萧恒。陛下，您说什么？他的声音都在发颤。我说。萧恒握住他那只柔弱无骨的小手，轻轻放在他依旧平坦紧致的小腹上，咧嘴一笑。这里已经有咱们的崽了，他已经安家落户了。林婉清惊喜极了，感觉浑身都麻麻的，她的眼眶唰的一下就红了，豆大的泪珠滚落，划过她娇嫩的脸颊，滴在萧恒的手背上。她赌上了一切，赌上了家族荣辱，赌上了自己的性命和清白。现在她赢了，这个孕育中的孩子是她的希望，是她未来的保障，是她在这吃人的深宫里最硬的靠山。我林婉清捂住嘴，不让呜咽声露出来，身体因为激动而颤抖。萧恒一把将她搂进怀里，让她把脸埋在自己的胸膛，大手轻轻拍着她的后背，安抚她。哎，看把嫂嫂给激动的。也难怪，这可是龙种，稀世珍宝，全天下独一份儿。朕这火力属实有点超标了。哭什么？萧恒柔声安慰。这是天大的喜事，以后咱们爷俩一起保护你。林婉清在他怀里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他。陛下，臣妾不是在做梦吧？这一切都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萧恒坏笑了一下，凑到他耳边吹着热气。你要是不信，要不朕再帮你好好确认一下，保证用最深刻的方式让你这辈子都忘不了。林婉清的脸一下红透了，她伸出粉拳，在他胸口上不轻不重地捶了一下。陛下，您又不正经。嘴上这么说，他却主动将自己的唇送了上去。寝宫内的温度再次升高，萧恒靠在龙床的软枕上，一条腿搭着另一条，姿势懒散。自从被那颗龙髓洗体丹从里到外洗刷了一遍，他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升华了。以前那副风一吹就倒的病秧子躯壳早就成了历史，现在他浑身都是劲，感觉一拳能打死一头牛。爽，这身体倍儿棒。要是现在去体测800米，我能跑进2分钟。可惜了，咱当皇帝的没机会展示朕这无处安放的体力。他手里拿着一份密报，是周冲送上来的第一份禁逆卫组建报告。看着上面罗列的精壮汉子名单和初步训练成果，萧恒心里美滋滋的。嘿嘿，竹云院那帮灾民现在可是朕的铁杆粉丝团，管吃管住，还给发安家费，忠诚度不是蹭蹭往上涨。等这支骑兵练出来，藏在暗处，专门给顾晨那老东西下绊子，想想都刺激。就在他盘算着怎么给顾晨的第一波惊喜加点料时，店门哐当一声被人从外面推开了，一道香风撞了进来。陛下，来人是林婉清。她今天穿了一件淡紫色的宫装，裙摆紧贴着身形。此刻她那张总是带着魅意的脸上满是慌乱，连基本的宫廷礼仪都顾不上了。萧恒放下密报，对她招了招手，声音放得很柔。嫂嫂，怎么了？这是火烧眉毛了？林婉清几步冲到他跟前，胸口剧烈起伏。哎呦喂，嫂嫂别慌，朕有点晕。淡定，淡定，朕是正经皇帝，岂能被美色所惑？呸，什么正经皇帝？自己的女人多看2眼怎么了？又没收钱。他心里胡思乱想，面上却一本正经。林婉清根本没注意到他的眼神，急匆匆地说道：陛下，顾晨那个老王八蛋动手了，他要逼死4妹。
萧恒脸上的轻松不见了。四妹，他知道林婉清说的是先皇四子，他四哥的王妃苏青雨。说清楚点。今天一大早，顾晨那个狗东西找了个查抄逆党家产的由头，派京兆府的人把四妹的娘家苏府给团团围住了。林婉清气的眼圈都红了，他还放出话来，逼着四妹在3天之内自愿嫁给户部尚书那个又肥又傻的白痴儿子。要是不嫁，苏家上上下下几百口全按谋逆罪处置，满门抄斩。他妈的！萧恒一句国粹脱口而出，手掌啪的拍在身边的梨花木矮桌上，那张结实的矮桌被他拍出了一道清晰的裂纹。户部尚书就是顾晨养的最肥的一条狗，他那个傻儿子在京城是出了名的吃肥愚钝，还好色成性，活活打死过2个伺候他的丫鬟，让先帝的儿媳妇一个亲王的正妃改嫁给这种货色，这是把他萧氏皇族的脸皮活生生扒下来，扔在地上用脚碾，还要啐上一口唾沫。林婉清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声音更急了。陛下，您是知道的，几个姐妹里就属四妹的性子最冷也最烈，她怎么可能忍受这种侮辱？我怕她会想不开啊。而且苏家是江南盐商，世代经营盐引，大夏30%的盐税都攥在他们手里，这要是落到顾晨手上，国库就真的一滴都挤不出来了。萧恒脑子一转，明白了顾晨的毒招，这是在试探他这个皇帝的反应，更是冲着苏家这个钱袋子去的。他要是不管，那以后顾晨只会更加无法无天，把一个个还忠于皇室的势力全都吃干抹净。可要是苏青雨性子太烈，直接自尽了，顾晨那老狗正好能给他扣个夫死不争的帽子，名正言顺的抄了苏家。进也是坑，退也是坑，好一招恶心的阳谋。嫂嫂别慌。萧恒站起身，走到林婉清面前，抬手帮她拭去眼角的泪痕。他的动作很轻，让林婉清身体微微一颤。朕的嫂嫂还轮不到一个臣子来决定他的婚事。他看着林婉清那双湿漉漉的桃花眼，脑子里冒出一个计划，坐着等死。那不是他的风格，把苏家这股势力连人带钱全抢过来才是王道。朕今晚亲自去苏府走一趟。不行。林婉清脱口而出，脸色都白了。陛下，这绝对不行，现在宫里宫外到处都是顾晨的眼睛，苏府更是被围得跟铁桶一样，您就这么过去，不是自己往里钻吗？萧恒笑了一下，铁桶总有漏风的地方，开玩笑，朕可是有挂的男人。铁桶在朕的敬逆位面前，那就是个纸糊的灯笼，想从哪儿进就从哪儿进。他不再多说，转身走到御案前，提起笔，用特制的药水在一张白纸上飞快地写了几个字，字迹遇风则干，什么都看不出来。他把纸递给林婉清，去传朕的口谕，让小福子亲自去一趟上善间，就跟御厨说，朕今晚嘴馋，想吃点竹云院新送来的野味，让他们快点准备。林婉清何等聪明，听到竹云院3个字就全明白了，这是他们约定的暗号。他接过那张看似空白的纸，重重点了点头，把所有的担心都压回肚子里，快步转身出去安排了。夜色深深，苏府府墙内外，一对对手持兵刃的甲士来回巡逻，那肃杀之气让府里的下人连大气都不敢喘。后院一座小巧的绣楼孤零零地立在黑暗中，绣楼里苏青雨独自坐在梳妆台前，她换下了一身华服，穿上了最素净的白衣，头上金贵的钗环也都摘了。她本就身形纤瘦，皮肤白皙，这么一身素狗，配上那张清丽绝俗却毫无血色的脸，更显得楚楚可怜。那双平日里清冷如水的眼眸，此刻满是灰白。桌上放着一把匕首，锋利的刃口在微弱的烛光下反射着冷光。嫁给那个傻子，她宁可现在就死。可她要是死了，苏家上下几百口人的性命怎么办？忠孝两难全，贞烈和家族。顾晨这老贼好狠的心啊！2行清泪顺着他光洁的脸颊滑落。苏青雨伸出手，颤抖着握住了那冰冷的匕首。算了，与其活着受辱，不如干干净净的走。黄泉路上再给爹娘磕头，再向苏家的列祖列宗请罪吧。他闭上眼睛，睫毛颤抖，将锋利的匕首缓缓横在自己的脖颈上。只要他手腕再用一点力，这世间便再无苏青雨。就在这一刻，吱呀，绣楼那扇紧闭的门被一只手从外面推开了，一道黑影闪了进来，带起夜里的一阵凉风。苏青雨倏地睁开双眼，惊恐地看去，握着匕首的手臂绷得死紧。苏青雨闭上眼，握着匕首的手腕绷紧，准备给自己一个痛快。就在苏青雨准备发力的那一刻，当啷，他只觉得手腕一麻，匕首就脱手飞了出去。谁？苏青雨惊惧地望向门口，一个高大的黑衣男人不知何时站在那里，脸上蒙着黑布，只露出一双眼睛，在昏暗的烛光中打量着他。外面的守卫呢？都是吃干饭的。
你是谁？顾晨派你来的？是来欣赏我最后的狼狈，还是想在我死前羞辱我？苏青雨脑子里一片混乱，唯一的念头就是不能死在这个恶徒面前，那太便宜他们了。他反手抓起梳妆台上一个沉甸甸的青花瓷瓶，使劲朝黑衣人砸了过去。滚出去！萧恒头一歪，轻松躲过，瓷瓶擦着他的耳朵飞过，在后面的墙上撞得粉碎。我丢，这嫂嫂的脾气也太暴了点，一言不合就开砸，比婉清嫂嫂刚见面的时候还带劲。朕是来英雄救美帝，不是来打架的阿伟。他心里吐槽，脚下可不慢。萧恒一步窜到苏青雨面前，没等他抓起下一个能当武器的东西，大手一伸就扣住了他纤细的手腕，入手一片冰凉滑腻。苏青雨反应极快，另一只手迅速抬起，拔下头上唯一一根固定发髻的素银簪子，对准萧恒的胸口就扎了过来，动作又快又狠，没有半分犹豫，摆明了是要以命换命。萧恒心里直呼好家伙，另一只手探出，在半空中截住了他持簪的手。这下苏青雨两只手都被制住了。苏青雨又急又怒，抬起穿着绣鞋的脚就朝着他两腿之间最要命的地方踢去。操！萧恒惊出一层冷汗，腰部发力，带着他转了半个圈，顺势将他整个人按在了墙壁上。这女人的身体柔软的不像话，隔着几层单薄的衣料，那紧致的曲线严丝合缝地贴在他的身前，一股清冷的梅香钻进鼻子里，混着女子的体香，让他心头一荡。苏青雨被他高大的身躯困在墙壁和他之间，动弹不得。他那张清丽的脸蛋因为剧烈的挣扎和屈辱，从脸颊到耳根烧起一片血色。冷静，冷静，朕是来办正事的，绝对不能分心。我发誓，我多抱这一会儿，纯粹是为了防止他再抱起伤人，这叫战术性压制。对，战术，跟他身材好不好一点关系都没有。放开我，你这个混蛋，畜生！苏青雨在他怀里拼命挣扎，胸口剧烈起伏。萧恒没理会他的叫骂，嘴唇凑到他通红的耳边，压低了嗓子：嫂嫂，别闹，是朕。闻言，苏青雨身子一僵，瞪大眼睛看着他，瞳孔里满是惊疑。萧恒慢悠悠地扯下脸上的黑布，露出那张他既熟悉又陌生的脸。正是当今陛下，萧恒。苏青雨短暂震惊过后，心底涌起了更深的绝望。陛下，他冷笑一声，您还真是看得起臣妾。您也不过是在深宫里对顾晨摇尾乞怜，连自己都保不住的傀儡皇帝，大半夜闯进我这个将死之人的房间，是顾晨那个老贼又给您下了什么新命令，让您来欣赏我苏家的笑话吗？还是说他的声音更冷了，你也想学顾晨，来我这分一杯羹，趁机占有我这个寡妇，好让你那可怜的龙椅坐得更稳一些。萧恒的脸沉了下来，得，什么清冷白月光，这他妈是带刺的红玫瑰，这小嘴跟抹了鹤顶红一样，杀伤力也太强了。跟这种性子烈得跟烧刀子一样的女人讲道理，纯属浪费口水。看来好言相劝是没用了，只能来硬的。你说的没错，朕现在确实是个傀儡。他盯着苏青雨倔强的眼睛，但是朕也是你苏家上上下下几百口人现在唯一的活路。苏青雨愣住了，想救你苏家，想让你爹娘，你苏家满门活命，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萧恒的呼吸喷在他的脸上，做朕的女人给朕怀上龙种，只有朕的孩子才能做你苏家的护身符。苏青雨的眼睛越睁越大，怒火一点点涌出。你无耻！他气得浑身发抖，却只骂出这两个字。对，朕就是无耻。萧恒懒得再跟他废话，他手臂一收，直接将他横抱了起来。啊！你放开我！萧恒，你这个疯子，你比顾晨还不是东西！苏青雨尖叫，双腿乱蹬，两只粉拳雨点一样落在他的胸膛上。可他那点力气，对于现在脱胎换骨的萧恒来说，跟小猫挠没什么两样。萧恒抱着他，大步流星地走向内室的床榻，顺便一脚关上了房门。骂吧，恨吧，他霸道的声音在小小的绣楼里回响。你今天骂得越难听，朕就越兴奋。但你给朕记住了，今日是朕强迫了你，但也是朕给了你苏家满门一条活路。日后你会明白，成为朕的女人是你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选择。话音刚落，他将她扔在柔软的床榻上，高大的身躯随之附了上去。不要，滚开！苏青雨的哭喊和反抗很快就被堵住了。撕拉！她身上那件素白的衣衫被粗暴地撕开，露出大片白的晃眼的肌肤。夜更深了，绣楼里的动静从最初激烈的反抗和咒骂变成了压抑的呜咽，最后彻底归于平静。苏青雨早已昏睡过去，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未干的泪珠，眼角红肿，那张清冷的脸上写满了疲惫。萧恒从他身上起来，看着床单上那抹刺眼的嫣红，还有他雪白肌肤上那些青青紫紫的痕迹，心里难得冒出点愧疚。哎，造孽啊！
朕是不是有点太禽兽了？看把这冰山美人给折腾成什么样了。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白玉瓷瓶，倒出一些清凉的药膏，用指尖沾了，小心翼翼地涂抹在他红肿的伤处。呸！禽兽就禽兽吧，朕这不是普通的禽兽，是战略性禽兽，是为了救人，为了大夏的国运昌盛。再说了，不来点狠的，怎么让他快点怀上？朕的时间很宝贵的，必须一步到位。这一晚上折腾了7次，按理说总该成了吧？朕这体格总不能是白忙活。他替他拉好被子，盖住那片被他折腾过的春光。就在这时，叮！检测到宿主进行新的龙脉延续行为，检测到目标对象苏清雨身负特殊商业气运，与大夏国运气合度极高。恭喜宿主完成任务，获得特殊奖励神农稻种 X 1000斤。萧恒低头看着身下已经昏睡过去的苏清雨，心里那点愧疚被狂喜冲刷得干干净净。我丢，还有意外收获。朕就说，朕这腰，这体力，这辛勤耕耘，怎么可能白费功夫？商业气运，好家伙，不愧是朕的财神奶奶。这一波，朕不仅得到了人，还顺手把大夏的钱袋子给拐到手了。值，太值了。他的意念集中在那个奖励上。神农稻种，上古神农氏改良之无上稻种。特点：抗旱、抗涝、抗病虫，不挑土地，成熟期短。预计亩产2000斤。萧恒的呼吸停了半拍。亩产2000斤，他没看错。如今大夏最好的水田，风调雨顺，亩产也就300来斤。这神农稻种直接翻了快7、8倍。这是什么概念？只要这稻种能铺开，大夏将再无饥荒，老百姓能吃饱饭，谁还跟着人造反？顾晨那老贼拿什么煽动人心？拿钱吗？在饿肚子面前，钱算个屁！稳了，这波稳了。朕的皇位用502胶水粘在屁股上了，谁也别想撬走，这才是王炸！顾晨，你拿什么跟朕斗？萧恒激动的差点从床上蹦起来。他看着苏清雨挂着泪痕的睡颜，心里最后那点负罪感也烟消云散。睡吧，我亲爱的财神奶奶。朕今天虽然粗暴了点，但你换来的是整个大夏无饿殍的千古功业，还有你苏家全族人的命。这笔买卖你血赚。他小心翼翼地帮他拉好被子，指尖处碰到他的肩头，又滑又嫩。他喉咙动了动，强行把刚冒头的火气压了下去。罪过罪过，朕是正经皇帝，不能逮着一只羊薅。来日方长。他俯下身，在苏清雨的额头上轻轻印下一吻。嫂嫂，安心睡，朕向你保证，3日之内，苏府外的兵会全部撤走。顾晨，动不了你苏家一根毫毛。说完，他穿好衣服，身影一闪，消失在夜色中。床上，苏清雨紧闭的眼角又一滴清泪滑落。养心殿，萧恒刚从密道溜回来，就看见林婉清穿着一身薄寝衣，在殿内来回踱步。他发髻微乱，见到萧恒，眼睛一亮，提着裙摆就冲了过来。陛下，您总算回来了。他一下扑进萧恒怀里，柔软的身子紧紧贴着他，熟悉的香气混着他身上温热的体温，让刚下班的萧恒心头一热。您没事吧？臣妾担心了一整夜。哎呦，婉清嫂嫂，这是查岗来了。这幽怨的小眼神，啧，朕的罪过。左拥右抱的日子，果然费腰又费脑子。他心里吐槽，手上却很诚实，一把将林婉清拦腰抱起，走到龙床边，让他坐在自己腿上。朕去办了件天大的事。萧恒捏了捏他滑嫩的脸蛋，凑到他耳边吹着热气，一件能让咱们俩以后都睡安稳觉的大事。林婉清身体颤了颤，耳朵红了，他扭了扭身子，白了他一眼。什么事非得您亲自去，还一去就是一整夜，是不是去找四妹了？吃醋了？萧恒乐了，在他挺翘的鼻尖上刮了一下。朕的婉清嫂嫂格局要大点，四嫂那边朕搞定了，从今往后他苏家就是咱们的钱袋子。林婉清的眼睛亮了。您是说？没错。萧恒在他唇上啄了一下。朕用了点特殊的手段，让他成了咱们的人。嘿嘿，霸王硬上弓也算特殊手段吧？朕可没说谎。林婉清何等聪明，立刻就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他脸颊飞起红晕，四妹也成了陛下的人，苏家就彻底和皇家绑在了一起。顾晨那老贼偷鸡不成蚀把米，陛下英明。他搂住萧恒的脖子，主动送上香吻。那您接下来打算怎么办？顾晨那边不会罢休的，放心，朕已经布好局了。萧恒拍了拍他丰腴的臀部，那惊人的弹性让他有些爱不释手。明天早朝，朕要送顾晨那条老狗一份大礼。他立刻传唤了小福子，让他连夜把周冲叫来。当周冲看到萧恒拿出一袋颗粒饱满的稻种时，整个人都看傻了。陛下，
这是何等神物？此乃神农道种，亩产可达2000斤。萧恒淡淡开口。扑通，周冲腿一软，直接跪在地上，看着那袋稻种，跟看神仙一样。去，立刻在竹云院开辟一块隐秘的田地，用最可靠的人给朕把这批种子种下去。此事乃最高机密，若泄露半个字，提头来见。遵命。周冲捧着那袋稻种，手都在抖，重重磕了个头，快步离去，安排人手运输稻种。安排好一切，萧恒才重新躺回床上，将林婉清搂进怀里。嫂嫂，朕累了，给朕充充电。林婉清娇笑一声，主动翻身，用她最擅长的方式为操劳了一夜的陛下提供顶级服务。次日早朝，金銮殿内文武百官分列两旁，顾辰依旧站在百官之首，闭目养神，一副掌控全局的姿态。站在他身后的户部尚书王德发，今天却是满面红光，下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他不停地跟身边的同僚眉来眼去，得意的样子就差把我儿子要娶苏家女刻在脸上了。在他看来，结果已经注定，一个寡妇，一个没了靠山的家族，拿什么跟太师斗？萧恒打着哈欠，懒洋洋地走上龙椅坐下。他那副没睡醒的样子，让顾辰党羽的脸上笑意更浓。有事起奏，无事退朝。小福子尖着嗓子喊道。朝堂上一时间没人说话。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今天又是走个过场时，龙椅上的萧恒忽然坐直了身体。他目光扫过下面，最后定格在户部尚书王德发的身上。王爱卿。王德发心里一咯噔，赶紧出列。臣在。朕看王爱卿今日神采奕奕，可是有什么喜事？萧恒的声音听起来十分和善。王德发心中大喜，以为皇帝这是在向自己示好，连忙躬身。回陛下，托陛下的洪福，臣家中确实将有喜事。哦。萧恒的笑容更盛了。说起来，朕也一直很关心王爱卿的家事。朕听说你的爱子至今尚未婚配。这话一出，王德发心里乐开了花。陛下这是要主动赐婚，给我王家天大的脸面啊！看来苏家那小娘们是彻底屈服了。他激动的声音都有些发颤。是的，陛下，犬子缘分未到。缘分这东西，朕可以替他创造吗？萧恒一拍龙椅扶手，声音陡然拔高。王尚书为国操劳，乃我大夏的肱骨之臣。你的儿子也是我大夏的才俊，婚事岂能草率？他看着满脸激动的王德发，话锋一转。朕听闻最近有些传言说贤侄欲与苏家联姻。胡闹！苏家乃商贾之家，其女不过一介寡妇，怎配得上王尚书的麒麟儿？这岂不是天大的委屈？王德发的笑容僵在脸上。萧恒继续说道。朕思来想去，朕有一位远房的堂妹，乃宗室之女，金枝玉叶，年方28，品貌端庄，正与贤侄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朕今日便为他们赐婚，礼部择日操办。他看着面如土色的王德发，慢悠悠地问道。朕这份礼，王爱卿可还满意？金銮殿上，王德发的脸跟打翻了的调色盘似的。娶一个没名没分的宗室女，图什么？他要的是苏家的眼影，是能让他家再富3代的泼天财富。他嘴巴张了又张，脑子里乱成一团，正想着怎么把这桩福气推掉。哟，想拒绝？萧恒坐在龙椅上，看他那副样子，心里直乐。拿朕的未来小金库去填你家的窟窿，想得到没？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皇帝的恩赐。萧恒意念一动，天子王权敕令，贪欲狂潮，一道看不见的光钻进了王德发的脑门。王德发脑子里拒绝的话还没想好，就突然生出了另一股念头。苏家眼影，那点钱跟皇亲国戚比起来算个屁。儿子娶了宗室女，我王德发就是半个国丈，我王家就是半个皇族。以后出门谁敢不给我面子，太师顾辰见了我都得客客气气喊一声王国丈，这才是真正的富贵。这个念头在王德发心里像野草一样疯长。站在百官之首的顾辰察觉到了不对，他看着王德发那张变来变去的脸，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要坏事。这个蠢货别是让小皇帝给说动了。王尚书，顾辰刚想出声，晚了。扑通，王德发一个滑跪，五体投地趴在地上，激动的涕泗横流。臣叩谢陛下天恩浩荡啊！他喊得又响又亮。陛下如此厚爱，臣肝脑涂地也无以为报。犬子能娶到金枝玉叶，是我王家祖坟，不是祖坟着火了。臣全凭陛下做主。他一边喊，一边用脑门磕着金砖地，咚咚咚，一下比一下实在。萧恒的视线越过他，落在脸色黑成锅底的顾辰身上，慢悠悠地问：这么说，朕送的这份大礼，王爱卿可还满意？王德发抬头，老脸上又是鼻涕又是泪，声音都哽咽了。
满意。臣太满意了。下朝后，王德发像打了鸡血，领着家丁就冲到了苏府门口。原先把苏府围得死死的京兆府甲士早撤了个干净，昨天还冷冷清清的街道，今天挤满了看热闹的街坊。退清，退清！王德发叉着腰，跟个斗赢了的公鸡一样，对着苏府大门扯着嗓子吼：“告诉你们家那个寡妇主母，我儿子要娶的是陛下亲口赐婚的宗室贵女金枝玉叶，她一个克夫的寡妇，就别惦记盼我们王家的高枝了。赶紧的把婚书拿出来作废！”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让周围的百姓都看乐了。苏家的危机就这么解除了。绣楼上，苏清雨穿着一身素白衣裙站在窗前，楼下王德发的叫嚣，撤走的官兵，周围的议论，他都看得清听得明。可他没想明白，那个男人，那个昨夜闯进他闺房，用最粗暴的方式占了他的男人，他脑中闪过一幕幕昨夜的片段。房门被他一脚踹上，他高大的身躯压下来，让他喘不过气，满腔都是他身上那股陌生的男人味。他用力挣扎，拳头打在他身上，却像是雨点落在巨石上，毫无用处。最清晰的是他贴在他耳边说的话：“给朕怀上龙种，只有朕的孩子才能做你苏家的护身符。”接着是布料被撕开的声音，刺耳的让他绝望。冰凉的空气窜上皮肤，紧接着就是被他灼热的体温覆盖。他后面的哭喊都变成了破碎的呜咽。他没有怜悯，动作蛮横，用不容抗拒的节奏诉说着他的强势。而如今他竟然真的只用了1天就摆平了这一切。他不是那个在深宫里被太师压得抬不起头，只能苟活的傀儡皇帝吗？他怎么可能？苏清雨的手不自觉抚上自己依旧平坦的小腹深处，还残留着昨夜被粗暴对待后的酸胀和刺痛，提醒他那不是一场噩梦。可为什么脑子里还会闪过他后来笨拙的给自己上药时那专注的样子？药膏冰凉，可他的指尖却滚烫，所过之处让他控制不住地轻颤。还有他离开前在他额头上印下的那个吻。顾辰，动不了你苏家一根毫毛。恨吗？当然恨，恨他毁了自己的清白，恨他践踏了他的骄傲。可是如果没有他呢？苏家会被吞的骨头都不剩，满门抄斩，而自己这个江南第一美人会被当成货物送到王德发那个傻儿子床上，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任人玩弄。想到那种可能，苏清雨就感到了刺骨的寒意，对他的恨意在胸口翻腾，可心底深处又有说不清的情绪在发芽。他是个混蛋，是个暴君，可他也确实是他的救命稻草。这算什么？打一巴掌再给一颗甜枣吗？苏清雨咬着下唇，尝到血腥味才松开。他走到铜镜前，看着镜中的自己，原本清冷的眉眼，眼角还带着未消的红肿，眼神里那拒人千里的冷意似乎被昨夜的暴雨冲淡了些，多了些湿漉漉的疲态。他下意识地挺直了背脊，这个细微的动作却让素白衣衫下的身段曲线显得比往日更加清晰。这种不经意间流露出的风韵，是他自己都感到陌生的。这种变化让他感到羞耻，又感到恐慌。养心殿内，烛火通明，萧恒处理完朝堂上的首尾，哼着小曲儿，脚步轻快地推门进来。他正准备享受一下胜利果实，结果一进门就感觉店里的空气温度比外面结了冰的护城河还低。林婉清就坐在不远处的软榻上，她换了深月白色的丝绸寝衣，料子很薄，贴在身上，那身段看得萧恒心头一跳。可他脸上一点笑意都没有，手里拿着一本账册，垂着眼帘，一页一页地翻着，哗啦作响。萧恒心里咯噔一下，完犊子，后院失火了。朕光顾着在前线冲锋陷阵，忘了安抚后方根据地了。罪过，朕的端水艺术还是不到家啊。他清了清嗓子，舔着脸凑了过去，一屁股坐在林婉清身边。嫂嫂，这么晚了还没睡，是在帮朕核对国库的账本吗？辛苦。林婉清眼皮都没抬一下，又哗啦翻过一页，声音凉飕飕的。不敢，臣妾哪有资格看国库的账本，看的是苏家的账本。毕竟苏家现在也是陛下的内库了，臣妾这个后宫之主总得知根知底，免得以后陛下赏赐新人时，臣妾拿不出像样的东西，丢了您的脸面。这话的酸味让萧恒听得头皮发麻。好家伙，这阴阳怪气的水平简直了。朕知道他不是气朕收了苏清雨，他是气朕搞突然袭击，没提前跟他通气，这很重要，朕检讨。他不再嬉皮笑脸，伸出手从后面环住了林婉清柔软的腰肢，下巴搁在她香喷喷的肩窝上。嫂嫂，生气了。他的呼吸喷在林婉清敏感的耳垂上。别碰我。林婉清嘴上这么说，身体却软了下来，手里的账册也放下了。陛下现在是新人胜旧人，哪里还记得臣妾这个旧人？臣妾听说四妹那绣楼里的床
都快被陛下给折腾他了。萧恒一虚，我丢，这消息传得也太快了。他把林婉清的身子搬过来，让她面对着自己，认真看着他的眼睛。嫂嫂，你看着朕。朕问你，周冲和他的静逆位是朕的什么？林婉清愣了一下，下意识回答：是陛下的刀，是枪杆子。没错。萧恒点头。那苏家和他的商业帝国是朕的什么？是钱袋子。说得对。萧恒捏了捏他滑嫩的脸蛋，凑得更近了些。那朕再问你，林婉清是朕的什么？林婉清被他问得有点懵，心跳也乱了节奏。臣妾是陛下的女人。错，你是朕的皇后，是这后宫之主，是朕的脑子，是朕的心肝。他握住林婉清的手，放在自己的心口。枪杆子，朕可以有很多把；钱袋子，朕也可以有很多个。但朕的心只有一颗，朕的皇后也只能有一个。苏清雨是朕的女人，没错，但她首先是朕用来对抗顾城的一颗棋子，是朕为你，为我们未来的孩子打下的江山版图里负责后勤和财政的那一块。以后，朕还会有更多的女人，更多的棋子，她们会是兵器，是城池，是朕的势力。但只有你是跟朕坐在一起下棋的人。这番话敲在了林婉清心上，什么棋子，什么钱袋子，她都不在乎。但皇后、脑子、心肝这些词让她眼眶一热，心里的那点酸涩委屈消退得一干二净。总算糊弄过去了。朕这口才不去搞传销，真是可惜了。女人心，海底针。但只要给足她独一无二的地位和安全感，这针就变成了定海神针。朕真是个平平无奇的扑爱小天才。萧恒见他神色缓和，胆子又大了起来，不安分的手开始顺着他请意的领口往里探。嫂嫂，朕知道，朕昨晚没提前跟你报备，让你担心了，是朕的错。他的声音变得沙哑，带着浓浓的暗示。朕今晚一定加倍补偿你，好不好？林婉清被他摸得浑身发软，脸颊飞起两团红云，羞得抬不起头。他伸出粉拳，在他胸口上不轻不重地捶了一下。油嘴滑舌，谁稀罕你的补偿？嘴上骂着，身体却诚实地往他怀里缩了缩。那你跟臣妾说说，四妹，你打算怎么安置她？她那性子烈得很，被你那么粗暴的对待，怕是心里恨死你了。恨就恨吧。萧恒的手已经成功攻城略地，惹得林婉清一阵阵轻颤。朕这是霸王硬上弓，也是釜底抽薪。朕不来点狠的，怎么让他死心塌地？再说了，朕这是在救他苏家满门。等他肚子里有了龙种，他就会明白，成为朕的女人是他这辈子最划算的买卖。嘿嘿，朕不仅是救他，还送了他一场泼天的富贵。等神农稻种推广开，他就是大夏朝的农业女神，享受万民敬仰。这波投资，他血赚不亏。林婉清听得又好气又好笑，这个男人怎么能把这么无耻的事情说得这么理直气壮？不过他心里却是甜的。他靠在萧恒怀里，主动搂住他的脖子，吐气如兰。陛下说得对，四妹那边是该好好安抚一下。明日臣妾亲自去一趟苏府，带上些陛下赏赐的珍品，以皇后的名义去敲打苏家的下人，也去安抚一下四妹。女人家的心事，还是女人之间好沟通。陛下只管在朝堂上冲锋陷阵，后院的这些事，臣妾替您摆平。好嫂嫂，朕果然没看错你。萧恒大喜，在他娇艳的红唇上重重亲了一口。你就是朕的贤内助，是朕的定海神针。他再也忍不住，一把将林婉清横抱起，大步走向龙床。天色不早了，咱们该来谈谈关于补偿的具体细节了。呀，你轻点。第二天，凤驾仪仗从宫门而出，浩浩荡荡地前往苏府。林婉清端坐在轿中，一身雍容华贵的宫装，神情平静。他脑中盘算着待会儿的说辞。那个苏四妹性子刚烈，直接敲打恐怕会适得其反。陛下说得对，得先让她明白，成为皇家的女人是福非祸，给她撑腰，再许以好处，让她看清形势才是上策。作为未来的皇后，她有这个责任替陛下把后院摆平。仪仗停在苏府门前，苏家下人见到陛下的宠妃亲临，吓得跪倒一片，大气不敢出。林婉清在宫女的搀扶下走向后院那座孤零零的绣楼，她平退左右，只留一个贴身宫女，准备亲自去会会那位新姐妹。推开门，她准备好的说辞却一个字也用不上了。屋里空空荡荡，床上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梳妆台也收拾得干干净净。苏清雨人不见了。一个负责伺候的丫鬟战战兢兢地跪倒在林婉清面前，双手捧着一封信。回禀娘娘，夫人她天没亮就走了，只留下了这封信。林婉清心里一沉，有种不好的预感。
他接过那封信，信封上没有署名。他拆开信封，展开信纸，信上的字迹清丽又带着一股子倔强，只有寥寥数语：林姐姐亲切，君恩如山，妾身不敢忘。强战之恨，铭记于心；救卒之恩，亦刻骨不忘。一马归一马，京城乃龙潭虎穴，苏家经此一劫，已是惊弓之鸟，不宜久留。妾已变卖京中福财，整合家族核心，携万金之资，前往一处安身立命之所，为陛下积蓄力量，以待来日。看到这里，林婉清的心稍微放下了些。还好，不是寻短见，也不是单纯的逃跑，还知道说是为陛下积蓄力量。可她一个弱女子，带着那么多钱财，能去哪儿？她继续往下看，信的末尾只有3个字，写得极小，藏在角落里：竹云院。竹云院，那不是陛下秘密安置周冲和静逆卫的大本营吗？他怎么会知道这个地方？林婉清捏着信纸的手更紧了。他明白了，苏清雨这不是逃跑，更不是赌气出走，这是再向陛下，也向他这个后宫之主递交投名状。他不仅接受了自己成为陛下女人的事实，还主动把整个苏家连人带钱打包送到了陛下的核心基地。这个女人好大的魄力！备驾，回宫，快！林婉清再也坐不住了，提着裙摆快步走出了绣楼。养心殿，萧恒正翘着2郎腿，喝着小福子刚泡好的新茶。嘿嘿，王德发那老小子现在估计正抱着那个宗室女的画像哭呢，想娶我财神奶奶。下辈子吧，等苏清雨肚子里揣上崽，神农道种在一种，我大夏朝的好日子就要来了。到时候朕天天躺着收租，左手婉清嫂嫂，右手青雨嫂嫂，生活乐无边啊。他正畅想着未来，店门砰地被人推开，林婉清带着一阵香风快步走了进来。她发髻微乱，脸上还带着没褪尽的震惊。萧恒吓了一跳：嫂嫂怎么了？这是毛毛躁躁的，谁惹你了？我丢，这风风火火的样子，难道是朕昨晚的补偿不到位？不应该啊，朕的腰子可是经过系统认证的。林婉清没理他的调侃，3步并作2步走到他面前，喘着气：陛下不好了，四妹苏清雨她跑了。什么？萧恒一下从龙椅上弹了起来，脸上的悠哉表情立马消失。跑了，完犊子了，朕的财神奶奶跑了，朕的龙种，朕的神农道种，朕的商业气运，打包一起跑了。朕是不是昨天晚上玩太过了，把人给逼得连夜跑路了？禽兽，朕真他娘的是个禽兽！朕光想着一步到位，忘了考虑嫂嫂的体验了。他一把抓住林婉清的肩膀，急吼吼地问：怎么回事？说清楚，什么时候跑的？往哪个方向跑的？林婉清被他晃得头晕，连忙将手里的信递了过去：陛下您自己看。萧恒一把夺过信纸，眼睛飞快地扫过。当他看到信纸角落里那3个小字时，哈哈哈哈！萧恒拿着信大笑出声。林婉清被他这番变脸给弄懵了。陛下，您这是？好，太好了！萧恒一把将林婉清拉进怀里，在他脸颊上狠狠亲了一口。朕的婉清嫂嫂，你真是朕的福星。他把林婉清按在龙椅上，自己则在他身边坐下，搂着他柔软的腰肢，兴奋得手都有点抖。跑了？他这不是跑了，这是带着全部身家来投奔朕了。萧恒指着信上那3个字，眼睛亮得吓人。竹云院，他竟然自己查到了朕的老巢，这是什么脑子？这是什么手段？我靠！朕还以为养了个花瓶，结果是个王者级辅助。这哪是逃跑，这是带着一个加强团的装备，空降我方高地啊！朕的四嫂牛逼！林婉清看着自家男人那副捡到宝的傻样，心里又好气又好笑。他伸出手指戳了戳萧恒的胸膛，瞧把您给乐的，臣妾还以为您要把京城翻个底朝天去找人呢。找，必须找！萧恒大手一挥，在他丰腴的翘臀上拍了一下，惹来一声娇嗔。朕不仅要找，还要派精兵去护送。这可是朕未来的财政部长，大夏朝的财神奶奶，路上要是有个3长2短，朕找谁哭去？他凑到林婉清耳边，热气吹得他耳朵痒痒的。嫂嫂，你看朕的眼光不错吧？你主内是朕的定海神针，帮朕稳住后宫，出谋划策；他主外是朕的钱袋子，帮朕聚敛财富，充盈国库。咱们仨就是大夏朝最强的铁三角。嘿嘿，朕的后宫不仅要颜值高，还要功能强，一个主 C， 一个主 T， 朕负责躺赢，完美。林婉清被他这番歪理说得脸颊发烫，白了他一眼。就您会说，那四妹这事您打算怎么办？她一个女子主动投奔，传出去对她名声不好。名声？萧恒笑得更开心了。
等他肚子里的货一落地，朕就封他为贵妃。皇子生母，谁敢议论他的名声？再说了，朕的女人需要看别人的脸色吗？他这话说的霸道，却让林婉清心里甜丝丝的。他靠在萧恒怀里，正想说些什么，突然小福子踉跄着冲了进来，帽子都歪了，脸上全是汗。他来不及稳住身形，膝盖重重磕在金砖上，发出一声闷响。陛下，出事了！小福子的声音都变了调。萧恒的好心情被打断，他皱了皱眉。慌什么？天塌下来了？是不是神农道种发芽了？不是啊，陛下。小福子抬起头，急得快哭了。是苏夫人的车队就在去竹云院的路上被一伙人给盯上了，是一队骑兵，装备精良，来路不明，看样子不像是善茬。小福子那一声出事了，把萧恒刚上头的酒劲都给吓没了。我靠，什么情况？朕的财神奶奶，朕的移动小金库，朕未来国库的唯一指定赞助商，朕连孩子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嚣张、萧条。呸！是萧邦，萧邦，怎么能让人给半路截胡了？这要是让人给截了，朕这盘棋还下个屁啊！直接回新手村重开吧。他噌地站起来，一把抓住小福子的衣领。哪条路？多少人？装备什么样？说清楚。林婉清也被这突发状况惊到，但他很快镇定下来，扶住萧恒的手臂。陛下，您先别急。他转向小福子，具体怎么回事？对方是什么来头？小福子跪在地上，汗水顺着额角往下淌。回陛下，回娘娘。就在出城西30里的清风林，探子回报，有一队100人左右的骑兵，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苏夫人的车队。他们全身黑甲，骑的都是北地战马，行动间悄无声息，队形整齐，绝对是精锐。看样子不像是劫道的毛贼，倒像是冲着灭口去的。萧恒的脸黑了。精锐、黑甲、灭口，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是谁干的。顾晨，这老狗明着赐婚不成，抢不到苏家的钱就想直接毁了，真是好一招釜底抽薪。妈的，老子跟你玩阳谋，你跟老子玩黑手，不讲武德，太他妈不讲武德了！你动朕的女人，还想断朕的财路，这梁子今天接大了。他转头看向林婉清，却发现他眼中也全是杀意。陛下，顾晨这是狗急跳墙了，他绝不会让苏家安然离开京城，成为您的助理。萧恒将他搂进怀里，在他光洁的额头上亲了一下。嫂嫂放心，朕的女人谁也碰不了。他松开林婉清，走到小福子面前，一脚踹在他屁股上。还跪着干嘛？等朕给你上香吗？小福子连滚带爬地站起来，低着头，大气不敢喘。传朕密令。萧恒冷声道：进逆位，全员出动。朕不管他们是顾晨的私兵，还是天王老子的卫队，给朕全歼，一个不留。苏清雨还有他带的每一个人，每一箱东西，一根毛都不能少的给朕送到竹云院。要是出了半点差池，让周冲提头来见。小夫子身体一震，遵命。刚建好的萌新队伍上来就要打地狱级副本，希望别给朕团灭了。朕的启动资金，朕的财神奶奶，可全靠你们了。萧恒看着小福子离开的背影，心里骂骂咧咧，脸上却不露声色。他转身重新将林婉清搂入怀中，手掌在她柔软的后背上轻轻安抚。嫂嫂别怕，有朕在。一群见不得光的老鼠而已，翻不了天。林婉清靠在他的胸膛上，听着他有力的心跳，心中的慌乱慢慢平复下来。他知道这个男人已经不再是那个需要他来保护的傀儡皇帝了，他是真正的天子。京城西清风林，狭窄的官道穿林而过，两旁是密不透风的枫树，阳光很难照进来，显得有些阴森。苏家的车队停在路中间，10几辆马车排成一列，所有护卫都拔出了刀，紧张地围在最中间那辆马车周围。在他们前后不远处，2队黑甲骑兵堵住了道路，黑压压一片，散发着森冷的杀气。他们没有立刻进攻，似乎在享受猎物临死前的恐惧。马车内，苏清雨一身素衣，静静地坐着，他那张清冷绝艳的脸上没有半分慌乱，那身段即便宽大的衣衫也遮掩不住，腰肢纤细，胸前却有着惊人的曲线，此刻随着呼吸微微起伏，自有惊心动魄的美。他的一只手看似随意地搭在身旁的锦盒上，如果有心人仔细看，会发现他的手指正以一种特定的节奏在盒盖上轻轻敲击。车外的护卫头领听到这独特的敲击声，眼神变了。这是苏家的最高警报，是只有家主和死士统领才知道的暗号，意思是死战不退。就在这时，林中突然响起一声尖锐的鸟鸣，紧接着埋伏在道路两旁的黑甲骑兵动了，他们从林中呼啸而出，马蹄卷起漫天落叶，朝着车队直扑而来。保护夫人，
护卫头领怒吼一声，举刀迎了上去。苏家的护卫虽然忠心，但毕竟只是普通习武人，面对这些装备精良的杀手，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仅一个照面，就有数名护卫惨叫着倒下，血光染红了清风林。眼看黑甲骑兵就要冲到马车前，咻咻咻，数十支粗制的弩箭突然从林子深处射出，射向了黑甲骑兵的马腿和他们的脖颈。扑通扑通，冲在最前面的10几个骑兵连人带马翻倒在地，阵型顿时一乱。杀！一声暴喝，周冲带着110号人从林中冲了出来。他们装备五花八门，有的穿着皮甲，有的干脆就是布衣，手里的兵器也是长短不一，看起来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但这群人的眼神却一个比一个凶悍。敬逆位，首战用我，用我必胜。周冲一马当先，手中的钢刀卷起一道寒光，直接将一个黑甲骑兵劈下马。两拨人马立刻绞杀在一起。敬逆位虽然士气高昂，悍不畏死，但对方的人数和装备都占据绝对优势。黑甲骑兵很快稳住阵脚，组成战阵开始绞杀。敬逆位的伤亡数量在快速增加。周冲浑身浴血，身上已经添了好几道口子。他一刀砍翻面前的敌人，却被侧面冲来的一名骑兵队长划伤了胳膊裆。周冲的刀被震得脱手飞出。那名骑兵队长狞笑一声，手中的长刀高高举起，对着周冲的脖子就砍了下去。周冲躲闪不及，眼中闪过绝望。陛下，臣尽力了。就在这时，苏青雨所在的那辆马车车门被人从里面一脚踹开，碎木四溅，几道黑影从车厢里窜了出来。其中一人后发先至，手中的链刃唰地缠住了那名骑兵队长的脖子，用力一拉，咔嚓，那骑兵队长的脑袋以一个诡异的角度扭了过去，高大的身躯轰然倒地。另外几名黑影也冲入了战团，一人滑到马下，短刺由下至上捅进骑兵大腿内侧的甲胄缝隙，那骑兵惨叫着滚下马。另一人手里的链刃甩出，缠住对手的脚踝，用力一拽，直接将人从马背上拖了下来，不等他起身便补上了一刀。原本一边倒的战局一下子反了过来。周冲捂着流血的胳膊，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这是苏夫人的人，这哪里是家丁护卫，这分明是一群顶尖的杀手，是死士。他转头看向那辆破开的马车，苏青雨正站在车门口，一身素衣，在血色的映衬下美得惊心动魄。他手里端着一把小巧精致的连弩，弩箭的尖端闪烁着幽蓝的光，他的脸上依旧是那副清冷的表情。清风林，周冲捂着还在渗血的胳膊，看着满地的黑甲尸体，脑子还有点懵。他手下的敬逆卫个个带伤，正呼哧地喘着粗气，清理战场。另一边，几个同样一身黑衣但动作更利索的人正在回收奇特的链刃，顺便给没死透的敌人补刀。他们的动作专业高效。周冲的视线飘向了那辆车门被踹烂的马车，苏青雨就站在那里。他换了一身干净的素白长裙，衬得那脸愈发清朗。风吹起她的裙摆和发丝，那腰肢纤细，胸前的饱满随着呼吸起伏。他手里把玩着一把小巧的连弩。周冲咽了口唾沫，这哪里是需要保护的娇弱寡妇，分明是带刺的玫瑰。一个捆成粽子的俘虏被拖了过来，正是刚才差点结果了周冲的骑兵队长。说，谁派你们来的？顾晨。周冲上去就是一脚，那队长被打得吐出一口血沫，梗着脖子狞笑。顾太师，他也配？我们是黑风寨的，听说苏家娘们要跑，还带着万贯家财，兄弟们自然要来取一笔富贵。黑风寨，一群山匪。周冲愣住了，他妈的，搞了半天，他们不是在跟朝中大佬的精锐火拼，只是清了一波小喽啰。他觉得自己的脸火辣辣的疼。敬逆卫的出战，打一群山贼，竟然还打得如此惨烈，差点被人团灭，丢人，太他妈丢人了！养心殿，萧恒坐立不安，在店里来回踱步，金砖地面都快被他踩出火星子了。怎么还没消息？不会真出事了吧？朕的财神奶奶，朕的移动 ATM， 朕未来孩子的奶粉钱可全在那10几辆车里啊！要是真让人给劫了，朕这皇帝还当个屁，直接摆烂算了。就在他焦虑到快揪头发的时候，周冲派来的亲信冲了进来，将清风林发生的一切原本地汇报了一遍。山匪，萧恒听完哭笑不得。我丢，白紧张了半天，朕还以为是高难度副本开荒，结果是新手村门口的小怪暴动。不过这也说明问题了，朕现在的势力弱得跟渣一样，随便一伙山贼都敢动朕的人，这不行，绝对不行，得赶紧发育，必须报兵。报兵的钱从哪来？还得靠朕的财神奶奶。他定了定神，立刻下令，传令下去，让周冲亲自护送，把苏夫人和他的人一个不少
一箱不缺的给朕送到竹云院。另外，告诉周冲，这次打得不错，虽然对手是菜鸡，但精神可嘉，回头朕有赏。安排完一切，萧恒总算松了口气，瘫在龙椅上开始盘算。苏清雨这波不仅人来了，还自带了一队战斗力爆表的死士，这是带资进组，还附赠顶级技术团队。朕的眼光绝了。竹云院，当马车驶入这片位于京郊的秘密别院时，苏清雨被眼前的景象镇住了。这里没有亭台楼阁，没有奢华园林，有的是一排排整齐的营房，一个巨大的演武场，还有大片被开垦出来的田地。无数精壮的汉子正在热火朝天的训练劳作，每个人眼中都燃着光。苏清雨的心莫名的安定了下来。他被安排进了一处单独的小院，环境清幽雅致。刚坐下，一名禁逆卫就捧着一个锦盒恭敬地递了上来。夫人，这是陛下派人加急送来的。苏清雨打开锦盒，里面不是金银珠宝，也不是绫罗绸缎，而是一瓶做工精致的白玉瓷瓶，旁边还有一张纸条，纸条上是萧恒那龙飞凤舞，甚至有些潦草的字迹。嫂嫂受惊，朕知过，安心住下，这里便是我们的家，药记得用。苏清雨捏着那张纸条，指尖微微用力。我们的家。他拿起那瓶药膏，拔开瓶塞，奇异的香味扑鼻而来。玉鸡膏是宫中御药房独有，千金难求，对跌打损伤，还有某些难以启齿的撕裂伤有奇效。那一夜的画面随着这气味不受控制地涌入脑海，他的粗暴，他的蛮横，他撕碎自己衣衫时的狠厉，还有那滚烫的不容拒绝地入侵身体深处，那至今未完全消肿的私密之处似乎又开始隐隐作痛。那种撕裂般的痛楚，他以为自己会记恨一辈子，可此刻他脑海里浮现的却是他后来笨拙地给自己上药时那专注的样子，还有他离开前印在自己额头那个吻。恨意翻涌上来，带着屈辱和不甘，可这恨意却被他手中的瓷瓶和纸条轻易地压了下去。那个男人用最野蛮的方式毁了他的清白，践踏了他的尊严，可他也救了他，救了整个苏家。他不是好人，甚至是个混蛋，但他是个说话算话的混蛋。苏清雨将瓷瓶重新握在手心，感受着那微凉的触感。罢了，从他带着整个家族的核心奔赴至竹云院开始，他和苏家的命运就已经和那个高居龙椅之上的年轻帝王彻底绑在了一起。他轻轻抚上自己依旧平坦的小腹，眼神复杂。既然已经是他的人，那就做好他的人该做的事，让他看看他苏清雨的价值绝不仅仅是一个能生孩子的女人。就在他心绪流转之际，萧恒的脑海里响起了天籁之音。叮，检测到苏清雨忠诚度提升至75，倾心信赖，商业气运开始与国运融合，融合成功，国运直加50。养心殿内，萧恒一个鲤鱼打挺，从龙椅上蹦了起来。卧槽，75了，直接干到75了。朕就送了瓶药膏，写了张破纸条，这忠诚度跟做了火箭一样往上涨。朕的四嫂也太好攻略了吧，早知道这么简单，朕当时就应该再温柔一点。呸，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赢妈了，赢妈了，朕的钱袋子稳得一批。萧恒兴奋地在店里转圈，感觉自己已经走上了人生巅峰。朕这后宫团队分工明确，业务能力个个顶呱呱，真是完美。他正美滋滋地畅想着未来左拥右抱的美好生活。突然，警告，警告，检测到龙脉孕育不稳，林婉清因早期孕育反应及忧思过度，出现气运不稳迹象，有流产风险，请宿主尽快安抚，请宿主尽快安抚。萧恒脸上的笑意凝滞了，前一秒还在云端，下一秒就直接脸着地。我靠，红色警报，1级战备，别搞我啊，我刚把钱袋子搞定，大后方就要起火了，这孩子要是没了，我的国运不得直接腰斩，别说躺赢了，可以直接开席了。他从龙椅上弹起来，二话不说就往凤鸾宫冲。小福子，摆驾凤鸾宫。他吼了一声，又立即改口，不用了，朕自己跑过去。凤鸾宫。萧恒冲进寝殿时，浓重的药味扑面而来。林婉清穿着一身宽大的月白色寝衣，原本丰腴的身段显得有些单薄。她斜靠在床头，那张平日里艳光四射的脸蛋，此刻苍白没有血色，眉宇间全是化不开的忧虑。床边几个太医正弓着身子，为首的张太医端着一碗黑乎乎的药汁。娘娘，这是太师大人亲自过问，命臣等配的安胎药。您滚！萧恒一声暴喝，吓得整个寝殿的人都哆嗦了一下。他几步冲到床边，一把夺过张太医手里的药碗，看也不看，直接砸在了地上，黑色的药汁溅得到处都是。张太医吓得脸都白了，扑通跪下。陛下息怒，陛下息怒啊！
息怒！萧恒一脚踹在张太医心口，直接把他踹翻在地。顾晨让你们来的，他安的什么心？你们这群狗奴才会不知道？安胎药，这是催命符吧？顾晨那老狗明着是关心，暗地里是想直接给我婉清嫂嫂来个一尸两命。我要是让他得逞了，这皇帝不如让条狗来当，全都给朕滚出去！萧恒指着殿门，怒气冲天。从今天起，皇后的凤体由朕亲自照料，再让朕看见你们这群狗东西踏进凤鸾宫半步，朕就把你们剁碎了喂狗！太医们屁滚尿流的跑了，殿里的宫女太监们也吓得跪在地上，不敢抬头。都出去！萧恒的声音缓和了一些，命令道。很快，寝殿里只剩下他和林婉清2个人。他坐到床边，握住林婉清的手，发现他的手心里全是冷汗。嫂嫂，别怕，有朕在。林婉清看着他，眼圈一红，眼泪就掉了下来。陛下，臣妾怕。他怕的不是身体，而是这叵测的人心。不怕。萧恒把他搂进怀里，轻轻拍着他的背。朕去给你弄点吃的，乖乖等着朕。小厨房里，萧恒遣散了所有人。他看着灶台上一堆瓶瓶罐罐的药材，脑子里是系统商城刚兑换出来的安胎古方。当归3钱，黄芪5钱，我丢3钱是多重来着？这个火候是要大火还是小火？哎我操，糊了！本应在朝堂上指点江山的帝王，此刻被一碗药膳搞得灰头土脸。他那身明黄的龙袍上沾了好几块黑色的灰，脸上也被烟熏得跟花猫一样。我上辈子连泡面都泡不好，这辈子直接上手熬中药，跨度是不是有点大？为了玩，朕拼了！折腾了快1个时辰，萧恒总算端着一碗看起来还算正常的药膳回到了寝殿。林婉清依旧没什么精神，看着那碗药膳，轻轻摇了摇头。陛下，臣妾没胃口。不行，必须吃。萧恒的态度很坚决，他舀起一勺，小心翼翼地吹了吹，递到他唇边。乖，嫂嫂，张嘴，朕亲自喂你。林婉清拗不过他，只好张开嘴，小口小口地吃着。寝殿里很安静，只有勺子碰到碗沿的轻响。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萧恒清了清嗓子，开始讲故事。朕给你讲个故事解闷吧。从前有座花果山，山上有块大石头。有一天，从石头里蹦出来一只猴子。这猴子巨牛逼，天生神力，后来拜了个师傅，学了72变，一个跟头能翻10万8千里。他给自己取了个外号，叫齐天大圣。然后呢？林婉清被勾起了兴趣。然后他就上天庭去闹事，把玉皇大帝的办公室都给掀了，主打一个我命由我不由天。后来，萧恒用他那套乱七八糟的词，把一个大闹天宫的故事讲得格外有趣。林婉清虽然听不懂什么叫办公室，也不明白何谓主打一个，但看着萧恒为了逗他开心，绞尽脑汁的认真模样，他心里的那块大石头不知不觉就松动了。他甚至轻轻笑了一下。一碗药膳吃完，他的脸色也红润了不少。萧恒放下碗，擦了擦他的嘴角，表情却严肃了起来。嫂嫂，朕知道你心里在怕什么。他平退了殿外守着的宫人，确保四下无人。你怕的不是顾晨，你怕的是朕的根基太浅，护不住你，也护不住这个孩子，对不对？林婉清的身体僵了一下，没有说话，算是默认了。萧恒握紧他的手。在京城西郊，朕有一处别院，叫竹云院。朕在那里养了一只只听命于朕的私兵，叫静逆卫。苏青雨，朕把他连同他整个苏家的核心财力都送去了那里。这些你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但朕今天就把目前所有的家底都交代给你。他把自己最大的秘密毫无保留地摊开在了林婉清面前。林婉清震惊于萧恒的大胆和谋划，但紧接着就涌现出难以言喻的酸涩和危机感。苏青雨那个清冷孤傲却美得让人无法忽视的女人，陛下竟然那么看重她，放心把她放在自己最核心的秘密基地里，金屋藏娇都藏到心腹之地了。林婉清的脸白了，她抽回自己的手。陛下好手段，好算计，一边哄着臣妾，一边已经在外面给自己准备好另一个家了。这话说的又酸又冲。我丢，翻车了。求生欲，朕的求生欲在哪里？这时候要是说错一句话，后院大火能直接烧到前朝去。萧恒一把将他重新拉进怀里，紧紧抱着。吃醋了。他低头看着他泛红的眼眶，声音放得又低又柔。苏青雨是朕的剑，是朕的钱袋子，是朕用来对抗顾晨的工具。朕需要他，但那只是需要。他捧起林婉清的脸，让他看着自己。但你，林婉清，不一样。你是这凤鸾宫，是这大夏唯一的皇后，是朕的女人。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萧恒从怀里掏出一枚通体漆黑，刻着一条墨龙的丝印。这是朕在宫外的身份，龙公子的印信。他把印信塞进了林婉清的手心。从现在起，
你拿着它，竹鱼院所有内务、所有钱粮用度都由你说了算。苏青雨要花的每一分钱都要经过你这个皇后的手。现在还觉得他有威胁吗？这枚印信沉甸甸的压在他手心。定，林婉清忠诚度提升至97，生死不渝，龙气彻底稳固，胎儿康健。萧恒心里长舒一口气，搞定。97，稳如老狗。朕这波操作又秀又稳，简直可以写进帝王心术教科书了。与此同时，远在竹云院，苏青雨正一身劲装，监督着工匠们改造营房。午饭时，下人端来一份饭菜，里面有一盘香煎的鱼肉。他刚闻到那股鱼腥味，胃里突然一阵翻江倒海。哦！苏青雨忍不住捂住嘴，冲到一旁干呕起来，却什么也没吐出来。夫人，您怎么了？丫鬟连忙递上水。苏青雨漱了口，摆了摆手，清冷的脸上闪过不悦。他不喜欢这种身体不受控制的感觉。无妨。他皱着眉，将这不适归结为水土不服。这点小事耽误不了正事。他没有在意，转身又投入到了忙碌之中。林婉清倚着床头，脸色红润起来，手里把玩着那枚黑龙印信。金属的冰凉触感传递着独属于萧恒的权力与信任，让他心里安稳不少。只是一个新的疑虑浮上心头。他沉默了一会儿，开口问道：陛下，苏青雨是把磨好的利剑，您把它放在咱们家里，就不怕他有朝一日调转剑尖，把家底都捅出去？这话问得直接，甚至有些诛心。哟，开窍了。朕的皇后终于不满足于宫斗宅斗，开始思考帝王权术了。好事，这是大好事啊。萧恒没生气，反而乐了。他凑过去，笑着刮了下林婉清的鼻子，压低声音：皇后，你总算问到点子上了。朕不仅不怕，朕还要让你亲自去用好这把剑。林婉清愣住：让我？对，就让你。萧恒从他手里拿过黑龙印信，又塞回他手心，用自己的大手包住他的小手。苏青雨是聪明人，也是个生意人。生意人最重投入产出，他把整个苏家都压在朕身上。在拿到回报之前，他比谁都希望朕能赢。但是光靠自觉不行。萧恒的表情变得耐人寻味。咱们得让他明白，谁是东家，谁给他发月钱。来，皇后娘娘，你第一份懿旨吧。朕口述，你来写。萧恒让工人备好笔墨纸砚，就这么写。这苏氏青羽于3日之内，将苏家入院的所有财富、人员、商铺、田产列出详细清单，绘制成册，上报凤鸾宫。另苏家核心账目交由皇后亲卫核查交接。林婉清握住笔的手停在纸上，没有立刻落下。这道懿旨没有半分温情，是敲打试探，也是在宣告主权。他抬头看向萧恒，男人正用眼神鼓励他。林婉清定了定神，不再犹豫，笔尖落下，一行行娟秀的字迹出现在纸上。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感觉自己好像也变了，从一个只想依附君王恩宠的后妃，变成了一个可以和他并肩的皇后。小夫子，萧恒喊了一声，把皇后的懿旨用最快的渠道送到竹云院。遵命。小夫子接过懿旨，退出殿门。嘿嘿，帝王之术，玩的就是一个制衡，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朕负责给饼，皇后负责挥鞭子，这不就拿捏得死死的？竹云院。苏青雨接到懿旨时，刚换下一身被汗水浸透的劲装。她展开纸卷，看着上面属于女人的娟秀字迹，脸上那副冷淡的神情变了变。身旁的贴身丫鬟凑过来看了一眼，气得不轻。夫人，这皇后娘娘也太欺负人了，我们刚来就让把所有家底都交出去，这是不信我们吗？苏青雨却摆了摆手，示意他住口。他非但没觉得被冒犯，反而生起了好胜心。想考验我苏青雨？行，那就让你们看看我苏青雨的价值到底有多大。传令下去，所有人停下手中的活，连夜整理卷宗，清点财物。苏青雨果决地下令，我要在2日之内做出一份最完美的账目，送到那位皇后娘娘的面前。夜深了，凤鸾宫的寝殿里烛火昏暗。萧恒将林婉清拥在怀里，宽大的手掌轻轻附在她已经微微隆起的小腹上，一股暖流从她的掌心缓缓渡入。林婉清原本有些困，被这股暖流一冲，浑身都懒洋洋的，说不出的舒服。她整个人软在萧恒怀里，丝滑的寝衣勾勒出丰腴的曲线，随着呼吸，胸前的饱满轻轻磨蹭着萧恒的胸膛。陛下。林婉清的声音带着鼻音，软软糯糯的。萧恒低头，正对上他那双水汪汪的桃花眼。他主动凑上来，温热的唇瓣印在了他的唇上。大胆挑逗，这个吻点燃了萧恒的理智。萧恒反客为主，将他压在柔软的颈背上索取。寝殿里
只剩下压抑的喘息和衣料摩擦声。萧恒到底记着他有孕，没做最后一步，可那积累的火气却让他浑身燥热，额头全是汗。我靠，这谁顶得住啊？对着角色嫂嫂，能看不能吃，这简直是酷刑，震得龙脉快要炸了。他翻身躺在一旁，粗重的喘气。林婉清也是脸颊绯红，媚眼如丝。她看着萧恒难受的样子，咬了咬唇，像是下了什么决心。她慢慢撑起身，俯下身，温热的气息喷在萧恒耳边，用极低的声音说了一句话。萧恒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半个时辰后，萧恒从寝殿出来，脚步都有点飘。他走到外殿，用冷水狠狠泼了自己一把脸，冰冷的水流顺着下颌滑落，才把那股邪火压下去。朕的皇后真是个妖精，这福气一般人真接不住。仅仅2日后，周冲就派人送来了苏清雨的回应。送来的不只是几大箱条理清晰的账目，还有一份由苏清雨亲笔所写的关于竹云院未来商业规划的详尽蓝图。萧恒和林婉清一同看着这份蓝图，都被镇住了。从如何利用苏家现有渠道建立覆盖全国的私盐贸易网，到如何将酒楼、布庄改造成情报据点，再到如何利用漕运将北地的战马、南方的粮食不动声色地运入京城，每一个计划都大胆缜密，充满了想象力与可行性。人才，这是真正的人才。萧恒忍不住赞叹。林婉清看着这份蓝图，心里最后的芥蒂也消失了。他明白了萧恒的话，苏清雨的确是一把最锋利的剑，而现在这把剑的剑柄牢牢握在他这个皇后的手里。他开始以皇后的视角和萧恒一同探讨，如何将苏清雨的计划付诸实施，如何利用苏家的财力去喂饱竹云院那台正在启动的机器。言谈之间，他已经有了几分贤后的风范。就在此时，萧恒的脑海里系统提示音响起，叮，检测到龙4转危为安，后宫和谐，气运相合，国运直加30，恭喜宿主获得特殊奖励，天宫图纸屈原离。卧槽！萧恒的呼吸都停了半拍，他立刻打开系统背包，一张泛着金光的图纸静静躺在那里。图纸上画着一个结构精巧的羹梨，梨圆弯曲，还带着可以自由调节梨花深浅的装置。曲原梨，这他妈是农业革命的钥匙啊！有了它，耕地效率能翻好几倍，粮食产量能直接起飞，还怕个毛的顾辰？朕直接爆粮食，爆人口，用人海战术都能堆死他。萧恒立刻叫来小福子，让他将图纸誊抄一份，派人用最高机密等级火速送往竹云院，告诉苏清雨不惜一切代价给朕把这东西造出来。由于极度的兴奋加上连日的劳累，当晚萧恒睡得极沉，他完全错过了系统背包的角落里弹出的一条微弱提示，检测到新龙脉孕育迹象，数据匹配中。竹云院，苏清雨拿到了屈原离的图纸，他出身江南，对农具再熟悉不过，只一眼他就看出了这图纸上织物的颠覆性，这是神物。他立刻召集了苏家带来的所有顶尖工匠，将自己关在工坊里，夜以继日的研究。高强度的工作让他再次感到头晕目眩，同时一种奇怪的渴望在他心底蔓延。他无比想吃酸梅，想到嘴里都开始分泌唾液。没事，许是最近太累，有些水土不服。他揉了揉太阳穴，只当是劳累所致，转身又投入到工作中。他的效率惊人，短短数日，在竹云院的试验田里，第一架崭新的屈原梨就被成功造了出来。当那头老牛拉着新梨，轻松地在坚实的土地上豁开一道又深又直的口子，速度比旁边的就是植园梨快了数倍不止时，围观的所有禁卫卫和工匠全都看傻了。他们看向那个一身素衣、亲自下场指挥的女子时，目光中充满了敬畏。苏清雨在基地的威望一时无两。傍晚，萧恒处理完政务，回到凤鸾宫，一进寝殿就看到一幅让他心头一软的画面。林婉清正坐在窗边，借着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抚摸着自己的肚子，手里拿着针线，为他们未来的孩子缝制一件小衣裳。那认真的侧脸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美得让他心颤。萧恒放轻脚步走过去，从背后轻轻抱住他，然后蹲下身，将耳朵贴在他的小腹上。儿子，听见没？爹给你打下的江山又多了件神器。他像个炫耀玩具的孩子，絮絮叨叨地讲着屈原离的事，讲着未来粮食堆满仓库的蓝图。林婉清感受着腹部的震动，听着他温柔的低语，看着眼前这个男人，他的君主，他腹中孩儿的父亲，他此生唯一的依靠和希望。他彻底沦陷了。叮，一声清脆的提示音在萧恒脑海中响起。林婉清忠诚度提升至98，生死相依。太师府，顾辰面无表情地坐在主位上，手指敲击着紫檀木桌面，咚咚咚，每一下都像砸在户部尚书王德发等人的心口上。屋里一片沉寂。
谁都没想到，他们这边正准备看皇帝出殡，结果自己倒成了全京城的笑话。赈灾的银子一毛没捞着，还被一个叫龙公子的家伙耍得团团转。倒贴进去的家产让顾城好几天没睡踏实。派去清风陵劫杀苏家女眷的精锐，回来竟说被山匪抢了先。山匪？这年头山匪都这么懂事，专抢太师府的活儿。这话鬼都不信。最让顾城窝火的还是龙椅上那个小皇帝，原以为是个风吹就到的药罐子，现在却跟条泥鳅一样滑不溜手，好几次都让他吃了暗亏。太师，不能再这么干等着了。户部尚书王德发憋不住了，他儿子被硬塞了个宗室女，家里天天鸡飞狗跳，他这张老脸都快没地方搁了。那小子身上肯定有古怪，我们必须主动出击。顾城敲击桌面的手指停下，他眼皮都没抬。等，本相什么时候说过要等？他的视线转向书房的阴影处，那里站着一个人，正是青天剑监正孙文海。孙文海立刻哈着腰凑上来，表情谄媚：回太师，一切都安排妥当了。今夜子时，荧惑之星将侵入星宿，此乃荧惑守星之大凶兆，比天狗10日还要凶。史书记载，天子将遭大灾，这江山怕是要换主人了。顾城脸上露出阴冷的笑意，来硬的搞不定，那就玩软的，他就要用这天下人最信奉的东西天命，把那个小皇帝活活压死。很好，顾城站起身，立刻把消息放出去，传遍京城每个角落，就说妖妃祸国，秽乱宫闱，一个寡妇迷惑君主，才惹得上天发怒，降下亡国之诏。本相要让全天下人都相信，是那个叫林婉清的女人在吸我大夏的龙气。这一招是诛心之计，要么杀林婉清以平息民怨，自断龙种，变成孤家寡人，任他拿捏；要么死保林婉清，坐实昏君名头，民心尽失。到时他顾城振臂一呼，便可名正言顺的清君侧。怎么选，他都赢定了。看那个小皇帝怎么翻盘。凤鸾宫内暖意融融，萧恒刚从竹医院回来，心情极好。屈原离世至成功，苏青雨那个女人简直是移动的宝库，执行力极强。等秋收之后，粮食堆成山，朕直接报兵，拿粮食都能砸死顾城那帮老登系。到时候左手婉清，右手青雨，一个管家，一个管钱，朕就负责躺平。这小日子美滋滋。他正美着，一脚踏进寝殿，就看见林婉清坐在窗边。她穿着一身宽松的藕荷色宫装，因怀着身孕，曲线愈发惊心动魄，腰肢却依旧纤细。萧恒只觉得心口一热，他放轻脚步走过去，从背后轻轻环住她的腰，下巴搁在她肩窝里，吸了一口她身上好闻的奶香气。他的大手附上她的小腹，一股温热的龙气缓缓渡了过去。来，儿子，爹给你开个 VIP 外挂，智力加10，武力加10，以后出来就是 SS2 级。林婉清舒服的眯起眼，软在他怀里。萧恒的手开始不老实，顺着他宫装的衣襟往里探。陛下。林婉清的声音又软又糯，带着轻颤。萧恒抬起头，正对上他那双能滴出水的凤眼，喉结不自觉地滚了一下。我靠，顶不住了，真顶不住了。我老婆也太绝了，这谁能忍得住啊？为了我儿，忍了。男人能屈能伸。他正准备收回作乱的手，林婉清却主动凑了上来。就在萧恒准备反客为主时，殿门突然被人拍响。陛下，京中出事了。萧恒的好事被打断，心里很不爽。早不来晚不来，偏偏挑这时候，这个月奖金不想要了。他整理好有些凌乱的衣袍，恢复了皇帝的威严。进来说。小福子快步走近，双膝跪地。陛下，不知从哪传出的消息，说天有异象，荧惑守星，乃亡国之兆。萧恒愣了一下，然后呢？小福子咬了咬牙，抬头飞快地看了一眼旁边的林婉清。流言说此等凶兆，皆因皇后娘娘秽乱宫闱，是妖妃祸国。哐当，林婉清手里的针线篮子掉在地上，针线滚了一地。她那张刚刚还泛着红晕的脸一下子白了。萧恒的脸也沉了下来。我丢，玩不起了是吧？顾城你个老东西，打架打不过，开始摇人，摇的还是老天爷，太不讲武德了。老子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你跟我玩封建迷信，你是不是对9年义务教育有什么误解？还妖妃祸国，我老婆这么软这么香，前凸后翘，貌美如花，放现代那就是纯欲天花板，你管这叫妖妃？你眼瞎啊？他感觉到怀里的林婉清在发抖，显然是吓坏了。萧恒心疼了，他将林婉清搂得更紧。嫂嫂别怕。他转头看向小福子，那张刚才还嬉皮笑脸的脸上此刻只剩下冰冷的杀意。顾城这老狗是想逼朕杀了你，自毁长城。他以为朕会为了保住皇位，
牺牲自己的女人和孩子。萧恒冷笑一声，满是嘲讽：他妈的，他看扁谁呢？动我老婆，动我未出世的儿子，这比刨我祖坟还严重。老登西，老子今天就让你开开眼，什么叫科学的力量。他捧起林婉清吓得毫无血色的脸，在他额上用力亲了一口，动作温柔，话却霸道：安心养胎，外面的事朕来解决。朕不但不会动你分毫，朕还要让你风风光光的当这个皇后，母仪天下。次日天还未亮透，凤鸾宫寝殿里已经有了动静。萧恒睁开眼，入眼就是林婉清恬静的睡颜。或许是怀着身孕的缘故，她身上那股成熟妩媚的风韵愈发浓郁，原本就惊心动魄的曲线，此刻在丝滑紧背的包裹下撑起一个让人血脉奔张的弧度。萧恒没忍住，伸手附了上去，手感越来越好了。温热的龙气顺着他的掌心渡过去，林婉清在睡梦中舒服地哼了一声，下意识往他怀里蹭了蹭。这一蹭直接把萧恒的火给蹭起来了，他一个翻身将人压在身下，低头就要亲上去。林婉清被他弄醒了，睁开那双水气氤氲的桃花眼，半推半就承受着他的吻。陛下，今日还要早朝。林婉清的声音被吻得断断续续。怕什么？萧恒的唇舌往下，在他白皙的脖颈处流连。今天有好戏看，朕得养足精神。演戏可是个体力活，尤其是在一群老戏骨面前演一个废物，更得拿出12分的力气。他感觉到林婉清走了神，便停下动作，抬起头，还在为外面的流言担心。林婉清没说话，但眼里的忧虑藏不住。妖妃祸国这4个字足以压垮任何一个后宫女人。放心，萧恒捏了捏她的脸，动作亲昵。一群狗叫而已，还能真咬到人？他凑到她耳边，压低声音：朕的皇后就安安心心在凤鸾宫给朕生龙子，外面的野狗朕亲自去打。你只要记住，这凤位是你的，这大夏的皇后也只能是你，谁敢动你，朕就剁了谁。这番话霸道又直接。林婉清主动环住他的脖子，献上一个深吻。1个时辰后，金銮殿大殿内，文武百官分列两侧，一个个面色凝重。萧恒端坐于龙椅之上，龙袍下的身子挺得笔直，他的天子望气术早就看得一清二楚。以顾城为中心，那股子灰黑色的气几乎要凝成实质。哟，好家伙，今天这阵仗不小啊！顾城这老登西是把家底都掏出来，准备跟我玩总决赛了。行，朕就喜欢这种大场面，观众越多，打脸才越爽。陛下！一声悲怆的高呼打破了金銮殿原本的暗流涌动。青天剑监正孙文海手捧着奏折，脚下一个趔趄，跪到了大殿中央。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哭得撕心裂肺。陈夜观天象，发现荧惑守星，地星暗淡无光，此乃亡国的大凶之兆啊！陛下！他用力地磕了一个头，分外悲壮。天降示警，皆因宫中有妖孽作祟，祸乱朝纲，求陛下为我大夏江山社稷，为天下黎民，务必肃清后宫，以正天听啊！来了来了，开场嘉宾就这么给力，这演技，这台词，放我们那嘎达，高低的是个2人转台柱子。孙文海话音一落，殿内立马嘈杂起来。陈复义，一个御史官跳了出来，满脸激愤，口水喷得老远。晋王妃林氏本为皇嫂，理应守节，却不守妇道，以狐媚之术魅惑君上，致使陛下沉迷美色，荒废朝政。此等妖妇，实乃我大夏立国以来最大之耻辱，请陛下下旨，将这妖妃赐死，以谢天下。陈毅复议，另一位礼部老臣紧跟着出列。陛下，兄终弟及，国之大统，但弟娶兄嫂，有违人伦，悖逆祖宗家法。如今上天降罪，正因此事，若不拨乱反正，恐我萧氏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亦不得安宁。请陛下赐死妖妃，妖妃不除，国无宁日。请陛下以江山为重。顾臣手下的人一个接一个地站出来，他们痛心疾首，言辞激烈，将寡妇失德、秽乱宫闱、迷惑君主，招致天谴，一顶顶帽子扣在林婉清头上。我丢，这想象力不去写小说可惜了。还妖妃，我老婆那前凸后翘的身段，那又纯又玉的脸蛋，放现代那就是纯欲天花板，顶流中的顶流。你们管这叫妖妃？眼睛用不着，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萧恒坐在龙椅上，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他的身体也开始发抖，双手用力抓住龙椅扶手。他几次张开嘴，似乎想为林婉清辩解，但每次都只发出几个微弱的音节。不是的，婉清他没有。他的声音被群臣山呼海啸般的声讨淹没，显得那么无力。对，就是这个状态，情绪给到位，再来点迷茫，再来点无助，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影帝级的表演。顾晨站在人群之后，
将萧恒的窝囊样尽收眼底，心中冷笑，到底是个没断奶的娃娃，一遇到这种场面就乱了方寸。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要让所有人都看到，这个皇帝根本撑不起这片江山。等殿内气氛被推到最高点，顾晨才慢悠悠地从队列里走了出来。他一步步走到殿前，对着龙椅上那个瑟瑟发抖的小皇帝深深拜了下去。那张布满皱纹的老脸上写满了痛心疾首。陛下，老臣追随先帝半生，戎马孔总，为的就是我大夏基业能够万古长青。老臣实在不忍心看到这大好河山毁于一旦啊！他抬起头，老眼里含着泪光。天意难违，民心不可失啊！为了大夏的万千黎民，为了萧家的列祖列宗，还请陛下当断则断，以国事为重。一时间，整个金銮殿所有人都在看着萧恒。萧恒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整个人瘫软在龙椅上。他的眼神涣散，嘴唇翕动着，却一个完整的字都说不出来，只剩下绝望的喘息。所有人都等着皇帝的最后裁决。顾晨看着龙椅上那个失魂落魄的废物，嘴角在宽大朝服的遮掩下扬起胜券在握的笑。小崽子，跟老夫斗，你还嫩了点。正当顾晨这帮老家伙等着看小皇帝笑话的时候，他们不知道真正的大戏此时正在京郊的竹云院上演。苏清雨站在一片望不到头的金色稻田边，她一身利落的素色长衣，长发简单竖起，有几缕被风吹乱，贴在微白的脸颊上。最近她总觉得身上不得劲，时不时犯晕，闻到油腥味胃里就翻江倒海。奇怪，难道是京城水土太硬，她这江南身子骨顶不住？她揉了揉太阳穴，把这股不适压了下去。今天可是个大日子，夫人，您看那稻穗个个都有小臂粗，沉甸甸的，杆子都快压断了。身边的丫鬟激动的小脸通红。苏清雨的视线扫过这片金色的海洋，她向来清冷的眸子里也燃着一团火。这些稻种是萧恒给的，说是神农后人所赐。他当时只当是小皇帝在说笑，可如今看着眼前这番景象，他心里掀起巨浪。这哪里是凡间的作物？这些稻子从种下到成熟只用了1个多月，长得比人还高，稻穗饱满的快要撑开。开歌！苏清雨一声令下，田垄上上百名精壮的农户爆发出震天的欢呼。这些人都是从灾民里挑出来的，之前饿得皮包骨头，现在人人红光满面。他们挥舞着镰刀冲进稻田，动作虔诚。小心些，别把神粮的谷粒给碰掉了。轻点，这可是陛下降下的神物。他们口中喊着，手里的动作却快得飞起。第一捆沉甸甸的稻谷被送到了打谷场。一位被请来的，据说是全京畿最有经验的老农，颤抖着手走上前，他抄起镰夹，深吸一口气，对着谷穗狠狠砸下。哗啦啦，金色的米粒滚了一地，颗颗饱满诱人，在阳光下闪着光。老农抓起一把米，手抖得不成样子，下一秒他就跪在了地上。他朝着天空的方向砰砰地磕头，老泪纵横。神粮，这真的是神粮啊！老天爷开眼了，陛下圣明，大夏有救了。很快测算的结果出来了，报夫人，亩产2000斤。传话的管事喊破了音，喊完直接瘫在了地上。2000斤，这个时代的良田亩产300斤就算是大丰收了，2000斤这是什么概念？这是神迹。整个竹云院陷入了狂喜之中。就在这时，万亩稻田的中心，地面一震，一道金色的光柱从地里窜了出来，撕开云层，直冲天际。整个天空都被这道神圣的光染成了金色。苏清雨被这景象吓了一跳，下意识抬手护住小腹。这就是他说的底牌吗？萧恒，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同一时间，金銮殿，就在顾晨准备进行最后陈词，把林婉清这事彻底板上钉钉的时候，一道刺眼的金光穿透大殿的窗棂，将整座金銮殿照得亮如白昼。怎么回事？外面出什么事了？满朝文武全都懵了，一个个伸长了脖子。紧接着，一名小太监冲了进来，脸上又是惊恐又是狂喜，指着殿外，话都说不利索。祥瑞，天降祥瑞了！一道金色的光柱，就在京郊的方向。好大的光柱啊！什么？顾晨心里咯噔一下，有股不祥的预感。他首先冲出大殿，身后的文武百官也顾不上礼仪，蜂拥而出。他们站在殿前广场，抬头看向天空，只见京郊方向一道恢宏的金色光柱巍然矗立在天地之间。咕咚，不知道是谁先咽了口唾沫，紧接着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殿门口。刚才还瘫软在龙椅上的萧恒已经走了出来，他沐浴在普照天地的金光之中，龙袍上仿佛有金龙在游动。哈哈哈哈！苏清雨，
嫂嫂牛逼！顾晨，你个老灯西，不是喜欢玩天命吗？来看看什么叫他妈的祥瑞起脸！你那是荧惑守心，朕这是金光普照。萧恒一步步走下御阶，他的视线扫过下方一张张脸，最后定格在脸色铁青的顾晨身上。萧恒停下脚步，抬手，一根手指先是指了指天上那道惊天动地的神迹光柱，然后又指了指脚下这座代表着黄泉的金銮殿，接着他发出响彻云霄的大笑，哈哈哈哈！诸位爱卿，你们刚才跟朕说天降凶兆，妖妃祸国。萧恒往前走了一步，声音陡然拔高。那你们现在再告诉朕，这又是什么？金光之下，满朝文武被他问得哑口无言，特别是刚才叫嚣的最凶的那几个言官，此刻脸都白了，双腿抖如筛糠，恨不得当场找个地缝钻进去。京城的百姓们更不用说，早就跪满了一地，对着天空的祥瑞疯狂叩首，高呼陛下圣明，天佑大夏。顾晨精心编织的大网被这道神迹给打了个稀碎。孙坚正，萧恒看向早已吓得瘫软在地的青天尖尖正孙文海，语气戏谑，看来你的观星镜是该擦擦了，或者是你眼神不好，把福星错看成了灾星。孙文海吓得魂都快飞了，哪还敢嘴硬，磕头磕得跟捣蒜一样。陛下饶命，是臣老眼昏花，是臣胡说八道啊，此乃天大的祥瑞，是我朝大幸之兆啊。皇后娘娘根本不是妖妃，她是福星临凡，是她为我大夏带来了这泼天的富贵啊。哦，萧恒拖长了音调，慢悠悠转向顾晨，太师，你觉得呢？顾晨想反驳，可话到嘴边却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谋划了那么久，可今天居然输了，这记耳光打得太响，太疼了。他盯着萧恒，心里翻江倒海。陛下圣德，天降祥瑞。顾晨弯下腰，深深一拜，老臣为陛下贺，为大夏贺。那姿态要多憋屈有多憋屈。萧恒看着顾晨头顶那依旧翻腾不休的黑气，心里冷笑，老灯西，这才乃到哪儿啊？他大袖一挥，气吞山河，退朝。定，检测到祥瑞神粮问世，大幅扭转国运，国运值加200，恭喜宿主国运提升，解锁新奖励，百炼钢锻造图纸。太师府书房里，哐啷，顾晨最心爱的一个花瓶被他抡圆了，砸在地上，摔得4分5裂。守在旁边的几个心腹幕僚大气都不敢出。太师息怒，一个留着山羊胡的幕僚硬着头皮上前，太师，此事太过蹊跷。另一个幕僚也赶紧附和，是啊，太师，京郊什么时候多出来万亩良田？咱们的眼线遍布京畿，那么大的动静，怎么可能一点风声都没收到？这不合常理。顾晨喘着粗气，胸口剧烈起伏，花白的胡子都在抖。片刻之后，他眼里的火气却慢慢压了下去。是啊，太怪了。他声音嘶哑，本相的眼皮子底下居然长出了这么大一块肥肉，我却不知道是谁家养的猪，这感觉就像是自己家里养的狗，突然有一天叼回来一只老虎，还冲着自己龇牙咧嘴。这已经不是打脸了，这是在刨他权力的根基。查，给本相查，掘地3尺，也要把这神粮的来龙去脉给我挖出来。他的视线转向窗外，正是皇宫的方向。还有那个在城外施粥冒出来的什么龙公子，他跟小皇帝到底是什么关系，也一并给我查清楚。本相就不信了，这天底下还有能拖出我手掌心的事。小皇帝，你以为搞个什么祥瑞出来就能翻天了？咱们走着瞧。凤鸾宫内烛火通明，萧恒哼着小调，心情极好的一脚踏进寝殿，一进门就看见了那道让他心安的身影。林婉清正在殿内来回踱步，显然是等急了。她今天穿了一身淡青色的宽松宫装，丝滑的料子贴着身子，因怀着身孕，身段瞧着比以往更加柔润，腰肢却收得正好，真是要了老命了。看见萧恒回来，林婉清像是找到了主心骨，立刻快步迎了上来。陛下，他声音还有些颤抖。萧恒二话不说，上前一步，直接将人打横抱起。啊！林婉清低呼一声，他大步走到床边，将人往柔软的被褥里一放，自己也跟着压了上去。叫什么陛下？杀风景。萧恒捏了捏他滑嫩的脸蛋，坏笑着，叫夫君。夫君。林婉清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一直红到耳根，声音细得跟蚊子哼哼一样，眼神躲闪，就是不敢看他。这就对了吗？萧恒满意的点点头，将他整个人搂进怀里，下巴搁在他香喷喷的肩窝里蹭了蹭。嫂嫂别怕，事儿都解决了。他凑到他耳边，温热的气息吹得他耳朵痒痒的。现在外面不叫你妖妃了，改叫你福星了。福星。
林婉清愣住了，可不是吗？萧恒的手开始不老实，顺着他的腰线往上，最后轻轻附在他那微微隆起的小腹上。朕的皇后不但能给朕生龙子，还能给朕生祥瑞，这福气普天之下独一份。林婉清舒服的哼哼，身子软了下来。皇上又不正经了，他嗔怪地白了他一眼。萧恒低头看着他那张宜喜宜嗔的俏脸，心头火热。朕哪里不正经了？朕这是在陈述一个伟大的事实。他板起脸，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嫂嫂，你想啊，朕一疼你，老天爷就降祥瑞，这说明什么？林婉清眨了眨水汪汪的大眼睛，显然没跟上他这清奇的思路。说明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亲自下场发公告，支持朕多疼疼你。萧恒的脸皮厚比城墙，所以为了大夏的国运能够昌隆万世，为了天下的黎民百姓都能吃饱饭，朕深感责任重大，决定要加大力度。噗嗤，林婉清被他这套歪理邪说逗得哭笑不得，在他胸口上轻轻捶了一下。陛下就会拿臣妾寻开心？这怎么能是寻开心呢？萧恒的手得寸进尺，动作轻柔地揉着。朕这是为了江山社稷，这可是正经的公务，关乎国本的大事。他低下头，嘴唇几乎要贴上他来，让朕好好看看朕的福星今天又漂亮了多少。嘿嘿，先安抚好后方根据地。萧恒心里得意洋洋。老邓西，你慢慢查去吧，查到地老天荒也查不出我系统的秘密。等朕回头把百炼钢的图纸也给你兑现了，到时候就不是祥瑞起脸了，是钢铁洪流起脸，问你怕不怕？江山是我的，美人也是我的，我全都要，这他妈的才叫皇帝的快乐啊！3日后，京郊竹云院，上百辆华贵的马车排成长龙，停在了这片原本遍地碎石的荒地外。萧恒今日把满朝文武全都拉了过来，名义是观赏祥瑞，共沐天恩。顾辰也来了，他坐在马车里，一张老脸黑得能凝出水。他倒要亲眼看看这小皇帝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百官们下了车，整了整衣冠，跟在萧恒身后，心里也犯嘀咕：这地方怎么瞧着这么荒？是啊，除了土就是草，祥瑞在哪儿？别急，陛下肯定有安排。萧恒不解释，领着这帮人穿过一片小树林，当众人绕过最后几棵大树，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包括顾辰在内，全都愣在了原地。入眼处是一片望不到头的金色海洋，金黄的稻田连绵起伏，稻子长得比人还高，每一株稻杆都被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腰，空气里全是粮食熟透了的香气。哟哟哟，都站稳了，别激动。萧恒心里乐开了花，瞧瞧这帮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这就傻眼了。这户部一个管了一辈子钱粮的老头腿一软跪了下来，他手脚并用地爬到田边，双手颤抖着捧起一串稻穗，那稻穗比他的小臂都粗。神迹，这绝对是神迹啊！老头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老臣种了一辈子地，从未见过如此饱满的谷子啊！他这一跪，其他官员们，尤其是那些农家出身的，一个个都红了眼眶，有的跪，有的拜，场面乱哄哄的。就在这时，一个清冷的声音响起：开仓打鼓。众人顺着声音望去，只见田垄的另一头走来一个女子，她一身利落的青色劲装，长发用一根简单的发带束起，没有半点多余的配饰。那身段极好，劲装勾勒出她纤细却有力的腰线，一双腿又长又直。许是常在田间行走的缘故，她身上有种健康的小麦色光泽，和京城里那些病弱的大家闺秀截然不同。一张脸清冷如月，在这片金色稻田的映衬下，好看得让人移不开眼。不少年轻官员当场就看呆了。我丢，我这四嫂嫂也太顶了。萧恒心里吹了声口哨，这 A 爆了的气场，这清冷御姐范儿，谁看了不迷糊？放现代，这就是又美又飒的女霸总，还是带马甲线的那种。苏青雨没理会众人的注视，他正指挥着一群同样身穿劲装的劲逆卫和农户，将一捆捆收割好的稻谷运到打谷场上，整个场面井然有序，效率极高。嗨嗨，萧恒清了清嗓子，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拉了回来。他摆出一副朕早有预料的淡定表情，大声介绍：这位便是龙公子麾下负责此地农庄的苏长士，神良能有如此收成，苏长士居功至伟。苏青雨走到近前，对着萧恒行了一礼，动作干脆利落。民妇苏青雨见过陛下。萧恒走上前，凑到他身边，用只有2人能听见的音量开口：嫂嫂辛苦了。苏青雨的身体紧了紧，这出戏演得不错吧？萧恒继续用气音说道：陛下。苏青雨的眉头蹙起，别叫陛下了，生分。萧恒的胆子更大了，嘴唇几乎要贴上他的耳朵，叫点别的，朕爱听。他身上带着一股从宫里熏染的龙涎香。
苏青雨闻到这股味道，胃里突然一阵翻腾，他强行把这股恶心压了下去，可一张脸还是白了几分。这点变化没能逃过萧恒的眼睛，他立刻收起了玩笑的心思，关切地问：怎么了？脸色这么差，是不是累着了？苏青雨摇了摇头，声音依旧平稳：多谢主上关心，许是近日劳累，有些乏了。萧恒皱起了眉：乏了？他打量着苏青雨，怎么看着有点像害喜？我靠，不会吧，这才多久，真有这么强的吗？一发入魂，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他自己给掐灭了。不对，想什么呢？系统都没提示，肯定是我搞错了。她一个商业女强人，事业心那么重，为了搞钱连命都不要的主，肯定是累的。对，就是996福报修多了，有点低血糖。没错，就是这样。他暂时把这个离谱的猜测压了下去，心里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另一边，打谷场已经传来了震天的惊呼：出谷了，出谷了！天哪，这米粒一颗颗跟珍珠似的。很快，负责计量的官员跑了过来，激动的脸都变了形，声音破得像被踩了脖子的公鸭：报！陛下，亩产，经测算，亩产2000斤。人群中鼎沸的人声一下子掀翻了天。2000斤，这个数字对这个时代的人来说就是神话。顾晨站在人群里，听到这个数字，整个人定在了原地。他一辈子信奉人定胜天，从不信鬼神之说，可眼前这亩产2000斤的稻田，让他坚信了一辈子的东西开始裂开了缝。就在这时，萧恒站上了一个临时搭建的高台，诸位爱卿都看到了，此乃神粮，天佑我大夏，朕今日在此宣布。他提高音量，神粮收割之后，将优先供给边关将士，让他们吃饱肚子，为我大夏守好国门，剩余的将全部以平价售卖给京中百姓。朕要让这京畿之地再无一个饿死之人。话音落下，欢呼声震耳欲聋，在场的百姓甚至是一些官员都激动地跪了下来。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欢呼声中，不知道是谁带头喊了一句：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皇后娘娘福星降世，千岁千岁千千岁！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响彻云霄。几天前他们还在骂妖妃祸国，今天他们就在高呼福星千岁。顾晨站在人群之中，他看着那片刺眼的金黄，看着高台上意气风发的萧恒，胸口一阵闷痛，喉头发紧，他死死咬着牙，才没让自己当众失态。神粮的消息一天之内就传遍了所有大街小巷，前几日还在各大茶馆里唾沫横飞，讲着妖妃祸国的说书先生们一夜之间就换了说辞。话说那皇后娘娘本是9天玄女下凡，见我大夏子民受苦，心生不忍，才散尽功德，求来这万亩神粮啊！金堂木一拍，说书先生压低了声音：这才是我大夏国运昌隆的根源。风向转变的彻底，几天前还人人喊打的祸国妖妃，眨眼就成了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城中寺庙的香火都旺了不少，全是百姓自发去给皇后娘娘祈福的，甚至有人在家里给林婉清立了长生牌位，早晚3炷香，拜得比祖宗还勤。悦来茶馆里更是吵嚷的不行，一个粗布汉子把茶碗重重放下：听说了吗？那神刀一亩能收2000斤，据说是皇后娘娘拿自己的阳寿换的。邻桌的书生立刻反驳：胡言，分明是陛下圣德感天，与皇后娘娘天作之合，才降下此等祥瑞。一个大嗓门的婆子插嘴：管他咋来的，反正皇后娘娘是好人，我看那个青天剑孙文海才是妖孽，该抓去让雷劈死。萧恒哼着小曲儿，踏进凤鸾宫寝殿，殿内暖香浮动，林婉清正歪在软榻上小憩。她只穿了件藕荷色的丝质寝衣，料子松软的贴着身体，乌黑长发铺散在锦缎枕上，几缕发丝贴着她泛红的脸颊，少了平日的端庄，多了些居家的媚态。乖乖，这谁受得了？纯欲风居家版，朕是一代明君，不能沉迷美色。算了，今天先不当明君了。萧恒放轻脚步，像猫一样凑过去，他没做声，伸出手指在他挺翘的鼻尖上轻轻刮了一下。林婉清长睫颤动，睁开一双还带着水汽的眼，看清是萧恒，他眼里的迷糊散去，化作安心。陛下，他刚要起身行礼，就被萧恒坐下来，顺手按了回去。别动。萧恒把他连人带被子揽进怀里。我的大夏第一祥瑞，今天感觉如何？陛下又拿臣妾取笑。林婉清脸颊泛红，声音软糯，带着刚睡醒的沙哑，又叫陛下。萧恒的语气里带着不满。在寝殿里没外人，他凑到他耳边低声哄着，叫声夫君来听听。林婉清的脸颊更红了，
想到他毕竟曾是自己的小叔子，这样的称呼让他浑身都有些不自在。他把脸埋进他怀里，低声唤道：“夫君。”哎，这还差不多。萧恒满意了，手不老实地滑到他微微隆起的小腹上方，轻轻打着圈。朕这是在视察咱们大夏最重要的战略储备，关乎国本，马虎不得。温热的气息透过寝衣传过来，林婉清不知怎么今日敏感得很。哼。萧恒脸皮厚，手上不停，嘴上也不停。你想想，现在全京城的百姓都把你当活菩萨供着，朕这个皇帝都快成给你牵马的了。他装出委屈的样子，他们天天给你上香，求你保佑。朕的功劳呢？要不是朕勤劳耕耘，哪来的龙子，哪来的祥瑞？噗嗤，林婉清被他逗笑，在他胸口轻捶一下。好了，都是夫君的功劳最大，行了吧？萧恒低头，嘴唇凑到他晶莹的耳垂边，用气音说：“所以，为了再接再厉，朕决定今晚要好好犒劳一下头号功臣，让朕看看咱们的活菩萨要怎么普渡朕这个凡夫俗子。”林婉清的脸一下子烧透了，羞得把头埋得更深，不敢再抬起来。嘿嘿，老婆孩子热炕头，神仙来了我也不换。太师府，顾晨端坐案后，听着心腹汇报京城的舆论动向，一张老脸阴沉的能滴出水。如今市井之间都在传唱一首新童谣，那名幕僚声音发抖，额头全是冷汗，叫嫁人当嫁萧皇帝，皇后是个活神仙。话音未落，顾晨手掌重重拍在桌上。废物，一群废物。他豁然起身，一脚踹翻了那个汇报的下属。经营半辈子的舆论阵地，几天之内全线崩盘，他顾晨成了满城的笑话。这时书房的门被撞开，另一个心腹连爬了进来，满脸惊恐。太师，不好了！他上气不接下气，我们派去竹云院的人手，一个都没回来，全都失踪了。顾晨的瞳孔缩了一下，那心腹喘匀了气，哭丧着脸又报：还有户部尚书王德发家出大事了，他那个宗室儿媳今天卷了王家库房里所有的金银细软跑了，还留了信说王家商贾出身，配不上他，他要去找真正的英雄，那个龙公子。一桩桩一件件，新仇旧恨涌上心头。顾晨只觉得喉头一阵腥甜，眼前发黑，胸口痛得喘不过气。噗！他再也压不住翻腾的气血，一口血雾猛地喷出，嫣红的血正好洒在墙上挂着的大夏疆域图上，将荆棘之地染得一片猩红太湿。快传太医！顾晨的身子晃了晃，直挺挺向后倒去。太师府乱成了一锅粥。萧恒翘着二郎腿，喝着苏清雨派人送来的新茶，听着小太监眉飞色舞地汇报太师府的盛况。小太监口才极好，把顾晨如何暴怒，如何踹人，最后如何一口老血喷在地图上昏死过去，讲得活灵活现。笑死！老东西这就破防了，心理素质这么差还完全谋。我这边有系统，有外挂，还有2个能干的嫂嫂，你拿什么跟我斗？吐血！这才到哪儿？别急，以后有你吐的时候，保证让你吐个够，吐出个血漫金山。萧恒心情大好，对着小太监一摆手，赏。他想了想，去内堂算了，内堂的钱是明知名高不香。他指了指自己私库的方向，去朕的小金库里拿50两银子，赏给这位会说书的小公公。小太监又惊又喜，趴在地上砰砰磕头，谢主隆安，谢主隆安。萧恒得意地晃着腿，端起茶杯又抿了一口。叮！检测到国运大幅提升，宿主威望空前高涨，奖励百炼钢锻造技术全套图纸。百炼钢全套图纸上次得了百炼钢基础的锻造图纸，他高兴了没2天，这次倒好，直接一下子给了全套。这玩意儿可是这个时代的黑科技，是能直接改变战争走向的硬通货。哈哈哈哈！来了，朕的攀科技术环节终于来了。顾晨你个老登西，还在玩朝堂嘴炮那一套，朕马上就要给你升级了。萧恒激动地搓了搓手，心里立刻就有了盘算，这宝贝图纸必须交给最信得过也最有能力把它变成真金白银和杀人兵器的人。除了苏清雨，他想不到第2个人。他立刻起身直奔凤鸾宫。萧恒一脚踏进凤鸾宫，就看见了林婉清。她身子已经显怀，肚子圆滚滚的，今天穿了一件格外宽松的丝绸睡袍，藕荷色的料子衬得她肌肤雪白，整个人散发着母性的柔光，慵懒里又带着迷人的韵味。乖乖，我老婆真是越来越有味道了，这谁顶得住啊？萧恒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下，很自然地把她揽进怀里。夫君。林婉清靠着他，声音又软又糯。朕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萧恒献宝似的把百炼钢的事简单说了。林婉清听完，
脸上也露出了喜色。但他没有被冲昏头脑，反而伸手抚平萧恒龙袍上的褶皱，轻声提醒：“皇上，顾臣虽然吃了大亏，可他在朝中经营多年，根基还在，咱们切不可掉以轻心。”朕知道。萧恒握住他柔软无骨的手，放到唇边亲了一下。朕的皇后就是秀外慧中，朕心里有数。他凝视着他，声音低沉有力：“放心，等朕把这些碍眼的苍蝇都拍死，就带你和咱们的孩儿去看真正的万里江山，想去哪就去哪。”林婉清被他描绘的未来打动，眼眶微微发热。安抚好了后方，萧恒心里火热，立刻动身前往竹云院。他现在是迫不及待想把这个大杀器交到他那个能干的钱袋子手上。竹云院已经完全变了样，不再是单纯的农庄，更像是一个初具雏形的工业基地。除了打谷场，远处还兴起了好几排厂房。萧恒轻车熟路，在一间最大的账房里找到了苏青雨。他正低头核对着一摞厚厚的账本，神情专注。今天他穿了一身方便活动的浅色劲装，料子紧贴着身体，把他那纤细却有力的腰肢，还有那双比直修长的腿都勾勒得清清楚楚。长发利落的用一根发带束在脑后，露出一截白皙的后颈。只是他好像清瘦了一些，下巴都尖了，眼下还有着淡淡的青黑。萧恒皱了皱眉，这是996修过头了。上次在田里就看他脸色不对，今天看着更差了。朕的财神奶奶可不能累垮了，他要是倒了，朕的国库和私房钱找谁要去？他清了清嗓子，提着一个食盒走了进去。苏青雨听到动静抬头，看见是他，站起身行了一礼：“主上，免了。”萧恒摆摆手，把手里的食盒放到了桌上，打开盖子，一股清新的酸甜味立刻散开，里面装的是满满一篮子新鲜欲滴的酸梅和青杏。看你最近跟不要命一样，脸都瘦脱相了。萧恒状似随意的开口：“朕特意带了些开胃的东西，赏你的。”苏青雨愣住了，他看着那篮子清脆欲滴的果子，心里划过异样。最近他确实没什么胃口，尤其是闻到油腻的饭菜味，胃里就翻江倒海，只想吐。反倒是对酸的东西格外渴求。他拿起一颗饱满的酸梅，放进嘴里，强烈的酸甜滋味在舌尖炸开，压下了胃里翻腾的恶心感，让他整个人都舒坦不少。怎么？萧恒凑近了些，半开玩笑地问：“朕赏的东西不合四嫂的胃口。”他故意加重了四嫂2个字的读音。苏青雨的身体僵了一下，捏着酸梅的手指收紧了些，低声道：“多谢主上。”光口头谢谢可不够。萧恒的胆子更大了，伸手捏住他的下巴，强迫他抬起头：“朕的钱袋子要是把自己累垮了，朕的江山大计找谁实施去？”他的指腹在他光滑的皮肤上轻轻摩挲，语气暧昧：“你给朕听好了，以后按时吃饭，按时睡觉，要是再让朕看见你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主上想如何？”苏青雨蹙眉，想偏过头躲开。“朕就……”萧恒的嘴唇贴上他的耳朵，用气音说：“亲自为你。”苏青雨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他想推开他，可浑身发软，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这个男人总是这样霸道的不讲道理。萧恒看着他这副又羞又恼却又拿自己没办法的样子，心里得意极了。可当他看见苏青雨又拿起一颗酸梅，津津有味地吃起来时，他心里那个被强行压下去的念头再也控制不住了。我靠，果然如此，这么爱吃酸，这反应也太他妈标准了点吧？这根本不是开胃，这就是害喜啊！萧恒努力回想那个荒唐的夜晚，当时他光顾着兴奋和刺激，按照他那时的体格，7次下来，很有可能真的他呆呆地看着苏青雨平坦的小腹。朕的财神奶奶，朕的顶级职业经理人，朕的未来商业帝国女王，这是要升级当龙母了。可这要是真的，朕该怎么办？直接冲上去问：“四嫂，你老实告诉朕，你肚子里的崽儿是不是我的？”不行，他那个暴脾气，怕不是当场就要掏出算盘，把我脑浆子都给砸出来。冷静，朕是一代明君，要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他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内心的混乱，从怀里掏出那卷图纸，拍在桌上，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严肃表情。这是百炼钢的锻造图纸，你找个隐秘的地方给朕建个兵工厂，人手和钱不够就跟朕说，记住，此事绝密，除了你我，不能让第3个人知道。苏青雨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严肃弄得一愣，立刻收起了脸上的红晕，接过图纸，郑重的点头：“是，主上。”交代完正事，萧恒一刻也不想多待，他必须立刻回宫，好好拷问一下他那个狗系统。你保重身体。他丢下这句话，转身就走，步子迈得又快又急，活像身后有鬼在追。苏青雨看着他匆忙离去的背影，心头微松，而已经走出老远的萧恒心里还在疯狂咆哮，这事儿太大了，必须马上确认，这关系到朕的下一代，更关系到
朕的钱袋子是不是真的变成朕的了？又过了几个月，夏末的夜，闷得人裤衩子都能凝出水。乌云把月亮和星星全都吞了，黑沉沉的压在皇城上空。一道闪电划破天际，紧接着就是一声炸雷，整个凤鸾殿都跟着抖了一下。萧恒在殿外来回踱步，一圈又一圈，地板都快被他踩出火星子了。他心里揣了只兔子，还是会打碟蹦迪的那种，7上8下的。产房里，林婉清已经疼了快2个时辰，稳婆和太医进进出出，一个贴身的小太监哆哆嗦嗦地端着茶水上前：“皇上，您先歇会儿，喝口水润润嗓子吧。”“歇个屁！”萧恒一摆手，差点把茶杯给掀了。他现在脑子里一团乱麻，根本坐不住南方3州大旱数月，地都裂开了口子，颗粒无收，饿死的灾民一天比一天多。顾辰那个老登西和他手下那帮人就借着这个事在朝堂上天天念叨，反反复复就那几句，又说这是妖妃祸国的征兆。现在他这妖妃皇后就要生了，偏偏赶上这么个电闪雷鸣的鬼天气。我靠，这不对啊！人家主角生孩子不都是天降祥瑞，紫气东来， BGM 都得是好运来的那种吗？我这怎么跟渡劫一样，又是打雷又是闪电的，气氛组搞得这么到位，不知道的还以为要蹦出来个灭霸呢。老天爷，你可得给点力，别搞我心态啊，不然朕这好不容易扭转的舆论，明天一早又要被顾辰那老登西给带回去了。他烦躁地抓了抓头发，又想起了苏青雨。自打上次送了酸梅，他就旁敲侧击地问过系统，想确认一下自己的猜测。结果系统那个狗东西直接装死，问就是权限不足，请宿主自行探索。探索个毛线，这种事怎么探索？冲过去直接问嫂嫂，你肚子里是不是有我的货？怕不是要被他当场用算盘拍死。可苏青雨那边，他后来派人送去的东西，从酸梅变成了各种清淡爽口的吃食，他居然都收下了。竹云院的兵工厂建造进度也快得惊人，那个女人好像真打算一个人扛下所有，把自己当铁人使，一个在里面给朕生嫡长子，一个在外面给朕造兵器库。我这俩嫂嫂真是一个比一个能干，一个赛一个的卷，可千万别出什么岔子啊，不管是哪个。太师府书房里灯火通明，顾辰站在窗前听着外面的雷声，慢悠悠地端起茶杯，吹了吹上面浮着的茶叶，脸上那表情就差直接把幸灾乐祸4个字刻上去了。一个心腹幕僚躬身站在他身后，压低了声音，语气谄媚：“太师，您看这天象，又是打雷又是闪电，分明就是大凶之兆啊！宫里那位怕是……”哼！顾辰呷了一口茶，眼皮都没抬一下。天象不过是风雨雷电罢了，少见多怪。他嘴上这么说，云淡风轻，一副不信鬼神的派头，语气里那看好戏的味儿却是怎么都藏不住。不过嘛，这场雨偏偏赶在妖妃产子的时候来，倒是挺应景。他放下茶杯，宫里那位福星怕是要给大夏生出一个惊天动地的妖孽了。轰隆，又是一声惊天动地的巨雷，震得窗户框子嗡嗡作响。紧接着产房里传来一声力竭的尖叫，那声音揪得萧恒心口一紧。就在他要忍不住冲进去的时候，一道响亮清越的婴儿啼哭声传了出来。哇，就是这一声，响亮有力，中气十足。萧恒准备往前冲的脚步一下子停住了。也就在这一刻，外面狂暴的雷声戛然而止，连绵不绝的雨非但没停，反而下得更大了。一个浑身湿透的禁军校尉狼狈地冲进院子，也顾不上礼仪了，扑通一声就跪在了雨水里，声音因为激动而变了调：“报，陛下，大喜，天大的喜事啊！南方急报！”那校尉抖着手，从怀里掏出一根被油布包得严严实实的竹筒，高高举过头顶：“陛下，南方3州，普降甘霖，天降甘霖啊！数月大旱，解了，全解了啊！陛下！”萧恒整个人都愣在了那里，雨水顺着他的发梢往下淌，他却一点都没察觉到。脑子里系统的声音响个不停：“叮，恭喜宿主，皇长子顺利诞生，触发终极国运，冲喜天命祥瑞，普降甘霖，大夏国运获得史诗级提升，国运值暴涨加1000，当前国运1263，10000，脱离兵危，恭喜宿主获得诞生奖励，龙气淬体，过目不忘。”系统的提示音还没结束，一股暖流就从他的心脏位置冲出，冲刷过4肢百骸。他能清楚地听见自己身体里的骨骼发出一连串轻微的报鸣声，浑身上下因为焦虑而产生的疲惫一扫而空。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精力充沛，感觉现在就能去跑个10公里马拉松。脑袋里也清明了许多，过去看过的那些堆积如山的奏折，上面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产房的门吱呀一声开了，
一个满脸褶子笑成菊花的稳婆抱着一个明黄色的襁褓，满脸喜气的快步走了出来。恭喜陛下，贺喜陛下，是位小皇子，母子平安。萧恒顾不上体会体内那股心得的力量，转身冲进了产房。浓重的血腥气扑面而来，他眉心一凝。寝殿里，林婉清脸色惨白，汗湿的头发粘在脸颊上，整个人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但他瞧见萧恒，疲惫的眼里还是亮起了光。陛下，别说话，歇着。萧恒快步走到床边，俯身在他汗湿的额上亲了一下。他从跟进来的稳婆手里接过那个还在哼唧的红色小肉团，低头打量。我儿子，就这，皱巴巴的跟个小猴子似的。不过这哭声是真带劲，不愧是我的种。他抱着孩子，心里有了重沉甸甸的踏实感。婉清，你辛苦了。萧恒坐回床边，握住他冰凉的手。你为大夏立下头功，朕都记着。从今天起，你和咱们的孩子就是这宫里最金贵的。林婉清眼眶一热，轻轻摇头。朕想好了。萧恒凑到他耳边，孩子叫萧景龙，景气繁荣的景，兴隆昌盛的隆。朕要让全天下都知道，他的出生为我大夏带来了盛世的开端。景龙，林婉清念着这个名字，眼泪顺着眼角滑下，脸上却是笑得安顿好林婉清母子。萧恒退回外殿，压不住心头的喜悦。祥瑞降临，国运暴涨，喜提龙子，还得了2个神迹，这波赢妈了。他心念一动，调出系统面板，林婉清的头像下多了一个 Q 版的婴儿头像。他满意的咧开嘴，视线习惯性的扫向一旁苏清雨的头像。下一秒，他脸上的笑意僵住了。一个淡金色的运字正在苏清雨的头像上疯狂闪烁，那频率跟催命符一样，看得人心口发紧。我靠，什么情况？闪个屁啊闪！这他妈是要滑胎的节奏吗？萧恒心里咯噔一下，长子诞生的喜悦淡了下去。不行，林婉清这边是国本，苏清雨肚子里那个也是龙脉，更是他未来的钱袋子和兵工厂，哪个都不能有事。来人！萧恒对着殿外低喝。一个小太监小跑着进来。奴才在。备马便服，朕要立刻出宫。陛下，这皇后娘娘刚诞下皇子，您少废话。萧恒一眼瞪过去，朕去办一件关乎国运的头等大事，耽误了你担待不起。小太监吓得一哆嗦，连滚带爬的去准备。雨后的夜，空气里全是湿漉漉的泥土味。萧恒换了身黑衣，快马加鞭直奔竹云院。马蹄踏在湿滑的石板路上，溅起冰凉的水花。他脑子里全是苏清雨那张清冷的脸和那个闪个不停的韵字。苏清雨啊苏清雨，你可千万别给朕作妖。那天晚上是朕强硬了点，但也不能怪朕不是，朕也是没有办法。你敢动朕的种试试？朕的钱袋子，朕未来的商业帝国全指望你了。萧恒摸到苏清雨居住的小院外，还未走近，就听见屋里传来痛苦的干呕声。萧恒的心直往下沉，他让小太监在外面守着，自己推门而入。屋里只点着一盏油灯，光线昏黄。苏清雨正扶着桌角，弓着身子，整张脸埋在阴影里，肩膀因为剧烈的干呕而不住颤抖。她穿着一件月青色的长服，料子很薄，勾勒出不堪一握的纤腰。可她的脸色却比月光还要苍白，下巴尖的能戳人，浑身透着病气。听到开门声，苏清雨回头，看清是萧恒，他眼里的惊愕化为屈辱，还有着一些慌乱。你来做什么？他的声音虚弱。朕来看看你。萧恒走上前，盯着他那张没有血色的脸，直接戳破。你有了。苏清雨的身体僵住，脸色唰的一下白得透明，他眼里的怒火几乎要烧穿这个男人。滚！他甩开萧恒伸过来想扶他的手，声音因为激动而拔高。你凭什么？凭什么闯进我的地方？我的身体，我的孩子，你凭什么来决定？他恨这个男人，更恨这荒唐到让他作呕的命运。他想后退，脚下却一软，整个人向后倒去。萧恒长臂一伸，在他倒地前一把扣住他的手腕，用力将他拽进怀里，反身死死压在墙壁上。怀里的人轻得吓人，还在发抖。放开我！苏清雨在他怀里挣扎，那点力气像是猫抓。萧恒不理会他的反抗，反而收紧手臂，将他完全禁锢在自己胸膛与墙壁之间。他低下头，嘴唇贴上他的耳朵。四嫂，别跟自己过不去，你的身子现在是朕的，朕不准你弄坏它。苏清雨浑身一震，被他话里的蛮横和占有欲气的发抖，张嘴就想骂。可就在这时，一股霸道的气流从他贴着他后背的手掌心强行渡了过来，那股暖流蛮横地冲进他体内，驱散四肢的冰冷，粗暴地抚过他翻江倒海的胃。刚才还让他恶心想吐的感觉，就这么被硬生生压了下去。苏清雨的骂声卡在喉咙里，他震惊地抬头看着这个近在咫尺的男人。
身体被强行安抚的诡异舒适感和内心翻腾的恨意交织在一起，让他几乎崩溃。怎么，舒服多了？萧恒捏住他的下巴，逼他抬头，指腹在他光滑的皮肤上重重摩擦。他从怀里掏出油纸包，捏起一颗酸梅，张嘴。苏清雨死死咬着唇，偏过头去。萧恒的耐心告罄，他手上稍一用力，便捏开了他的下颌，将那颗酸梅按在了他的舌尖上。尝尝朕的东西，你只能接着。酸甜的滋味在嘴里炸开，苏清雨屈辱地闭上眼。四嫂，朕的龙气用着可还行？萧恒的声音又低又沉。苏清雨的脸从脖子根红到了耳朵尖，他想躲，可浑身发软，刚才被他那股气流一冲，更是提不起半点力气。朕知道你不甘心。萧恒看着他这副又羞又恼却无力反抗的样子，语气变得郑重。苏清雨，你听好，这孩子是皇室血脉，天命所归，他的存在能保住你苏家，能成为我大夏未来的依仗，甚至能改变你的命运。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明白吗？萧恒看他态度软化，直接将他打横抱起，大步走向床榻。你现在是朕的重点保护对象。萧恒把他放到床上，拉过被子盖好，接着自己也脱了外袍，在他身边躺下。苏清雨整个人都僵了。你干什么？嘘。萧恒一根手指压在他唇上，侧过身，用充满压迫感的姿态笼罩着他。太师府的眼线比你想的要多，今晚朕就在这儿守着你和朕的种。他呼出的热气喷在他的脸颊上，痒痒的。四嫂，别怕。苏清雨僵硬地躺在他怀里，鼻尖全是他身上那强烈的龙涎香。他知道这是他在演戏，演给顾晨的眼线看。可是这个霸道又温暖的怀抱和腹中那微弱的生命律动，还是让他乱了心。他知道自己的命从那个荒唐的夜晚开始，就和这个男人和这个王朝彻底绑死了。苏清雨升起一股无力感，这种被人强行护在羽翼下的感觉让他不知是什么滋味。萧恒看他不说话，就当他默认了。他心安理得地躺好，甚至还往他那边挪了挪，手臂一伸，直接把人圈进了怀里。四嫂，别紧张，朕又不会吃了你。萧恒在他耳边低语，热气吹得他耳朵痒痒。朕给你讲个睡前故事，放松一下。苏清雨闭着眼没出声。从前啊，有个公主，长得那叫一个带劲，皮肤跟牛奶一样，嘴唇跟血豆腐似的。萧恒清了清嗓子，抑扬顿挫地开了口。他后妈是个老巫婆，嫉妒她长得好看，就让她去死。苏清雨的眉头紧紧皱起，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后来公主逃到森林里，跟7个小矮人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直到有一天，老巫婆变成了卖水果的，给了公主一个毒苹果。公主一口下去，嘎，当场就过去了。萧恒讲得绘声绘色，苏清雨在他的胡说八道里渐渐地放松了身体。然后呢，一个路过的王子看见他躺在水晶棺材里，就跟个艺术品似的。王子心想，嘿，这妞正点啊，死了都这么好看，得亲一口，不然亏了。然后他就亲了，公主就活了。苏清雨忍不住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荒谬。四嫂，你这就不懂了。萧恒振振有词，这叫真爱之吻，有复活效果的。睡吧，梦里啥都有，说不定还能梦到朕。他在他耳边说完最后一句。苏清雨羞愤地把脸埋进被子里，不想再理他。听着怀里人逐渐平稳的呼吸，萧恒才松了口气，总算睡着了。我这演技不去拿个小金人真是屈才了。可下一秒，他脸上的得意就制住了，一股燥热从丹田窜起，席卷了全身。被龙气淬体强化过的身体精力旺盛的过了头，气血翻涌着。我靠，系统你是不是坑我？这龙气淬体怎么还带这种副作用的？跟吃了10斤大腰子似的，火气直冲天灵盖啊！他看着怀里熟睡的苏清雨，那张清冷的脸在睡梦中柔和下来，月白色的睡袍领口微微敞开，露出精致的锁骨。萧恒闭上眼，在心里默念：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是好人。他强行压下体内的邪火，小心翼翼地将手掌贴在苏清雨平坦的小腹上。系统面板上那个金色的运字依旧在闪烁，频率虽然慢了些，但还是看得他心惊肉跳。稳住，一定要稳住。他催动体内的龙气，缓缓渡入苏清雨体内，小心地滋养着那个脆弱的生命。为了我未来的崽，为了我未来的商业帝国女王，朕忍了。这一夜，萧恒几乎没睡，一边跟自己体内的洪荒之力做斗争，一边勤勤恳恳地当着人形安胎仪。第二天黎明时分，苏清雨悠悠转醒。他睁开眼，首先感到的是前所未有的神清气爽。最近一直折磨他的恶心和疲惫，竟然全都消失了。紧接着，他就发现自己整个人都缩在萧恒的怀里，脑袋枕着他的胳膊，睡姿堪称温顺。苏清雨立刻从他怀里挣脱出来，
手脚并用地往床角缩，又是恼怒又是惊慌。他竟然在这个狗皇帝的怀里睡得这么死。四嫂，早啊！萧恒被他的动静弄醒，揉了揉眼睛，打了个哈欠，一副没睡醒的慵懒样子。昨晚睡得可还安稳？他嘴上调戏着，心里已经乐开了花。嘿嘿，成了。系统面板上苏清雨的忠诚度，卧槽，直接从75变成了80。这波血赚不亏，昨晚的苦没白受啊！你，苏清雨又羞又气，抓起一个枕头就想砸过去。别闹！萧恒一把抓住他的手腕，顺势坐起身，一本正经的开口：“朕来是有正事要跟你商量。”他这么一说，苏清雨才止住了动作。萧恒趁机把话题转到工作上：“百炼钢的事筹备的怎么样了？朕的钢铁洪流可全指望你了，我的兵工厂总负责人。”提到正事，苏清雨立刻收起了女儿家的情绪，脸上恢复了商人的精明。回主上，工匠和矿石都已在秘密筹备，只是图纸上的高炉结构太过精巧，所需的耐火砖石也极为特殊，工匠们还在摸索。钱和人手够不够？萧恒直接问重点。够，只是时间。朕给你时间。萧恒打断他，朕只要结果。这竹云院上上下下你说了算，谁敢不听话直接处理掉，朕给你兜着。苏清雨心头一震，他看着眼前的男人，他眼里的野心和对自己的倚重，这份沉甸甸的信任让他内心里对他的那点恨意再次被冲淡了许多。他低头再次审视这段荒唐的关系，或许跟着他，苏家真的能重见天日，而他也能实现自己从未敢想过的抱负。是，主上。他郑重的点头。青羽，绝不辱命。这就对了吗？萧恒满意的拍了拍他的手背，触手一片滑腻。他顺势多摸了2下，凑过去低声笑道：“这笔买卖，咱们又赢了吗？”苏青羽的脸颊一热，想把手抽回来，却被他牢牢握住。接下来的几天，萧恒就这么在竹云院赖了下来，美其名曰考察工作。他夜夜都强行和苏青羽同寝，但除了抱着他睡，再没有更出格的举动。白天他会霸道的让他坐在自己腿上，两人头挨着头一起看账本和图纸，方便交流。他言之凿凿。苏青羽从一开始的浑身僵硬，到后来竟然也慢慢习惯了他，甚至发现这个狗皇帝虽然嘴上没个正经，但处理政务时思路清晰，手段果决，身上那帝王气势让人无法忽视。偶尔他会察觉到他眼神深处的克制，有一次他不小心碰到他紧绷的手臂肌肉，还能感受到他瞬间变得粗重的呼吸。苏青羽的心里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男人真的像传闻中那样荒淫无道吗？还是说他所有的荒唐都只是演给别人看的伪装？这天夜里，苏青羽被一阵腹中的不适搅醒，他轻手轻脚的起身，想去倒杯水喝。刚下床，就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看见萧恒一个人坐在窗边的榻上。他只穿了件单薄的里衣，背对着他，肩膀的线条绷得紧紧的，空气里有压抑又急促的呼吸声。苏青羽的脚步顿住了，他这才看清，他脖梗到耳根都泛着一层不正常的红，额角全是汗，紧握的拳头上青筋凸起。苏青羽心里咯噔一下，这几日他夜夜抱着自己，却秋毫无犯，原来不是他不想，而是在强忍着。苏青羽鬼使神差地朝窗边那个紧绷的背影走了过去，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忍得很难受。苏青羽的心里忽然冒出这么一个念头，说不清的情绪冲上头，苏青羽伸出手，指尖不受控制的轻轻碰了一下萧恒的耳垂，热得烫手，指尖传来的温度让他心里都跟着麻了一下。萧恒一僵，整个人都定住了，他飞快地回过头，那双眼睛里是压抑到极致的欲望，还有被打断施法的错愕。他没想到这座冰山竟然会主动来招惹他这团火。卧槽，他碰我了，他竟然主动碰我了，这他妈谁顶得住啊？苏青羽被他那要把人生吞活剥的眼神吓了一跳，闪电般收回手，脸颊红得能滴出血，心跳快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他为自己刚才的冲动懊悔不已，转身就想逃。晚了。萧恒长臂一伸，扣住他的手腕，用力一拽。啊！苏青羽低呼，整个人被他拽了过去，天旋地转间就被他死死按在了窗框上。嫂嫂，玩火呢？萧恒的胸膛隔着薄薄的衣料，烙得他后背发烫。他低下头，嘴唇贴上他的脸颊，呼出的热气又急又重。朕忍得好辛苦，你还来招我？他的声音又低又哑，带着委屈，还有侵略感。我没有。苏青羽被他身上强烈的雄性气息冲得晕头转向，只能无力的辩解，还说没有。萧恒把他抱得更紧，让他整个柔软的身子都贴在自己身上。他低头
在他光滑的脖颈间蹭了蹭。你知不知道，朕为了你肚子里的种，天天晚上冲凉水澡，要不是怕伤到他，朕早就把你……他后面的话没说出口，但那危险的意味已经让苏青雨浑身都软了。嘿嘿嘿，小样儿，看你还怎么嘴硬。忠诚度80算什么？今晚就给你干到85。萧恒心里的小人已经跳起了科目3，表面上却是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嫂嫂，朕不管，今晚朕要抱着你睡，好好睡。他一边说，一边就把任恒抱了起来，大步流星地往床边走。苏青雨惊呆了，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只能下意识搂住他的脖子，眼看着就要被他扔到床上。咚咚咚，门外忽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陛下，陛下，出事了！是周冲的声音。我靠！萧恒心里的怒火一下就起来了。谁啊？这么没眼力见，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朕要拿下高地的时候来。朕的意大利炮呢？给朕拉上来！他抱着苏青雨，动作僵住，脸色黑得能滴出墨来。什么事？他的语气很不耐烦。回陛下，武王妃萧玉珠在宫门外闹着要见你。萧恒的眉头拧成一团。五嫂，萧玉珠，她那个比自己还小2个月的嫂子，那个古灵精怪的小丫头片子，怎么大半夜的跑来找他了？这突如其来的打断让他憋了一肚子的火气没处发泄，又觉得有点好笑。他低头看了一眼怀里的苏青雨，苏青雨也正看着他，脸上还带着未退的红晕。两人之间的暧昧气氛被这么一搅和，散了大半。他整个人都松了口气，却又有一点自己都没察觉到的空落落。萧恒叹了口气，不情不愿地把苏青雨放回地上，还顺手在他挺翘的臀上拍了一下。苏青雨脸上刚褪下的红晕又烧了起来。嫂嫂，等着朕回来再收拾你。说完，他整理了一下衣服，恢复皇帝的派头，开门走了出去。苏青雨站在原地，摸了摸自己发烫的脸颊，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肚子，心口砰砰直跳。武王妃，她又是为了什么而来？养心殿，好事办不成，还来个新麻烦。朕倒要看看这小丫头片子能玩出什么花样。萧恒一肚子火气地赶回来，还没进殿，就看见一道身影正鬼鬼祟祟地在殿门外探头探脑。正是武王妃萧玉珠。她今天穿了一件鹅黄色的宫装，衬得她皮肤雪白，明亮的眼睛滴溜溜地转，透着不谙世事的娇憨，又藏着几分狡黠。看见萧恒过来，她吓了一跳，立刻站直了身体，摆出一副规规矩矩的样子行礼。臣妾参见陛下。行了。萧恒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小把戏，他冲身边的太监摆了摆手，示意他们都退下，然后他才慢悠悠地走到萧玉珠面前，嘴角一勾，伸手就挑起了她小巧的下巴。五嫂，府里待不住了。他的声音带着笑，语气却很暧昧，跑到这儿来是想皇帝哥哥了。萧玉珠的脸一下就红了，他哪见过这种阵仗？以前的萧恒对他们这些王妃向来是客气又疏离，哪会说这种轻佻的话，还自称哥哥。他羞得低下头，两只手紧张地绞着衣角，但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里却藏不住好奇。他偷偷抬眼，飞快地瞄了萧恒一眼，小声开口：陛下，我听说您最近身体大好，还得了神粮和仙丹，是真的吗？哟呵，萧恒挑了挑眉，这小丫头还挺直接，看来她不是来玩的，是带着目的来的。他心里有了计较，故意装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俯下身在他耳边轻轻吹了口气。神粮的事五嫂也听说了，至于仙丹嘛，那可是朕的秘密，不能随便告诉别人。不过他故意停顿一下，看着萧玉珠被勾起好奇心的样子，笑得像只偷了心的猫。五嫂要是真想知道，也不是没有办法。什么办法？萧玉珠果然上钩了，急切地追问。萧恒嘴角的笑意更深了，他用指腹在他光滑的脸蛋上蹭了一下，用只有2个人能听见的声音开口道：等夜深人静，五嫂乖乖到朕的寝宫来，到时候你喊朕一声好哥哥，朕要是心情好了，说不定就把秘密全都告诉你了。这番话充满了禁忌的诱惑，萧玉珠被萧恒这露骨的调戏弄得心慌意乱，可内心深处又有莫名的兴奋在滋长。谁要来找你？他嘴上结结巴巴的反驳，眼神却躲闪着，不敢看他。他慌乱地挣开萧恒的手，转身就跑，背影带着几分狼狈。萧恒看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发出心满意足的轻笑。小样儿，还治不了你，而已经撒下去了，就看鱼儿什么时候上钩了。当晚，萧恒处理完政务，回到自己的寝宫，正准备休息，却发现门缝底下塞着一张小小的字条。他捡起来一看，上面用娟秀又稚气的笔迹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小字：谁要喊你哥哥？我只是有点好奇。字条的末尾还画了一个小小的带着几分犹豫的笑脸。
哟呵，鱼儿上钩了，还跟我玩欲擒故纵，小丫头片子，道行还浅了点。今晚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皇帝哥哥的千层套路。他把字条收好，心里已经把今晚的剧本安排得明明白白。他没有回竹云院，就在养心殿歇下了。他特意没让工人守夜，只在外殿留了小夫子一个人，还把寝殿里的灯火吹熄了大半，只留下一盏角落里的羊角灯，光线昏暗，气氛刚刚好，一切准备就绪。萧恒躺在龙榻上，盖好被子，开始了他的影帝级表演装睡。子时刚过，养心殿寝殿的门被悄悄地推开了，一道凤一颗毛茸茸的小脑袋探了进来，正是武王妃萧玉珠。她换了一身方便行动的淡粉色窄袖襦裙，整个人裹在夜色里，像一朵偷偷绽放的桃花。小丫头做贼似的左看右看，确认殿内没人，她才猫着腰蹑手蹑脚地溜进来。她睡着了吗？这要是陷阱怎么办？不管了，万一她醒了，我就说我是梦游过来的。对，就这么办。萧玉珠给自己找好了借口，胆子也大了一点。她一步一步蹭到龙榻边，借着昏暗的灯光，她看见了萧恒的睡颜。不像白天睡着了的皇帝哥哥，好像也没那么吓人。他的睫毛很长，鼻梁很高，嘴唇的形状也很好看。萧玉珠看得有点呆，他说的神粮和仙丹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好奇心跟猫爪子似的在他心尖上挠来挠去。他鬼使神差的伸出一根手指，指尖雪白，带着少女的凉意，颤巍巍的戳向了萧恒的脸颊，软软的，热热的。就在他准备缩回手的时候，那只沉睡的猛兽倏地睁开了眼。还没等萧玉珠发出尖叫，一只大手闪电般伸出，一把扣住他纤细的手腕，一拽，啊！萧玉珠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整个人直接扑了下去。下一瞬，他就落入一个带着灼人体温的怀抱。萧恒翻身将他压住，一条腿还强势地挤进他的双腿之间，让他动弹不得。吴嫂嫂，大半夜的不睡觉，跑到朕的龙榻上来做什么？他的呼吸就喷在耳边，声音又低又哑，笑意丝毫没有掩饰。玩火，可是会尿床的哦。我没有，我路过。对，我就是路过。萧玉珠吓得魂都飞了，一张小脸涨得通红，手脚并用的挣扎。可他那点力气，在萧恒面前跟小猫挠痒痒没什么区别。路过。萧恒的笑声更大了，胸膛的震动清晰地传到他身上。吴嫂嫂，你这可是自投罗网啊！他低下头，嘴唇贴上他小巧的耳垂，热气喷在上面，让他又痒又麻。说吧，是不是想朕了？想得睡不着？才没有。萧玉珠羞愤欲绝，但又不敢大声喊，只能把脸埋进被子里，当起了鸵鸟。还嘴硬。萧恒捏住他的下巴，把他的脸抬了起来，那双大眼睛里已经蒙上了一层水汽，又羞又气又怕，看起来可怜极了。嘿嘿嘿，急了急了，他急了，这小模样简直让人想狠狠欺负个够。萧恒凑得更近，低声诱惑道：吴嫂嫂，朕白天说的话还算数，只要你乖乖的喊朕一声好哥哥，朕就把那个天大的秘密告诉你。谁要喊？萧玉珠咬着嘴唇，死活不肯松口。那声哥哥怎么叫得出口啊？太羞人了，不喊。萧恒挑了挑眉，那朕可就自己找点乐子了。他的手掌不再安分，隔着薄薄的衣料，顺着他纤细的腰线缓缓上移，带来灼热的触感。萧玉珠整个人都绷紧了，呼吸停了半拍。你别乱动。他带着哭腔。朕没乱动啊。萧恒一脸无辜，朕只是想看看吴嫂嫂是不是又瘦了。他的手掌继续向上，准确地附上了那份柔软。看来没瘦，还挺有料的。萧玉珠扛不住了，羞耻感冲垮了他最后的防线。再这么下去，这个狗皇帝不知道还要做出什么更过分的事情来。他闭上眼，眼角掉出一滴泪珠，用抖得成样子的声音轻声喊：哥哥。他的声音带着哭腔，跟小奶猫的叫声一样，挠得萧恒心里痒痒的。我靠，绝了，这谁顶得住啊？血槽空了。萧恒心里爽翻了天，面上却是一副总算你识相的表情。他满意的低头，在他光洁的额头上亲了一下。这才乖嘛。他没有立刻放开他，而是将一股精纯的龙气温柔地渡入了他的体内。萧玉珠正羞愤交加，忽然感觉一道暖流从他接触的地方涌了进来，流遍全身各处，整个人跟泡在温泉里一样。这种奇妙的感觉让他脑子都有点晕乎乎的。怎么样，本哥哥的仙丹滋味如何？萧恒在他耳边低笑。萧玉珠的脸更红了，他现在才明白，原来这就是他说的仙丹。这哪里是丹药，这分明就是他这个人。现在可以告诉我那个秘密了吧？他缓过神来，还不忘自己的初衷。当然。萧恒松开对他的禁锢，
但依旧让他坐在自己怀里，下巴搁在他的肩膀上，懒洋洋地开口：“吴嫂嫂，你觉得这宫里的蜡烛怎么样？”蜡烛？萧玉珠愣了一下，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太暗了，还费钱，烟熏火燎的。萧恒的手指在他光滑的手臂上轻轻画着圈，正在想，以后要是有种东西能让整个皇宫，甚至整个京城都亮如白昼，那该多好。亮如白昼，萧玉珠被他的话吸引了。怎么可能？除非天上有10个太阳。为什么不可能？萧恒笑了。朕不仅要让黑夜亮如白昼，还要让钢铁自己跑起来，让铁鸟飞上天，这些都是朕的秘密。他故意只说了一个开头，就不往下说了。萧玉珠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让钢铁跑起来，让铁鸟飞上天，这些东西他连想都不敢想，可从萧恒嘴里说出来，却好像真的一样。那要怎么做？他忍不住追问。想知道？萧恒在他耳边吹了口气。萧玉珠点了点头。秘密太多，今晚就先告诉你这一点点。萧恒轻抚着他的发丝，语气暧昧。想知道更多，下次吴嫂嫂可要更主动些才行。萧玉珠的脸一下又烧了起来，她知道自己被耍了，这个男人就是在吊她的胃口，可偏偏他还就吃这一套。她从萧恒怀里挣脱出来，狼狈地跳下床，头也不回地朝殿外跑去。萧恒看着她消失在门外，心满意足地笑出声：“小样儿，还拿捏不了你。”他心念一动，调出系统面板。定，武王妃萧玉珠忠诚度+5，当前忠诚度65，初窥门径。定，与皇室宗亲女亲密接触，龙气获得微量补充，宿主精神力小幅提升。嘿，意外之喜啊！这不就是劳逸结合吗？萧恒惬意地躺回床上，指尖似乎还残留着那细腻的触感。这只主动送上门的小猫又野又软，征服起来别有一番滋味。他舔了舔嘴唇，这样一比，竹云院那只浑身长满了刺的冰山美人似乎更具挑战性了。想到苏青雨那张清冷倔强的脸，萧恒的眸色暗了暗。自从上次夜探养心殿之后，萧玉珠整个人都跟丢了魂似的，脑子里都是那晚他贴在萧恒滚烫的胸膛上哆哆嗦嗦喊出的那声哥哥，还有那股暖流，舒服的他现在想起来腿肚子都还有点发软。那到底是什么神仙玩意儿？他说的那些让钢铁跑起来，让铁鸟飞上天的秘密又到底是什么？好奇心跟小猫爪子一样，挠得他坐立难安。于是接下来的几天，养心殿门口就多了道殷勤的身影。陛下，臣妾亲手做了些桃花酥，您尝尝。萧恒看着盘子里那几块黑乎乎的不明物体，面部肌肉抽动了一下。这玩意儿，确定不是从哪个煤窑里挖出来的？吴嫂这是想毒死朕，好继承朕的蚂蚁花呗吗？他一副感动的表情，拿起一块放到嘴边，然后手腕一抖。哎呀，可惜了。萧玉珠看着在地上摔成碎渣的桃花酥，心疼得直抽抽。陛下，没关系，臣妾还带了。不必了。萧恒果断打断他，拿起一本奏折。朕最近国事繁忙，都瘦了。吴嫂有心了，先回去吧。萧玉珠只好一步3回头的走了。第二天，陛下，这是臣妾给您熬的参汤。萧恒看着碗里那浑浊的液体，眼皮跳了跳。我靠，这颜色，说是孟婆汤我都信。可朕得天命庇佑，龙气护体，身子骨好得很，用不着这些补品。他话锋一转，压低声音，意有所指。再说了，补得太过，阳气过盛，漫漫长夜，朕一个人怕是会龙体不安啊。萧玉珠的脸红了，她低下头，手指都快把衣角给搅出洞来。萧恒看她这纯情小丫头的模样，心里乐开了花。嘿嘿，小样儿，还治不了你，就喜欢看你这种想撩又不敢，又羞又急的样子。他故意晾了她好几天，让她看得到吃不着，急得抓耳挠腮。这天，萧恒正在御书房批阅奏折，萧玉珠又借口请安凑了过来。他也不说话，就乖乖地站在一边给他研墨，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里面的好奇和渴望多得都快溢出来了。萧恒被他看得没法专心工作，这丫头耐性还挺好。行吧行吧，再掉下去鱼该跑了。他清了清嗓子，拿起一份工部呈上来的图纸，自言自语：这纺车效率太低了，要是能用水力驱动，让他自己转起来，那一个纺车能顶现在10个用。水力，萧玉珠果然上钩了，凑了过来，小脑袋看向那图纸。她今天穿了一件淡紫色的对襟襦裙，领口开得恰到好处，随着她前倾的动作，露出雪白的细腻肌肤和精致的锁骨。萧恒鼻尖还能闻到她身上跟奶糖一样的甜香。什么是水力驱动？他眨巴着大眼睛，一脸的求知欲。就是萧恒故意卖了个关子，一个秘密。萧玉珠急了，他看四下无人，
一咬牙豁出去了。他绕到萧恒身后，两只小手试探着搭上他的肩膀，轻轻摇晃着。好哥哥，你就告诉我嘛，喊得萧恒骨头都酥了半边。我靠，又来这招，顶不住，根本顶不住啊！朕昨天刚发誓要做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今天就要晚节不保了吗？萧恒心里天人交战，表面却是一副嘚瑟样。他反手抓住他的手腕，用力一拉，萧玉珠惊呼一声，整个人跌坐进他怀里，稳稳地落在了他的大腿上。你这是在玩火？萧恒将他圈在怀里，下巴搁在他小巧的肩窝上，在他耳边吹着热气。国事再忙，也需要劳逸结合。他的声音带着让人脸红心跳的蛊惑意味。要不今晚就让朕好好放松放松。萧玉珠从脸颊红到了脖子根，但她没有挣扎。耶！寝殿里只留了一盏昏黄的宫灯，光线暧昧不清。龙榻的帷帐缓缓落下，遮住了满是春光。萧玉珠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轻飘飘的，身体软得跟水一样，只能无力地攀附着他，任由他予取予求。第二天，萧玉珠醒来的时候，萧恒已经上朝去了。他动了动身子，只觉得神清气爽，皮肤好像都比昨天更滑嫩了。可一连好几天过去，他满怀期待地检查自己的身体，却没发现任何怀孕的迹象。怎么会这样？萧玉珠有点失落，甚至开始自我怀疑，是不是自己和皇帝哥哥做的还不够多，所以天命才没有降临。萧恒回来时，就看见萧玉珠坐在窗边，撅着小嘴，闷闷不乐。他心里门清，走过去从背后抱住他。怎么了？谁惹你不高兴了？陛下。萧玉珠靠在他怀里，委委屈屈地开口。为什么？我还没有怀上龙种。哟，为这事儿愁呢？傻丫头，现在让你怀上，顾城那老狐狸还不得炸了锅？萧恒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嘴上却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傻五嫂，龙子降世乃是天命所归，讲究一个缘分和时机。他捏了捏他挺翘的小鼻子，故作高深。这是急不来，天机不可泄露。萧玉珠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原来是天意啊！他信了，不但信了，心里还燃起了斗志。既然是天意，那他就更要努力了。只要他表现得更主动、更虔诚，让皇帝哥哥更放松，一定能打动上天，获得垂青。没错，就是这样。萧玉珠重新振作起来，看向萧恒的眼神也变得更加热切。凤鸾宫，林婉清听着宫女的汇报，端着茶盏的手指停在半空。你是说武王妃这几日气色红润，眼角眉梢都带着媚态？是，娘娘。宫女低着头，而且她往养心殿跑得更勤了。林婉清将茶盏放回案上，杯底与桌面接触，发出轻响。她很清楚萧恒不是沉迷女色之人，他这么做必然有他的用意。只是这个武王妃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与此同时，太师府，嗨，可顾晨躺在病榻上，脸色蜡黄。一个心腹站在床边，低声汇报：太师，西域那边传来消息，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挑拨成功了，最多半月，战事必起。好，很好。顾晨蜡黄的脸上浮现出病态的潮红。传信给陈将军，让他的人做好准备，等西域战乱，京中空虚，就是我们夺回一切的时候。养心殿内，萧恒正享受着萧玉珠给他捏肩的服务。小丫头片子还挺会来事儿，这力道不错不错，劳逸结合，劳逸结合嘛。他惬意地闭着眼。就在这时，小夫子的身影出现在殿外，快步走近后，压低声音禀报：陛下，暗线来报，顾晨已成功挑动西域诸部叛乱，并密连京畿卫戍陈将军，恐有异动。萧恒睁开眼望向殿外，老东西还想在背后搞事？西域，正好，朕的火炮也该拉出去见见血了。萧恒刚处理完一堆奏折，揉了揉发酸的脖子，准备歇会儿。小福子一阵风似的跑了进来，手上捧着一卷用火气封死的竹筒。陛下，北境800里加急军报。萧恒表情一肃，接过来拆开。信上的内容很简单，北方的胡人部落不老实了，正在边境线上集结兵力，看样子是想搞点大事，来得正好。萧恒把军报拍在桌上，顾晨这老东西，前脚挑拨西域，后脚北方又出事，真当朕是泥捏的。正好，朕的百炼钢火炮也该拉出去见见血了。他立刻对小福子下令，去把苏夫人请来，走密道。没过多久，一道窈窕的身影从殿后的密道里走了出来。苏青雨穿了一身方便行动的素色长裙，几个月不见，原本平坦的小腹已经微微隆起，宽松的裙衫也遮不住那份韵味。她整个人都柔和了不少，少了些冰冷，多了些母性的光辉。陛下，她微微屈膝行礼。萧恒几步走过去，扶住她的手臂，手指顺势滑下，握住她的手。嫂嫂辛苦了。
他把北境的军情简单说了一遍，然后把一张刚画好的草图铺在桌上。这火炮攻防已经造出第一批，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把它神不知鬼不觉地运到北境去。苏清雨凑近了看图纸，淡淡的馨香钻进萧恒鼻子里。他认真思索着，丝毫没注意萧恒的胳膊已经揽上了他的腰。可以拆解开，伪装成普通的商货，走苏家的隐秘商道，分批运送。只是什么？萧恒的手掌在他后腰上轻轻抹撒，需要陛下给一道密旨，方便沿途关卡的通行。好办。萧恒应了一声，手却不老实起来。苏清雨怀着孕，身子比以前丰腴了些，腰肢也软软的。他把人往自己怀里带了带，呼吸喷在他的耳廓。嫂嫂，朕这几天为了国事头疼得很。苏清雨耳朵尖迅速泛红，他想挣开，却被他抱得更紧。你放开，这是在议事。议完了。萧恒耍赖。现在是家事。他把苏清雨的身子转过来，让她面对着自己，看着那张泛着红晕的脸，他心里的火苗又窜了起来。冰山融化之后，味道就是不一样。怀了孕的四嫂好像更好欺负了。嫂嫂，帮朕分分忧。不等苏清雨反应，他直接低头吻了下去。苏清雨手抵在他胸前，却使不上一点力气。几个月了，他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他的霸道，可每一次还是会被他弄得心慌意乱。良久，萧恒才松开他，看着他水光潋滟的唇瓣，满意的笑了。朕的龙种长得挺快。他伸手轻轻碰了碰他的小腹。苏清雨的脸更红了，垂下头不敢看他。好了，火炮的事就全权交给你了。萧恒终于放开了他，恢复了皇帝的派头。朕信你。苏清雨心口一跳，抬头看了他一眼，低低应了一声，转身快步走进了密道。送走了苏清雨，萧恒刚坐下，殿外就有太监通报：陛下，武王妃前来请安。嚯，刚办完正事，又来个送温暖的。朕的腰子今天怕是要加班了。萧恒有气无力地开口：让他进来吧。萧玉珠迈着小碎步跑了进来，她今天没端任何东西，眼睛亮晶晶地看着萧恒。陛下，听说您为了国事彻夜未眠，臣妾学了套按摩手法，给您解解乏。他绕到萧恒身后，两只小手试探着放到他的肩膀上，学着宫里嬷嬷的样子，笨拙地捏了起来。这力道是想给朕刮痧吗？小丫头片子，心思都写脸上了。萧恒被他捏得哭笑不得，干脆闭上眼享受。萧玉珠见他没有拒绝，胆子大了起来，他的小手渐渐往下，嘴里还念念有词：陛下，您放松，臣妾一定能让您满意的。萧恒反手抓住他作乱的手，一把将他拽进怀里，让他坐在自己腿上。五嫂这套手法是想让朕在哪儿满意啊？国事繁忙，朕心领了，回去早些休息，别净学些乱七八糟的。他嘴上教训着，手却在他挺翘的臀上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萧玉珠红着脸，一步三回头地走了。第二天，后宫里就传遍了武王妃夜探养新殿，还备受恩宠的消息。次日请安时，林婉清特意把萧玉珠叫到身边，拉着她的手，笑得一脸和煦。武妹妹近来气色是越来越好了，想必是陛下雨露均沾，妹妹侍奉有功啊。萧玉珠哪里是林婉清的对手，被他几句话说得脸颊通红，支支吾吾半天也回不上一句。林婉清看着他这副不谙世事的模样，心里了然，嘴上却依旧温和。妹妹年轻，要多注意身子，可别累坏了陛下。这话里的敲打意味，傻子都听得出来。萧玉珠又羞又气，低着头不敢说话。萧恒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得，后院起火了，皇后这是在敲打朕呢。女人心，海底针啊！哄完一个又来一个，朕这个皇帝当的也太难了。为了安抚皇后，萧恒当天下午就摆驾凤鸾宫，说是要和皇后共进午膳。林婉清见到他，脸上虽然还带着笑，但那笑意明显不达眼底。陛下日理万机，怎么有空到臣妾这里来？再忙也要来看看皇后。萧恒拉着他在桌边坐下，平退了左右。他亲自给他夹了一筷子菜，才压低声音开口：婉清，北京要打仗了。林婉清的表情立刻变了。萧恒把边境的严峻形势以及火炮的计划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你是朕的皇后，也是朕最信得过的盟友，这些事朕不想瞒着你。林婉清听完，之前那点情绪早就飞到九霄云外了。他很清楚，家事再大也大不过国事。陛下放心，臣妾明白。国库若是不够，臣妾的内堂随时可以调动支援军需。朕就知道皇后最是深明大义。萧恒很满意他的反应，这才是他需要的皇后。他凑过去，在林婉清的脸颊上亲了一下。等皇后坐好月子，朕再好好疼你。林婉清嗔怪地瞪了他一眼。从凤鸾宫出来，萧恒处理完最后一批奏折，随手翻到了京畿卫戍陈将军呈上来的布防图。陈将军，顾陈的人。
他眼神一沉，老东西，不知道又在背后搞什么鬼。他心念一动，开启了天子望气术，目光穿透层层宫墙，落在了太师府的方向。整个京城的轮廓在萧恒脑中变得清晰，万家灯火宛如一片星海，而其中最驳杂的一团气运就盘踞在西南角的太师府上空。天子王权，顾晨这老狐狸近来气运流失严重，现在用天子王权对付他，再合适不过。与此同时，太师府，顾晨正与几名心腹对着一张京畿卫戍布防图低声商议。西域战乱，再加上北方胡人南下，朝廷必然要从京畿抽调大批兵马增援。到那时，双管齐下，京中极度空虚，就会是我们最好的机会。再次传令给陈将军，让。话说到一半，顾晨的心脏突然一抽，突如其来的心悸，他的眼前景物晃动，耳边也响起细微的嗡鸣。他抬手按住胸口，眉头拧成了疙瘩。太师，您脸色不太好，可是身体不适？一名心腹见状，关切地问道。无事。顾晨摆了摆手，强行将那莫名的不适感压了下去。他端起茶杯想喝口水，却发现自己的手竟然在微微颤抖。这个发现让他心头火起。荒谬，他顾晨的身体什么时候轮到他自己说了算了？他几次谋划失败，气血有亏，这几日偶感不适也算正常，可这种心脏失控的感觉让他无比烦躁。他定了定神，继续刚才的话题，但心底深处烦躁却如同投入水中的墨点，悄然扩散。陛下，北境800里加急军报。小福子快步入殿，双手呈上一封插着红色翎羽的军报。萧恒转身接过，拆开火漆。信上内容言简意赅：胡人部落撕毁盟约，3万铁骑已越过边境，与大夏守军正式交火。战争打响了，总算来了，朕等的就是你。萧恒脸上波澜不惊，心里却已经盘算起来，朕的百炼钢火炮也该拉出去见见真章了。处理完一应紧急军务，天色已晚。萧恒伸了个懒腰，活动着有些僵硬的脖颈。北境战事一起，他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却是自己的血脉传承。算算日子，皇后该出月子了。这段时间光顾着斗萧玉珠那只小野猫，倒是冷落了正宫。后院安稳，朕才能安心在前线跟人斗法。想到林婉清明艳妩媚的脸，以及生产后愈发丰腴的身段，萧恒觉得有些口干舌燥。作为他第一个孩子的母亲，又是他最坚实的政治盟友，这份关系需要用心经营。摆驾凤鸾宫，他当即下令，朕今晚要与皇后共进晚膳。凤鸾宫内，得了消息的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林婉清坐在梳妆台前，望着镜中的自己。1个月的静心修养，让她本因生产而略显苍白的脸色恢复了红润光泽。她的身段也因哺乳的缘故，曲线比以往更加动人。听到殿外太监的通报声，她理了理裙摆，亲自起身迎到殿门口。臣妾恭迎陛下。免礼，皇后辛苦了。萧恒上前一步，极其自然地牵起她的手，入手一片温润滑腻。他毫不掩饰地打量着她，目光灼灼。皇后这月子做得不错，气色比以前还好。不错不错，营养很到位，该大的地方更大了。林婉清被他看得脸颊发烫，轻轻嗔了他一眼，那眼波流转间自有一番风情。晚宴早已备好，萧恒挥手平退了左右，只留下2名心腹宫女布菜。多吃点。他亲自给林婉清夹了一块熬得软烂的鸽子肉，满是体贴。林婉清心里那点因他近日里独宠萧玉珠而生出的小芥蒂顿时烟消云散。他知道这个男人心里有他，这就足够了。他柔声开口，陛下，北境战事又起，您也要多注意龙体才是。无妨，一群跳梁小丑罢了，翻不起什么大浪。萧恒看着他，压低声音，前线有将士们，后方朕就要靠皇后了。一顿饭吃得温情脉脉。宴后，工人识趣地撤下碗碟，悄然退了出去，将整个寝殿的空间留给了这对帝后。殿内烛火摇曳，空气里弥漫着暧昧的气息。萧恒从身后环住她的腰，婉清，朕想你了。温热的气息吹拂在林婉清敏感的耳廓上，激起她微微的战栗。他的手掌在她温热平坦的小腹上缓缓游移，动作轻柔却霸道。林婉清的身体慢慢软了下来，月子里的寂寞，对她的思念以及多日的渴望，在这一刻尽数涌上心头。他转过身，迎上她灼热的眼睛，主动踮起脚尖迎了上去。龙榻的帷帐缓缓落下，遮住了一世旖旎春光。这是他们久别重逢后最热切的交融。他身上熟悉的龙涎香混合着汗水的味道，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心，也抚平了他这些日子以来所有的不安。不知过了多久，帐内传来他断断续续的求饶：“夫君，饶了臣妾吧。”皇后说什么？朕听不清。萧恒愉悦的笑声在帐内回荡。
朕说了，要好好疼你，夜夜疼。这一夜，凤鸾宫的烛火，直到天色将明才将熄灭。第二日，萧恒神清气爽地出现在早朝上。定，与皇后林婉清忠诚度97，完成深度交流，龙气大幅度补充，宿主精神力显著提升。定，检测到宿主进行血脉延续活动，国运小幅增长，天子王权技能效果微量增强。嘿，这多子多福，果然是修炼王权的捷径。劳逸结合，古人诚不我欺。萧恒心情大好，感觉自己浑身都是用不完的力气。刚下早朝，回到养心殿，萧恒就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在店门口。萧玉珠一见他回来，立刻迈着小碎步跑了过来，脸上挂着甜甜的笑，但那小嘴却微微撅着，一副受了委屈的模样。陛下，他声音拉得长长的，一股子娇憨。怎么了？这是谁惹我们的武王妃不高兴了？萧恒明知故问，心里已经乐开了花。来了来了，崔更的来了。不对，是崔丹的来了。萧玉珠凑到他身边，拽着他的袖子，小幅度的摇晃。陛下哥哥，你的仙丹是不是过期了呀？臣妾这肚子怎么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他说着，还苦恼地摸了摸自己平坦的小腹。萧恒差点笑出声。傻丫头，还在想呢？真当朕是送子观音，即插即用啊！他伸手将她揽进怀里，让她坐在自己的腿上，指尖轻佻地勾起她的下巴。朕还是那句话，仙丹乃是天才地宝，讲究一个天时地利人和，急不得。可是臣妾等不及了吗？萧玉珠在他怀里蹭了蹭，小脸满是期待。好哥哥，再给臣妾一点仙丹好不好？多一点，多一点点。我靠，这谁顶得住啊？萧恒清了清嗓子，决定换个新花样。想要仙丹也不是不行。他把人压倒在旁边的软榻上，手指在他柔嫩的脸颊上划过，嗓音低哑。光喊哥哥，朕都听腻了。换个称呼，喊一声陛下哥哥听听，叫得好听，朕就给你甜头。萧玉珠的脸红透了。陛下哥哥，这个称呼在外面可不能这么叫。哦，还分场合。萧恒的手只顺着他的下巴滑到他精致的锁骨上，轻轻打着圈。那朕可就要用强了哦。他身上的龙袍本就威严，配上他此刻满是侵略性的表情，让萧玉珠心跳快得要命。他抵不过他灼热的视线，最终还是羞涩地将脸埋进他的颈窝，轻轻地叫道：陛下哥哥。定，萧玉珠忠诚度+1，当前忠诚度66，声音太小，朕听不见。萧恒使唤：陛下哥哥。萧玉珠稍微提高了一点音量，带着哭腔。萧恒满意的笑了，在他唇上啄了一下，然后将一股龙气渡了过去。萧玉珠忍不住发出猫般的轻哼。好不好听？萧恒在他耳边低语。好听。他已经有些迷糊了。那再换一个，喊夫君哥哥。不要。萧玉珠下意识的抗拒，这称呼也太……萧恒也不说话，只是加大了龙气的输送。那舒服劲儿让他最后的理智都快要被冲垮了。他小手攥紧他的衣襟，喘息着，乖巧的任由他为所欲为。夫君哥哥。定，萧玉珠忠诚度+2，当前忠诚度68。嘿嘿，解锁新称呼，奖励翻倍，这买卖划算。这小野猫真是越逗越带劲儿。萧恒看着怀里化成一滩春水的小女人，心满意足，在她额头印下一吻。夜深人静，苏清雨却毫无睡意。她站在窗前，看着天边那轮明月，手抚上自己已经明显隆起的小腹。这里面孕育着一个生命，一个她和那个男人的孩子。白日里，她雷厉风行地处理着苏家的生意，安排一批批伪装成商货的火炮零件通过隐秘的商道运往北境。可一到晚上，那张坏笑的脸就会浮现在他脑海里。他强硬将他揽入怀中时，他霸道吻他时，他嘴上说着混账话，却又在关键时给予他全部信任时，这一切都让他心烦意乱。北京已经开战了，他在京城还好吗？那个位置四面都是敌人，他应付得过来吗？他最近有没有又去招惹别的女人？比如那个整天往养心殿跑的武王妃？这个念头一冒出来，苏清雨的心头就涌上些许酸涩。他摇了摇头，想把这些杂念甩出去。苏清雨啊，苏清雨，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做好他交代的事，才是你现在最该做的。他只希望这场战事能快点结束，他也能早日回到京城。北境前线，当最后一批零件抵达，陈将军看着眼前这些黑乎乎的铁疙瘩，心里充满疑虑。这就是陛下密旨里说的神威大炮。他围着火炮转了2圈，敲了敲厚重的炮身。这玩意儿真的能打仗？不是陛下被哪个方士给忽悠了吧？可这又是苏家的商队运来的，还有太师的密令，让我配合陈将军，心里直犯嘀咕。顾太师的命令是让他保存实力，
关键时刻给朝廷的军队来个背刺。可皇帝的密旨却是让他用这新式武器给胡人一个迎头痛击，这俩命令完全是反着来的啊！算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皇命不可违，先按陛下的意思办，看看效果再说。他最终还是下令将10门火炮秘密部署在胡人最可能进攻的山谷隘口。3天后，胡人的主力大军杀到，黑压压的骑兵卷起漫天烟尘，喊杀声震天动地。开炮！陈将军一声令下，只听见一声生闷雷般的轰鸣，地面剧烈的抖了一下，紧接着冲在最前面的胡人骑兵方阵里炸开了一团团火光。胡人军队被炸得人仰马翻，残肢断臂漫天飞舞。那些胡人何曾见过这等阵仗？在他们眼里，这就是天神的怒火，是来自地狱的咆哮，是天罚。天罚！魔鬼！这是魔鬼的武器。前军的士气立马崩溃了，士兵们哭喊着调转马头往回风跑，冲乱了后方的阵型。陈将军站在高处，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我滴个乖乖，这一炮下去，一个100人队就没了。这哪里是打仗，这他娘的是屠杀啊！大夏军士气大振，趁势掩杀过去。胡人军队兵败如山倒，丢下数千具尸体，狼狈逃窜。北境首战，大夏完胜捷报以最快的速度传回了京城。消息传来，朝堂震动，文武百官纷纷上奏，称颂陛下天威，用兵如神。陛下英明，此乃我大夏前所未有之大捷啊！神威大炮，天降神兵，定能荡平胡虏，扬我大夏国威。萧恒端坐于龙椅之上，面色平静地接受着百官的朝贺。他的视线落在了站在百官之首、脸色铁青的顾晨身上。顾晨的拳头在袖中紧紧攥着，他怎么也想不通，战事怎么会进展得如此顺利？神威大炮，那又是什么东西？莫名的心悸又开始了，这次更重，让他几乎喘不过气。萧恒看着顾晨那副见了鬼的表情，心里冷笑：老东西，这才哪到哪儿？废物，通通都是废物！顾晨面前跪着一排心腹，个个低着头，连大气都不敢喘。北境首战大捷的唐豹狠狠抽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他精心策划的2线作战，本该让萧恒那小子焦头烂额，结果呢？胡人3万铁骑被闻所未闻的神威大炮打得落花流水。查！顾晨咬牙切齿，不惜任何代价给老夫查清楚，那神威大炮到底是什么鬼东西？是，太师。还有，顾晨的眼睛眯了起来，这批火炮据说是从江南运过去的，给我盯紧苏家，一只苍蝇都不能放过。顾晨烦躁地揉着眉心。养心殿内，萧恒翘着2郎腿，一边哼着小曲，一边用天子望气术欣赏着。哟，老东西的气运又黑了一圈，都快成煤炭了。他能清晰看到太师府上空那团驳杂的气运，此刻正剧烈翻腾着。光生气可不行，得加点料。萧恒嘿嘿一笑，心念一动，调集体内那股暖洋洋的龙气。天子王权发动，无形的能量再次朝着太师府的方向渗透过去。这次他加大了剂量。老东西，睡过觉吗？今晚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心跳骤停。陛下，北境新军报。小福子脚步匆匆地走了进来。萧恒接过军报展开一看，眉毛挑了挑。胡人在吃了大亏之后学聪明了，不再正面硬刚，而是化整为零，玩起了游击战。战事暂时陷入了焦灼，军需粮草的消耗也像流水一样，想跟朕玩消耗战。强啊，朕就怕你不来。正好，朕的国库也该补充补充了。萧恒正盘算着怎么从那帮手财奴大臣手里抠钱，太监就来通报说皇后求见，让他进来。没一会儿，林婉清就款款走了进来。她今天穿了一件月白色的宫装，生完孩子后，那股母仪天下的范儿更足了，身段也比以往更有风韵。陛下，她微微屈膝行礼。皇后免礼。萧恒走过去，很自然地拉起她的手，让她在身边坐下。林婉清没有寒暄，直接从袖中取出一本账册，递了过去。陛下，这是臣妾整理的宫中各项开支以及内堂的盈余。北境战事吃紧，军费浩繁，臣妾想着后宫的用度可以裁撤一些不必要的，将省下的银子和内堂的余钱都拿出来支援前线。萧恒翻开账册，上面用清秀的小楷将每一笔开支都记得清清楚楚。林婉清顿了顿，又补充道：而且顾臣党羽也并非铁板一块，陛下可以借北境战事敲山震虎，分化拉拢一批人。萧恒听完，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老婆简直是神仙，能持家，懂政治，还盘量调顺，这种老婆上哪儿找去？林婉清郑重地开口：陛下，臣妾愿与您共担风雨。好，好一个共担风雨。萧恒一把合上账册，反手握住林婉清的手，
滑腻的触感让他心头一荡。他把人往自己这边拉了拉，凑到他耳边，声音压得低低的。皇后这么深明大义，又这么体贴，朕都不知道该怎么奖赏你了。林婉清的耳根一下就红了，她能感觉到男人身上传来的热气，还有那股熟悉的龙涎香味。为陛下分忧是臣妾的本分。她的声音小了许多，那朕就用朕的本分来好好奖赏一下皇后。萧恒不再多言，低头吻了下去。起初只是温柔的触碰，很快就化为不容抗拒的强势。他一把将她横抱而起，大步走向内殿的龙榻，帷帐缓缓落下，遮住了一世旖旎。嘿嘿，夫妻同心，其利断金。这龙气补充的就是快。第二天，萧恒神清气爽地处理完政务，就感觉店门口有个鬼鬼祟祟的小脑袋在探来探去。是萧玉珠，这丫头听说皇后昨晚去了养心殿，心里的小醋坛子直接打翻了。她一溜烟跑到萧恒面前，红着脸扭扭捏捏地从袖子里掏出一卷纸，飞快地塞进萧恒手里。陛下，这个送你。说完，她捂着脸头也不回地跑了。萧恒一脸莫名其妙，这丫头又搞什么飞机？他好奇地展开手里的纸卷，下一秒他整个人都僵住了。纸上画着一个男人，没穿衣服的，画工极其奔放，线条跟蚯蚓爬过一样，人物的脑袋画得像个冬瓜。萧恒差点把手里的画给扔了，这小丫头胆子是越来越肥了，居然给朕送这种东西。这画风怕不是他自己画的吧？这是在暗示我什么？还是单纯觉得我需要观摩一下人体结构？萧恒看着那张抽象派大作，哭笑不得。这小野猫真是越来越会玩了。耶！太师府的书房依旧亮着灯，顾晨在房中踱步。最近几天他总是心神不宁，睡眠也差到了极点，一闭上眼就是各种光怪陆离的噩梦。呼！他长长吐出一口气，想将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甩出去，可就在这时，他感觉耳边传来若有若无的低语声。他回头，身后空无一人。谁？他厉声喝道，但回应他的只有烛火跳动的噼啪声。他皱着眉走到梳洗台前，想用冷水洗把脸。当他看向铜镜时，他整个人都定住了。镜子里那张脸上的眼睛正直勾勾地看着他。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皮肤还是紧致的。可镜中那人的手抬起时，他看到的却是一只布满皱纹和黑斑的手。镜中的脸也随之变化，皮肤松弛下垂，嘴角裂开，像一张枯树皮。啊！顾晨吓得后退一步，撞翻了身后的椅子。他颤抖着再次抬头看向铜镜，镜子里的人脸又恢复了正常，一切如初。幻觉，一定是幻觉。顾晨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冷汗湿透了内衫。他顾晨一生不信鬼神，这一定是萧恒那小子搞的鬼。定，皇后林婉清忠诚度+3，当前忠诚度98，情深意重。定，武王妃萧玉珠忠诚度+10，当前忠诚度78，情根深重。定，龙气获得微量补充，宿主精神力小幅提升。萧恒满意的笑了，一个送钱，一个送图，这后宫生活简直不要太滋润。夫妻同心，其利断金。顾晨个老东西，你的好日子差不多也该到头了。太师府，顾晨躺在病榻上，脸色灰败，每一次咳嗽，胸口都牵动出撕裂感。太师，你应该喝药了。心腹端着药碗，低声劝道。顾晨一把挥开药碗，滚烫的药汁洒了一地。喝药有什么用？能把胡人喝回来吗？他撑着床沿坐起，眼神阴鸷。朝堂上打不倒他，就在民间搞臭他。去，给我把风声放出去，就说那神威大炮是天降不祥之物，耗空国库，劳民伤财，每响一炮都要折损我大夏子民的阳寿。他就不信动摇不了那小子的根基。萧恒，你以为有几门破炮就赢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老夫倒要看看民意汹涌，你拿什么来赌？养心殿内，萧恒听着小福子的汇报，差点没乐出声。不祥之物，折损阳寿。他把手里的奏折往桌上一扔。我靠，这老东西是哪个年代穿越回来的？思想这么封建，这套舆论战的打法也太低级了。跟我玩这个，你不是厕所里打灯笼找死吗？小夫子，奴才在。御史台那边不是有不少被顾晨打压过的硬骨头吗？萧恒的手指在桌上有节奏地敲击着，让他们活动活动筋骨，把顾晨那些党羽有一个算一个，贪赃枉法的、鱼肉百姓的、陈年旧账都给朕翻出来。朕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民意。老东西，你跟我玩阴的，我就把你底裤都扒了，让你在全京城百姓面前裸奔。小福子心领神会，躬身退下。萧恒刚处理完这件事，
一名小太监就呈上了一封来自江南的密信。信封上没有多余的标识，只在封口处用蜡印压了一个小小的苏字。萧恒拆开信，熟悉的清秀字迹映入眼帘，是苏青雨的亲笔信。信上内容很简单，先是汇报了苏家工房的进度，在不计成本的投入下，火炮已经初步实现了量产，并且改良了运输方式，后续的支援会源源不断地运往北境。信的末尾只有寥寥数字：陛下，青雨在江南一切安好，勿念。萧恒的手指在那清秀的苏字上轻轻划过，眼前浮现出苏青雨清冷孤傲的脸。他记得他被自己压在身下时，眼角泛红，嘴上不服软，身体却很诚实的模样。朕的四嫂人冷话不多，就是不知道这肚子里的娃有没有让他那清冷的身段多几分圆润。不行不行，我是皇帝，要有风度，不能总惦记自己名义上的嫂子。就再想一下下。萧恒正美滋滋地回味着，忽然闻到一股奇异的香气，这香味很特别，甜中带腻，一个劲儿地往他鼻子里钻。他抬头一看，只见萧玉珠正提着裙摆，轻手轻脚地走进来。今天她这身打扮显然是用了心思的，一身嫩绿色的薄纱宫裙，衬得她肌肤赛雪，腰肢纤细的不盈一握。裙子的领口开得恰到好处，随着她弯腰的动作，领口敞开的幅度也愈发危险。哟，这不是五嫂吗？今天这身打扮有点东西啊。这是绿色环保战衣。萧恒不动声色，继续低头看奏折。萧玉珠见他没反应，小嘴一撅，迈着小碎步凑到御案前。陛下哥哥，臣妾看您辛苦，特地来为您研墨。他的声音又甜又软，跟掺了蜜糖一样。说着，他就拿起墨锭，在砚台里轻轻画圈。他今天穿的本就单薄，此刻一弯腰，那领口的风光更是若隐若现。好家伙，这事业线比朕的江山设计图还壮观。这小丫头存心的。沿着沿着，萧玉珠像是没站稳，手肘撞到萧恒的手臂，整个人娇呼一声，顺势就要往他怀里倒。同时，他那宽大的衣袖顺着玉臂滑落，露出一截白生生的胳膊，又嫩又滑。来了来了，他带着碰瓷的演技走来了。萧恒心里狂笑，面上却是一副被打扰的不耐烦模样。他反手抓住他作乱的小手，稍微一用力，就将他整个人从玉案那边拽了过来，让他跌坐在自己的大腿上。啊！萧玉珠惊呼，脸红得像煮熟的虾子。她能清楚地感觉到男人腿上的坚实触感和灼人温度。吴嫂嫂。萧恒低下头，鼻尖快要碰到她的鼻尖，声音低沉沙哑：“你这身上的香气是从哪儿弄来的？这丫头从哪儿搞来的三无催情香？味道冲了点，就是后劲儿不小。是臣妾自己调的。”萧玉珠心跳急速，话都说不利索了。哦。萧恒的手指挑起她的下巴，逼着她与自己对视。这香气熏得朕心神不宁，奏折都看不下去了。他顿了顿，语气玩味：“不知吴嫂嫂可有解药啊？小野猫，跟我玩聊斋，朕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龙王爷驾到。解药。”萧玉珠的脑子已经成了一团浆糊，她哪里知道什么解药？她只是看着男人深邃的眼睛，感觉整个人都要被吸进去了。她羞涩地靠在他怀里，感受着他强有力的心跳，身体软成了一滩水，喘息着说：“陛下想要什么？玉珠都给。这可是你说的。”萧恒轻笑一声，不再逗他。他低头吻住了那张喋喋不休的小嘴，将一股比之前更加精纯的龙气渡入了他的体内。萧玉珠浑身一颤，舒服的脚趾都蜷缩了起来。他放弃抵抗，小手紧紧攥着他的龙袍，乖巧的任由他为所欲为。嘿，还是这只小野猫好哄，亲一口就乖了，真省心。就在店内气氛逐渐升温，快要擦枪走火的时候，店外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陛下，北境800里加急捷报。萧玉珠吓得一个机灵，连忙从萧恒腿上跳下来，手忙脚乱地整理着自己凌乱的衣衫，脸红得能滴出血。萧恒倒是一脸淡定，似乎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关键时刻掉链子，小夫子这个月奖金没了。他清了清嗓子：“呈上来。”军报展开。在第2批火炮运抵前线后，陈将军组织了一次主动出击。军报上只用了8个字形容：炮火如林，天崩地裂。哟，这不就是饱和式打击吗？陈将军学得还挺快。胡人被打懵了，他们引以为傲的铁骑在铺天盖地的铁弹面前脆弱得跟纸糊的一样。先锋部队当场崩溃，主力大营更是乱作一团，开始大规模后撤。大夏边境的危机暂时解除了。捷报传遍京城，朝野震动，文武百官纷纷上奏，赞颂之词像雪花一样飞进宫里。陛下神武，天佑大夏。太师府里，顾晨听完密探的汇报，浑身不住地颤抖。他怎么也想不通，萧恒那小子的反击
为什么会这么快。他只觉得胸口那股邪火混着心悸一下子撞了上来，一口气没上来，眼前一黑，喉咙里发出古怪的呵呵声，直挺挺向后倒去。太师！书房内顿时乱作一团。顾城的党羽在京城里散播流言，手段越来越脏。前几天还只是说神威大炮是不祥之物，现在风向一转，直接开始攻击萧恒本人，听说了吗？咱们陛下夜夜笙歌，把后宫当成了游乐场。可不是嘛，听说连招都不想上了，就喜欢跟妃子腻歪。怪不得那火炮要折损阳寿，怕不是把陛下的龙体都给掏空了。各种说法在茶馆酒肆里传得有鼻子有眼，一些百姓信以为真，人心浮动。顾晨躺在病榻上，听着心腹的汇报，脸上露出病态的冷笑。萧恒，你不是能耐吗？老夫就让你尝尝被万民唾骂是什么滋味。养心殿内，贴身太监正低着头将外面打探来的消息一一汇报。萧恒听完，表情有些古怪。荒淫无度，沉迷女色，我靠，这老东西是黔驴技穷了，打不过就搞人身攻击这一套，这手段也太低级了，跟小孩子吵架一样。再说了，朕跟自己老婆们亲热，促进夫妻感情，补充龙气，那叫劳逸结合，怎么就荒淫了？你个老封建懂个屁！他翘着二郎腿，手指在桌上敲击着。小夫子，奴才在。御史台那帮人不是天天闲得没事干，就喜欢弹劾别人吗？萧恒嘴角一撇，把顾晨那些党羽贪赃枉法的证据一桩桩一件件找几个刚正不阿的御史，不经意地递到他们手上，再去找几个说书先生，把北京大捷的故事编成话本，就叫天子神威平北鲁，在全京城最大的戏园子里连说3天3夜，茶水点心朕全包了。老东西想跟朕玩舆论战，朕直接掀你的桌子，让你在全京城百姓面前光着屁股跑。奴才遵旨，这就去办。小夫子躬身退下。萧恒刚处理完这些，殿内一侧的书架后传来轻微的击扩声。他知道是谁来了。苏清雨的身影从密道里走了出来，她穿了一身素雅的青色长裙，长途跋涉让她清冷的脸颊上带着倦意，但那双眼睛还是那么亮。几个月不见，她的身段明显有了变化，宽松的裙摆也遮不住那已经明显隆起的腹部，让她原本清冷孤傲的气质里多了分柔和。她走到萧恒面前，微微屈膝：“陛下，臣妾幸不辱命。”我滴个乖乖，这肚子都这么大了。清冷御姐带球跑，不对，是带球归来。这画面，萧恒心里的小人吹起了口哨，面上却是一片温和。他快步上前，扶住苏清雨的手臂：“嫂嫂快免礼，这一路奔波，累坏了吧？”他顺势将人牵到旁边的软榻上坐下，亲自给他倒了杯热茶，然后很自然地站到他身后，双手搭在了他纤秀的肩膀上。“朕给你捏捏。”苏清雨身子一僵，想躲，可男人温热的手掌按在肩膀上，力道恰到好处，一股暖流顺着他的指尖渡了过来，驱散了他大半的疲惫。朕的四嫂为了朕的江山社稷，这都累瘦了，不行，必须给他好好补补。这可是朕的钱袋子，更是朕未来儿子或者宝贝女儿的亲妈。萧恒一边想着，一边跟他讨论火炮后续的运输和部署计划。苏清雨的思路清晰，对答如流。议完了正事，萧恒看着他眼底的倦色，心里一软。他俯下身凑到他耳边，声音压得很低：“嫂嫂，京城现在鱼龙混杂，你府上未必安全，今夜就留在宫里休息吧。”苏清雨的耳朵疼得红了，他能闻到他身上让他心安又心乱的龙涎香。这不合规矩，朕就是规矩。萧恒轻笑一声，将他轻轻搂进怀里，手掌小心翼翼地覆盖在他隆起的腹部，掌心之下，他感受到了充满生命力的跳动。苏清雨被他抱在怀里，感受着他掌心传来的暖意，身体慢慢软了下来，靠在他的胸膛上，不再挣扎。就在殿内气氛正好，一片温馨和谐的时候，养心殿的门被人吱呀一声推开了一条缝，一个梳着双压髻的小脑袋探了进来，滴溜溜的眼睛转了一圈，然后就定住了。是萧玉珠，她也是刚从宫女口中听到了些风言风语，说什么陛下为国操劳，日夜不休，人都清瘦了。萧玉珠心里担忧，又夹杂着说不清的酸涩，便亲自炖了盅参汤，想着深夜送来。不料他一眼就看到了殿内的情景，萧恒，他的陛下哥哥正抱着一个女人，一个肚子高高隆起的女人。萧玉珠提着食盒的手一僵，脸上的血色褪得干干净净。他的怀抱那么温柔，原来不是只属于自己的。那个女人的肚子，孩子是他的孩子，他萧玉珠算什么？他到底算什么？巨大的委屈和酸楚涌上心头，他一把推开殿门，站在门口，眼眶通红。萧恒抬眼一看，我靠，修罗场，大型翻车现场啊！这是怎么办？在线等，急！
萧恒心里1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面上却稳如老狗。他没有立刻松开苏清雨，只是平静地抬起头看向门口的萧玉珠。武王妃深夜到此，有何贵干？苏清雨也反应了过来，迅速从他怀里挣开，整理好自己的衣衫，垂下眼帘。只是那攥着衣角的手收得更紧，柔软的布料在他掌心被揉成一团。萧玉珠看着店内郎情惬意的两人，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带着哭腔：陛下，你们在干什么？干什么？朕在跟功臣联络感情，交流国家大事。你个小丫头片子懂什么？萧恒心里吐槽，嘴上却是一本正经。朕在与苏夫人商议军国大事。商议大事需要抱在一起吗？萧玉珠脱口而出，说完就后悔了，脸更红了。萧恒眉毛一挑，哟，小丫头吃起醋来还挺辣。与此同时，太师府一名心腹连滚带爬地冲进书房。太师，不好了，御史台那帮疯狗今天上了几10道奏书，弹劾我们的人。城里到处都在说书，说的还是天子神威平北虏。噗！顾晨听完，只觉得胸口郁气堵得他喘不过气来，一口黑血喷出，直挺挺地向后倒去。萧玉珠顶着2个黑眼圈，小嘴撅得能挂油瓶，一整天都在萧恒身边晃悠。陛下哥哥，臣妾今天做的莲子羹，你怎么一口都不喝？陛下哥哥，你这奏折上的字是不是不好看？臣妾帮你重新誊写一遍。陛下哥哥，萧恒被他念叨的一个头2个大。我的姑奶奶，你这怨气都快赶上顾晨头顶那片黑云了，不就是撞见朕跟四嫂交流感情吗？至于吗？再说了，朕那是为了国家大事，为了给他肚子里的娃进行一下胎教，神圣的很。他放下手里的朱笔，捏了捏眉心，决定先解决这个内部矛盾。玉珠，过来。萧玉珠磨磨蹭蹭地挪到他身边，眼眶一红，委屈巴巴地开了口：陛下哥哥，你是不是不喜欢玉珠了？那个，昨天你们为什么要抱在一起？他的声音带着哭腔，听得萧恒心里有点发软。唉，小丫头就是小丫头，吃起醋来真要命。不过有一说一，她这渲然欲泣的样子还挺……萧恒心里吐槽，拉过她的小手，一本正经地解释：傻丫头，胡思乱想什么呢？苏夫人弑国之栋梁，为北境大捷立下汗马功劳，朕是在嘉奖功臣，懂吗？嘉奖功臣要抱得那么紧吗？萧玉珠小声嘀咕，显然不信。朕那是给他镀一点龙气，安抚他腹中胎儿。萧恒脸不红心不跳的湖州，这叫皇恩浩荡，你个小丫头片子不懂。我靠，我怎么这么能编？我自己都快信了。就在这时，皇后林婉清端着一碗燕窝羹款款走了进来。她好像没看见两人之间那点微妙的气氛，只是将羹汤放到玉案上，温婉一笑：陛下，国事繁忙，也要注意龙体。臣妾听说武王妃一早就来陪着陛下了，真是情真意切。这话听着是夸奖，但萧恒一听就明白了。萧玉珠立刻站直了身子，不敢再拉着萧恒的袖子。瞧瞧什么叫水平？我这老婆一句话就把我和稀泥的意图点破了，还顺便敲打了萧玉珠一下，暗示她别恃宠而骄。高端局，这就是高端局啊！萧玉珠被林婉清看得有些心虚，低着头不敢再闹了。萧恒见状，立刻开始了他的端水大师表演。他先是喝了林婉清的燕窝，夸她贤良淑德，母仪天下，顺手渡了一小撮龙气过去，以示恩宠。然后又转头对萧玉珠温声细语，说她天真烂漫，是自己的开心果，也渡了点龙气，安抚她的小情绪。至于远在别院养胎的苏清雨，萧恒直接大手一挥，让太监小福子送去了一大堆名贵的补品药材。赏赐的旨意写得花团锦簇，中心思想就一个：四嫂你辛苦了，朕惦记着你呢。完美，朕的语录就是要均沾才行。后院不起火，朕才有精力在前朝放火。事实证明，他的策略是对的。后院刚安抚好，前朝就传来了好消息。北境的陈将军已经彻底掌握了保和式打击的精髓，带着火炮部队主动出击，把胡人打得哭爹喊娘，屁滚尿流地逃回了草原深处，顺便还收复了2座备战的城池。捷报雪片一样飞回京城，萧恒的声望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与此同时，御史台那帮疯狗也没闲着，拿着萧恒故意递过去的证据，在朝堂上火力全开，把顾晨的几个心腹干将弹劾的丢官罢爵，抄家下狱。顾晨的势力一夜之间缩水了30%，而顾晨本人此刻正躺在太师府的病榻上苟延残喘。他现在已经病得不成人形，整日疑神疑鬼，闭上眼就是火炮轰鸣，断壁残垣；睁开眼看谁都像是萧恒派来的卧底。嗨，睡！心腹端来水杯，他却一把推开。你想毒死我？他瞪着跟了自己10几年的心腹，眼神里全是猜忌。太师府内早已是人人自危，一片混乱。老东西，
不用我动手，你自己就能把自己玩死。跟我玩玄学，你还嫩了点。萧恒心情大好，晚上批完奏折，准备就寝。刚躺上龙榻，就感觉被窝里钻进来一个滑不溜丢的温软身子。他一愣，借着月光看清了来人，是萧玉珠。他不知什么时候溜了进来，身上只穿着一层粉色的薄纱，在月光下跟没穿差不多。那张娇憨的小脸透着红晕，一双大眼睛水汪汪地看着他，又羞又怯。陛下哥哥，好家伙，这是演的哪一出？夜探龙床，这身装备犯规了啊！萧恒喉结滚动了一下，故作镇定。你这是做什么？深夜闯入朕的寝宫，成何体统？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却很诚实吗？来都来了，总不能赶出去吧？我是皇帝，要大度。萧玉珠被他问得脸颊绯红，却鼓起勇气，滑不溜秋地往他怀里钻。他温热的身体在他身上蹭来蹭去，吐气如兰，声音又甜又腻。哥哥，人家想要仙丹，不要皇后娘娘和苏夫人那种。玉珠要陛下哥哥得专属仙丹吗？萧恒差点没绷住，笑出声。我靠，专属仙丹，朕的龙气什么时候还开展高端定制了？这小野猫也太会玩了。他被他逗得心头火热，一把揽住他纤细的腰肢，翻身将他压在身下。他低下头，鼻尖碰到他。想要专属仙丹，那可得看你的表现了，得更主动一点，更让朕满意才行。萧玉珠羞得把脸埋进被子里，只发出细微的鼻音。萧恒不再逗他，低头吻住了他柔软的唇瓣，将更加精纯的龙气蛮横地渡了过去。萧玉珠脚趾都蜷缩起来，嘴里溢出细碎又勾人的声音：嘿，还是这只小野猫好对付，亲一口就乖了，真省心。定，武王妃萧玉珠忠诚度加5，当前忠诚度83，情根深种。第二天，萧恒神清气爽地处理完政务，苏清雨便从密道里走了出来。他看起来有些疲惫，但神色却很平静。他站得笔直，即便腹部隆起，也未减半分轻了。他对着萧恒行了一礼，直接开门见山：陛下，臣妾想回江南。萧恒正在回味昨晚的专属仙丹，闻言一愣：怎么回事？朕的钱袋子要跑路。苏清雨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垂下眼帘，声音清了：京城风波不断，后宫也非宁静之地，臣妾怀有身孕，不想卷入无谓的争斗，与其在京城耗着，不如回江南，继续为陛下督造火炮，更能为陛下分忧。太师府，药碗在地上摔得粉碎，顾晨枯瘦的手指抓着床沿，手背上青筋球结。他曾经威严的脸，现在却是蜡黄的皮肤和深不见底的眼窝。拿开，都拿开！他的声音又干又涩。他看着心腹的脸，总觉得对方的五官在眼前晃动，看不真切。太师，您滚！顾晨费力地吐出一个字，眼神里满是猜忌。他现在看谁都像萧恒派来的奸细，送来的药是毒药，说出的话是圈套。府里的下人走路都贴着墙根，大气不敢出。几个心腹在廊下碰头，声音压得很低。太师这病太邪门了。是啊，请遍了京城名医，都说心火攻心，可哪个心火攻心是这样的？我听外面传说太师是冲撞了不干净的东西。嘘，不要命了。养心殿内暖意融融。萧恒听着下属的汇报，脸上的表情差点没绷住。邪病，不干净的东西。我靠，你们这帮封建余孽，想象力还挺丰富。没错，这不干净的东西就是朕，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他清了清嗓子，摆出一副沉痛的模样。太师为国操劳，竟病重至此，朕心甚痛。小夫子，立刻传朕旨意，派御医院院士亲自去为太师诊病。需要什么名贵药材，直接从内库支取，万不可耽误了太师的病情。去吧，我的御医，记得多带几个学生，好好给他们上一堂现场教学课。小夫子躬身领命，奴才遵旨。他退下2步，又听见萧恒叫住他，声音压低了许多。另外，派人盯紧陈将军那边的动向。北境大捷，他居功至伟，朕打算擢升他为骠骑大将军，总领京畿防务。嘿嘿，顾琛，你养的最能打的一条狗，现在要换主人了。朕不但要掀你的桌子，还要把你家的承重墙都给刨了。没过几天，北境凯旋的大军抵达京城。陈将军骑着高头大马，率领着一队身披重甲的士兵走在朱雀大街上，街道两旁挤满了欢呼的百姓。陛下神武，天佑大夏，神威大炮万岁！百姓的呼喊声一浪高过一浪。萧恒站在城楼上，看着下方万民拥戴的场面，心里舒坦极了。这天下终于是朕的天下。以前当社畜天天被老板画大饼，现在轮到朕给全天下画饼了，这感觉真上头啊！他的威望随着这场空前的大捷达到了顶峰。
然而，这后院的火却有越烧越旺的趋势。萧玉珠最近有些魔怔了，眼看着苏清雨带着身孕回了江南，自己这边却迟迟没动静，她心里急得不行。送子观音拜了，偏方也试了，人整天神神叨叨的。这天晚上，萧恒刚处理完政务，就见萧玉珠端着一碗黑乎乎的东西走了进来。陛下哥哥，这是臣妾好不容易求来的送子汤，您快喝了它。萧恒看着那碗颜色堪比墨汁的玩意儿，眼皮子直跳。我靠，这又是什么黑暗料理？妹子，你是不是对送子汤有什么误解？这东西确定不是拿来灌肠的。他忍着吐槽的冲动，好生劝道。玉珠，朕说过多少次不要信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可是臣妾想要个宝宝啊。萧玉珠说着，眼眶就红了，小嘴一瘪，眼泪就掉了下来。就要一个陛下哥哥和玉珠的宝宝，这也不是朕一个人喝了就有用的。萧恒很无奈。那我们一起喝。萧玉珠眨巴着水汪汪的大眼睛，一脸天真的问。噗！萧恒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大妹子你饶了我吧，我怕喝了之后明天上朝不是走着去的，是被人抬着去的。但他看着他那副委屈巴巴的样子，心里又软了。这小野猫真是让人又爱又恨。深夜，龙床，萧恒刚躺下，被窝里又钻进来一个温软的身子，又是萧玉珠。他今天换了一身极薄的蝉翼纱衣，娇软的身子紧紧贴着他，在他胸口蹭来蹭去。好哥哥。他吐气如兰，声音腻得能拉出丝来。人家不要喝那个汤了，人家就要哥哥的仙丹。他的手在他身上四处游走，细密的吻落在他结实的胸膛和脖颈上。哥哥，你多给玉珠一点仙丹好不好？玉珠好想给你生个宝宝。他一遍遍地唤着，甜腻的嗓音里带着哭腔，直往他骨头缝里钻。萧恒感觉浑身的血都往一个地方冲，这小妖精真是要了朕的老命。算了，今天就当是舍生取义了。他低吼一声，翻身将他压住，狠狠吻了上去。这一次他没有丝毫保留。萧玉珠浑身酥软。叮！武王妃萧玉珠忠诚度加5，当前忠诚度88，忠心耿耿。天色微明，萧恒看着怀中睡颜艳足的萧玉珠，随手拿起案上的一份密报。这是从江南800里加急送来的，封口是苏清雨独有的梅花蜡印，字迹还是一贯的清冷秀丽，但内容却让萧恒心里泛起奇异的感觉。信上不光汇报了火炮攻防的最新产能和苏家商队在江南布下的情报网，末尾还用极小的字附了一句：京城天寒，陛下当兴隆体，切勿贪凉。哟，我这冰山四嫂还知道关心人了。萧恒摸了摸下巴，他回想起昨夜在龙床上被萧玉珠那只小野猫缠得几乎缴械投降的场景，再对比苏清雨这千里之外的运筹帷幄，一个在后宫里天天想着怎么爬床争宠，便招法地索要专属仙丹，另一个却在千里之外，一面替他管着钱袋子，一面还兼职情报头子，为他扫清后方的障碍。女人啊，一个负责宫斗宅斗，一个负责信国安邦。我这后宫还真是分工明确，人才济济。以前他觉得这些女人都是他巩固皇权的工具，是补充龙气的充电宝，但现在他忽然觉得这种关系不应该只是利用那么简单。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把自己的命运和他的江山绑在了一起。行吧，既然你们这么给力，朕也不能小气，以后对你们好点，雨露均沾，争取让你们每个人都充满正能量。萧恒正琢磨着怎么当一个合格的端水大师，小福子就低着头快步走了进来。陛下，外面的风言风语还是没消停。萧恒手里的朱笔一顿，抬起头，表情有些玩味。他看着小福子那张快哭出来的脸，乐了。他们有没有说点新鲜的啊？小福子一愣，比如朕一顿饭要吃10个菜，上茅房要用金子做的马桶之类的。萧恒一本正经地问，这黑料也太没创意了，连我前世公司里传八卦的保洁阿姨都比他们会编。没有，没劲。萧恒把笔一扔，往龙椅里一靠，翘起了二郎腿。既然他们喜欢玩这套，那朕就陪他们好好玩玩。他对小福子勾了勾手指去，把青天监正给朕叫来。半个时辰后，胡子花白的青天监正走进养心殿。他一进来就跪在地上，脑门紧贴着冰凉的金砖。臣参见陛下。爱卿平身。萧恒的声音听不出喜怒。青天监正战战兢兢地站起来，头垂得更低了。他心里直打鼓，不知道这位年轻天子半夜叫他来干嘛。萧恒端起茶杯，吹了吹热气，慢悠悠地开了口：张爱卿，朕近来总是夜不能寐。青天监正心里咯噔一下，汗毛都竖起来了。陛下是为国事操劳，龙体欠安。不。萧恒摇了摇头，眼神飘向殿外的夜空。朕是感觉这天好像要变了。来，
考验你领悟能力的时候到了。要是接不住朕这个话茬，你这青天剑监正也当到头了。青天剑监正的冷汗一下就冒了出来。天要变了，这话可太要命了。他脑子飞速运转，结合最近故太师势力大幅削弱，北境大捷的传闻立马浮至心灵。陛下圣明。老头子扑通一声又跪下了。臣昨夜夜观天象，就发现紫微帝星光芒大盛，前所未有，而旁边代表坚定的煞星已是暗淡无光，摇摇欲坠。哟呵，可以啊老张，专业对口了，属于是。萧恒满意的点点头，继续加码。不只是星象，朕总觉得这京城的上空盘踞着一股气，让朕心神不宁。青天剑监正一听，立马接话：陛下，那不是妖气，那是龙气啊。他抬起头，老脸涨得通红。古书有云，圣君在位，勤于王事，阴阳调和，则国运昌隆，龙气沸腾。这正是大夏万年基业的祥瑞之兆。臣斗胆猜测，这沸腾的龙气是在荡涤前朝留下的污浊。正所谓不破不立，拨乱反正，必有异象。萧恒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原来如此，不错不错，老张这阅读理解满分。朕就喜欢和聪明人说话。他站起身，走到青天剑监正面前，亲自将他扶起。既然是祥瑞，那便不能藏着掖着。爱卿，你懂朕的意思吧？青天剑监正浑身一震，看着天子深不见底的眼睛，感觉自己全身血液沸腾。臣明白，臣这就去准备昭告天下，此乃圣君治世的祥瑞之兆。太师府，顾臣躺在床上，听着心腹的汇报，气得浑身发抖。你说什么？他们说萧恒荒淫事，祥瑞。是的，太师，青天剑已经昭告天下，说陛下勤于后宫，乃是龙气沸腾，阴阳调和之兆，能为大夏带来福运。噗！顾臣又一口黑血喷出，染红了被褥。他只觉得天旋地转，耳边全是百姓的欢呼声。天子神威，圣君治世。邪术，一定是邪术。萧恒那个小畜生，他用邪术蛊惑了所有人。他的眼睛里布满血丝，瞪着房梁，嘴里发出意义不明的呵呵声养心殿。皇后林婉清端着一碗参汤走了进来。她今天穿了一件金丝凤纹的宫装，身段丰腴，贵气逼人。陛下，宫里那些流言，臣妾已经打发了。林婉清将汤碗放下，声音温软。几个在后宫嚼舌根的宫女都去了浣衣局，各宫也都敲打过了。瞧瞧，这才是皇后的格局，不动声色就把事情办妥了，比萧玉珠那个小醋包强多了。他拉过林婉清的手，让她坐在身边。还是皇后懂朕。林婉清耳根发热，身子朝他身上靠了靠。陛下的江山也是臣妾与皇儿的安身立命之本，臣妾自当尽心。萧恒捏了捏他柔弱无骨的手，笑道：有妻如此，夫复何求？唉，我这该死的魅力，连盟友都能被我撩得心跳加速。两人正享受片刻的温馨，殿外突然传来急促的小碎步声。陛下哥哥，人未到，升先至。小醋包打断大师玉珠，他又来了。萧玉珠提着裙摆冲了进来，小嘴撅得老高。她一进来就看见萧恒和林婉清亲密地坐在一起，眼睛一下就红了。陛下哥哥，你又和皇后娘娘说悄悄话。她声音发颤，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皇后娘娘一来，你就不理玉珠了。萧恒一个头两个大，我的姑奶奶，你怎么又来了？朕这边刚跟正宫开完工作会议，你这个编外人员就来查岗了。林婉清见状，只是温婉一笑，站起身来。陛下，看来武王妃妹妹是想您了，臣妾就不打扰了。她优雅地行了一礼，转身时目光从萧玉珠身上轻轻扫过，什么也没说。高，实在是高。这一手以退为进，既显了大度，又把我丢给了这个小麻烦精。萧恒看着林婉清离去的背影，转过头看着快要哭出来的萧玉珠，只能无奈地伸出手过来。萧玉珠抽了抽鼻子，磨磨蹭蹭挪到他身边，一头扎进他怀里。陛下哥哥坏，他们都说哥哥是明君，可在玉珠这里，你就是个大坏蛋。他的小拳头不轻不重地捶着他的胸口。萧恒被他这又娇又憨的样子逗乐了，一把将他抱到自己腿上。好了，是朕的错。哎，我这皇帝当的，前朝要跟老狐狸斗法，后宫还要哄小醋包，我太难了。那你怎么补偿我？萧玉珠抬起泪汪汪的大眼睛看着他。你想要什么补偿？萧玉珠脸一红，凑到他耳边吐气如兰。我还要昨晚那种专属仙丹。萧恒，这小妖精真是要了朕的老命。他只能低头用行动来补偿这个磨人的小妖精。一番唇舌交锋，萧玉珠瘫软在他怀里，脸上挂着艳足的红晕。萧恒的脑海里也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叮，武王妃萧玉珠忠诚度+2，
当前忠诚度90，忠心耿耿。定，龙气获得补充，宿主精神力再度提升，一股暖流在他体内流转，让他浑身舒坦。他抱着怀里温香软玉的小野猫，看向窗外。顾晨，你准备好迎接赠送你的这份大礼了吗？太师府，往日车水马龙的府邸，如今安静的能听见风吹落叶的沙沙声。几个下人缩在廊柱后，脑袋凑在一起，窃窃私语。听说了没？外头那些说书的段子全换成天子神威平北鲁了。我今儿出去买东西，满大街都在传，说咱们陛下是真龙下凡，龙气旺的后宫都跟着祥瑞不断。我的天，太师还病着，这要是听见，嘘，不要命了。书房里充斥着浓重的药味。顾晨的心腹张德端着药碗，蹑手蹑脚走到床边。太师，该喝药了。病榻上形如枯槁的人睁开眼，那双浑浊的眼睛里布满血丝，直勾勾盯着张德。滚！顾晨低吼一声，费力地翻了药碗。啪啦，滚烫的药汁溅了张德满身，他却跪在地上不敢动。你也想害我啊？你也是萧恒那个小畜生派来的人？顾晨挣扎着想爬起来，身体却软得像滩烂泥，他只能用手抓着床沿雕花。自从青天剑昭告天下，说皇帝擒于后宫是祥瑞之兆后，顾晨的脑子就越来越糊涂了。他想不通，自己穷尽一生经营的威望，怎么就被一个黄口小用这种荒唐的手段破了个干干净净？他闭上眼，耳边就是百姓在呼喊着陛下神武，圣君将士。他睁开眼，萧恒那张脸就浮现在眼前，挂着他最恨的笑容，嘲笑他是个废物。不！顾晨对着空墙嘶吼。为什么？我顾晨执掌朝政数10年，平内乱，摄四方，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凭什么？他不知哪来的力气，从床边滚下来，手脚并用地爬到铜镜前。他踉跄站起，双手撑着镜框，盯住镜子里的人。镜子里的那张脸是如此陌生，头发花白，乱糟糟的粘在额上，脸颊深陷，皮肤蜡黄，嘴唇干裂。萧恒，你以为你赢了？他对着镜子低语，唾沫喷在冰凉的镜面上。你用的都是些什么手段？下三滥，全是下三滥，妖言惑众。他伸出手，颤抖地抚摸着镜子里那张脸。等着吧，他们会来找你的。白家的人不会放过你的。门外2个心腹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恐惧。张哥，太师他这是真疯了啊！我看是末路到了。被称为张哥的心腹脸色惨白。刚才你听见太师念叨什么没？不就是骂萧恒吗？是后面那句。张哥的声音压得更低，他说他们会来，我好像听到了一个白字。白家？哪个白家？还能是哪个？南边那个号称传承1000年的隐秘世家。张哥的眼里满是恐惧。完了，全完了！太师居然跟那样的势力有牵扯，这船要沉了，咱们得赶紧想活路啊！养心殿，萧恒看着密报，心里乐开了花。我靠，这就疯了！老邓熙这心理素质不行啊！他放下奏折，对旁边的小福子招了招手。小福子，唉，奴才在。竹云院那边正让你盯着的稻子长得怎么样了？一听这个，小福子脸上立刻堆满了笑。回陛下，那稻子长得简直神了！他激动的手舞足蹈。奴才这辈子就没见过那么壮实的稻子，那稻穗比寻常的长出1倍都不止，谷粒一颗颗又大又饱满，把稻杆子都压弯了腰。远远看过去，金黄金黄的，风一吹跟金色的浪一样。哎呦喂，看着就心里踏实。哦，萧恒故作惊讶，有这么神奇？千真万确。陛下，奴才找老农估摸过了，就咱们那1亩地，收成能顶外面好田5、6亩。小福子激动地说：我的老天爷，这要是传出去，天下的百姓不得把您当活神仙供起来啊！不错。萧恒满意地点点头。他站起身，走到窗边，传朕旨意，再加派1倍的人手，把竹云院给镇围起来，一只鸟都不许飞进去。他转过头，表情变得玩味。在朕下令之前，任何人不得靠近，消息更不许外泄半个字。萧恒对小福子眨了眨眼。当然，有些风声是从咱们管不住的墙缝里自己飘出去的，那就没办法了。小福子心领神会，小鸡啄米一样点头。奴才明白，您就瞧好吧，一定办得妥妥帖帖。嘿嘿，老顾，你不是喜欢玩权术，玩势力压人吗？行，朕就用民心压你。等朕这亩产千金的祥瑞再一出，朕倒要看看是你的后台印，还是天下万万百姓的饭碗印。京城福顺楼，说书先生的场子从每日3场加到了5场，还是场场爆满。话说咱们当今陛下，那可是紫微星下凡，天命所归。
亲手画出图纸，督造出那神威无敌大将军炮。说书先生一拍醒目，讲得激情澎湃，底下立刻有个短褂汉子大声接话：没错，我三舅家的二小子就在神机营，他说那大炮一响，几里外的山头都能给你削平了。北京那些胡人当场就吓尿了裤子。一个绸缎商人满面红光地说道：何止打仗厉害，你们没听说吗？青天剑都说了，陛下龙气鼎盛，这可是国运昌隆的大好事。对，你看看京城今年风调雨顺，我家铺子的生意都比往年好了30%。人群中一个刚从乡下来的年轻人听得如痴如醉，忽然他旁边的绸缎商人压低了声音，神神秘秘地对周围人说：各位，我还听到了一个消息，是从宫里传出来的，你们可别往外说啊。他这么一说，周围的耳朵都竖了起来，说是咱们陛下怜悯百姓疾苦，正在研究一种神仙才能种出来的粮食，叫神稻。那玩意儿1亩地能收上1000斤。这话一出，整个茶楼炸开了锅。上1000斤，我的天老爷，老哥你没说胡话吧？真的假的？这世上真有这种粮食，咱们还怕什么天灾人祸？我觉得是真的。陛下是真龙天子，有什么事是他老人家办不到的？民众情绪热烈。太师府卧房内，在一片死寂中，顾晨微弱的呢喃声断断续续地响起：先生，救我！不能，我不能就这么输了，我还没输。只有胸口那微弱的起伏证明他还活着。傍晚，京城天边霞光还未散尽，一道七彩光柱突地从京城郊外冲天而起，那光柱极亮，将半边天都映照得如同白昼。它并非烟火，光芒流转间透着让人心生敬畏的气息。紧接着一股奇香向京城方向弥漫开来，这不是花香，也非檀香，吸入鼻腔，只觉神清气爽，连日劳作的疲惫都消散了许多。萧恒刚打发走又来索要专属仙丹的萧玉珠，就被窗外冲天的光柱闪了眼。我靠，什么情况？他正要叫人，脑中叮的一声，神农道种再度丰收，引发天地异象，国运小幅提升。萧恒明白了，哦，原来是丰收自带的声光特效啊。好吧，动静是大了点，不过朕喜欢。这下连宣传的功夫都省了，老天爷亲自下场帮我站台。福顺楼，说书先生正讲到神威大炮平北鲁，口沫横飞。话说咱们陛下他……话音未落，满堂茶客呼啦一下全冲到窗边，伸长了脖子。那是什么光？老天爷，天怎么亮了？别瞎叫唤，你看那光是七彩的，这是祥瑞，又是祥瑞啊！一个账房先生激动地喊。那奇特的香味也飘了进来，闻见了没？这味道真他娘的好闻！一个扛包的苦力使劲吸了一口，我这累得快断掉的腰，好像一下就没那么疼了。我的老寒腿也是，今儿一点不酸。神仙是神仙显灵了！人们丢下茶碗，扔下瓜子，疯了一样往街上跑。街道上已是一片沸腾，卖炊饼的扔下摊子，买胭脂的忘了挑拣，连巡街的官差都仰着头，傻了一样看着天上的霞光。一个白发苍翁被孙子扶着，老泪纵横。我活了80岁，从没见过这等景象。是圣君在位，上天才降下的福泽啊！肯定是陛下。一个屠夫扔了刀，满脸涨红的吼道：青天监早就说了，陛下龙气鼎盛，能给大夏带来福运，这不就应验了？对，还有那神威大炮，还有之前说的陛下在研究亩产1000斤的神稻。我的天，难道说这就是神稻熟了？人群随即爆发出海啸般的议论。亩产1000斤是真的，这香味就是神仙粮食的味儿。苍天有眼，以后再也不怕饿肚子了。陛下是真龙天子，是活神仙下凡来救我们了。不知谁第一个跪了下来，朝着皇宫的方向重重磕下头。草民叩谢陛下天恩。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哗啦啦，整条朱雀大街从街头到巷尾，成百上千的百姓全都跪下了。无论是富商巨贾还是贩夫走卒，他们脸上都带着虔诚的狂热。天子圣明，天佑大夏，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太师府，七彩霞光照进顾晨阴暗的卧房，浓郁的香气也钻了进来。嗨，病榻上，顾晨被外面的喧哗惊醒，他挣扎着爬到窗边，他看见了那道刺眼的光，也听见了那震耳欲聋的陛下圣明。妖术是妖术，他喃喃自语，试图说服自己。来人，快来人！他嘶哑地喊着。去告诉外面那些蠢货，这都是假的，是萧恒的妖术。无人应答，他这才想起心腹们早就各自奔逃，府里只剩下些不敢靠近他的下人。他用尽力气撑起身，望向窗外，满街贵服的人影向着皇宫的方向朝拜。不，
不可能！他的喉咙里发出困兽般的低吼。我是权臣，我执掌朝政数10年，这天下应该是我的。他瞪着皇宫的方向，双眼血红。这个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噗！顾晨一口黑血喷在窗棂上，身体软软滑倒，人事不省。太师，最后一个留下来的心腹张德冲进来，只看到自家主子倒在血泊里。竹云院，苏清雨就站在这片奇迹的中央。他从江南回来养胎，亲眼看着这些稻种如何从嫩芽长成金黄。此刻，他身着宽松的素裙，隆起的小腹让他清冷的眉眼间多了几分烟火气。他看着眼前的稻田，每一根稻杆都泛着淡淡的金光，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腰，那道霞光正是从稻田中心升起。空气里的香气让他腹中的胎儿都变得安稳。苏清雨伸出手抚摸着小腹，抬头望向皇城的方向。那个男人的脸浮现在他脑海，是他强行将他绑上战车，也是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极淡的笑意在他唇边绽开。这个男人或许真的能带着大夏走向一个谁也想象不到的高度。萧恒站在窗前，听着外面的山呼海啸，嘴都快咧到耳根了。爽！这效果比我前世看过的所有产品发布会都牛。朕就种田，一不小心快被封神了，这上哪说理去？老顾啊老顾，你不是不信邪吗？朕现在就是京城最大的邪，你气不气？他感受着体内因国运提升而再度充盈的龙气，舒坦的想哼小曲儿。这种将一切握在手里的掌控感让人上瘾。就在这时，殿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和甲胄摩擦声。陛下！禁军统领快步冲进殿内，单膝跪地，神情凝重。西境800里加急军报，蛮族部落集结5万兵马，已连破我3座哨站。他双手呈上一封插着灵语的急报。殿外震天的欢呼声还未停歇，殿内却安静下来。小福子脸上的喜气僵住了，萧恒脸上的笑意也淡了下去。北境的胡人刚打残，西边的蛮子又跳出来了，还真是会挑时候。行啊，看朕在京城里风生水起，都觉得朕是软柿子，想来捏一下。萧恒接过军报，拆开，信纸上的字迹潦草。军报末尾附着一封信，字迹和军报不同，笔锋锐利，似乎有一股不屈的劲儿，不像女人的手笔。落款却是个女人的名字穆青影。穆青影，这不是我那个短命大哥的前王妃，镇国将军穆远山的女儿吗？传说中那个嫁错郎，守国门的铁血大嫂。信的内容很简单：榆林关守军不足5000，粮草仅供3日，刀枪卷刃，伤要告罄。蛮人凶悍，日夜攻城，将士死战不退，已是强弩之末。京中若再无援兵，榆林关破，则西境门户大开，蛮人铁骑3日内可直抵腹地，届时生灵涂炭。信的最后有一行小字，力透纸背：臣女穆青影与榆林关5000将士及城中10万百姓共存亡。字里行间是准备玉石俱焚的决绝。哟呵，这脾气够冲的。这是在写求援信，还是在写绝命书？不过我喜欢。萧恒放下信，闭上眼，动用天子望气术。大夏版图的西边，代表国运的金色龙气正被一股黑灰色的气流不断侵蚀，变得暗淡无光。龙气都快被薅秃了，看来是真的顶不住了。行，朕的铁血大嫂，你别慌，你那个不靠谱的前夫早下线了，现在轮到朕这个小叔子来罩你了。传旨。萧恒睁开眼，赵百官上朝。金銮殿，天还没亮透，文武百官就从热被窝里被薅了出来，一个个打着哈欠，睡眼惺忪。不少人脸上还带着昨夜目睹祥瑞的兴奋。李大人，昨晚那霞光你看见没？真是神迹啊！看见了看见了，王大人，我跟你说，那香味闻一下都够多活10年。他们交头接耳，没人注意到龙椅上萧恒的脸色。小福子在旁边重重咳嗽了一声。大殿安静下来，萧恒把西境的军报往下一扔：诸位爱卿都传阅一下吧。军报在下面转了一圈，刚刚还在讨论祥瑞的官员们一个个低着头不敢出声。西境告急，蛮族5万大军兵临城下，穆将军死守于灵关，危在旦夕。萧恒的声音在空旷的大殿里回响：众爱卿谁有退敌之策？顾晨病倒，他那一派的官员现在都夹着尾巴做人，谁敢冒头？几个文官对视一眼，一个白胡子老头颤巍巍地站了出来：陛下，臣以为兵者凶器也，蛮人凶悍，我朝刚经历北境大战，国库空虚，不宜再起刀兵，或可派遣使者安抚1、2。安抚？萧恒笑了：怎么安抚？割地还是赔款？或者把朕的姐妹送去和亲？那老头吓得一哆嗦，连忙跪下：臣不敢，不敢。我看你敢得很，别人刀都架你脖子上了，
你还想着跟人讲道理？你这脑子是让驴踢了，还是让门挤了？萧恒把目光转向武将那边，几个老将军面有难色，其中一个站了出来，他是兵部尚书的副手。陛下，非是臣等未战，只是北境之战，我军虽胜，亦是惨胜。神机营的炮弹都快打光了，将士们也需要休整。最重要的是，国库实在拿不出钱粮再支撑一场大战了。他的话音一落，户部尚书哭丧着脸站出来：陛下，您是不知道，为了北京那场仗，国库的耗子进去都得含着眼泪出来啊，是真的一文钱都挤不出来了。整个大殿顿时变成了菜市场，喊穷的，叫苦的，说风凉话的，此起彼伏。够了！萧恒一拍龙椅扶手，站了起来。金銮殿里鸦雀无声，一群废物。他指着那群文官，天天知乎者也，圣人云。现在边关百姓被屠戮，你们的圣贤书能替他们挡刀吗？他又转向那群武将，你们怕了？我大夏的将军什么时候成了只会哭穷的缩头乌龟？钱粮没有就不能打仗了。穆将军带着5000残兵都能顶住5万蛮族，你们这群在京城养尊处优的还有脸说困难？他来回踱步，身上的龙袍无风自动。朕算是看明白了，国难当头，你们一个个想的不是如何退敌，而是怎么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朕养你们这群酒囊饭袋有何用？演起来，演起来。对，就是这个表情，震惊、恐惧、不知所措。再来点羞愤，完美。萧恒看着下面一张张惨白的脸，心里乐开了花。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要让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个被逼急了的暴躁君主，这样他接下来所有不合常理的举动就都有了解释。退朝！萧恒吼了一声，一甩袖子，头也不回地走下金台，留给满朝文武一个愤怒的背影。一回到养心殿，萧恒脸上那股子怒气就烟消云散了，他甚至还哼起了小曲儿。陛下，您息怒啊！小福子跟在后面，吓得腿都软了。他还是第一次见萧恒发这么大的火。息什么怒？萧恒往软榻上一坐，翘起了二郎腿。朕高兴还来不及呢，这帮废物总算没让朕失望。小福子啊，朕要是不发火，他们还以为朕是泥捏的。萧恒给自己倒了杯茶，现在好了，朕把桌子掀了，接下来就该朕自己唱独角戏了。指望这群饭桶，黄花菜都凉了，还是得朕亲自出马。大嫂，你再撑一撑，你的外挂马上就要到账了。他拿起那封穆清影的信，又看了一遍，那刚劲有力的字迹让他脑中浮现出一个身披甲胄，手持长枪，站在城楼上迎风而立的女人。她一定很高，身段不像后宫女子那样娇软，充满了力量感。皮肤可能是常年风吹日晒的小麦色，但眼睛一定亮得惊人。这样的女人用皇权去压，只会适得其反。想让她心服口服，就得拿出真正的实力，在她最绝望的时候给她送去希望。送钱送粮，再送点神威大将军炮的青春版。等他打退了蛮人，发现这救命的物资全都是他最瞧不上的昏君送来的，啧啧，那场面一定很精彩。萧恒拿起笔，在一张白纸上飞快地写着什么。一份是物资清单，从粮食、药材到最新赶制出来的连发弩和开花弹；另一份是一道密令，交给周冲，让他挑选精锐，伪装成商队，绕开所有眼线，星夜驰援榆林关。做完这一切，他才重新拿起穆清影的信，手指轻轻抚过那个名字。穆清影啊，穆清影。他低声自语，他来是时候见见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大嫂了。次日卯时，金銮殿，文武百官低着头，大气都不敢出。昨日天子那通脾气把所有人都给骂了，现在站在殿上只觉得脖子后面凉飕飕的。萧恒坐在龙椅上，手指有一搭没一搭地敲着扶手，也不说话。压抑的气氛中，终于有个老臣顶不住了。陛下，西晋之事，臣等已连夜商议，或可从江南调粮，再征召新兵。调粮？征召？萧恒停下敲击的手指。粮到榆林关要多久？新兵能上阵杀敌又要多久？他盯着那个老臣，继续问。等你们的人到了，穆将军的坟头草都3尺高了。老臣老脸涨红，跪在地上不敢再言。萧恒从龙椅上站了起来，踱到殿前，朕昨日想了一夜。他环视着底下这群噤若寒蝉的官员，诸位爱卿，既无良策，又无胆魄，国难当头，朕不能坐视不管。他停下脚步，朕决定御驾亲征。这4个字让金銮殿上一下子哄闹起来。陛下，万万不可啊！圣公系天下安危，岂能亲身犯险？兵部尚书的副手硬着头皮站出来。陛下，
蛮人凶悍，战场刀剑无眼，您乃万金之躯。来了来了，经典劝退环节，剧本都不带换的，朕要是听你们的，大夏早亡800回了。萧恒抬手制止，朕意已决。他走到兵部副手面前，你怕了？臣是为了陛下安危着想。安危？萧恒冷笑一声，朕在京城安稳坐着，西境的百姓就能安稳了。榆林关破了，蛮人铁骑踏进来，朕这龙椅还能坐得稳吗？他转身对着满朝文武，朕知道国库空虚，朕不问户部要1文钱，朕也知道众将士需要休整，朕不从现有军中抽调1兵1卒。户部尚书本来哭丧着脸，听到这话抬起头，一脸愕然。看你那点出息，朕还能真让你掏钱？你裤兜里有几个铜板，朕都清楚。萧恒的目光扫过全场，既然众爱卿都指望不上，那朕就用朕自己的法子来。谁赞成？谁反对？大殿内安静如鸡，不说话。很好，不说话就是默认赞成了。朕就喜欢你们这种想反对又不敢，只能憋着的样子。萧恒一甩袖袍，重新走回龙椅坐下。退朝。太师府。心腹张德冲进卧房，顾晨正靠在床上，由丫鬟一勺勺喂着米粥。他的气色比前几日好了些，但依旧枯槁。太师，出大事了！顾晨皱眉，不耐烦地挥手让丫鬟退下。何事惊慌？陛下他在早朝上宣布要御驾亲征。嗨嗨！顾晨一口米粥呛在喉咙里，剧烈地咳嗽起来，脸憋得通红。你说什么？他抓住张德的衣领。御驾亲征？他疯了！千真万确。他还说不花国库1分钱，不动朝廷1兵1卒，要用他自己的法子。顾晨松开手，跌坐回床上。他想不通，一个靠着装神弄鬼上位的黄口小，怎么敢亲赴战场？他不怕死吗？还是说这又是他什么新的阴谋？垂死挣扎，顾晨喃喃自语，他一定是黔驴技穷了，想用这种方式孤注一掷。养心殿，萧恒一回来就看见2道身影迎了上来。林婉清今天穿了件淡紫色的长服，长发用一只简单的玉簪挽着，丰腴的身段在和珅的衣料下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曲线。他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端茶的手微微有些抖。萧玉珠则直接扑了过来，一把抱住他的胳膊，小脸皱成一团。陛下哥哥，我听说了，你要去打仗。不许去！他眼眶红红的，撅着嘴。战场上那么危险，刀剑又不长眼睛，你要是出了什么事，玉珠怎么办？萧恒被他晃得头晕，顺手将他捞进怀里，让他坐在自己腿上。好了，哭什么？他捏了捏萧玉珠气鼓鼓的脸蛋。林婉清将茶碗递过来，声音温润却有些颤抖。陛下，朝堂上的事臣妾都听说了，您真的非去不可吗？他看着萧恒，想从他脸上找到开玩笑的意思。萧恒接过茶，喝了一口，然后拉过林婉清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你们放心，朕没那么傻，不会真的跑到朕前去跟人单挑。朕又不是战神，是皇帝。御驾亲征嘛，重在御驾，而不是亲征。可是萧玉珠还是不依不饶，那也很危险啊。陛下哥哥，你走了，谁给玉珠专属仙丹吃？这话一出，林婉清的脸一下红了，嗔怪地瞪了萧玉珠一眼。萧恒差点被茶水呛到。我的小姑奶奶，这种虎狼之词是能在正宫面前说的吗？虽然皇后可能也想要，但你不能这么直接啊。他清了清嗓子，板起脸，胡闹。看到他故作严肃的样子，萧玉珠才委屈地扁了扁嘴，把头埋在他怀里不说话了。萧恒这才看向林婉清，婉清，此次西征耗费巨大，国库指望不上。内堂那边，他话没说完，林婉清便主动开口，陛下放心，臣妾明白，这些年宫中用度节俭，内堂还算充裕，臣妾这就去清点，定全力支持陛下。他顿了顿，又补充道，臣妾的嫁妆还有这些年母家孝敬的也都可以拿出来，瞧瞧什么叫贤内助，什么叫格局。朕的皇后就是靠谱。萧恒心里感动，握着他的手紧了紧。这时怀里的萧玉珠抬起头，红着眼睛闷声闷气地说，我也有钱。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绣着小猫的精致荷包，又从发髻上拔下一只金步摇，一股脑塞到萧恒手里。这是我所有的私房钱了，还有这个母妃留给我的，很值钱的，都给你，你拿去买最好的盔甲，买最快的马，早点打完，早点回来。看着手里沉甸甸的荷包和那只做工精巧的金步摇，萧恒心里一暖。哎，朕的后宫真是朕坚强的后盾啊！一个出钱，一个也出钱，虽然不多，但心意到了。他把东西还给萧玉珠，摸了摸她的头。
你们的心意，朕领了。不过钱的事不用你们操心，朕自有办法。他看着面前2个风格迥异却同样绝色的女人，决定跟他们交个底。朕此去除了退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什么目的？林婉清和萧玉珠异口同声地问。收服一员猛将。萧恒的表情变得玩味起来。这员猛将，你们也认识？她就是你们的大嫂穆青颖。大嫂？萧玉珠惊得张大了小嘴。那个镇国将军的女儿？她不是，听说她脾气很坏，连大哥都敢打的。林婉清也显出惊讶的神色。她作为皇后，对这位大皇子遗孀的了解更多一些。那是个性子比石头还硬的女人。当初先皇想让她殉葬，她提着剑闯进金銮殿，硬是逼得先皇收回了成命。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被收服？正因为她脾气够硬，朕才要去。萧恒笑道。这样的女人，镇守国门可比10万大军都管用。朕这次不会以皇帝的身份去，朕会化名龙公子，悄悄地去。他看着他们惊讶的脸，解释道。朕要让他看看，他瞧不上的那个京城昏君是怎么在他最绝望的时候给他送去希望的。朕要让他心服口服地为朕所用。林婉清看着萧恒，他不再是那个需要他扶持的傀儡，而是一个真正运筹帷幄的君王。萧玉珠虽然听不太懂里面的弯弯绕绕，但他听懂了一件事。陛下哥哥，你好厉害。安抚完后宫，萧恒脸上的温情褪去，殿内的光线似乎暗了一些，一道黑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面前，单膝跪地。正是周冲。陛下，起来吧。萧恒的声音恢复了冷硬。调集进逆位麾下，神机营全体将士，3日之内京郊集结，粮草军械，朕会亲自拨付。遵旨。周冲沉稳回应。另外，传朕密旨给苏家，让他们加紧督造，朕要让蛮人也尝尝什么叫天火降临。是。黑影一闪，周冲又消失在阴影里。京城里关于天子要御驾亲征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福顺楼的说书先生段子立刻更新了。话说咱们陛下，前有神道天降祥瑞，后有亲征西讨蛮夷，此乃真正的马上天子，旷世圣君。底下的百姓听得热血沸腾。没错，陛下是真龙天子，那些蛮子肯定不是对手。我倒觉得陛下还是在京城坐镇的好，万一……你懂什么？这叫担当。咱们有这样的皇帝是咱们的福气。而在京城外的一处秘密营地，神机营的将士已经集结完毕，他们穿着统一的黑色劲装，手持百炼钢刀，腰间配着连发弩，士气高昂。与此同时，一封加急的密信也送到了竹云院苏青雨的手中。正在院中安胎的苏青雨看完信，清冷的脸上没有太多表情，只是立刻叫来了管家。传我命令，苏家所有船只停运，所有工房日夜赶工，不计成本，1个月内我要看到100门神威炮和3000枚开花弹，秘密运往西境。管家大惊。小姐，这会亏空我们至少1半的家底啊。苏青雨抚摸着自己隆起的小腹，感受着里面生命的跳动。亏了，他会不给我？要是他没了，这些家底留着给谁？黄昏，夕阳的余晖将城墙染成一片金色。2匹快马自一座不起眼的角门疾驰而出，后面跟着几名劲装护卫，悄无声息地汇入西行的官道。为首的青年一袭月白锦袍，长发用一根墨玉簪竖起，面容俊朗，嘴角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他不是皇帝萧恒，而是游历江湖的富家公子龙公子。他回头看了一眼巍峨的京城，又望向遥远的西方天际。大嫂，我来了，希望你的城墙能撑到朕的快递送到。官道早已不成模样，车辙印被杂草和泥泞吞没。越往西走，空气里的焦糊味越重。萧恒勒住马缰，路边是被烧成黑炭的村庄，断壁残垣间还能看到被随意丢弃的破旧农具。一个掉了半边脑袋的石磨上凝固着暗红色的血迹，没有哭声，因为活人早已逃离。这帮蛮子打仗就只会烧杀抢掠。萧恒心里骂了一句，脸上的笑意不在。纸上得来的军报远不及亲眼所见的冲击。周冲，他身后的护卫队长周冲立刻上前。陛下，别叫错了，叫公子。萧恒纠正他。传令下去，神机营化整为零，清除掉附近所有的蛮族斥候，一个不留。朕不想赶路的时候，有苍蝇在旁边嗡嗡叫。遵命，公子。周冲的身影融入周围的荒草，不见了。萧恒闭上眼，天子望气数运转，整个西境的版图在他脑中展开，代表大夏的金色龙气，在西边的一角被灰黑色的气流撕咬，暗淡的快要熄灭。在那片最微弱的金光中心，有一点光芒却格外顽强，它不耀眼，却带着凝折不弯的韧劲。找到了，我这铁血大嫂果然是个硬骨头，
他锁定了那个位置，双腿一夹马腹，朝着那个方向奔去。榆林关外，临时军营，营地建在一处背靠悬崖的谷地里，易守难攻，但也等同于自断后路。帐篷破旧，伤兵的痛吟声此起彼伏，整个营地都笼罩在压抑之中。主帐内，一个身形高挑的女人正站在简陋的沙盘前，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软甲，勾勒出紧实有力的身段，没有京城贵女的娇柔，充满了爆发力。她的长发利落地束成高马尾，露出一张被风沙磨砺的有些粗糙的脸。她就是穆青颖将军。一个独臂的副将走了进来，最后一点伤药也用完了。兄弟们的伤口只能用烈酒冲一冲。穆青颖没有回头，声音沉静，粮食呢？还能撑一天，再断粮就只能杀马了。京城那边还是没消息。副将沉默了。穆青颖自嘲地笑了一声，指望京城那群废物，还不如指望老天爷开眼。他早就对那个只知沉迷美色，被太师玩弄于股掌的昏君不抱任何希望了。求言信不过是尽人事听天命罢了。将军，我们派出去的斥候在北边山坳里发现几箱东西。一个士兵跑进来禀报。什么东西？穆青颖皱眉。是粮食和伤药，还有一封信。很快，几口大箱子被抬了进来，打开一看，里面是码放的整整齐齐的肉干和麦饼，还有好几卷用油布包好的干净绷带和金疮药，这在眼下比金子都贵重。副将激动的声音都抖了。将军，这是谁送来的？穆青颖拿起那封信，信封上没有署名。他拆开，里面只有一张纸，写着几个龙飞凤舞的大字。城墙不错，可惜守卫太烂。另外，屁股后面跟了尾巴都不知道，迟早玩完。落款是3个字龙公子。穆青颖的脸黑了。这算什么？救济？还是羞辱？将军，这龙公子是？不知道。穆青颖把信纸捏成一团。查？派人去周围查。我倒要看看是哪路神仙有这么大本事，能悄无声息地把东西送到我们眼皮子底下。是。远处山坡上，萧恒拿着个单筒望远镜，正兴致勃勃地看着帐篷门口的穆青颖。啧，这身材，这气质，简直是行走的荷尔蒙。就是脾气暴了点，看到朕的温馨提示，脸都气绿了。不懂幽默的女人。不过没关系，朕最擅长的就是用实力让女人闭嘴。公子，周冲再次出现。斥候已经清理干净，不过有一支蛮人的百人队正朝着营地方向摸过来。哦，萧恒放下望远镜，正好，让朕看看我这位大嫂的实战水平。很快，营地的警戒哨就被触发了。敌袭！号角声划破了寂静。穆青颖抓起架子上的长枪，冲出大帐。所有人结阵，弓箭手准备。原本还有些慌乱的士兵迅速找到了主心骨，在营地前摆开了防御阵型。100多个蛮人骑兵挥舞着弯刀，怪叫着冲了过来。放箭！穆青颖一声令下，稀稀拉拉的箭雨飞了出去。穆家军的箭士本就不多，无法形成有效的覆盖。眼看蛮人骑兵就要冲到阵前，穆青颖长枪一挺，亲自迎了上去。他的身法灵动，腰身一拧便躲过劈来的弯刀，手腕翻转，枪出如龙，只一招就将冲在最前面的一个蛮人头领挑下马。他的武艺极高，动作干净利落，每一击都直奔要害。在他的带领下，本已士气低落的穆家军硬是顶住了蛮人的第一波冲击。山坡上，萧恒看得连连点头。不错，有勇有谋，是个好苗子。就是打法太刚猛，纯靠一口气撑着。他通过望气术看到另一小股蛮人正从侧面的密林里悄悄包抄，准备偷袭穆家军的侧翼。周冲，去给他们提个醒。怎么提醒？用箭射在他们侧翼阵前的地上，别伤人。萧恒笑了一下，朕要让他知道有个田螺姑娘在默默地看着他。周冲虽然不懂什么是田螺姑娘，但还是领命去了。战场上，穆青颖正杀得兴起，眼角余光忽然瞥见一支箭插在左侧阵前几步远的空地上。那支箭来的方向很怪，不是来自敌军。他心里一动，立刻吼道：左翼后撤，盾兵顶上。就在他下令的时刻，侧面的林子里冲出几十个蛮人，手里的弯刀正好劈在刚刚补防到位的盾牌上。若是晚上1秒，左翼的士兵就要被拦腰斩断。穆青颖惊出一身冷汗，难不成又是那个龙公子？他到底是谁？怎么会对战场了如指掌？击退了这波偷袭，蛮人留下一地尸体，选择了撤退。一场小规模的遭遇战，穆家军惨胜。回到帐中，穆青颖看着那支被拔回来的剑，陷入沉思。副将走了进来，脸上是劫后余生的庆幸。将军，刚才那支箭是那个龙公子。穆青颖肯定地说，他就在附近看着我们。他到底想干什么？
一会送粮，一会示警，却又不现身。穆青影也想不通，他不相信这世上有无缘无故的好意。这个龙公子，要么是某个想招揽父亲的世家派来的说客，要么就是敌人更阴险的诡计。可他的帮助又是实实在在的，这种感觉让他很不舒服。就在这时，一个士兵又送来一个包裹，说是在打扫战场时发现的。包裹里是肉干和一小袋精盐，下面还压着一张纸条。穆青影打开一看，说了你屁股后面有尾巴，还不信？脑子是个好东西，希望你也有一个。今晚子时，西南方有惊喜哦。混账！穆青影一把将纸条拍在桌子上，胸口起伏。这个龙公子嘴巴太贱了。将军，息怒！副将连忙劝道。此人虽然言语轻佻，但2次预警都应验了。他说今晚子时，我们是不是要防备一下？穆青影冷着脸，防？当然要防。他咬着牙说，传我命令，全军今晚不睡了。我倒要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让他看看我穆青影不是任人戏耍的蠢货。他讨厌这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感觉，尤其是一个藏头露尾的男人。山坡上，萧恒摸了摸鼻子，我大嫂好像真的生气了，这女人怎么开不起玩笑呢？行吧，不逗你了。等今晚的大菜上桌，你就知道你老公，哦不，你小叔子我有多靠谱了。夜色渐深，乌云遮蔽了月光。就在子时将至，营地里的士兵都已经精疲力竭时，大地忽然开始轻微颤抖。西南方向，无数火把亮起，震天的喊杀声和马蹄声朝着这个小小的营地铺天盖地地压了过来。蛮人发动了夜袭，而且规模远超白天。穆青影站在高处，看着那片汹涌而来的火海，手脚冰凉。他知道那个龙公子说的惊喜是什么了。大地在抖，不是错觉，是真的在抖。山坡上，萧恒放下手里的肉干，拍了拍手上的碎屑。他通过单筒望远镜，能清晰地看到西南方向那片移动的火海。蛮人的喊杀声，隔着很远都能听见。哟，玩真的啊！这阵仗少说也有3、4千人吧？这是要把我大嫂包饺子，连口汤都不留啊！惊喜，这他妈是惊吓！我这乌鸦嘴开过光了是吧？萧恒嘴里吐槽，人却已经站了起来。他看着山谷中那个高挑的身影，第一时间冲出大帐，迅速组织起防御。即使在这种绝境下，穆青影的背影依旧挺得笔直，像一杆永不弯折的枪。公子，我们……周冲的身影出现在他身后，语气急切。急什么？萧恒把望远镜丢给他，让你的人看好了，学学人家是怎么打仗的，别整天就知道搞暗杀，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周冲，战场上喊杀声震天，穆青影的长枪化作一道银光，每一次刺出都带走一个蛮人的性命。他的甲胄上溅满了鲜血，有敌人的，也有他自己的。左臂上被划开了一道深深的口子，他却像感觉不到疼痛，只是用更凶狠的招式还击。但人太多了，蛮人一波接着一波，穆家军的阵型被不断压缩，士兵一个个倒下，但他们的脸上没有恐惧，只有战至最后的决绝。一个蛮人将领骑着高头大马，狞笑着挥刀砍翻一名穆家军的盾兵，直冲穆青影而来。穆家的小妞，拿命来！穆青影回身一枪，枪尖与对方的马刀撞在一起，火星四溅，巨大的力道震得他虎口发麻，手臂上的伤口又裂开几分，血流得更急了。他被震退2步，身后就是自己最后的手下，再退就是全线崩溃。他的呼吸变得沉重，握着长枪的手指因为过度用力而失去血色，沉重的枪杆似是要从掌心拖出。萧恒活动了一下手腕，行了，耍帅结束。再看下去，我这铁血大嫂真要变寡妇。哦不对，她已经是了。再死一次，牌位都不好写了。周冲，在，让神机营的兄弟们热热身，告诉他们给老子瞄准了打，别伤到自己人，尤其别伤到那个最好看的女将军。他停顿一下，补了一句，谁要是打歪了，这个越军想扣光。遵命。周冲的身影消失，下一刻，战场侧翼的高地上冒出上百个黑衣身影。穆青影正咬牙准备应接那蛮人将领的第2刀，却发觉对方的动作一致。不只是他，周围所有冲锋的蛮人士兵动作都变得迟缓起来，脸上浮现出莫名的恐惧。萧恒站在山坡上，闭着眼，将自己的气场释放出去，笼罩住蛮人的军阵。王权敕令，精神威压板，专治各种不服。虽然对高手效果差点，但对付这些小兵蛋子够用了。就在蛮人陷入混乱的这一刻，咻咻咻，一阵阵尖锐的破空声响起，上百个黑衣人手里都端着一种奇特的连弩。随着击破声响，一支支由金刚打造的弩箭组成了死亡之网，覆盖住蛮人的前锋。
惨叫声此起彼伏，蛮人的冲锋阵型被硬生生撕开一个巨大的缺口。穆青影愣住了，他看着那些黑衣人和他们手里堪称恐怖的武器，整个人都懵了。这是什么东西？天兵天将吗？那个嚣张的蛮人将领从萧恒的精神压制中回过神，他看着自己损失惨重的前锋，又惊又怒。什么人？给我冲！杀了他们！他刚吼完，就感觉自己被一道致命的契机锁定了。他抬头看到那个站在最高处的白衣青年，手里不知何时多了一个黑黝黝的金属管子。那青年将管子对准了他。搞定！萧恒嘀咕一句，扣下了神威枪的扳机。一枚拳头大小的弹丸拖着一道火光，飞速射向那名蛮人将领。轰！随着一声闷响，那蛮人将领的胸口被倏地炸开一个血洞。他低头看了看，然后直挺挺的就从马上摔了下去，死了。威力还是小了点，没做到4分5裂，回头让苏家再改改。萧恒对自己这青春版的开花弹不太满意，但在别人眼里，这已经是神迹。将军死了，被那个东西一下就打死了。蛮人部队慌乱起来，主将阵亡，还有一支来历不明的神秘部队在侧翼虎视眈眈，他们的战意也随着将领的尸体一起凉了。撤！快撤！不知是谁喊了一句，剩下的蛮人如蒙大赦，丢盔弃甲，狼狈地向后逃去。禁卫们没有追击，只是收拢阵型，将整个营地护卫起来。穆青影站在原地，手里的长枪垂在身侧，血顺着枪杆流到地上。他看着那个白衣青年在自己手下的簇拥下不紧不慢地从山坡上走下来，他还处于懵逼之中。那凭空出现的精锐士卒，那闻所未闻的连弩，还有那能一击毙命的恐怖武器，这个男人究竟是谁？战斗结束，萧恒的人立刻接管了营地，他们架起几口大锅，开始熬煮肉粥，浓郁的香气很快飘散开来。穆青影看见一个黑衣人单膝跪地，用烈酒冲洗他麾下士兵身可见骨的伤口，他的冰疼的浑身发抖，牙齿咬得咯咯作响。那黑衣人却头也不抬，只冷声说别动，想留疤。随即撒上药粉，用干净的布条仔细包扎，手法利落，话也利落。那些都是他求都求不来的上等军用物资。萧恒走到他面前，目光在他身上扫了一圈，最后停在他那身被血污弄得脏兮兮的软甲上。身材不错，就是品味差了点，这身衣服该换了。穆青影回过神，没有理会他的调侃，只是盯着他。他身上的杀气还没散去。你，他开口，嗓子沙哑的厉害。我什么我？萧恒笑了笑，从怀里拿出一个小瓷瓶丢给他。上好的金疮药，宫廷御品，不留疤。你一个女人家，手臂上留条蜈蚣，以后不好嫁人。他嘴上说着，心里却补了一句，虽然你好像也嫁不出去就是了。穆青影接住药瓶，脸黑得像锅底。他没有道谢，反而上前一步，两人之间的距离顿时近得能感受到对方的呼吸。她比一般的女子要高，但站在萧恒面前还是需要微微仰头。你到底是什么人？他问。我说了，一个路过的热心百姓，龙公子。萧恒一脸无辜。热心百姓？穆青影冷笑一声，指了指他身后那些令行禁止的禁卫。你的手下比禁军还精锐，你的武器我闻所未闻。你告诉我，哪家的百姓有这种本事？萧恒伸出一根手指，在他面前摇了摇。秘密，女孩子家好奇心不要那么重。穆青影被他这副油盐不进的样子气得胸口发闷，牵动了伤口，闷哼一声。别逞强了。萧恒收起玩世不恭的表情，去把伤口处理一下，然后我们再谈。穆青影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转身走进了自己的大帐。他知道这个男人不想说，他问不出来，但他更清楚，从这个男人出现的那一刻起，整个西境的局势都要变了。帐内，穆青影用匕首割开手臂上粘着血肉的衣料，清洗伤口时，他疼得额头全是冷汗，却一声不吭。他打开那个小瓷瓶，一股清香扑鼻而来，倒出药粉敷在伤口上，清凉的感觉传来，疼痛立刻减轻了许多。果然是极品。他处理好伤口，换上一件干净的劲装，将高马尾重新束好，然后提着长枪走出了大帐。那个自称龙公子的男人正背着手站在营地中央，看着天上的残月。他的背影不知为何竟让他看出了些许孤独的帝王气。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又被他自己否决了。京城那个昏君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穆青影没有走到他身后，而是直接走到了他对面。营地里很安静，只有伤兵偶尔的痛吟和篝火燃烧的噼啪声。萧恒转过身看着他，想通了。穆青影没有回答，他用探究的眼神打量着他，随后他将所有的情绪压在心底，问出了那个盘桓已久的问题：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要帮我？营地里的篝火噼啪作响，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穆青颖此时已经换了一身干净的黑色劲装，紧身的布料勾勒出她常年锻炼的身体线条，没有一丝赘肉。高束的马尾随着夜风轻晃，俏脸在火光下轮廓分明。她就这么站在萧恒对面，审视他。萧恒揣着手，还是那副闲散公子的模样。我这大嫂气场真足，换了身衣服更好看，这身材放现代就是健身房里最靓的妞。萧恒嘴角的笑意让人看不透。我说了，龙公子，路见不平。龙公子。穆青颖冷哼一声，往前走了一步，气势逼人。那我问你，京城那位皇帝你知道吗？萧恒心里乐了，面上装出思索的样子。略有耳闻，听说是个沉迷后宫不理朝政的昏君。既然知道他是昏君，穆青颖的声音更冷，那你更应该知道，我穆家世代忠良，绝不与来路不明之人为伍。你的这份好意我心领了，但东西我们不能收，这个人情我穆青颖也还不起。他话说完，转身就要下令手下退还物资。萧恒心里一乐，嘿，这倔脾气，这是要把我往外推啊？他不急不忙地开口，那我再问你，你听说的那个昏君，真的就是你以为的昏君吗？穆青颖的脚步停住了，他回头，脸上充斥着显而易见的不解。萧恒看他这副模样，知道火候差不多了，决定再添一把柴。你父亲郑国公被太师顾辰以共商国事为由，软禁在京城，脱不开身，对吧？穆青颖的瞳孔收缩了一下，这是穆家的机密，外人不可能知道。萧恒没给他反应的时间，继续说下去。你们的粮草补给在半路被山匪劫了，可方圆百里，连个匪寇的影子都找不到。不奇怪吗？那些所谓的山匪是某些地方官吏，奉了谁的命令，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还有，你远在老家的二叔最近很活跃吧？四处联络旁支，说你父亲久在京城，圣心不悦，穆家需要一个新的主心骨了。听着这些话，穆青颖脸色发白，身体不由自主地晃了一下。前面两件事他还能归结为对方情报能力强大，可最后一件关于他二叔的龌龊心思是亲信刚刚传来的密信，他自己都还没消化完，眼前这个男人怎么可能知道的一清二楚？他指着萧恒，手指发抖。你到底是谁？我。萧恒笑了起来，慢条斯理地解开自己月白锦袍的衣襟。他没有直接回答，只露出挂在腰间的一样东西，那是一块玉佩，在跳动的火光下温润通透。玉佩上一条五爪金龙盘踞，栩栩如生。穆青颖的呼吸停滞了。作为将门之女，她比谁都清楚，这世上谁能佩戴五爪龙纹。她看看那块玉佩，又抬起头，看着眼前这张玩世不恭的脸。昏君龙公子，那个传说中被酒色掏空身体，被太师玩弄于股掌的傀儡皇帝，和眼前这个指挥若定，还对自己家族密事了如指掌的神秘男人，竟然是同一个人。不可能，他喃喃自语，绝对不可能。嫂嫂，有什么不可能的？萧恒把衣襟合上，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语气戏谑。难道皇帝就非得是传闻里那个脑满肠肥的蠢货，不能是像我这样英明神武的美男子吗？可自夸的有点过分了。不过这时候就得用强大的自信来冲击他固有的认知。嫂嫂。穆青颖被这个称呼又一次镇住，他下意识后退一步，拉开距离。你别乱叫。怎么是乱叫？萧恒一脸无辜。你是大哥的王妃，我排行老六，叫你一声嫂嫂，天经地义。小叔子过来帮嫂嫂解围，有什么问题？穆青颖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他的夫君先帝长子确实在几年前就病逝了，他这个大王妃的名头也只是个名头，可被当今皇帝用这种轻佻的语气当面叫嫂嫂，这感觉太荒唐了。他开始回忆这几天发生的一切，那个龙公子送来的粮食和伤药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那封信上的嘲讽现在想来更像是恨铁不成钢的提醒，而那支市井的冷箭救了他左翼几十个兄弟的性命。还有今晚凭空出现的精锐闻所未闻的杀气，以及他站在山坡上轻描淡写就将蛮人主将毙命的场景，这一切都和一个昏君扯不上关系。如果他真的是皇帝，那京城流传的那些谣言又是怎么回事？看清穆青颖的表情，萧恒知道他已经信了7、8分。他神色变得认真。你听到的那些传闻都是顾辰想让你听到的，他需要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当幌子，才能在朝堂上为所欲为。他需要边境大乱，穆家军陷入绝境，他才有理由向兵部伸手掌控军权。他需要你父亲倒下，需要整个穆家分崩离析，这样大家就再也没有能和他抗衡的将门了。萧恒的声音很平静。你再想想，朕的这支神机营还有这些武器是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京城运到这千里之外的西境，
而没有被太师的眼线发现的。你觉得一个真正的蠢货能做到吗？穆青影沉默了。是啊，能在顾晨那只老狐狸的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调动这样一支力量，这需要何等的心机和手段。他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他自诩看人精准，却被京城的谣言蒙蔽了双眼，对这位真正的君主抱持了那么久的偏见。系统提示：穆青影忠诚度加30，当前忠诚度40，动摇怀疑。萧恒嘴角隐秘的一勾，不错不错，及格线快到了。看来我这波操作又帅又有效。萧恒见他已经陷入了自我怀疑，便没有再逼他。他知道要让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彻底扭转，还需要时间。他转身看着那些正在分发肉粥的穆家军士兵，朕不指望你马上就俯首称臣。萧恒沉稳的声音再次响起，朕给你时间考虑，但是朕要告诉你一句话，穆青影。他回头，火光勾勒出他坚毅的侧脸。真正的皇帝不会让你和你的穆家军白白牺牲。这一夜，穆青影彻夜未眠。这一夜，穆青影没合眼，萧恒也没睡踏实。倒不是别的，主要是伤兵营里的痛鸣声太磨人。我这大嫂不会真信了吧？看他昨晚那表情，世界观都快碎了。万一他想不开，觉得我是个更大的骗子，把我绑了送给蛮人当投名状怎么办？天刚亮，萧恒伸着懒腰走出帐篷。练兵场上，穆青影正在操练手下的残兵。他又换了身黑色劲装，紧贴着身体，行动间肩背和腰腿的肌肉线条清晰可见。一夜未眠，他眼下带着圈淡青。萧恒心里点评着，脸上却没什么表情。这身材，这马甲线，他看得出穆青影在练兵，心却不在这里。他的眼神总是不自觉地瞟向自己的帐篷。周冲，公子，去，请穆将军过来，说我找他谈笔大生意。萧恒揣着手换回自己的主帐，是时候收网了。很快，穆青影进了帐篷，他依旧冷着脸，但身上的尖刺收敛了许多。龙公子找我何事？他站得笔直，称呼未变。萧恒指了指旁边的椅子，嫂嫂，坐。穆青影身子一僵，脸颊有些发烫，但还是依言坐下，腰背挺直。别乱叫。行，不叫了。萧恒立刻投降，心里偷笑。嫂嫂脸皮真薄。他清了清嗓子，神色一正。昨晚想了一夜，可有什么结果？穆青影抿着嘴不说话。算了，那个不重要。萧恒摆摆手，直接伸出一根手指。我们谈点实际的，你现在有3个问题。第一，没饭吃，你的兵连站岗都没力气，这不是战斗力的问题，是肚子的问题。穆青影的脸色沉了下去。萧恒伸出第2根手指。第二，兵器差，我看了，你们用的还是5年前的旧货，拿这种东西跟蛮人的弯刀拼命，这不是勇敢，是送死。他顿了顿，伸出第3根手指。第三，伤员等死，我的人去看过，伤兵营里一半人的伤口都在化脓，再拖下去，他们自己就先没了。每一句话都正中红心。穆青影以为对方要用这些来拿捏他，可萧恒接下来说的话，他完全没预料到。所以，朕决定。他换了自称，语气平淡。给你解决这些问题。他拍了拍手。周冲抬着一口沉重的箱子进来，放在地上。打开，箱盖掀开，满箱崭新的兵器反射着寒光，长刀、短剑，刃口泛着幽蓝，还有几副造型奇特的臂铠。这是百炼钢制成的兵器，是由朕的竹云院生产的新东西。萧恒拿起一把长刀，在桌角上轻轻一划，坚硬的木头桌角轻易被切割下来，切口光滑。这批武器足够你装备100个精锐，且后续还会有。穆青影的呼吸停了半拍。这种品质的兵器，他爹朕国公都弄不来几件。萧恒把刀丢回箱子。粮食，朕已经从最近的州府秘密调拨，3天内第1批就能到，够你全军吃上1个月。医师，朕也派人去请了，宫里最好的一批外科圣手，带着药材，最多10天就到。萧恒说完，端起茶杯喝了口水，看着已经呆住的穆青影。怎么样，朕这个昏君办事还算利索吧？穆青影立在原地，脑子嗡嗡作响。他想过无数种可能，要挟、收编、苛刻的条件，甚至是更阴险的圈套，但他没想到对方什么都没要，并且把自己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全部解决了。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实实在在的兵器和清清楚楚的时间安排。这才是帝王手腕。他明白了，谣言会骗人，奏报会作假，但这些能救活他兄弟们性命的东西不会。眼前的男人或许嘴欠，但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保住大夏这支边军。他不是昏君，他是被满朝奸佞遮蔽了光芒的君主。自己之前的猜忌何其可笑。穆青影起身走到大帐中央，在萧恒诧异的注视下，他
他撩起战袍，膝盖重重砸在地上。他低下了高傲的头颅。陛下，他的声音颤抖。臣穆青颖，愿为您效死。定。大嫂穆青颖中程度加40，当前忠诚度80，忠心不二。恭喜宿主成功收服大夏悍将，军方势力初步解锁，奖励特殊技能天子兵法。一时之间，萧恒心里乐开了花。可以啊，大嫂，超能力就是好用。天子兵法，好东西啊！嫂嫂，快起来！萧恒上前扶起穆青颖，手掌触碰到她结实的小臂。穆青颖身子又是一颤，脸微微泛红，但没有躲开。陛下，还叫陛下？萧恒佯装不悦，私下里叫我名字，或者叫小叔子也行。穆青颖的脸红到耳根，挣开他的手，低着头不敢看他。陛下，军中不可无礼数。好吧，你说了算。萧恒拉着他走到沙盘前，既然你现在是我的人了，那咱们就得干点正事。他拿起木棍，在沙盘上指点你之前的防御阵型太死板，咱们得改，把士兵分成若干个战斗小组，3人一组，互相掩护，这叫3-3制。穆青颖立刻被他说的战法吸引过去，交替掩护，重点突破，侧翼穿插，他闻所未闻。陛下，何为保和氏救援？哦，那个是我瞎编的。萧恒面不改色，就是说等御医来了，用最好的药，不计成本地救人。穆青颖，他看着眼前侃侃而谈的年轻帝王，心里最后的疑虑也烟消云散。这哪里是昏君，分明是天纵奇才。萧恒笑了笑，对帐外的周冲吩咐：去，拟一封密信，说穆将军忠勇可嘉，已决心为朕扫平西境，想办法让这封信落到太师府的人手里。穆青颖一怔，随即明白了，这是要诛心。顾臣费尽心机想让穆家军覆灭，结果皇帝不仅亲临，还收服了他。这消息传回去，足够让那老胡离气的吐血。当穆青颖在军中宣布龙公子就是当今圣上时，整个穆家军都炸开了锅。士兵们丢掉手里的碗，振臂高呼，一些人激动地抱在一起，用拳头捶着对方的胸甲。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呐喊声在山谷中回荡，震得山石簌簌作响。萧恒站在帐前，听着这些发自肺腑的拥戴声。他看着身旁那个身姿挺拔的女将军，她正看着自己，眼睛亮得惊人。萧恒知道，从今天起，他手里又多了一柄利刃。萧恒快马加鞭赶回京城时，西晋大捷的文书比他早到了一步。穆家军在穆青颖的带领下，于葫芦谷设伏，大破蛮人先锋3000，斩将夺旗，一扫颓势。消息传开，京城里那些等着看穆家笑话的世家，全都闭上了嘴。萧恒一身风尘，跳下马背，把缰绳丢给禁卫，只想赶紧回宫里泡个热水澡。他总算把大嫂那边稳住了，这趟出差累得跟狗一样。他刚踏进宫门，一个太监就冲了过来：陛下，陛下，大喜，天大的喜讯啊！嚷嚷什么？萧恒掏了掏耳朵，西晋的捷报，朕在路上就知道了，值得你这样。太监跪在地上，激动得满脸通红。不是西晋，是竹云院。苏主子生了，生了。萧恒心里一动，生了，男的女的？太监把头磕在地上，抑制不住的欢喜道：是一对龙凤胎。什么？萧恒惊喜起来，旅途的疲惫一扫而空。我靠，龙凤胎，买一送一，双倍的快乐。苏青雨这肚子也太争气了，老子也是儿女双全的人了。就在他愣神的时候，脑海里响起系统提示音：龙凤呈祥，国运暴涨。整个京城的天空一时间风云变色，原本晴朗的午后忽然涌现出大片大片的七彩祥云，一层叠着一层，被太阳光染成了绚烂的金色。无数飞鸟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在皇宫上空盘旋啼鸣，声音悦耳动听，一股异香不知从何而起，飘散在京城的每一个角落。快看，天上那是什么？祥瑞，又是天降祥瑞啊！我闻到了，好香啊！我这几十年的老毛病感觉好多了。街上的百姓们起初只是抬头张望，很快就有人反应过来，激动地跪倒在地。天佑大夏，圣上万岁！圣上亲政，祥瑞频出。如今又有龙凤呈祥，此乃国运昌盛之兆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成百上千的京城百姓，无论男女老幼，都自发跪在地上，朝着皇宫的方向叩拜，山呼海啸般的呐喊，震得皇宫的琉璃瓦都嗡嗡作响。太师府，顾晨躺在病榻上，形容枯槁。他那双曾经搅弄风云的手，如今连端起一碗药都费力。他听着外面震耳欲聋的欢呼声，眉头紧锁。外面何事喧哗？一个心腹快步走进内室，脸色苍白。
太师，外面，外面。说。顾晨的声音虽然虚弱，却依旧带有几分威严。天降祥瑞，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心腹的声音在发抖，满城百姓都在高呼圣上万岁。还有消息从宫里传来，说陛下喜获一对龙凤胎。龙凤胎祥瑞，顾晨浑浊的眼睛里闪过茫然。他这一生只信权谋，不信鬼神。所谓祥瑞，在他看来不过是些糊弄百姓的障眼法。可那响彻天际的欢呼，那让他心神不宁的异香，都那么真实。他挣扎着想要坐起来，胸口却一阵剧痛。他忽然笑了起来，笑声嘶哑。龙凤呈祥，好一个龙凤呈祥！老夫算计一生，竟输给了他这虚无缥缈的天命。噗！他话未说完，一口鲜血喷出，将胸前的白色长衫染得通红。他眼中光芒迅速暗淡下去，身体一软，直挺挺地倒回床上。太师，快传御医！快！整个太师府乱成一团。萧恒压根没空理会顾晨是死是活，他现在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看老婆，看孩子。他几乎是跑着冲进竹云院的。苏清雨斜靠在床头，一张素净的脸因为生产而显得有些苍白，但他那双清冷的眼眸此刻却被温柔填满。他的发丝有些凌乱地贴在脸颊上，往日的锋芒尽数褪去，多了让人心头发软的母性光辉。萧恒放轻脚步走到床边，不愧是老子的女人，刚生完孩子都这么好看，这小模样又纯又玉的，看得人心痒痒。他伸手拨开苏清雨颊上的碎发，动作轻柔。辛苦你了。苏清雨看着他，眼神有些复杂，那层包裹着内心的冰壳在看到他风尘仆仆赶来的样子时悄然融化。陛下，还叫陛下。萧恒坐到床沿，握住他的手这么见外。苏清雨的手指动了动，却没有抽回去，只是把脸转向另一边，耳根有些发红。孩子在那边。萧恒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两个小小的襁褓并排放在一旁的摇篮里，睡得正香。他凑过去，屏住呼吸，生怕惊扰了这两个小东西。一个粉雕玉琢，一个眉清目秀，这就是我儿子闺女。怎么皱巴巴的，跟个小老头小老太太一样？不过仔细看看，还是挺可爱的。他伸出一根手指，小心地碰了碰女孩的脸蛋，软软的，滑滑的。他又碰了碰男孩的鼻子，小小的，很挺翘。看看，一个像你，一个像我。萧恒收回手，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像我的那个，肯定更英俊。苏清雨被他逗乐了，白了他一眼。陛下真会说笑，他们才多大，哪里看得出来？怎么看不出？萧恒凑到他耳边，你瞧这丫头，这眉毛，这眼睛，跟你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以后长大了，肯定也是个迷死人不偿命的冰山美人。苏冰山美人清雨的脸颊更烫了。再看这小子，萧恒的语气得意，这鼻子，这嘴巴，一看就是朕的优良基因，以后不得青出于蓝，迷倒万千少女。苏清雨终于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叮！苏清雨忠诚度加10，当前忠诚度90，死心塌地。萧恒心里乐开了花，嘴上却继续贫。你笑什么？我说的是事实。他捏了捏苏清雨的手，等他们长大了，朕就教儿子怎么当个风流倜傥的王爷，教女儿怎么管住那些臭男人，保证把他们培养成京城里最靓的仔。苏清雨听着他这没个正形的育儿经，心里却暖洋洋的。他看着眼前这个男人，他眼里的喜悦和关切不是装出来的。他知道自己赌对了。就在这时，萧恒的脑海里再次响起系统的声音：恭喜宿主喜获龙凤胎，奖励神农百草经和灵泉一座。萧恒的呼吸停了半拍，一股庞大的信息流涌入他的脑海，无数关于草药辨识、药理药性、疑难杂症的知识深刻地印在他的记忆里。与此同时，他能感觉到在自己的系统空间里多了一口泉眼，泉水清澈见底，散发出沁人心脾的灵气。神农百草经、灵泉，有了这两样东西，他不仅能解决大夏的粮食问题，还能解决医疗问题。毕竟民生才是一个国家的根本。萧恒坐在床边，看着靠在软枕上的苏清雨，他眉眼间还带着倦色。刚当上母亲的女人褪去了往日拒人千里的冰冷，整个人都软化下来，透着柔光。这小模样看得人心都化了。刚生完孩子还这么好看，老子的眼光就是牛。手给我。萧恒的语气强硬。苏清雨愣了一下，还是顺从地把手递了过去。萧恒握住他微凉的手指，另一只手拿出一个白玉小碗，里面盛着半碗灵泉水。这是什么？苏清雨有些好奇。好东西。萧恒言简意赅，用手指沾了点水，轻轻涂抹在他的手背上。清凉的触感传来，舒泰的感觉顺着皮肤蔓延开来。
苏青雨感觉自己生产后的疲惫一下子就轻了许多。这宫里秘传的方子，专门给产妇调理身体的。萧恒面不改色的胡扯，朕特地给你弄来的。这灵泉水就是不一样，效果立竿见影。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沾着灵泉水，沿着他的手腕慢慢向上涂抹。他的动作很专注，也很轻柔。指腹的温度透过清凉的泉水传到苏青雨的皮肤上，激起细微的战栗。苏青雨的脸颊有些发烫，想把手抽回来，却被他握得更紧。别动，还没涂匀。萧恒头也不抬，要想恢复得快，就得全身都用上。全身。苏青雨的声音都变了调，抓紧了被子。不用了，这样就很好。摇篮里两个小家伙睡得正香，发出均匀的呼吸声。当着自己孩子的面做这种事，他感觉浑身都不自在。那怎么行？萧恒抬起头，一本正经地看着他。朕的孩子可不能有个病怏怏的娘。来，把衣服脱了。陛下。苏青雨又羞又急，脸颊红得能滴出血来。害羞什么？萧恒凑近他，压低声音，热气喷在他的耳廓上。咱们孩子都生了，朕看看自己老婆的身子，天经地义。他嘴上说着混账话，手上的动作却没停，直接拉开他的衣襟，把沾着泉水的手探了进去。苏青雨身子一僵，产后她的身体格外敏感，男人的手掌带着薄茧，在她光滑的肩颈处游走。你别。她想拒绝，声音却软绵绵的，没什么力气。别说话，感受。萧恒蛊惑般的说道。朕在给你治病呢。他扶着苏青雨，让她侧过身，方便自己给她涂抹后背。丝滑的寝衣被推到腰间，露出她线条优美的背脊和圆润的肩头。因为刚生产，她的腰身比以往丰腴了些，却更添了几分女人味。乖乖，这谁顶得住？萧恒心里哀嚎一声，手上的动作却更加细致。灵泉水所到之处，苏青雨能清晰地感觉到身体里的疲惫和酸痛正被温暖的力量驱散。她趴在枕头上，紧绷的身体慢慢放松下来，呼吸也变得平稳。感觉怎么样？萧恒在她耳边问。苏青雨从喉咙里发出一声轻哼，带着慵懒的鼻音。舒服了。哪里舒服？苏青雨把脸埋进枕头里，不肯再理他。行吧，你不说朕也知道。萧恒笑了笑，帮他把衣服拉好，又把他扶正躺好。他看着苏青雨那张恢复了一些血色，甚至比产前更加娇艳动人的脸，心里很满意。这下好了，明天你就能下床跟朕一起练拳了。苏青雨白了他一眼，脸上却藏不住笑意。对了，萧恒像是想起什么，孩子的名字朕想好了。哦。苏青雨来了兴趣，儿子就叫萧傲天。苏青雨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女儿就叫萧雨嫣。苏青雨，怎么样？是不是霸气又不失文雅，一听就是人中龙凤？萧恒一脸得意。苏青雨深吸一口气，很认真地看着他。陛下，要不还是让太傅来取吧，我这名字取得多好，多有网文主角范儿。萧恒脸上有些挂不住，干咳一声。开个玩笑，活跃一下气氛吗？名字朕早就想好了，男孩叫程启，女孩叫念安。承前启后，岁岁平安。程启，念安。苏青雨在心里默念了一遍，眼眶微微发热。这才是帝王该有的胸襟和期盼。他看着眼前的男人，他眼里的温柔和喜悦真真切切。这个男人虽然嘴上没个正形，但心里却装着整个天下，也装着他和孩子。他主动伸出手，握住了萧恒的手掌。陛下，谢谢你。谢什么？萧恒反手将他的手包裹在掌心。你是朕的女人，朕不对你好，对谁好？他俯下身，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一下。好好休息，朕去处理点事。什么事？萧恒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外面喧闹不休的京城，收敛了笑意。收垃圾。太师府与皇宫的喜气和满城欢呼不同，这里愁云惨雾，死气沉沉。顾晨躺在床上，双眼深陷，颧骨高耸，整个人瘦得脱了形。剧烈的咳嗽让他整个人都弓了起来。噗！又一口黑血从他嘴里喷出，溅在床帐上，留下触目惊心的痕迹。太师，快！御医死哪去了？心腹们乱作一团，几个早就候在一旁的御医连滚带爬地冲到床前，把脉、施针、灌药，所有的手段都用尽了，可顾晨的气息还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败下去。为首的太医院院使满头大汗，最终绝望地跪倒在地，声音发抖。太师，他油尽灯枯，已无回天之力了。顾晨浑浊的眼睛里，最后的光芒正在消散。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喉咙里发出呵呵的漏风声。弥留之际，他的眼前又出现了萧恒那张脸，那张脸上带着他最熟悉也最痛恨的笑容。不可能！
他想嘶吼，想咆哮，想告诉所有人那是个骗子，是个比他更会演戏的恶魔。可他发不出声音，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绝望将他淹没。他挣扎着伸出手，似乎想抓住什么，抓住那溜走的权势，抓住那逝去的生命。一个最得力的心腹见状，连忙俯下身，把耳朵凑到他嘴边。太师，您想说什么？顾晨的嘴唇蠕动着，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从喉咙深处挤出几个破碎的音节。白家先生报。心腹一愣，没听清楚。太师，您说什么？白家？哪个白家？但顾晨已经无法回答了。他的瞳孔涣散，伸出的手在空中无力地抓了2下，最终重重地垂落在床沿。窗外，京城百姓为新生的皇子公主和天降祥瑞而发出的欢呼声，在此刻达到了顶峰，声震云霄。顾晨的身体在这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终于停止了起伏。顾晨死了，消息一夜之间传遍了京城。小夫子冲进竹云院时，萧恒正拿着拨浪鼓逗弄摇篮里刚醒来的女儿。陛下，陛下！太师府报丧，说顾太师他去了。萧恒手里的动作停住。卧槽，这老登西就这么死了。我准备了18套方案，准备跟他斗个300回合，结果他自己气死了。他心里乐开了花，脸上却迅速漫上了悲痛，手里的拨浪鼓一下子掉在地上。你说什么？他的声音沙哑，止不住地颤抖。太师他怎么会？他一个踉跄，扶住了旁边的桌子，身体摇摇欲坠。快摆架！朕要去看看太师。苏清雨靠在床头，看着他这番表演，默默撇开头，生怕自己笑出来。他拿起一件披风，走到萧恒身边，为他披上。陛下，外面风大，您哀痛之余也要保重龙体。萧恒反握住他的手，用力捏了捏。他脸上悲痛欲绝，嘴上却用只有2人能听见的声音说：晚上加2个菜，要硬菜。苏清雨的手指蜷缩了一下，忍住笑意，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臣妾明白，陛下放心。太师府外跪满了前来吊唁的文武百官，府内白帆飘荡，哀乐低回。当萧恒的龙年抵达时，百官叩首，山呼万岁。萧恒没有让他们起身，他从龙辇上跌跌撞撞地走下来，脸色苍白。太师，朕的太师啊！他发出一声悲怆的呼喊，让跪在前面的几位老臣都跟着红了眼眶。他推开上前搀扶的太监，踉跄着冲进灵堂。灵堂正中停放着顾晨的棺椁，萧恒扑到棺材前，手抚着棺木，眼泪滚滚而下。太师，你为何走得如此匆忙啊？朕还想着等皇儿公主满月，定要请您来喝杯喜酒，让您看看朕的孩儿。您是3朝元老，是朕的肱骨之臣，更是朕的长辈啊！他一边哭一边嚎，捶胸顿足。没有你，朕这江山可怎么坐得稳啊？太师，哭，给我使劲哭！今天朕流的泪，都是老子脑子里进的水。这老东西要是能活过来，看见我这样，估计能再气死一次。跪在后面的官员们看着皇帝如此，也跟着哭天抢地起来。吏部尚书张承业，顾晨的头号心腹，此刻哭得尤其响亮。他一边嚎着太师误我，一边用袖子挡着脸，从指缝里偷瞄皇帝的反应。兵部侍郎钱锋也跟着干嚎：是啊，陛下，太师他老人家走得太突然了，我大夏痛失栋梁啊！他们这哭倒并非全是演戏。顾晨这棵大树一倒，他们这些猢狲可算是前路未卜了。萧恒哭了一阵，缓缓站起身，用袖子擦干眼泪，转向百官。他的身形看起来有些萧索。传朕旨意，太师顾晨忠心体国，为社稷之栋梁，不幸病故，朕心甚哀。追封为文正，赐国葬之礼，举国同悲7日。所有官员一律缟素，为太师致哀。朕要亲自为太师守灵3日。此言一出，满堂皆惊。皇帝亲自为臣子守灵，这是开天辟地头一遭的恩宠。张承业和钱锋等人对视一眼，心里的恐慌被压下几分。看来陛下还是那个念旧情的陛下。陛下圣明，陛下仁厚啊！一时间灵堂内全是歌功颂德的声音。萧恒摆了摆手，脸上是挥之不去的哀伤。都退下吧，让朕再单独陪陪太师。百官退去，灵堂内只剩下萧恒和几个贴身太监。萧恒脸上的悲痛立马消失不见。他走到主位上坐下，端起一杯茶，慢悠悠喝了一口。周冲从阴影里走了出来，单膝跪地：陛下，人手都安排好了。萧恒放下茶杯：回陛下，禁逆卫已经把太师府内外都布控了，一只老鼠都跑不掉。很好。萧恒点了点头。盯紧了，尤其是张承业、钱锋那几个，看看老狐狸死了，这些小狐狸都往哪个耗子洞里钻。遵命。周冲领命退下。萧恒又看向一旁的小福子：
小夫子，奴才在。萧恒对他招了招手，小夫子连忙凑了过去。萧恒压低声音在他耳边吩咐：御史台那些人憋了这么久，该放出去咬人了。你拿着这份名单去找御史大夫王正，告诉他朕要看一场大戏，让他从名单上这些人开始查，贪了多少，占了多少，和谁勾结，朕要知道的一清二楚。就说这是太师临终前的遗愿，他希望朝堂清明，让朕肃清奸佞。小夫子心头一跳，把脏水泼到死人身上。陛下这一手真绝啊！奴才明白，奴才这就去办。举国同悲的旨意让京城笼罩在一片肃稿之中，可百姓们却毫无悲痛之意。城南的酒馆里，几个贩夫走卒正凑在一起喝酒。听说了吗？当今圣上亲自给顾太师守灵呢。哎呦，咱们这位陛下真是仁义无双啊！可不是嘛，一个汉子喝了口酒，话锋一转。不过要我说，这老太师一走，倒是件好事。怎么说？你们没感觉？就这2天，城东的米价一担降了足足20文钱。我打听了，说是户部开了官仓，陛下下的令。真的假的？那感情好。以前顾太师在的时候，粮价一天一个样，咱们这些苦哈哈都快吃不起饭了。嘘，小点声。一个老者连忙制止，太师的功过自有圣上评说，咱们老百姓别乱嚼舌根。话虽如此，老者脸上的皱纹却舒展开了。不过话说回来，自从圣上亲政，咱们的日子确实好过了。先是神农道种，又是龙凤胎降世，如今顾太师一走，这朝廷怕是就清明了。谁说不是呢？咱们陛下才是真龙天子。来来来，咱们敬陛下一杯，愿我大夏国泰民安。几只粗瓷大碗碰在一起，声音悦耳极了。顾晨的葬礼办得风风光光，萧恒一身素白校服站在百官之前，神情肃穆。他的视线扫过下面乌压压的人群，他看见了像王正那样腰杆挺直，眼中透着斗志的忠臣，也看见了大部分随波逐流，脸上茫然的墙头草。他还看见了吏部尚书张承业那几个人，他们聚在一起，虽然穿着校服，眼珠子却在不停转动，低声交谈。老东西是死了，可他们不是一群哀悼者，而是一群失去了头狼，正准备争抢腐肉的柴狗。缟素期满，萧恒脱下那身穿的浑身别扭的校服，长长吐出一口气。他感觉自己像是演了3天的大戏，眼泪都快流干了，嗓子也喊哑了。他现在只想找个软和的地方躺下。他没回自己的寝宫，而是去了凤鸾宫。林婉清一身石榴红的宫装，正抱着皇长子在殿内踱步。那小子已经快7个月大，不再是只知道吃了睡的肉团子。他看见萧恒进来，立刻咧开没牙的嘴，咿咿呀呀地伸出小手，要去抓他袍子上的金线。陛下，您可算忙完了。忙完了。萧恒走过去，接过大儿子掂了掂，小家伙在他怀里咯咯直笑。他低头看着那张精神十足的小脸，心里一片柔软。这几天在灵堂里哭得正头昏眼花，还是抱着自己的儿子心里踏实。林婉清走到他身后，伸手帮他按揉着肩膀。陛下演得极好，满朝文武都说您仁德宽厚，连臣妾都快信了。信什么？萧恒把还在兴奋蹬腿的儿子交还给奶娘，转身将林婉清揽进怀里，下巴抵着他的额头。信朕舍不得那老东西死。他拉着他的手走到软榻边坐下，顺势让他坐在自己腿上。老东西一死，朕这心里比谁都痛快。这几天可给朕憋坏了。他的手不老实地环住他的腰，在他耳边私语。林婉清的身子软在他怀里，脸上飞起红霞。陛下又拿臣妾说笑，朕可没说笑。萧恒的手掌贴着他柔软的腰线，感受着惊人的曲线。这几天朕不在，想朕了没有？陛下日理万机，为国事操劳，臣妾怎敢打扰？林婉清垂下眼帘，口是心非。萧恒捏了捏他的脸颊，朕现在回来了，你这个皇后得好好犒劳犒劳朕。他将他打横抱起，大步走向内殿。林婉清发出一声轻呼，双手搂住他的脖子。陛下，白日宣淫，不合礼数。去他娘的礼数！萧恒畅快大笑。顾晨都死了，这宫里现在朕说了算。从凤鸾宫出来，天色已近黄昏。萧恒脚步不停，又让亲信驾车去了竹云院。这里比凤鸾宫更安静。他放轻脚步走进内室，一眼就看到了并排放在摇篮里的2个小小襁褓，一儿一女，睡得正香。女儿的眉眼像苏青雨，小小的嘴巴微微嘟着，儿子的轮廓则更像自己一些。他看了一会儿，心里长得满满的。再转头便看到床上躺着的苏青雨，她也睡着了，长长的睫毛动了动，大概是听到了动静。她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寝衣，因为刚生产完，整个人清瘦了一圈，那张平日里清冷的脸此刻带着分病态的苍白。萧恒走过去，
在床边坐下。苏清雨缓缓睁开眼，看到是他，有些意外。陛下，您不是在？丧事办完了。萧恒打断他的话，伸手探了探他的额头，又摸了摸他的手，触手冰凉。他皱起眉，怎么身子还是这么凉？一个宫女端着一碗刚熬好的汤药进来。陛下，苏主子的药好了。萧恒伸手接过，对宫女摆了摆手，你们都下去吧。他用勺子搅了搅碗里黑乎乎的药汁，吹了吹热气，混入一滴灵泉水。来，把药喝了。苏清雨挣扎着想坐起来，却浑身使不上力气。萧恒看他那费劲的样子，干脆把药碗放在一边，伸手穿过他的腋下和腿弯，将他整个人从被子里抱了出来，让他靠坐在自己怀里。陛下！苏清雨惊呼一声，身体僵硬，他整个人都被圈在男人的怀抱里，后背紧紧贴着他温热的胸膛，能清晰感觉到他有力的心跳。你放我下来，我自己能喝。你能喝个屁！就你现在这样，端个碗都能洒一半。别动，老实待着。他一手抱着他，一手重新端起药碗，舀了一勺药递到他嘴边。张嘴！苏清雨的脸颊通红，他别过头，不肯配合。这成何体统？你给朕生了2个孩子，朕喂你喝碗药，怎么就不成体统了？萧恒有些不耐烦，直接捏住他的下巴，将勺子里的药灌了进去。微苦的药汁滑入喉咙，紧接着温润的热流从胃里散开，产后身体被掏空的虚弱感和骨子里透出来的酸痛一下子就消解了大半。他惊愕地睁大眼。萧恒见他这副表情，又舀了一勺递过去。怎么样，朕说的好东西，不错吧？这一次苏清雨没有再抗拒，顺从地张开嘴，将药喝了下去。一碗药很快见底，他能清楚地感觉到身体里正重新涌现出力量。萧恒抱着他，感受着他身体的变化，他很满意这个效果。光喝药不够，他把空碗放到一边，手却没有松开，反而顺着他的衣襟探了进去。上次的泉水还有，朕再帮你调理一遍。不用了。苏清雨的声音发颤，先手抓住他的手腕。朕说要就要。萧恒的语气霸道。他手上沾了些许灵泉水，掌心附上他依然平坦的小腹，缓缓打着圈。老东西死了，以后没人再敢给你弃手，朕也能光明正大的疼你了。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呼吸中带着灼人的热气。听话，让朕好好看看给朕生了龙凤胎的功臣是什么样的。苏清雨的抵抗渐渐消散，身体在他温热的手掌下慢慢放松，染上一层薄红，眼眶一热，一滴泪滑落。叮，4嫂苏清雨忠诚度+2，当前忠诚度92，情根深种。萧恒听到提示音，嘴上故意逗他。哭什么？被朕的王霸之气感动了。苏清雨被他一句话弄得又羞又气，伸手在他胸口捶了一下，软绵绵的，没什么力气。没个正形。朕要是有正形，现在哪来的程启和念安？萧恒低头在他发顶亲了一下，他把他抱回床上，替他盖好被子，神色认真起来。清雨，接下来朕有很多事要做，开作坊、修水利、改良农具，这些事朕不懂，但你懂。竹医院不是你的终点，朕需要你帮朕管好这个国家的钱袋子，甚至帮朕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工部。苏清雨看着他，这个男人眼里有光，是对未来的期盼。他用力回握住他的手。陛下想做什么，臣妾便做什么。夜深人静，萧恒独自一人站在竹云院的廊下，望着天上的月亮。顾晨的死像是拔掉了大夏朝堂，这潭死水里一个巨大的塞子，水开始流动，但也带来了漩涡和暗流。老东西是死了，可他留下的那些狗崽子还活着。他看着自己的手掌，吏部的张承业，兵部的钱锋，这帮人现在肯定慌的一批，要么想着怎么自保，要么就想着抢老东西留下的骨头。正好让王正那条老狗去咬他们。就从贪腐查起，朕倒要看看，把他们的家底都掀了，他们还能不能抱成一团？他的目光转向内室，透过窗户能看到摇篮的轮廓。程启、念安，你们放心，老子会把这天下打理得干干净净，再也没人敢在朕面前碍手碍脚。萧恒换上明黄色的龙袍，苏清雨气色好了一些，正站在一旁替他整理着衣领。他身上穿着一件淡青色的长服，腰身依旧纤细，只是胸前比往日更显饱满了些，清冷的气质里多了一分成熟妇人的韵味。你别说，演了3天戏，朕这嗓子都快喊哑了。萧恒伸了个懒腰，低头看着苏清雨专注的侧脸。你说，朕要是去唱戏，是不是也能当个名角儿？苏清雨的手只顿了一下，抬起头看他，脸上没什么表情，但话里有话。陛下演的是极好，那日扑在棺椁上，闻者伤心，见者流泪，臣妾在宫外听着，都差点信了。那是。萧恒得意的一扬下巴，顺手搂住他的腰，往自己怀里带了带。朕是真情流露。
他的手掌贴着他腰间柔软的布料，不安分地摩挲着。主要是那老东西死了，朕这心里实在高兴，一高兴眼泪就忍不住往外冒。苏清雨被他这番歪理说得有些好笑，怔了一下没怔开，只好由着他。陛下今日要上朝，别闹。闹什么了？萧恒低头在他耳边吹了口气。朕报报自己的功臣，天经地义，给朕生了龙凤胎，你现在可是国宝，朕得好好疼着。他的手掌顺着腰线往上，被苏清雨一把按住。正经些，文武百官都等着呢。他提醒道，别忘了，顾太师虽死，他那些党羽可都还在朝上看着你。看着就看着。萧恒松开手，替他理了理鬓边的碎发。朕今天就是去给他们唱一出大戏的，一出好戏。金銮殿，这是顾晨死后萧恒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临朝亲政。百官列队走入大殿时，都感觉到了气氛的不同。以往这里总有无形的压力，来自那个站在百官之首，看似垂垂老矣，实则掌控一切的太师。今日那个位置空了，而龙椅上的皇帝也不再是那个神情隐忍的年轻人。萧恒端坐其上，身姿笔挺，他没有说话，只是平静地看着下面乌压压的百官。诸位爱卿，平身吧。百官谢恩起身，各自站定，心里都在打鼓。不知道这位年轻的帝王拔掉了眼中钉后，第一把火要烧向何方。吏部尚书张承业、兵部侍郎钱锋等人更是心头惴惴，低着头，不敢与龙椅上的目光对视。太师顾晨为国操劳一生，不幸病故，朕心甚痛。萧恒开口，语气平淡，听不出喜怒。张承业等人心里咯噔一下，但国不可一日无栋梁。萧恒话锋一转，声音重了几分。太师在时，常与朕言，朝中人才凋敝，青黄不接，以致许多要职只能由老臣兼任，他为此忧心忡忡。他说着，心里一吃，老东西可没说过这话，不过死人又不会反驳，朕思来想去，深以为然。萧恒继续说，我大夏地大物博，百姓亿万，岂会没有经世济国之才？非是没有，而是未曾发现，未曾给予机会。他的目光扫过下面一张张神情各异的脸。朕今日欲效仿前朝，开恩科，不问出身，不论门第，凡我大夏子民，无论农户商贾，只要有真才实学，皆可应试。考试内容也不再局限于经义策论，农桑、水利、算学、格物，皆可为题。朕要亲自考教天下英才，为我大夏选拔真正的栋梁之才。百官们面面相觑，窃窃私语声响起。什么？开恩科？不问出身？这岂不是乱了祖宗的规矩？商贾之子也能入朝为官，农桑水利也能考，这成何体统？礼部尚书站了出来，他颤巍巍的躬身。陛下，自古取士皆重德行经义，察举孝廉，行之数百年，未曾有变。若将商贾之流与世子同列，恐有辱斯文，乱我朝纲啊！萧恒看着他，没有动怒，反而笑了笑。刘爱卿，你所谓的斯文，是能让百姓吃饱饭，还是能让黄河不决堤？这礼部尚书老脸涨得通红。萧恒的声音冷了下来，朕要的是能力，是干力，不是一群只会引经据典、于国于民毫无用处的书呆子。朕的江山不需要废物。陛下，张承业硬着头皮站了出来。恩科事关重大，牵连甚广，还请陛下三思，从长计议。朕已经记忆好了。萧恒打断他，此事就由你吏部牵头，礼部协同，御史台监督，1个月内朕要看到章程拿出来。谁敢阳奉阴违，拖延色责？他停顿了一下，目光缓缓从张承业和钱锋等人的脸上扫过去。朕不介意，让他去陪太师。此话一出，张承业等人浑身一颤，再不敢多言。朝堂之上，再无一人反对。萧恒施展天子望气术，将百官的反应尽收眼底。御史大夫王正那一派的官员，头顶上是激动的赤红色气云，大部分官员则是黄中带灰，茫然中带着观望。而张承业、钱锋等顾臣旧党，头顶上翻滚着灰黑色的气团。萧恒心里冷笑，脸上一副独断前纲的帝王威严。早朝一散，消息飞速传遍了京城，茶馆酒肆、街头巷尾，到处都在议论这件事。听说了吗？陛下要开恩科了，不问出身，谁都能考。城南一座酒馆里，一个穷酸秀才听到这消息，激动地把手里的酒碗都打翻了。他站起来，抓着旁边人的胳膊。此言当真？千真万确。宫里传出来的消息，说是陛下亲口在朝堂上说的，连农桑算学都能考。天哪，天哪！那秀才热泪盈眶，我苦读10年，就因家贫无门路，连个举荐都求不到。如今终于有希望了。邻桌一个穿着体面的商人也竖起了耳朵。
他眼中金光闪动，连忙对自己身边的伙计说：“快回家去告诉大少爷，让他别再整天摆弄他那些算盘珠子了，把书给我捡起来。算学也能考，这是天大的机会。以前当官是世家大族和书香门第的专利，普通百姓想都不敢想。现在皇帝亲口说机会给了所有人，我就说咱们陛下是真龙天子，前有神农道，后有龙凤胎，现在又为咱们这些平头百姓开路，这是多大的恩德啊，可不是吗？”顾太师一走，这天一下子就晴了。嘘，小点声。不过话说回来，这日子确实是越来越有盼头了。太师府旧党的一处秘密宅邸内，吏部尚书张承业坐在主位，端着茶杯，手指却在微微发抖。兵部侍郎钱丰急的在屋里团团转。张大人，您倒是说句话啊，这小皇帝是要把咱们往死路上逼？恩科一开，以后朝堂上还有咱们的位置吗？慌什么？张承业把茶杯重重往桌上一放，天他不下来。他扫视了一圈在座的几位同僚，陛下说唯才是举，难道我们门下就没有才学之士吗？他要考农桑，咱们就找精通农桑的；他要考水利，咱们就找治理过河道的。他想换掉我们，也得看他找来的人是不是比我们的人更好用。张大人的意思是，我们也派人去考？不只是考。张承业压低声音，用指节在桌上扣了2下，眼神透着凉气。这次恩科由我吏部主抓，出题阅卷，这里面的门道多着呢。他小皇帝想一竿子插到底，没那么容易。咱们不但要让我们的人上去，还要把那些真正有才学的寒门子弟都给刷下来。没错，绝不能让那些泥腿子爬到我们头上来。一群人立刻七嘴八舌地商议起来。养生殿内，萧恒正看着一份来自御史台的奏折。这份奏折是御史大夫王正亲笔所书，弹劾江南漕运总督周通。奏折里隶属了周通多年来利用职权，私设关卡，盘剥商船，贪没漕运款项，致使江南漕运不畅，沿岸民怨沸腾的种种罪状。而这个周通正是顾晨的一位远房亲戚。萧恒手指在奏折上轻轻敲击着，瞌睡就有人送枕头。王正这条老狗咬得可真准，正好拿这个姓周的开刀给朕的恩科祭旗。金銮殿上，萧恒让太监将御史大夫王正那本奏折传给下面的大臣。奏折在户部尚书、工部尚书几人手中传递，最后落到了吏部尚书张承业的手里。大殿里只听得见纸张翻动的沙沙声和某些人愈发沉重的呼吸。都看完了。萧恒的声音听不出情绪。看完了。户部尚书是个胖子，额头布满细汗，出列躬身，声音发虚。陛下，江南漕运之事由来已久，周通却有失察之罪，但其中牵涉甚广，地方豪族、沿岸水匪盘根错节，非一日之寒。哦，萧恒身体微微前倾。所以户部尚书的意思是这事儿就这么算了？臣不是这个意思。户部尚书的汗珠顺着脸颊滚落。臣的意思是此事需从长计议，不可操之过急啊，陛下。萧恒心里冷笑，从长计议，再计议下去，江南的税银就直接进你们自己家的库房了。他转头看向另一边，工部呢？每年朝廷拨给你们修缮河道、疏通航运的银子都花到哪里去了？朕怎么听说江南的运河好几年没正经清过淤泥，河道越来越窄，许多大船都过不去。工部尚书闻言跪倒在地，哭诉起来：陛下明鉴，臣冤枉啊！朝廷的拨款，臣一分一毫不敢克扣，全都发下去了。可是到了下面，那些银子是变成了石头，还是变成了沙子？臣实在是鞭长莫及啊！好一个鞭长莫及！萧恒一拍龙椅扶手，声音拔高：你们都是我大夏的肱骨之臣，识君之路，担君之忧。现在出了事，一个说要从长计议，一个说鞭长莫及，那朕要你们何用？他站起身，龙袍下白扫过地面的金砖。朕问你们，谁能拿出一个章程来？怎么整顿漕运？怎么清剿水匪？怎么让江南的粮食和税银顺顺当当地运到京城？他的目光扫过每一个大臣的脸，大臣们一个个垂着头，生怕皇帝的下一句就点到自己的名字。吏部尚书张承业眼珠转了转，硬着头皮出列：陛下，为今之计，不若先将漕运总督周通革职查办，再从京中选派一位得力干将前往江南，慢慢梳理。慢慢梳理。萧恒停下脚步，盯着他：要多久？1年、3年，还是5年？等你们梳理清楚，朕的国库都空了。朕再问一遍，谁有办法？那些平日里高谈阔论的大臣们，此刻全都成了哑巴。萧恒看着他们，失望不加掩饰。一群废物点心，真到了办事的时候，一个能打的都没有。顾晨那老东西
养的就是这么一群只会摇旗呐喊的狗。他坐回龙椅，脸上满是疲惫。好，很好，既然众位爱卿都束手无策，那朕就问计于天下，传朕旨意，将王政的奏本誊抄千份，张贴于京城及江南各处州府，将漕运之弊病原原本本公之于众。朕要让天下人都看看我大夏的这条大动脉已经烂成了什么样子。另外，在恩科之外再设策问一项，不论文武，不问出身，任何人只要能针对漕运问题提出可行之策，一经采纳，朕不吝封赏。有大才者，朕可破格录用，直接入朝为官。朕就不信偌大一个天下找不出一个能为朕分忧的人。说完，他一甩袖子，退朝。退朝的钟声刚落，皇帝在朝堂上发雷霆之怒，百官束手无策。最后要将漕运难题公告天下，问计于民的消息便从宫门传了出来。皇榜张贴处里3层外3层围满了人，识字的人大声念着榜上的内容，引来一阵阵惊呼和议论。城南的悦来茶馆里，说书先生的生意都冷清了，客人们全都在讨论这件事。咱陛下把那奏折往龙案上一拍，指着满朝文武的鼻子就问：朕要你们何用？好家伙，那叫一个威风！活该！一个跑船的商人把茶碗往桌上一扔，愤愤不平。我去年一船丝绸从江南运过来，光是过那些关卡就被扒了3层皮，还有水匪跟官府都是一伙的。这漕运再不治，咱们的生意都没法做了。可不是吗？旁边一个账房先生推了推眼镜，我听说这次陛下是动真格的了，说谁有法子就给谁官做，这是天大的机会啊！机会！一个角落里的穷酸秀才苦笑一声，漕运之事盘根错节，哪里是纸上谈兵那么简单？我等空有屠龙之术，却连龙在哪都不知道，能有什么法子？这话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这时茶馆门口走进来一个老道士，他找了个角落坐下，听着众人的议论，只是摇头。茶馆小二凑过去低声问：清风道长，您老也关心这国家大事？老道士喝了口粗茶，叹了口气，贫道只是想起了一件旧事。什么旧事？前些日子山上来了一位求清净的居士。老道士压低声音，神神秘秘地说。贫道与他闲聊，也说起这水患河道。那位居士当时就笑：世人治水只知赌不知书，乃是下策，赌不如书。周围几个人都竖起了耳朵。老道士伸出枯瘦的手指，沾了水，在桌面上随意画了画。他说：水势如人性，你越是强赌，他越是要冲破你。不若顺其势，加以引导，反能为己所用。比如在河道拐弯水流湍急的地方挖湖分流。老道士说到一半又摇了摇头，唉，都是些闲谈罢了，当不得真，当不得真。他将几个铜板放在桌上，踱步出了茶馆。茶馆里的人听得一知半解，议论了几句也就散了。唯独邻桌那个一直沉默的穷酸秀才，此刻双眼放光。他盯着桌上那几道快要干涸的水字，嘴里反复念叨着：赌不如输，顺势引导，挖湖分流。他像是抓住了什么，站起身，将一碗茶钱拍在桌上，匆匆离去。小福子弓着身子，把从京城各处茶馆酒肆里听来的闲话讲给萧恒听。奴才还听说，那说书的唾沫星子都飞出来了，说这清风关里的奇女子是天上的水官下凡，专门为陛下您排忧解难来了。萧恒正批着奏折，闻言头也没抬，笔尖在纸上划过一道朱红。天上的水官，他把笔一搁，端起茶喝了一口。他怎么不说自己是龙王爷的三闺女？朕这问计天下的旨意才下去几天，什么牛鬼蛇神都冒出来了。下一个是不是就该有挑大神的，说他能请来河伯吃饭，跟河伯唠唠嗑，这漕运的事儿就解决了。小福子赶紧凑趣的笑起来。陛下说的是，不过这传闻里有句话，奴才觉得有点意思。哦，说来听听。萧恒来了点兴趣。都说那位女子常念叨一句话，叫赌不如输。赌不如输。萧恒指尖在桌面上轻轻敲击，这个词他在上辈子听的耳朵都快起茧子了，可在这个时代却算得上是新颖的见解。清风关这个地名有点耳熟。萧恒闭上眼，运起天子望气术，他的视野拔高，穿透了宫墙，整个京城的气运图景在脑中展开。大部分地方都是凡俗的红尘气，皇宫是金龙之气盘踞，而几个顾城旧党的府邸上空则翻滚着灰黑色的败气。他的意念向京郊探去，在西郊一片山脉中，他看到了一座小小的道观。与其他地方不同，那道观的上空萦绕着一缕极为特殊的气，那气并非帝王家的金黄，也非文臣的赤红，而是一种带着生机的青碧色。它不似人的气运那般浮动，反而沉稳地扎根于山脉，与周遭的地形水脉呼应着。萧恒心里一动，
之前顾城那老东西还在，他的注意力全在朝堂，扫到过这股奇特的气，也只当是哪处风水宝地，并未深究。现在想来，一个普通的小道观怎么可能酝养出这么精纯的地脉之气？除非是有人用高明的法子顺应了此地的山川走势，布下了什么特殊的格局。萧恒的念头活泛起来，朝堂上那帮废物是指望不上了，民间或许真有遗珠。他越想越觉得靠谱，与其在宫里跟奏折耗着，不如亲自去看看。万一真是个骗子，就当是出宫散心。朕为了天下苍生，亲自寻访贤才，这叫礼贤下士，千古美谈。他给自己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小夫子，奴才在，备2套寻常百姓的衣服，不要惊动任何人，咱们出宫一趟。萧恒站起身，掸了掸龙袍上不存在的灰尘。朕要去亲自看看，这个所谓的水关到底是何方神圣。马车摇摇晃晃地驶出京城官道，还算平整，可越往运河的方向走，路就越难行。还没到渡口，马车就被堵住了。前方黑压压一片，全是滞留的商队和行人，叫骂声、叹气声混成一团。怎么回事？萧恒撩开车帘，小夫子跳下车去打探了一圈，回来时脸色很不好看。爷，前面漕运衙门的巡检船把河道给占了，说是要检查过往船只，可奴才瞧着，他们就是在收钱，给钱的就放行，不给钱的就找各种由头扣下。萧恒听完没说话，他掀开车帘的一角，看向那条本应是黄金水道的运河。河面上几艘挂着官府旗号的大船蛮横地停在中央，一些小商船排着队，商人们点头哈腰的将一串串铜钱递上去。一个穿绸缎的胖商人四世不满，跟船上的官差理论了几句，就被2个官差一脚踹倒在甲板上，船上的货物也被掀翻了几箱。反了你了，敢跟官府讲价，信不信老子把你的船凿沉了？周围的百姓和商旅敢怒不敢言。萧恒的脸冷了下来，他在朝堂上发火要整顿漕运，可到了下面一切照旧，甚至变本加厉。好，真好，周通那条狗是砍了，可他下面这些疯狗还在到处咬人。他放下车帘，小夫子，爷，您吩咐，把刚才那个领头的官差还有那几艘船的旗号都记下来。记下了，爷，等咱们回来，朕要让他们知道这大夏的河到底是谁家的。马车绕了远路，终于在傍晚抵达了清风关所在的山脚下。清风关不大，青瓦灰墙藏在半山腰的绿树丛中。萧恒和小福子换了衣服，扮作来山上游玩的富家公子和仆人，顺着石阶往上走。到关门口，一个须发皆白的老道士正拿着扫帚扫落叶，正是前些天在茶馆里说漏嘴的清风道长。老道士看见2人，原本没在意，可当他的视线落在萧恒身上时，手里的扫帚一下子掉在了地上。他虽没见过皇帝，但萧恒身上那股气度根本不是寻常富家翁能有的，何况跟在后面的小福子虽然穿着仆人的衣服，但那眼神那站姿一看就是宫里出来的。老道士腿肚子一软，差点跪下。道长，小福子抢先一步上前扶住他，凑到他耳边低语了几句。老道士哆哆嗦嗦地躬身行礼，贫道不知贵人驾到，有失远迎，罪过罪过。道长不必多礼。萧恒摆了摆手，打量着这座小道观。我们主仆2人只是路过此地，想讨碗水喝，顺便借宿一晚。方便方便，贵人请，里面请。老道士捡起扫帚，在前面引路，背影都佝偻了几分。萧恒没有急着去见那个所谓的奇女子，他被安排在一间清雅的客房，推开窗就能看到道观的后院。他让小福子守在门口，自己则站在窗边，安静地观察着后院不大，种着几枝翠竹，还有一片药圃。一个身影正在药圃边忙碌，那是个女子，穿着一身淡青色道袍，长发用一根简单的木簪挽着。她身形高挑，腰肢纤细，宽大的道袍也遮不住那玲珑的曲线。身材不错，这腰这腿嗨嗨，正是来考察人才的，不是来看美女的。萧恒眼睛很诚实的没有移开，女子浑然不觉窗边的窥探。她蹲在地上，正专注地摆弄着一堆泥巴。她用泥巴和石子在地上堆砌出了一个微缩的山川河道模型，然后提起一旁木桶里的水，小心地浇灌下去。水流顺着她挖出的河道流淌，遇到她设置的堤坝便会改变方向。萧恒起初觉得好笑，这女人成年了还玩泥巴，可他越看就发现女子并非在玩，而是在模拟水流。当水流湍急时，她不是加高堤坝去堵，而是在旁边挖出一条岔路，将一部分水引开，汇入一个她用石头围起来的湖泊里。汹涌的水势一下子就平缓了。夜色渐深，萧恒睡不着，披上外衣，在道观里随意走动。他走到后山的一处断崖边，月光如水，一道身影正平而立。
是那个青衣女子。她没有看月亮，而是借着月光专注看着摊在石桌上的一张鱼图。那是一张泛黄的古图，上面用朱砂和墨线密密麻麻标注着山川河流的走向，正是大夏的漕运总图。他的手指在图上缓缓划过，从江南的鱼米之乡一路向北，最终停留在京城的位置。月光洒在他的侧脸上，他的眉头微微蹙着，那张素净的脸上满是凝重。萧恒站在暗处看着那女子，这身段啧啧，道袍都遮不住。他心里正点评，脑中叮的一声，系统面板弹了出来。检测到潜在攻略对象：洛若水，前2王妃，当前忠诚度0，厌恶至极。洛若水，那个在他登基前就病死的二哥萧睿的正妃，那个传说中体弱多病，在王府里深居简出，最后跟着萧睿一起病故的二嫂，她居然没死，还躲在这道观里研究治水。更离谱的是，忠诚度是厌恶至极。萧恒摸了摸下巴，朕干什么了就厌恶至极？是抢她老公了？不对，她老公自己病死的。难道是朕长得太帅，让她想起了自己那个窝囊废丈夫，由爱生恨？她给自己找了个理由。萧恒清了清嗓子，从暗处走了出去。姑娘深夜在此观图，是在赏月，还是在忧心这天下水脉？她的声音在寂静的山崖边响起。洛若水受惊，猛一回头，她的手下意识地按住图纸，一双清亮的眸子里带着警惕。月光勾勒出她素净的脸庞，道袍宽大，可山风拂过便贴合在她身上，勾勒出腰臀惊人的曲线，胸前更是撑起一道饱满的弧度。你是何人？她的声音清冷，似山间的泉水在下姓龙，一介行商。萧恒又用了假身份，他往前走了几步，摆出一副自来熟的样子。途经此地，见姑娘与我一样，都对着这鱼图发愁，便忍不住过来打个招呼。洛若水上下打量他一番，见他穿着普通，但气度不凡。他没有放松警惕，只是把鱼图往自己这边收了收。龙公子，我与你素不相识，没什么好谈的。嘿，还挺傲。萧恒心里乐了，脸上却愁眉苦脸。姑娘有所不知啊，我这次从江南运了一船丝绸，就因为这漕运堵塞，水匪横行，硬生生在路上耽搁了1个多月，货都发霉了，亏得血本无归。他唉声叹气，演得跟真的一样。我听说当今陛下要问计天下，解决这漕运弊病，所以才想来看看这河道到底是怎么个烂法。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了姑娘，你这位同道中人。洛若水听他提到当今陛下，好看的眉头蹙得更紧了。陛下，他冷哼一声，他一个坐在龙椅上连民间疾苦都不知道的昏君，能有什么办法？他所谓的问计天下，不过是又一场沽名钓誉的把戏罢了，最后还不是让底下那群贪官污民换个名头继续盘剥百姓。萧恒心里不怒反笑，骂得好，骂得再响些，朕爱听。然而他面上却做出惊讶的样子。姑娘此言差矣，我听说当今陛下亲政后勤于政事，还处死了祸国殃民的太师顾臣，怎么会是昏君呢？处死顾臣？洛若水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那是他有本事吗？不过是顾臣自己老死了，他捡了个便宜罢了。若顾臣还在，你看他敢不敢放一个屁？一个靠着太师病死才敢挺直腰杆的皇帝，你指望他能整顿这盘根错节的漕运，简直是痴人说梦。萧恒摸了摸鼻子，感觉脸上有点挂不住。二嫂，你这嘴是真毒啊。他决定换个策略，从他嘴里套话。那依姑娘之见，这漕运到底该如何是好？他指着鱼图，一脸求知若渴。我看着这河道弯弯绕绕的，水流又急，是不是把河道挖直了，再把堤坝修高一些，船就好走了？洛若水瞥了他一眼，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白痴。他本不想多说，但萧恒这话问的实在外行，他忍不住纠正。挖直修高，你当这是挖你家后院的池塘？他伸出白皙的手指，点在鱼图上的一处拐弯，此处名为龙王拐，水流湍急，年年冲毁堤坝。你若强行将它挖直，水势没了缓冲，只会以更快的速度冲向下游，届时下游千里皆为泽国。他又点了点另一处，还有这里，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水下全是暗沙淤泥，大船极易搁浅。你以为修高堤坝有用？水过不去，只会漫灌两岸农田，制造出更多的流民。他随口说出的几个问题都切中了要害，连萧恒这个半吊子都听得心头一震。那该怎么办？萧恒继续装傻，还凑近了些，几乎要贴到他身上。女子特有的体香飘入鼻尖，很好闻。洛若水显然不习惯和陌生男子靠得这么近，他往后退了一步，拉开距离。赌不如输。他冷冷吐出4个字。在龙王拐这样的地方，非但不能赌，反而要顺势利导，
在旁边开凿分流河道，再建几处蓄水湖泊。洪水来时，分流蓄水，平日里还能灌溉农田，一举两得。至于淤泥，他看了一眼萧恒，这更是个愚蠢的问题。朝廷每年拨下那么多清淤的款项，都进了谁的口袋？你这行商之人，难道不清楚？萧恒连连点头，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原来如此，姑娘真是高见，在下佩服佩服。他一边说，一边又想凑过去。那这里呢？这里的水匪该怎么搅？一阵山风吹过，将鱼图的一角吹得卷了起来。小心！萧恒眼疾手快，伸手去按。骆若水也同时伸手，两人的手就这么叠在了一起。他的手微凉，细腻柔软，萧恒的手掌宽大温热，就这么附在他的手背上。萧恒没立刻拿开，骆若水立刻把手抽了回去，脸上浮起薄怒，请龙公子自重。啊，抱歉抱歉。萧恒嘴上道歉，眼底却没什么悔改的意思。在下一世情节，唐突了姑娘，还望海涵。骆若水看他的表情，哪里有半分歉意，分明就是故意的。他对这个龙公子的印象差到了极点，觉得他就是个油嘴滑舌的登徒子。他懒得再费口舌，开始收拾石桌上的鱼图。姑娘别走啊！萧恒不死心，我还有好多问题想请教呢，比如这船能不能造得更大更快一些？还有那水匪，朝廷大军一到，他们就躲进芦苇荡，这可怎么办？骆若水收拾的动作停了一下，他转过头，重新审视眼前的男人。他问的问题看似浅显，却都问在了节骨眼上。一个普通的行商真的会思考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他心里泛起疑惑，但对朝廷和昏君的失望，让他很快就打消了继续深谈的念头。跟一个江湖草莽谈论这些有什么用？他还能去跟皇帝说不成？就算说了，那个昏君也未必肯听。骆若水最终不耐烦地起身，将卷好的鱼图抱在怀里，只留下一句冷冰冰的话：治理天下，非草莽之事，更非昏君能为。他拂袖而去，青色的背影很快消失在竹林小径的尽头。月光洒在萧恒身上，他脸上那副愁苦的表情慢慢褪去。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似乎还能感受到那纤手的温润。接着他抬眼望向骆若水离去的方向，眼神志在必得。二嫂，这回朕可要好好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帝王之术。次日清晨，萧恒没让小夫子跟着，独自一人溜达到了后院。骆若水正蹲在他的微缩沙盘前，用一根细竹织波弄着水流。他换了一身素白的道袍，更衬得肌肤如雪，腰肢被一根简单的布带束着，显出惊心动魄的弧线。他蹲下的身姿让道袍下的臀线浑圆挺翘，随着细微的动作微微晃动。萧恒心里默念2遍清心咒：非礼勿视，非礼勿视，朕是来谈国家大事的。可这也太大了。他咳嗽一声，迈步走了过去。若水姑娘还在玩泥巴呢。骆若水头也不抬，声音冷淡：龙公子有何指教？指教不敢当。萧恒在他旁边蹲下，也捡起一根树枝，在他旁边另起炉灶，划拉起来。我只是觉得姑娘这法子虽好，却只解了一半的难题。骆若水的动作停住了，他侧过头，那张肃静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但萧恒的话显然让他上了心。另一半难题是什么？是人。萧恒用树枝在地上戳了戳。你开凿分流，建蓄水湖是好事，可这得征用多少民田，迁移多少百姓？朝廷拿什么来补偿？百姓不愿意办，怎么办？地方豪族趁机作梗，又怎么办？他每问一句，骆若水的眉头就蹙紧1分。这些都是他日夜思索却始终无解的实际问题。他的治水方略在图纸和沙盘上无懈可击，可一旦要落地，就会被这些现实的阻力撞得粉碎。还有，萧恒没给他喘息的机会，你挖出来的淤泥打算怎么处理？堆在河岸两旁，下一场大雨不就又冲回河里了？骆若水不说话了，他第一次正视起眼前这个还被他当成登徒子的男人。这些问题寻常商人根本不可能想到这个层面。萧恒看他不语，心里偷笑，小样儿，让你在骂朕是昏君。他嘴上一副商量探讨的口气。我常年在外面跑，倒是听过一些稀奇古怪的法子。他用树枝将那些淤泥扒拉到一边，混上沙土。我听说有西边来的工匠能把这河底的淤泥掺上沙子碎石，再用特殊的窑火一烧，就能烧出一种青黑色的砖头。这种砖比寻常的青砖坚硬数倍，还不怕水泡。你说用这种砖去修堤坝、建水闸，是不是比夯土和石头更牢靠？骆若水站起身，俯视着萧恒和他画的简易图示。淤泥烧砖，这怎么可能？他震惊道。他钻研工匠之术多年，从未听过这种匪夷所思的工艺。淤泥是天下最无用的废物，
怎么可能变成坚固的建材？为什么不可能？萧恒也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万物相生相克，废物也能变宝贝，关键在于懂不懂得怎么用。你想想，如果这个法子可行，朝廷清淤不仅不用花钱，挖出来的淤泥还能变成钱，用这些钱去补偿那些被征地的百姓，是不是就两全其美了？洛若水呆呆地站在原地，这个思路为他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他一直陷在水的问题里，而眼前这个男人却跳出了水的范畴，从人和钱的角度给出了一个他想不到的解决方案。萧恒看他那副被镇住的模样，心里舒坦极了。他趁热打铁，指着旁边的一片菜圃，解决了水患，还有田地。姑娘，你看，这道观里的土地还算肥沃，可沿河两岸的农田常年被水淹，地力早就流失了。就算不淹了，种出来的粮食也收不了多少。我倒是知道一个法子，算是我家传的秘方吧。洛若水下意识问：什么法子？一种特殊的肥料。萧恒开始湖州，把系统里的东西包装一下，用鱼骨、豆粕，还有几种特殊的矿石粉末混合发酵，把这东西混进土里，贫瘠的土地也能变得肥沃，种出来的庄稼根茎粗壮，产量能翻上一番。洛若水听得呼吸急促，他快步走到萧恒面前，两人离得很近，萧恒能闻到他身上清冽的草药香。你说的都是真的？他的声音颤抖。当然是真的。萧恒一脸真诚，我家就是靠这个秘方，把几百亩平田变成了良田，这才攒了点家底，能出来走南闯北。朕的家底是整个天下，这么说也没毛病。他觉得火候还不够，又在地上画了起来。光有肥也不行，农具也得跟上。他三两下在地上勾勒出一个奇怪的梨，那梨的梨缘是弯曲的，比寻常的直缘梨看起来轻便小巧许多。你看这个，我叫它曲缘梨。寻常的梨笨重，得2头牛才拉得动，我这个1头牛就够了，转弯方便，山间的梯田也能用。你说这东西要是推广开来，天下能多开垦出多少田地？洛若水一眼不眨地盯着地上那个简单的图形。作为一个对工匠之术有极深造诣的才女，她只看了一眼就明白了这曲园梨的设计有多么精妙。这是足以改变一个国家农耕根基的神器。她蹲下身，眼神火热地看着地上的简图。淤泥烧砖，豆粕制肥，曲园梨任何一个拿出来都足以让天下震动。而眼前这个男人却像是在谈论今天天气如何一般，轻描淡写地将他们全部说了出来。他抬起头，重新审视着萧恒，这个自称龙公子的男人到底是什么来头？他真的是个商人吗？天底下有哪个商人脑子里装的是这些惊天伟地之财？萧恒看着他那双漂亮的眸子，从最初的警惕变成了狂热。他知道鱼儿上钩了。龙公子，洛若水出声，你说的这些为何不献给朝廷？若能呈给陛下，必定是泼天的大功。献给陛下。萧恒嗤笑一声，摊了摊手。姑娘，你太天真了。他凑近一步，压低了声音，我一个小小商人，人微言轻，奏折递上去，怕是连京城的城门都进不了，就先被沿途的官老爷们当成宝贝给吞了。就算侥幸到了陛下手里，你觉得那位身居皇宫连民间疾苦都不知道的陛下，他看得懂这些吗？他只会觉得这是奇技淫巧，是动摇国本的歪门邪道。说不定龙颜一怒就把我这个献宝的人给砍了。骂自己昏君，怎么感觉还挺爽的？萧恒心里暗道。洛若水被他说得哑口无言。是啊，他清楚他那个名义上的小叔子，当今的皇帝是个什么样的货色。一个靠着太师病死才能掌权的傀儡，一个除了生孩子厉害点毫无建树的昏君。把这些经国之策献给他，无异于明珠案头。巨大的失落和不甘涌上他的心头。如此良策，如此神器，却因为上位者的昏庸而要蒙尘于乡野之间，这是何等的可悲。萧恒捕捉到了他情绪的变化，他知道火候到了。他看着洛若水写满惋惜的俏脸。若水姑娘，你空有惊天伟地之才，却困于此地玩赏泥沙。你有没有想过，你口中那个一无是处的昏君，或许才是唯一能让你这些奇思妙想真正造福天下的人。洛若水抬头，清冷的眸子写满了惊疑。你什么意思啊？他的声音有些干涩。我口中的昏君，你的意思是要把这些献给那个坐在皇宫里的傀儡？萧恒暗自撇撇嘴。哟，还叫上瘾了？再叫朕就让你当着朕的面叫。萧恒心里想着，脸上却是一副老神在在的表情。他没直接回答，而是慢悠悠地站起身，绕着那个微缩沙盘走了2步。姑娘，你这沙盘做得不错，山川河流一目了然。他蹲下身，伸出手指在代表运河的泥草里轻轻一划，
可它终究是泥巴。你在这里把河道疏通的再好，也解决不了千里之外的漕运拥堵。而我这曲园里土纸画的再精妙，也只是地上的几道土痕，便不成一架能为农夫省力的好犁。他抬起头直视洛若水，你的才华就像这后山里藏着的上好玉石，若不雕琢世人，它和一块普通的石头又有什么区别？洛若水被他说得哑口无言，他抱着手臂看着眼前这个男人，他穿着粗布衣服，自称行商，可说出来的话句句都敲在他的心坎上。这些道理他懂，正因为懂，才更觉得无力。你到底想说什么？洛若水的声音冷了下来。你想将图纸和方略拿去献给朝廷，为你自己博个功名，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合理的解释。萧恒心里乐了，嘿，脑补的还挺快。不过方向错了啊，二嫂，朕需要博功名吗？朕本身就是功名。萧恒脸上一副被冤枉的无辜模样。姑娘误会了，我一个商人要那些功名做什么？能当饭吃。他说着直起身子，很自然地掸了掸衣袍下摆，随着他的动作，腰间一样东西晃了出来，那是一块玉佩。晨光透过竹林，恰好照在上面。玉佩通体洁白温润，一看便知是顶级的羊脂玉。让洛若水心头一跳的是玉佩上雕刻的纹样，一条盘龙，五爪矫健，好似随时会破玉而出。这种五爪龙纹在大夏只有一个人能用。洛若水的呼吸停滞了。龙公子，他喃喃自语，你姓龙？这个自称姓龙的男人，他拿出屈原离、淤泥烧砖、斗破制肥这些惊天伟地之策，他身上还佩戴着代表至高皇权的五爪龙纹玉佩。一个个线索串联起来，指向一个荒谬的答案。萧恒面上像是刚发现，有些不好意思的想把玉佩塞回去。哎呀，不小心露出来了，这衣服质量真差，回头得让内务府的总管挨板子。哦，这个啊，家传的小玩意儿，不值钱。他随口说，我爹说我命里缺水，找个算命的说龙能藏雨，就给我弄了个这带着，图个吉利。洛若水看着他，一个字都不信。图个吉利？私藏龙纹之物，那是株连九族的大罪。哪个算命的嫌命长，敢给商贾之家弄这种东西？他胸口起伏，那张肃静的脸上血色尽退。这些日子他本就心神消耗过度，此刻心神俱振，只觉得天旋地转，身子晃了一下。姑娘，萧恒早就等着，一个箭步上前，伸手扶住她的手臂，入手一片温软。机会来了。萧恒心中一动，将一缕精纯的龙气顺着手掌悄悄渡了过去。这股龙气温润如春水，一入洛若水体内，便迅速流遍全身。洛若水浑身一震，这些天熬夜的滞涩和虚弱感被一扫而空，她整个人前所未有的清明舒畅。这种感觉，她抽回手臂，像是被烫到一样，后退了2步，骇然地看着他。如果说玉佩可以伪造，话可以是谎言，那刚才这股涌入他体内的浩然之气绝对做不了假。他自幼体质特殊，对气机波动远比常人敏感，却从未感受过如此纯粹宏大的气息，这不是凡人能有的力量。谎言可以编造，玉佩可以伪造，但这种如同君王俯瞰众生的浩荡之气伪装不出来。洛若水的心乱了，他看着眼前的男人，他依旧穿着那身布衣，脸上还带着恰到好处的关切，可这张脸现在却变得无比陌生，甚至可怕。一个拥有惊天伟地之才，佩戴五爪龙纹，身负浩然龙气的男人，一个被他骂了无数遍昏君的男人。那个让他站立的答案浮现在他脑海，是他，竟然真的是他，大夏皇帝，他名义上的小叔子，那个传说中一无是处的昏君萧恒。他怎么会在这里？他怎么会懂这些？难道外界传闻全是假的？一瞬间，无数念头在他脑中炸开，让他聪慧的头脑变成了一团浆糊。他看着萧恒，嘴唇翕动了半天，说不出话来。萧恒看着他被震傻的模样，心里舒坦极了。让你骂朕，让你瞧不起朕，现在傻眼了吧？朕这一套下来，感觉怎么样？他清了清嗓子，决定再加一把火。他脸上故意露出疑惑。姑娘，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他往前凑近，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音量问道，是不是刚才我扶你的时候不小心弄疼你了？这句暧昧的话刺破了洛若水的混乱。他回过神，看着近在咫尺的这张脸，一张他曾在皇家画卷上见过却远没有真人这般深不可测的脸。他自以为看透天下，看透朝堂，看透了那个无能的昏君，结果他所鄙夷的人就站在面前，用他闻所未闻的知识将他的认知砸得粉碎。他攥紧衣袖，强迫自己冷静。洛若水深吸一口气，空气中混着他身上淡淡龙涎香，让他心跳漏了一拍。他抬起头，迎上他的视线，千言万语最终
化为一句带着颤音的质问：“你究竟是谁？”萧恒看着他因震惊而血色尽失的脸，没了平日的清冷，反而多了一岁的美感。他觉得是时候收网了。二嫂啊，二嫂，你这反应朕很满意，就是这心理承受能力不太行啊，这才哪到哪就一副天要塌了的表情。他没急着回答，反而往前走了一步，两人之间呼吸可闻。他伸出手，动作很慢。洛若水下意识想躲，身体却僵在原地。萧恒挑起他额前一缕被风吹乱的发丝，将其别到耳后，指尖划过他微凉的耳廓，那触感让他浑身一僵，麻意从耳垂窜遍全身。姑娘，萧恒的声音带着奇异的磁性，你不是已经骂了我一路的昏君了吗？怎么现在又不认得了？昏君？洛若水眼前的景象模糊了一瞬，他心跳肋骨，嘴唇翕动。不可能，皇帝他沉迷美色，荒淫无度，他怎么可能是你？萧恒心里吐槽着。哎，话不能这么说，朕那是沉迷美色吗？朕那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了开枝散叶，为了龙脉昌盛，这叫战略性耕耘。不过荒淫无度这个词，朕倒是有点喜欢。他脸上露出落寞的神情，甚至带着几分自嘲。沉迷美色，荒淫无度。他轻笑一声，笑声苍凉。若水姑娘，你觉得在一个太师顾城权倾朝野，党羽遍布朝堂的时代，一个锋芒毕露的少年天子能活几天？洛若水愣住了。顾城不死，朕若是不荒唐，不昏聩，不让他觉得朕只是个可以随意摆弄的傀儡，朕的下场只会比你那个作死的丈夫萧睿更惨。他提起萧睿，语气平淡，却让洛若水的心狠狠一抽。他以为他会用胜利者的姿态来嘲讽，可他没有。你胡说！洛若水的声音弱了下去。顾城是自己病死的，跟你有什么关系？是吗？萧恒挑了挑眉。那你觉得北境大军为何能在顾城死后立刻旗开得胜，将扣关的10万匈奴铁骑打得落花流水？是天降神兵吗？还有，你可知如今江南推广的神农稻种亩产2000斤是谁拿出来的？你可知京城工部正在秘密试制的百炼钢能让大夏的兵器锋利度远超匈奴弯刀又是谁的图纸？他每说一句，就向洛若水走近一步。洛若水被他身上无形的压力逼得连连后退，直到后背抵在了竹竿上。他惊恐地发现，他引以为傲的才学和见识在这个男人面前脆弱得像一张薄纸。他说的每一件事他都有所耳闻，却从未将这些联系到那个深宫中的昏君身上。这些与你何干？或许是朝中哪位能臣？能臣？萧恒笑了。若水姑娘，你太天真了。这天下除了朕，谁有这个本事？谁又有这个胆子？他伸出手撑在洛若水耳边的竹竿上，将他整个人卷在自己和竹林之间。这个姿势充满了侵略性。洛若水能清楚地看到他漆黑的瞳孔里面倒映着自己惊慌失措的脸，他甚至能感觉到他说话时温热的气息拂过自己的脸颊带来的战栗。萧恒手上不动，心里不停，这姿势不错，电视剧里都这么演。二嫂这腰真细，道袍都这么宽大了，还能看出这惊人的腰臀比，他好像很紧张，脸都红了。你昨天问我淤泥烧砖，斗破制肥，屈原离，为何不献给朝廷？萧恒蛊惑道。现在我来回答你，因为这些东西本就是朕拿出来的。你口中那个坐在龙椅上连民间疾苦都不知道的昏君，才是一切的源头。这巨大的反差让洛若水眼前阵阵发黑。你撒谎！他用力反驳，声音却像小猫一样无力。你若是皇帝，为何皇后林婉清和淑妃苏清雨他想说，传闻中皇帝对他们也并不上心，只是当成生育的工具。萧恒像是看穿了他的想法。林婉清，他笑了。她曾是三王妃，她的家族在过去的权斗中倾覆。你觉得她如今待在朕的身边，真的只为后位？她要的是复仇与权柄，朕给她施展的舞台。我们是盟友，是伙伴。至于苏清雨，萧恒的表情柔和了一瞬。她是江南盐商之女，掌管着天下最大的钱袋子。你以为朕推广神农道，打造百炼钢，钱从哪里来？都是她在为朕的江山书写。他们不是深宫怨妇，他们是朕的左膀右臂，一个主内安抚朝堂，一个主外经略天下。他们的智慧和付出远超你的想象。洛若水呆住了。林婉清、苏清雨这两个他曾在皇家宴会上见过，只觉得是两个漂亮花瓶的女人，竟然在背后与他一起做着这样惊天伟地的大事，而自己却躲在这山野道观，对着一堆泥巴自怨自艾，自以为看透了天下，何其可笑！
巨大的羞愧和挫败感涌上心头，让他那张肃静的脸涨得通红。他看着眼前的男人，他依旧穿着那身粗布衣裳，可此刻在他眼中，这身布衣比龙袍还要耀眼。原来他不是昏君，他是一个将所有人都算计在内的真正的帝王。他假装昏庸，是在顾城的利爪下求生；他广纳后宫，是在联合各方势力。他所做的一切，竟是一场骗过了全天下人的惊天大戏。而自己，就是那个在台下看得最起劲、骂得最响亮，也最愚蠢的观众。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却发现喉咙像是被堵住了。道歉、质问，还是求饶？萧恒看着他那双漂亮的眸子，他知道这颗聪明的脑袋已经被自己征服了。他收回手，后退一步，给了他喘息的空间。他脸上的玩味和霸道都收敛了起来。朕所求不过是天下太平，百姓安乐。这一生朕，他说的平淡。若水姑娘，你一身才华，甘心隐居山林，可曾想过，你的抱负能否真正施展于这天下？他看着洛若水，他脸上血色尽失，素白的道袍衬得他像一尊易碎的玉雕。心理素质不太行啊，二嫂。萧恒心里盘算着，面上却是一副悲天悯人的帝王气度。对付洛若水这种聪明人，光是震慑不够，必须让他从心底认同，甚至崇拜。洛若水确实被震得七荤八素，他不是甘心隐居山林的人，这道关困不住他的心。他只是对那个腐朽的朝廷，对那个传闻中无能的昏君绝望。他宁愿对着一堆泥沙推演，也不愿自己的心血成为贪官污吏的功劳。可现在有人告诉他，他比翼的一切都是假的，那个他骂了一路的昏君才是真正心怀天下、手段通天的布局者。不，我不信。洛若水的声音很轻，这太荒唐了，你怎么可能瞒过天下人？顾晨真的老谋深算，不是吗？萧恒接话。所以朕才要比他更能忍，更能装。他走到洛若水面前，低头看着他满是挣扎的脸。你以为朕喜欢天天对着一群女人演戏，愿意背上荒淫无度的名声？其实广纳后宫还挺爽的，生孩子还有奖励。这个可不能跟他说。萧恒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委屈。若水，你很聪明。他伸出手，自然地帮他理了理被风吹乱的衣领，指尖有意无意划过他细腻的脖颈。洛若水的身体微僵，肌肤上起了一层细小的疙瘩。可是，他想反驳，脑子却乱成一团。萧恒看他那副样子，凑到他耳边开口道：“二嫂，你是不是觉得朕能活到今天，还把顾晨给熬死了，特别不可思议？”二嫂两个字让他叫得暧昧又戏谑。洛若水的脸刷得红了，他立马后退，想拉开距离，却被萧恒一把抓住手腕。你放开！他挣扎了一下，那手却像铁钳。别动！萧恒的声音沉了下来。朕给你讲个故事。他拉着他走回微缩沙盘前。你看这里。他指着一处泛滥区。3年前，这里决堤淹了下游7个县，百姓流离失所超过10万，朝廷拨了300万两白银赈灾。你猜最后到了百姓手里的有多少？洛若水不说话，紧咬嘴唇。不到30万两。萧恒替他说了出来。剩下的全进了沿途官吏的口袋。顾晨一党更是拿了大头。他看着洛若水，你告诉我，面对这种局面，朕是该跳出来把他们全砍了，引起朝局动荡，让胡人趁虚而入，还是该忍着笑着继续当我的昏君，把这些账一笔一笔记在心里？洛若水呆呆地看着他。他想起自己走访灾区时，他见过洪水过后满目疮痍的村庄，见过卖儿卖女的灾民，见过那些麻木绝望的眼睛。他一直以为造成这一切的是天灾，更是那个昏庸的朝廷。他恨，他怨，他不甘。可他从未想过，那个被他怨恨的昏君或许比他更痛更隐忍。他可以在沙盘上指点江山，可他却要在那个吃人的朝堂上与虎谋皮。羞愧和敬佩在他心中交织。萧恒松开了他的手腕，他知道他的心防破了。洛若水失神地伸出手，颤抖着抚上他腰间那块五爪龙纹玉佩。玉佩触手升温，那股浩然之气再无阻碍涌入他体内。他没有惊慌，而是任由其流淌。这股气息宏大温和，有君临天下的威严，也有滋养万物的包容。这才是真正的帝王之气，国运之气。谎言可以编造，但这种源自血脉、关乎国运的气息做不了假。眼前这个男人就是大夏的天，是那个背负着骂名，在黑暗中独行的帝王，而自己竟像个无知的村妇，对他百般嘲讽。羞愧充斥了他的内心，但比羞愧更强烈的是激动他的毕生所学，
那些他原以为将永远尘封于土纸和泥沙中的抱负，终于找到了唯一的出路。洛若水深吸一口气，拨开道袍下摆，双膝直直地跪了下去。他所跪拜的不只是帝王，更是他此生唯一的希望。额头磕在土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萧恒心里一跳，卧槽，玩这么大！朕就是想收个技术人才，怎么还行上五体投地的大礼了？洛若水抬起头，那张清冷绝俗的脸上此刻写满了狂热。陛下，他的声音清亮。若水有眼无珠，不知陛下忍辱负重，屡次出言顶撞，罪该万死。但若水也有一颗为国为民之心。若水愿为大夏黎民，为陛下效犬马之劳。话音落下，萧恒的脑海里系统的提示音响起。叮，检测到二嫂洛若水归心，忠诚度加70，当前忠诚度70，有所归心。叮，恭喜宿主成功收服洛若水，恭解锁全新体系天宫造物。天宫造物，宿主可消耗国运点数，兑换超越时代的工匠技术、图纸、材料配方等，从民生农具到战争兵器，无所不包。叮，恭喜宿主获得天宫开物基础图纸一套，包含水力断锤、高炉炼钢、复合弓弩等10项关键技术图纸。成了，不但收服了这位满腹才华的二嫂，还解锁了一个新的金手指。他压下喜悦，上前扶住洛若水的双臂，将她从地上拉起来。他的手臂纤细，却蕴含着力量。二嫂，快快请起。萧恒顺口说完，才发觉不妥，清了清嗓子：可若水请起，你能有此心，朕心甚慰。洛若水被他扶着站起身，被那声二嫂叫的脸上又是一热，但他此刻心中激荡，也顾不上这些。萧恒看着他那双重新燃起光亮的眼睛，知道这位未来的工部尚书，大夏的首席科学家正式上线了。他心情大好，松开手，退后半步，恢复了帝王的威仪。若水，江南水患，民生之痛，国之症结。他的声音沉稳有力。朕现在把它交给你，你可有信心？洛若水抬头，眼中是抑不住的激动。陛下，萧恒看着他，忽然笑了。朕问你话呢，二嫂。他激动的脸上又添了几分热度。陛下，他后退半步，可扶着他手臂的那双手稳得像座山。萧恒心里乐开了花。哎呦，还害羞了？刚才是谁跪得那么干脆，一口一个陛下，一口一个万死的，这会儿叫声二嫂就不行了。朕这是在帮你提前适应宫里的称呼，免得以后叫错了被皇后抓住把柄。但他脸上却很正经。朕问你话呢，漕运之事可有信心？洛若水强行把那点不自在压下去。他抬起头，双眸明亮炙热。回陛下，漕运弊病，盘根错节，牵扯甚广，但病根无非3处：河道淤塞不治，沿途官吏贪墨成风，以及漕运工具落后，效率低下。他又恢复了那个才学惊人的模样，侃侃而谈。若陛下肯信我，放手让我去做，给我人，给我权，再给我钱，不出3年，若水必让大夏运河重现百舸争流之景。这副自信满满的样子，比他之前那副冷冰冰的模样要动人得多。道袍宽大，可他一挺直腰杆，那身段的轮廓便显现出来。好，萧恒松开手，大笑一声，朕就喜欢你这股劲儿。他拍了拍手，踱了2步，人、权、钱，朕都给你。朕在京郊有个叫竹云院的地方，里面养着上百个能工巧匠，他们最近刚弄出一种百炼钢，比市面上最好的金铁还要坚韧数倍。到时候你的水闸、心理、工具都用它来造。洛若水心头一跳，百炼钢，他钻研工匠之术，自然明白这3个字的分量。这东西足以改变一场战争的走向，他竟然拿来造农具。还有，萧恒又抛出一个重磅消息：朕有一口家传的灵泉，泉水甘甜，人喝了能强身健体，驱除疲乏。你和你手下的人以后每日都饮用此水，保证你们有使不完的劲。系统里的灵泉对点水效果稀释一下，也是灵泉，没毛病。完美包装，朕真是个平平无奇的营销小天才。洛若水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百炼钢、神异灵泉，他随口说出的东西，每一样都超出了他的认知。至于你最关心的技术，萧恒凑近他，压低了声音，像在分享一个天大的秘密。朕的库房里还收藏着一些祖上传下来的图纸，比屈原离更精妙的东西，数不胜数。他看着洛若水震惊的表情，心里舒坦极了。比如一种用水力驱动的断锤，力大无穷，锻造百炼钢事半功倍。再比如一种能自动清理河道淤泥的船只。他每说一样，洛若水的呼吸就急促一分。他原本以为自己要披荆斩棘，杀出一条血路，
结果皇帝直接开着推土机过来，告诉他上车，朕带你飞。这种感觉让他激动得浑身颤抖。陛下，他声音发颤，您究竟还藏了多少？藏了多少不重要。萧恒打断他，重要的是从今天起，这些东西都归你调动。他满意的笑了。二嫂，你真是朕的解语花。朕正愁这些宝贝没个识货的人，你就出现了。萧恒的动作很快，当天就安排了不起眼的马车，悄悄将他接回京城。马车里，骆若水捧着一本萧恒给他的册子，看得入神。那册子上画着的全是他闻所未闻的机械构造图，旁边还有精炼的注解。他看得如痴如醉到了。萧恒的声音响起，骆若水才回过神。他抬头，正好对上萧恒的视线。他脸上一热，连忙低下头。陛下，我无妨。萧恒掀开车帘，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宫房，也是你的家。骆若水跟着下车，眼前是一处极为清幽的别院，白墙黑瓦，门前栽着几株芭蕉，雅致非常。院子占地极大，一看就是为了改造成宫房而准备的。最让他心安的是，这里离闹市很远，是个能让人静下心来做学问的地方。此地名为格物院。萧恒介绍道，隔壁就是苏清雨的别院，他是大夏的钱袋子，以后你要钱直接找他。他安排的太周到了。骆若水站在院中，看着眼前这个男人，敬佩极了。陛下，他嘴唇动了动。若水定不负陛下所托，朕信你。萧恒看着他，连日的奔波加上心神俱震，他那张绝美的脸上带着些疲态。二嫂这小身板还是弱了点，得给他补补，龙气滋养一下，以后加班才有力气。朕真是个体恤下属的好老板。萧恒心中一动，走上前。你这几日耗神过度，脸色不太好。他很自然地伸出手搭在他的手腕上。朕略通医理，帮你看看。骆若水想抽回手，却被他牢牢握住。他手指温暖有力，轻轻搭在他的脉门上，温润的气息顺着接触的皮肤渡了过来，一只无形的手轻轻疏通着他体内淤塞的管道。他的脸颊泛起一层好看的粉色。定，检测到二嫂骆若水忠诚度+5，当前忠诚度75，忠心不二。定，宿主无私滋养臣属，展现帝王胸襟，国运点小幅上升。萧恒心里美滋滋，手上却没松开。他感受着他手腕处细腻的肌肤和微微加速的脉搏，嘴上一本正经，气血两虚，心神不宁，看来以后灵泉的量要给你加倍。骆若水红着脸轻轻嗯了一声，不敢抬头看他。这男人明明是在关心他，可这动作这语气怎么都透着说不清的暧昧。安顿好骆若水，萧恒哼着小曲返回皇宫，直奔凤鸾宫。刚进殿门，就看到林婉清和萧玉珠两人正坐在榻上下棋。陛下回来了。林婉清先起身，仪态万方地行了一礼。萧玉珠则直接从榻上跳了下来，扑过来一把抱住他的胳膊。陛下哥哥，你可算回来了。他仰着小脸，鼻子在他身上嗅了嗅。咦，怎么有股女人的味道，还是没闻过的生人味。他鼓着腮帮子，一脸警惕，说，你是不是又从外面带回来一个狐狸精了？林婉清也走了过来，他没萧玉珠那么直白，但关切的眼神说明了一切。陛下此次微服私访，可还顺利？顺利，相当顺利。萧恒任由萧玉珠挂在自己身上，走到主位上坐下，顺手将她拉到自己腿上。朕这次出去，可是给大夏请回来一尊真神。他笑着刮了刮萧玉珠的鼻子。什么真神？萧玉珠不依不饶，是不是长得比我还好看？萧恒想了想骆若水那清冷绝俗的容貌和那身道袍也遮不住的身段，很诚实的点了点头。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哇！萧玉珠的嘴巴立刻撅了起来。你果然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你这个负心汉。林婉清嗔怪地瞪了萧玉珠一眼，然后转向萧恒，声音温和。陛下，玉珠妹妹不懂事，您别跟她一般见识。只是不知这位仙子是何来历，竟能得陛下如此看重。萧恒知道这事必须跟皇后解释清楚。他拍了拍萧玉珠的屁股，示意她安分点，然后才对林婉清开口。婉清，你可知朕那位死鬼二哥萧睿，他有个王妃叫骆若水。林婉清一怔，臣妾有所耳闻，听闻睿王妃才学出众，只是睿王死后她便再无音讯。朕这次就是找到了她。萧恒将骆若水在水利工匠之术上的惊天才能，以及自己如何说服她出山的事情简略说了一遍。当然其中暧昧的细节他都巧妙地略过了。此女之才不在当朝宰辅之下，有她相助，江南水患，农耕革新都将迎刃而解。他看着林婉清，语气真诚。所以她不是什么狐狸精，
他是朕的肱骨之臣，与你和青羽一样，都是朕倚重的左膀右臂。这番话既抬高了洛若水，也安抚了林婉清。林婉清何等聪明，立刻就明白了萧恒的意思。他的脸上露出释然的微笑。原来如此，是臣妾狭隘了。能得此等奇女子相助，实乃大夏之幸，陛下之福。只有萧玉珠还趴在萧恒怀里，小声嘀咕：“哼，说的那么好听，谁知道你们孤男寡女在外面几天有没有发生点什么？”次日，金銮殿，钟鸣鼓响，百官肃立。萧恒身着明黄龙袍，坐在龙椅上，视线扫过底下黑压压的官帽。有事起奏，无事退朝。殿内安静了一瞬，萧恒清了清嗓子，不等任何人出列，直接开口：“朕有旨意。”底下官员们精神一振，都看向他。朕决定于工部之下增设司水监，品质正四品，专司全国水利、漕运。话音刚落，底下就起了骚动。工部尚书的眼皮跳了一下，觉得事情不简单。萧恒没有理会，继续说：“元瑞王妃洛氏才学出众，与水利工学一道，见解非凡。朕特封其为首任司水监，即日上任，全权负责江南运河的整顿修缮。”哗！这一下，整个金銮殿立刻炸开了锅。一个老御史站了出来：“陛下，万万不可！自古以来，何曾有女子入朝为官、身居要职的先例？此举有违祖制，是礼崩乐坏啊！陛下三思。”户部尚书也急了，他关心的不是礼法，是钱。整顿江南运河，那是个无底洞。前朝修了30年都没弄明白，国库如今刚缓口气，经不起这般折腾。武将那边也议论纷纷：“瑞王妃，那个守寡的才女，让她去治水，这是太离谱了。女人家绣花弹琴还行，让她去跟江河湖海打交道。”一时间，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朝堂吵得像个菜市场。萧恒坐在龙椅上，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扶手：“张口阻治，闭口阻治。阻治能让你们吃饱饭，还是能挡住匈奴的刀？还有户部这个老抠，天天哭穷。朕的钱袋子苏青雨都没说话，你急什么？”他任由底下吵了一阵，等声音小了些，才慢悠悠开口：“阻治。朕的祖宗打下这片江山的时候，可没规定女子不能为国出力。”他扫视一圈：“还是说，诸位爱卿里有谁自认在水利上的本事能大过洛监正？”他直接用了洛监正的称呼，态度明确。底下没人吭声了，他们可以质疑洛若水的性别，却没人敢打包票说自己比他更懂。至于钱，萧恒看向户部尚书：“朕没打算动国库。”户部尚书一愣：“那钱从何来？朕的内堂够不够？”萧恒笑了笑：“淑妃苏氏也会以江南商会的名义捐助白银300万两。”大殿里响起一片抽泣声。300万两，皇帝的私房钱加上淑妃的钱袋子，这是铁了心要干了。户部尚书彻底没话说了，人家自己掏钱，他这个管国库的还能说什么？萧恒看火候差不多了，对身边的太监递了个眼色：“呈上来。”2个小太监立刻抬着一卷巨大的图纸，走到大殿中央，缓缓展开。那是一幅精细到让人啧舌的江南运河全图。图上不仅标明了山川河流，更用朱笔和墨线画出了无数崭新的标记。这是洛监正结合他过往数年心血，又耗费数日为朕画出的治水方略。萧恒走下龙椅，亲自来到图纸前：“诸位请看，这里淮河入水口，河道狭窄，泥沙淤积。洛监正的方案是开凿一条30里长的引水渠，分流减压，同时在下游此处修建11座阶梯式水闸，用以控制水位，方便船只通行。”他指着图上一个复杂的机械构造图：“这便是水闸的核心，只需2人便可操控万斤闸门的起落。相比现在动辄100人拉拽的木闸，效率天差地别。”朝臣们都围了过来，伸长了脖子看。工部尚书趴在图纸上，眼睛都快贴上去了。他是个懂详的，一看那水闸的设计图，就倒吸一口凉气。这设计闻所未闻，处处透着巧思。还有这里，萧恒又指向一处：“此地水流湍急，易冲垮河堤。洛监正提议用一种新式的混凝土，配合钢筋浇筑堤坝，此物坚固异常，100年不坏。”钢筋、混凝土，朝臣们听得一愣一愣的，这些词他们连听都没听过。萧恒直起身，看着满朝文武震惊的表情，声音扬高：“宣司水监洛若水觐见。”所有人的视线齐刷刷转向殿门。洛若水身着一身崭新的青色官袍走了进来，官袍为她量身定做，收了腰身，显得她腰肢纤细，身段挺拔。乌黑的长发用一根木簪束在脑后，露出一张素净清冷的脸。她脸上未施粉黛，
可那通身的清贵之气和明亮的眼睛，让嘈杂的大殿自然而然地安静下来。萧恒心里赞叹：啧，朕的二嫂就是好看，这身制服谁顶得住啊？早上在格物院给她试穿，那腰一只手就能握住。骆若水目不斜视，走到大殿中央，对着萧恒行了一个标准的官员礼：臣工部司水监骆若水参见陛下。他的声音清脆，不卑不亢。那老御史又不死心地站了出来，指着骆若水吹胡子瞪眼：骆监正，老夫问你，你一介女流，未曾亲临河堤，不懂民生疾苦，凭什么在此夸夸其谈，纸上谈兵？骆若水转向他，微微躬身：敢问刘御史，大人府上1月用米几斗，炭几斤？刘御史一愣：你问这个做什么？大人只管回答便是。大概米2担，炭300斤。刘御史被他问得有些发懵。骆若水点了点头：据臣所知，江南一户普通农家1年到头也未必能存下2担米。京城300斤木炭的价格，够他们在江南置办半亩薄田。他顿了顿：大人身居高位，尚不知民间物价几何，又怎敢说臣不懂民生疾苦？你……刘御史一张老脸涨成了猪肝色，指着他半天说不出话。骆若水不再理他，转身面向所有官员，声音清晰传遍大殿：不错，我是女子，我未曾像各位大人一样10年寒窗考取功名，但我走过大夏的13个州，我亲眼见过淮河决堤灾民遍野，我亲手为染上瘟疫的孩童熬过药汤，我见过漕运码头上因船只沉没而倾家荡产的船工，见过被层层盘剥最终一无所获的粮商。图上这些方案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是臣用双脚丈量土地，用眼睛看，用耳朵听，总结出来的。你们说我不懂，那你们谁能告诉我，为何大夏的漕船5年一小修，10年一大修，却依旧事故频发？因为龙骨的榫卯结构不合理。为何河道年年疏通，年年淤积？因为你们只知挖泥，不知用水流的规律冲煞。那些原本还想看笑话的官员，此刻都沉默了。他们被这个女人身上那不输任何男儿的气势镇住了。萧恒站在龙椅旁，看着这一幕，心中豪情万丈。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上前一步，站到骆若水身边，朗声宣布：诸位都看到了骆监正的才华，无需多言。朕今日在此，不仅是要任命他，更是要告诉诸位，朕要做的也不仅仅是修好一条运河。他张开双臂：朕要打通南北，贯穿东西。朕要让北方的战马3日之内便可饮到江南的水。朕要让南方的稻米1周之内便能摆上京城的餐桌。朕要修的不是一条普通的河，而是一条属于大夏的流淌着财富与生机的水上龙脉。这条龙脉一旦建成，我大夏国运将因此昌盛100年。他的声音充满了力量，回荡在金銮殿的每一个角落，也砸进了每一个臣子的心里。水上龙脉，100年国运。所有人都被这蓝图惊得说不出话来。他们看着龙椅前并肩立的帝王与女官，忽然觉得一个崭新的时代或许真的要来临了。骆若水接到旨意，立刻回到格物院，召集工匠，雷厉风行，准备南下。他不知道的是，一封密信已经从京城飞出，送往千里之外的江南。江南，扬州，一座豪奢园林的暖阁内，几名衣着华贵的盐商和漕运官员正围坐一堂。为首的扬州盐运使曹锟看完信，冷笑一声，将信纸拍在桌上：皇帝这是昏了头，派个女人来动我们的漕运。旁边一人接话：漕运是咱们的钱袋子，每年多少银子从这里过，他想断我们的财路。另一人阴恻恻地开口：一个娘们儿还想翻天不成？到了江南，是龙他得盘着，是虎他得握着，给他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江南这片地到底是谁说了算。车马零驶出京城。骆若水坐在头一辆马车里，他身上是那套崭新的青色官袍，料子挺刮，将他纤细的腰身勾勒得恰到好处。他手里捧着一本图册，正是萧恒给他的《天工开物》。他的指尖在那些精妙的图样上划过，整个人都沉浸其中。车队是萧恒亲自送出城的。城门外，他站在他车前，没穿龙袍，只是一身长服。江南不比京城，人心叵测。他看着他那兴奋的脸：陛下放心。骆若水从图册中抬起头：臣此去必将陛下的蓝图变为现实。萧恒心头微微叹气，这话说的豪气，就是人太单纯，以为拿着圣旨和图纸就能平推了。江南那帮老油条不让你掉层皮，都对不起他们的名声。不过这身官袍确实好看，就是不知道坐久了会不会硌着回头的让内务府给他换身软点的料子。他伸手探入车窗，帮他理了理有些歪的衣领。骆若水身体一僵，车厢里的空气都热了几分。
萧恒的指腹擦过他的脖颈，带来细微的痒。江南水深，萧恒收回手，二嫂多保重。臣遵旨。骆若水低下头，不敢再看他。车队缓缓启动，萧恒站在原地，直到那抹青色消失在官道尽头。半个月后，扬州，骆若水带来的队伍遇到了第一堵墙，想要开山采石，修建水闸，可扬州附近最好的几座石山全都有主。骆大人，您看，这真不是小的不给面子。扬州最大的盐商曹锟挺着圆滚滚的肚子，笑得一脸和善。这山是我家的祖坟山，风水宝地，可不敢乱动啊。骆若水身边的工匠拿出舆图，指着上面，曹员外，官府图册上标着，此地是荒山，并无坟冢记录。曹锟眼睛一眯，脸上的肥肉挤在一起。骆大人，图是死的，人是活的吗？我们乡下人最讲究这个，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可不敢动。您是京城来的贵人，想必也能体谅我们这些小民的心情。他嘴上说着自己是小民，可那口气分明没把骆若水放在心上。骆若水面色清冷，既然曹员外的祖坟山动不得，那城东那片荒地，我私水间征用来做工房，总可以吧？哎呦，那更不行了。曹锟一拍大腿，那地早就被城里几家大户预定了，说是要盖别院。骆大人，您来晚一步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骆若水明白了，这些人是在用软刀子割他的肉。事情很快变得更坏了。他带人勘测河道，船行到一半，船底突然漏水，差点翻在河中央。捞上来一看，船底被人凿了几个洞。新搭建的工棚夜里无故起火，烧掉了不少工具和图纸。从京城带来的工匠走在街上会被人撞翻，甚至有地痞上门挑衅。扬州的茶馆酒肆里，不知何时开始流传一个说法，听说了吗？京城来的那个女官是个妖女，说书先生唾沫横飞，她要在运河上修什么闸门，那是龙王爷的脖子动了就要发大水。可不是吗？我三舅家的二表哥就在他手下干活，说那女人整天画些鬼画符。我听说啊，她这是要断我们曹帮兄弟的活路。运河修好了，船走得快了，还要我们这些纤夫做什么？民怨被煽动起来，原本愿意接活的本地工人看见私水间的人都绕着走，百姓们看骆若水的眼神也从好奇变成了厌恶。他带着人去张贴告示，解释新式漕运的好处。可告示刚贴出去，转眼就被人撕了，上面还泼满了污秽。深夜，私水间临时衙署，骆若水独自坐在灯下，面前摊着那幅巨大的江南运河，图上的线条清晰，方案完美，可现在都成了一纸空谈。他瘦了些，下巴都尖了，宽大的官袍穿在他身上显得有些空荡。这些天他拜访的官员个个笑脸相迎，嘴上说着一定配合，可一到办实事就处处推诿。他去找地方豪族商谈，对方要么闭门不见，要么就拿些理由搪塞。他知道这些人背后有一张网，网的中心就是那些靠着旧漕运体系吸血的获利者。他有满腹才学，可这些东西在人性面前显得是那么无力。治理天下远不是在沙盘上推演那么简单。夜风吹过，烛火晃动，将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他拿起笔铺开一张信纸，这封信是写给萧恒的。他没有诉苦，只是将这半个月来遇到的所有事情桩桩件件条理分明地写了下来。从曹锟的祖坟山到被凿穿的船底，再到市井间的流言，他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写到最后，他腕骨酸痛，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留下一个墨点。他轻轻叹了口气，将信纸折好，封入信筒，交给了最可靠的亲信。京城养心殿，萧恒正在批阅奏折。小福子走进来，呈上一个加急的信筒。江南来的。萧恒放下朱笔，是骆大人的加急密报。萧恒拆开信，抽出那张写的密密麻麻的信纸。他看得很快，脸上没什么表情。来了来了，二嫂的小报告来了。啧啧，这次写的是真好。祖坟山，工棚起火，妖女祸国，这帮江南的蠢货手段还是这么老套。不过也算是给二嫂好好上了一课，让她知道这官场不是请客吃饭，光有技术是行不通的，还得拳头够硬。他读到骆若水详尽记录了哪个茶馆的说书先生说的最难听，哪个地痞的门牙长得最歪，脸上浮现出玩味的笑意。真不愧是搞工科的，观察的还挺仔细，连人家门牙长什么样都记下来了，这是准备以后挨个去拔吗？他把信看完，放到一旁。他知道骆若水这是在向他求援，但他没有直说，只是把问题摆出来，看他怎么解决。这既是他的骄傲，也是对他的试探。萧恒站起身，在店内踱了2步。磨砺归磨砺，但不能真让自己的私水间间正被人欺负惨了。这帮人敢动骆若水，就是没把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他
他停下脚步，眼中闪过寒光。小夫子，奴才在。传朕旨意，让周冲从禁逆卫中秘密调集3000精锐，换上便装，分批南下。告诉领队，到了扬州，什么都不要做，找个地方藏起来，就地待命。奴才领旨。小福子恭敬退下。萧恒走到窗边，看向南方的夜空，脸上露出冷酷的笑。既然他们想找死，那朕就成全他们。凤鸾宫，萧恒抹撒着温热的茶杯，回想着洛若水信里的内容，3000禁逆卫已经在路上，但光靠杀人解决不了问题。江南那帮士绅盐商，关系网织的跟蛛网一样，油滑得很，得用他们的玩法把他们玩惨。看来朕得亲自走一趟。他心里有了计较，抬眼看向棋盘前的2个女人。林婉清一袭宫装，身段丰腴，她从容落下一子，棋盘上的局势便不一样了。萧玉珠穿着粉色罗裙，正趴在棋盘对面，小手撑着下巴，愁眉不展。可萧恒清了下嗓子，两人一同望来。陛下哥哥。萧玉珠眼睛一亮，棋也不管了，从软榻上跳下来，直接扑进萧恒怀里，挂在他身上。你忙完了，快帮我看看，婉清姐姐太厉害了，玉珠要输光了。他撒着娇，身子在他怀里蹭。林婉清也起身走了过来，理了理裙摆。陛下今日怎地有空过来？朕来宣布一件大事。萧恒搂住萧玉珠的腰，让她在自己腿上坐好，对林婉清说：朕打算去一趟江南。萧玉珠的耳朵立刻竖了起来。去江南？玩嘛？林婉清的眉头却蹙了起来。陛下，江南局势复杂，朝堂初定，您不宜轻易离京，万一……所以朕不是一个人去。萧恒捏了捏萧玉珠的脸蛋，再看向林婉清，朕要带着你们俩一起去。哇！萧玉珠从他腿上蹦了起来。真的吗？带我们一起去江南玩？我听说那里的桂花糕最好吃了。林婉清拉住他，让他安静。可他自己更加不解。陛下，眼下是去处理药物，并非寻衅，带着我们恐怕多有不便。萧恒暗自点头。婉清就是聪明，一下就想到点子上了。不过朕就是要带你们去，不然国运怎么长？他拉过林婉清的手，让她在身边坐下。婉清，你想想，你身为皇后，日后要母仪天下，这天下究竟是什么样子？不能只从奏折上看，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朕让你看的不是江南的风花雪月，是运河，是农田，是那里的百姓怎么活。他又拍了拍萧玉珠的脑袋。还有你这丫头，别光惦记着吃，朕让你去，是让你看看朕的江山子民。你以后也是这宫里的主人，不能当个什么都不懂的傻丫头。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萧玉珠听得半懂不懂，但只要能出去玩，她就高兴。玉珠不做傻丫头，玉珠要帮陛下哥哥看江山。林婉清被他握着手，听着这番话，心里的担忧散去，多了几分触动。她身为皇后，对宫墙外的世界的确知之甚少。陛下说的是臣妾想的窄了，这就对了。萧恒一手一个，心里舒坦。朕这次去，明面上是体察民情，暗地里是去给洛若水撑腰。婉清，你是朕的贤内助，帮朕出谋划策。他低头看着怀里的小丫头。玉珠嘛，就负责让朕开心，顺便暖床。讨厌！萧玉珠脸一红，粉拳轻轻捶了他一下，嘴角却向上扬着。林婉清瞪了他一眼，这皇帝当着他的面就调戏玉珠，没个正形。但他也懂，萧恒这是在将他们3人绑在一起。出行事宜，臣妾会安排妥当，定不拖累陛下。萧恒脸上笑眯眯，看看朕的皇后就是贴心，朕这皇帝当的真是鞠躬尽瘁。临行前夜，萧恒处理完政务，没回寝宫，悄悄去了苏清雨的居所云书院。为了方便照顾，他早已将她和孩子秘密接入宫中。推开门，扑面一股奶香，让他心安。苏清雨正坐在灯下，只穿了件薄丝寝衣，长发披肩。他已能下床，身子还有些虚。他面前桌上摊开的不是诗词歌赋，而是一本厚厚的《竹云院流水账册》。听到开门声，他抬起头，见到是萧恒，他眼中惯有的清冷散去几分。陛下，他想站起来，萧恒几步上前按住他的肩膀，身子还没好利索，别乱动。他顺势从他身后环住，下巴抵在他肩窝里，看着桌上的账目。都当娘的人了，还这么拼。他的呼吸拂过他的耳廓，苏清雨身子微颤，脸颊泛红。生完孩子，他身上添了几分妩媚风韵，情下的身形比产前更添丰盈。竹云院那边，百炼钢和新农具的订单越来越多，我怕下面的人账目不清。他的声音很轻，有些许产后的慵懒。辛苦你了，我的钱袋子。萧恒在他脸颊亲了一下，手从他的衣襟探入。苏清雨身体一僵，呼吸急促了些，
却没有推开。陛下，萧恒在他耳边低语，朕明日要出趟远门，他将去江南的事简单说了。苏清雨静静听着，手里的笔不知不觉放下了。要去多久？他问。快则1月，慢则2月。殿内安静下来。苏清雨转过身，面对着他，那双清亮的眸子里藏着些许不舍，但他没说挽留的话，只是伸出手帮他理了理衣领。陛下是去做正事，切身明白。你在京城安心养好身子，照顾好咱们的孩子，朝中的事朕都安排好了。萧恒捧起他的脸，陛下保重。苏清雨扬起脸，妾身在京城等你凯旋。萧恒低头封住了他的唇，这个吻没有以往的掠夺，只有入骨的温柔。他细细品尝，感受着他的顺从。良久，唇分。苏清雨气喘吁吁，面若桃花，靠在他怀里。今晚朕留下。萧恒将他拦腰抱起，走向内殿的龙床。苏清雨轻轻嗯了一声，将脸埋进他的胸膛。一夜温存，翌日天未亮。萧恒起身时，苏清雨还在熟睡。他看着他恬静的睡颜，心中一片柔软。丁检测到苏清雨心意相通，忠诚度+1。当前忠诚度93，情根深种，船行于运河之上，平稳得很，让人昏昏欲睡。萧恒靠在软垫上，一手揽着一个，左边是林婉清，她正捧着一卷书看得认真。产后，她那深宫妆下的曲线愈发惊心动魄，整个人像熟透的水蜜桃，只坐在那里就自成一道风景。右边是萧玉珠，她可没那么安分。小丫头穿着一身便于行动的劲装，正趴在船窗边，拿一根小树枝逗弄着水里的鱼。陛下哥哥，你说江南好玩吗？萧玉珠回过头，满眼都是期待。是不是到处都是亭台楼阁，到处都有唱小曲儿的？玩。萧恒板起脸，一脸严肃。朕是来办正事的。玩？当然是来玩的，不过也是来抄家的。抄完家再玩，那才叫舒坦。洛若水那丫头被人欺负的都开始写小报告了。朕再不来，他怕是要把扬州地痞的牙齿数量都统计出个报表呈上来了。萧玉珠才不信他，凑过来，小鼻子在他身上嗅了嗅。你身上一股子清香，是婉清姐姐的熏香。你要是真来办正事，身上就该是墨水味儿。萧恒被他逗乐了，伸手捏住他的鼻子。就你聪明，朕这次来头一件事是给朕的司水监撑腰，让他知道天塌下来有朕给他顶着。林婉清放下书卷，抬眼道：那第二件便是要带着臣妾体察民情，看看这运河与农田究竟是什么模样。皇后知我。萧恒赞许的点头。至于第三吗？他拖长了音，看向萧玉珠。第三是什么？萧玉珠追问。第三就是看看你这丫头，除了吃桂花糕，还能不能干点别的。萧恒的手在他腰间不轻不重的捏了一把。我能干的可多了。萧玉珠不服气的挺了挺小胸脯，身子一扭，躲开他的手。我能帮你暖床呀。林婉清嗔怪的看了两人一眼，有些无奈。陛下，我们这样大张旗鼓的来，会不会打草惊蛇？谁说我们大张旗鼓了？萧恒挑了挑眉。在外面，朕是你家老爷，你是夫人，她是贴身丫头。我才不要当丫头。萧玉珠立刻抗议。那你想当什么？平妻。萧恒打趣道。萧玉珠看了看林婉清，又看了看萧恒，苦恼地皱起小脸。林婉清拉过萧玉珠的手，柔声安抚，心里却明白萧恒这番胡闹是在用轻松的方式告诉他们，此行一切皆在他的掌控之中。船到扬州并未入城，而是在一处僻静的码头悄然停靠。周冲早已等候在此，他身后是一座毫不起眼的宅院。老爷夫人都安顿好了。周冲上前对着三人行礼。萧恒点了点头，扶着林婉清和萧玉珠进了宅子。安顿好两个女人，萧恒换上一身普通商贾的衣服，和周冲走上了扬州的街头。白日里的扬州城繁华似锦，商铺林立，人来人往。可萧恒一运起天子望气数，眼前的景象就全变了。城中百姓的头顶大多是些灰白之气，代表着辛劳与疲惫，而几座最是奢华的府邸上空却盘踞着浓得化不开的黑气。那黑气里混杂着金钱的油光和百姓的怨念，其中最大的一股正来自盐运使曹锟的府邸。嚯，好家伙，这曹锟是把扬州的民脂民膏都刮下来糊墙了吧？这怨气都快赶上京城顾城那老贼了。还有那几个曹帮的头头，一个个肥得流油，气都是黑中带绿的，一看就是心肝都烂了。他看得分明，无数细微的怨气丝线从城中各处升起，最终都汇集到那几座豪宅之上。而洛若水所在的司水监衙署上空气运清正，却被这些黑气团团围住，寸步难行。周冲，属下在。看见那几家了吗？
萧恒指了指那几处黑气最盛的地方，看见了，骆大人遇到的麻烦都跟他们有关。是，盐运使曹锟、曹帮龙头王大彪，还有几个本地的大粮商，他们把持着整个江南的漕运。骆大人动了他们的钱袋子，他们自然要使绊子。钱袋子，萧恒笑了，很好，朕就喜欢钱袋子。他转过身往回走，今晚让兄弟们准备好，我们不做别的，就去帮这些员外老爷们清理一下家产。周冲一愣，随即明白了皇帝的意思。陛下是指拿钱，还是朕是那种杀人放火的暴君吗？萧恒反问，一脸正气。朕是来感化他们的，感化他们的方式就是让他们体会一下一夜返贫的快乐，让他们知道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可以被朕带走。周冲低头，属下明白了。是夜，月黑风高，3000境逆位如鬼魅一般悄无声息潜入了扬州城。他们没有惊动任何人，目标明确，直扑那几座被萧恒标记的豪宅。曹锟府邸地下密室，2个看守正打着瞌睡，忽然脖子一麻就软了下去。境逆位的高手撬开3道金刚打造的锁，推开厚重的石门，门后是码放的整整齐齐的金砖银锭，还有一箱箱的珠宝玉器，在火把的照耀下光芒刺眼。带队的校尉正准备下令搬运，一道身影出现在他身后。行了，你们去下一个地方，这里交给朕。是萧恒。校尉立刻行礼，带着手下退了出去。萧恒走进密室，看着这满屋子的金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发了，发了！朕的内堂都没这么阔绰过。曹锟这老登西比苏清雨还能挣钱啊，可惜现在都是朕的了。他伸出手，心念一动，面前小山一样的金砖便如幻影般没入虚空。定，宿主获得黄金10万两，国运点加100。他又走向那堆银锭，再一次伸手，那如山堆积的白银也跟着消失无踪。定，宿主获得白银300万两，国运点加300。一箱箱记录着曹锟罪证的账本也被他一股脑收进了储物空间。这些可是好东西，是送给洛若水的见面礼。不到1刻钟，整个密室比狗舔过的都干净。他拍了拍手，满意离开，奔赴下一个感化现场。整个晚上，萧恒就像一只勤劳的仓鼠，在扬州城里四处搬运。系统提示因在他的脑海里响成了一片，国运点蹭蹭上涨，储物空间里堆满了金银财宝和罪证账册。天亮了，第一个发现金库被盗的是盐运使曹锟的管家。他打开密室门时，当场就吓瘫了。曹锟闻讯赶来，看见空空如也的密室，两眼一翻，直接晕了过去。紧接着，曹帮、粮商一个接一个的噩耗传来，整个扬州的上层社会一夜之间哀鸿遍野。他们疯了似的报官，扬州知府的衙门门槛都快被踏破了。可官差们勘察现场后，全都傻了眼。所有的门锁完好无损，墙壁上没有一个洞，甚至连一个多余的脚印都找不到。那些金山银山就像自己长腿跑了一样，凭空蒸发了。与此同时，泗水间临时衙署洛若水一夜未眠，正对着图纸发愁。他揉了揉发酸的眼睛，准备起身倒杯茶，却发现自己的书案上不知何时多了一摞厚厚的账册。账册的封皮很新，不像是衙门里的旧物。他拿起最上面的一本，翻开。贞元3年，盐运使曹锟私吞官盐3万担，与北蛮交易，获利50万两。贞元4年，曹帮王大彪凿沉官船7艘，嫁祸水匪，侵吞漕粮。一桩桩，一件件，时间、地点、人物、金额记录得清清楚楚。洛若水的手指停在纸上，整个人定住了。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市井间的流言四起，听说了吗？曹大人他们得罪了神仙，财宝都被收走了。什么神仙？我看是惹了鬼了。泗水间临时衙署洛若水翻看着那摞账册，她一个工科女子，对官场倾轧本不敏感，但这些天受的委屈让她明白了这账册的分量。这是能让整个扬州官场塌陷的铁证。在联想外面传的沸沸扬扬的失窃案，一个念头在他脑中成型：有人在帮他。骆大人，门外传来轻信的声音。门外有位姓龙的员外求见，说是您的故人。姓龙？洛若水心头一跳，他怎么会来扬州？他压下心里的波澜，整了整身上那件显得有些宽大的青色官袍，沉声道：请他进来。他走到门口，想亲自迎接，门被推开，走进来的不止一人。为首的男子一身锦衣，面带微笑，正是萧恒。他身后跟着2位女子，一位宫装华贵，身段丰腴，气质雍容；另一位穿着粉色劲装，梳着双压髻，一双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屋里。洛若水愣住了，他知道龙公子就是当今陛下，可他怎么会带着后妃
出现在这里。骆大人，别来无恙啊！萧恒自顾自走进屋，自顾自找了个主位坐下。萧玉珠跟了进来，凑到萧恒身边小声嘀咕：“好哥哥，你看这桌子腿都掉漆了，椅子坐上去还咯吱响，二嫂嫂天天就用这个吗？”骆若水的脸颊微微发烫。萧恒咳了一声：“玉珠，不得无礼，这丫头会不会说话？朕的二嫂这是艰苦朴素，你懂个屁！不过这地方是寒酸了点，桌子腿都掉漆了，回头得给她换个金丝楠木的。”他又看向骆若水，指了指身边的林婉清和萧玉珠：“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朕的内人和妹妹，我们出来体察民情，路过扬州，顺便来看看你。”林婉清对着骆若水温和的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骆若水赶紧回礼，心里乱成一团。皇帝亲临，还带着后妃，这阵仗是要做什么？陛下，他刚开口就被萧恒抬手打断：“在外面别叫陛下。”萧恒翘起二郎腿，指了指他桌上的那摞账册：“怎么样，朕送你的这份礼物还喜欢吗？”骆若水虽然早有猜测，但亲耳听见他承认，依旧让他心神俱震。外面的事也是陛下做的。他的声音有些干。不然呢？萧恒摊了摊手：“朕看你在这里被人欺负的饭都吃不下了，这官袍穿着都晃荡。朕这个人最是护短，我的人不能白受委屈。”他身体前倾，手肘撑在膝盖上：“你是个实诚人，跟他们讲道理，他们跟你耍流氓，那朕就用他们的法子跟他们玩玩。曹锟的祖坟山动不得，朕让他连买棺材板的钱都没有。那帮人煽动民怨说你是妖女，朕让他们自己变成穷鬼，看谁还顾得上嚼舌根。”他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小事。可骆若水听在耳中，只觉得脑子嗡的一声，一夜之间让扬州最富有的一群人倾家荡产，还将他们的罪证罗列清楚，这是何等手段，何等权势！他之前以为这位皇帝只是懂些格物之学，有些抱负，却被朝臣架空。现在他才明白自己错得有多离谱。这不是昏君，这是一头不出则已，一出手便石破天惊的猛虎。可是那些钱财，骆若水艰难地开口：“那么大一笔数目，如何运走的？府衙那边查不到任何痕迹。”萧玉珠抢着回答：“我好哥哥有神仙法术，手一挥，金子银子就都没了。”萧恒瞪了他一眼，示意他闭嘴。这丫头真是个猪队友，朕的底裤都要被他扒了。朕这是天子手段，叫法术多俗气。他看向骆若水，换上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骆监正，你是相信科学的？世界上哪有什么神仙法术？”骆若水被他这番话弄得更糊涂了。那都是朕的秘密，你只需要知道。萧恒站起身，走到他面前，他伸手拿起一本账册，拍在桌上：“这些是他们的罪证，扬州知府靠不住，朕会派人来处理。你只管把这些东西递上去，剩下的事不用你操心。”他又拿起另一本：“这是他们的钱，黄金30万两，白银800多万两，朕都帮你收起来了，现在全在朕的内堂里。”他凑近骆若水，声音压得很低：“朕给你一道密旨，从今天起，这笔钱你随便用，买山买地，招募工匠，给他们发双倍工钱。谁敢不听话，谁敢再耍花样。”他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敲击着：“你就告诉朕，朕来帮你感化他。”骆若水呆住了，他看着眼前的男人，他没有穿龙袍，没有带仪仗，就像一个普通的富家公子。可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他之前所遇到的障碍碾成了齑粉。这才是真正的帝王。他原以为自己要在人性的泥潭里挣扎，可现在萧恒为他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堤坝，让他可以心无旁骛地去实现心中宏伟的蓝图。他通身的清冷悄然融化。骆若水退后一步，整理好自己的官袍，对着萧恒郑重地躬身下拜：“臣工部司水监骆若水参见陛下。臣愿为陛下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萧恒扶住他的手臂，将他拉了起来。他的手臂很纤细，隔着衣料都能感觉到骨骼的形状，还是太瘦了。回头的让膳房给他开小灶，好好补补。朕的国之重器可不能累垮了。他的手温热有力。骆若水身体一颤，脸上浮起一抹红晕，迅速低下头。就在此时，萧恒的脑海中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叮，检测到二嫂骆若水心意相通，忠诚度加20，当前忠诚度90，忠心不二。奖励技能灵犀巧手。萧恒心里乐开了花，来了，专业对口的技术奖励。这灵犀巧手听名字就精细，给二嫂最合适。他面上不动声色，扶着骆若水的手却没松开，反而顺势将她拉近了些。骆若水刚站稳，还没从刚才的情绪中回过神，
就感觉一股温热的气息从萧恒的掌心传来，他身体一颤，想要挣脱，却被萧恒握得更紧。别动！萧恒的声音很低，他另一只手抬起，食指与中指并拢，点在了洛若水的眉心。系统，把灵犀巧手给我转过去。对，就这个姿势，仙风道骨一点，逼格拉满。洛若水只觉得眉心一热，暖流在他脑中散开，一时间，整个世界在他眼中都变得不一样了。他面前的这张旧书案，原本只是掉了漆的破木头，可现在他能清晰地看到木头内部的纹理走向，每一处榫卯的连接点，甚至能感觉到哪一根桌腿因为受潮而变得脆弱。他再转头看向墙上挂着的江南运河舆图，他似乎能听到水流的声音，能感受到河床下每一处泥沙的堆积情况。无数个优化方案在他脑中交织，这种感觉太奇妙了，就像是他与这些器物、这些水利工程心意相通了。萧恒松开了手，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他。倒是旁边的萧玉珠，一双大眼睛瞪得溜圆，他伸出小手指着洛若水的脸，结结巴巴地开口：二嫂嫂，你的脸。林婉清也面露亚色。就在刚才短短片刻，洛若水那张因劳累而憔悴的脸，像是被春雨洗过一般，变得莹润光滑，整个人还是清冷的模样，却平添了几分灵动之气。洛若水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触手一片滑腻，和之前略微粗糙的感觉完全不同。萧恒看着他的变化，心里很是满意。他故意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用一种开玩笑的口吻说：二嫂，你这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怎么朕就摸了你一下，你就变好看了？他凑近一些，压低声音：早知道朕有这本事，当初就该在脸上多摸几下。洛若水脸颊一下红透了，他后退一步，双手紧张地攥着自己的衣角，低着头不语。好哥哥，你偏心。萧玉珠不干了，他从软榻上跳下来，3步并作2步冲过来，抱住萧恒的胳膊，使劲摇晃。你给二嫂嫂吃了什么好东西？我也要变好看。你凭什么只摸她不摸我啊？小丫头一边说，一边撅着嘴，把自己的脸往萧恒手上蹭。这傻丫头脑子里除了吃就是暖床，再就是变漂亮。朕这是赐予国之重器神技，你当是分糖豆呢？萧恒被他摇得头晕，伸手捏住他的脸蛋，把他从自己身上撕下来。胡闹！你二嫂那是为国操劳，朕给她的是奖赏，是技术。他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你个小丫头片子，又不搞科研，给你干什么？浪费！我不管，我也为国操劳了。萧玉珠不服气的挺了挺小胸脯，我天天陪你，让你开心，这不是为国分忧吗？你开心了，国家才能好呀。萧恒被他这套歪理说得哭笑不得。行，你也有功。他敷衍的在他脑袋上拍了拍，等回头朕也赏你一个暖床精通的技能，行了吧？讨厌！萧玉珠粉拳捶了他一下，虽然嘴上抱怨，但心里那点小别扭也就散了。林婉清一直静静的看着他，走到萧恒身边，柔声开口，语气探究：陛下，您刚才赐予骆大人的恐怕不是凡物吧？萧恒就知道瞒不过这位聪明的皇后，他拉过林婉清的手，让她和萧玉珠一左一右在自己身边坐下，这才正色道：婉清，你猜的没错。他看向洛若水，示意他也坐下。朕刚才赐予洛监正的是一种名为灵犀巧手的能力。灵犀巧手？3女异口同声，脸上都是好奇。对，萧恒解释起来，你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天赋，拥有它的人对于世间万物的构造都会有超乎常人的理解和感知力。他指了指洛若水，比如洛监正，他现在再去看那些图纸，脑子里就能自动生成最优的方案。他去摸一块木头，就知道怎么用最省力的方式把它造成最精巧的器物。他清了清嗓子，继续说：大夏想要富强，光靠朕一个人不够，朕需要有人能将朕的想法变成现实。这番话让林婉清眼神中多了份郑重，他明白了，萧恒不是在施展私恩，而是在为整个国家的未来布局。萧玉珠虽然听得半懂不懂，但也明白这灵犀巧手是很厉害的东西，不是用来变漂亮的。萧恒见成功安抚住了后院，心里得意，手上也没闲着。他一手握着林婉清温润的手，另一手在萧玉珠的腰上捏了一把，同时对洛若水说：洛监正，你刚得到这份能力，朕再帮你熟悉熟悉。说着，他又朝洛若水伸出了手。洛若水看着那只修长有力的手，脸颊又开始发烫。他迟疑了一下，还是将自己的手轻轻放进了他的掌心。萧恒握着他的手，对另外2个女人说：你们也别急。就在这时，洛若水忽然轻啊了一声，抽回手。他快步走到那张破旧的书案前，伸出纤纤玉指，在桌面上轻轻拂过，然后闭上了眼睛。片刻后，他睁开眼，语气兴奋：
陛下，这张舆图可以改。他指着墙上的江南运河图。之前我设计的闸门对船只通行的效率影响还是太大，但现在我有了一个更好的想法。他拿起笔，在一张白纸上迅速勾画起来，一个个复杂的结构图在他笔下飞快成型。萧恒看着他神采飞扬的样子，满意的笑了。他转过身，看向窗外已经大亮的天色，扬州城的喧嚣声隐隐传来。哭吧，闹吧，等你们哭完了，就该轮到朕登场了。他眼中闪过一道冷光。洛监正，臣在。洛若水立刻停笔，恭敬地站好。光有图纸还不够。萧恒的声音冷了下来，朕要你亲眼看着这张图纸是如何变成现实的。他走到门口，周冲的身影无声无息地出现。陛下，曹帮的窝点，城中豪族的暗桩都清楚了。回陛下，骆大人给的图一清二楚。周冲递上一份卷轴，上面用朱笔圈出了10几个地方。萧恒接过，看都没看，直接扔回给周冲。那就动手吧。告诉弟兄们，天亮之前，朕不想在扬州城里再看到这些名字，但有反抗者，格杀勿论。是。周冲的身影再次消失在门外。很快，几队穿着黑衣的禁逆卫如同鬼魅从宅院的阴影中散出，融入了扬州城尚未完全苏醒的晨光里。扬州城的天说变就变，前一天还是哀鸿遍野，富商巨贾们哭天抢地，第二天风向就全转了。一大早，10几支黑衣队伍手持腰刀，直接踹开了曹帮在城内的各个堂口。但凡手里拿着家伙反抗的，当场就被一刀放倒，连句狠话都喊不出来。奉旨办案，闲杂人等退避。百姓躲在门缝后看着，只见那些平日作威作福的混混，在这些黑衣人面前跟待宰的鸡没两样。紧接着，盐运司几个主事官员还没从被窝里爬起来，就被堵在了家里。罪证一亮，人往囚车里一塞，干脆利落。整个扬州官场和地下室里，一个上午就被离了一遍。泗水间临时衙署内，萧恒翘着二郎腿，悠闲地喝茶，听周冲汇报。陛下，曹帮龙头王大彪和他手下13个头目全部抓获，负隅顽抗者以就地正法。城中与他们勾结的7名官员也已下狱，这是从他们府中搜出的信件，多与京城故臣有牵连。周冲将一叠文书放在桌上，萧恒看都没看。跟顾臣有牵连，那不是正好吗？正愁找不到理由填坑，他们自己把铲子递过来了。他转头看向一旁，骆若水站在那幅巨大的江南运河舆图前，他的手指在图上缓缓移动，时而停顿，时而在白纸上飞速记下符号。得了灵犀巧手，他整个人都透着股灵气。原本清冷的脸庞因专注而染上红晕，宽大的官袍反倒显得腰身越发纤细。二嫂，看什么呢？萧恒放下茶杯，凑了过去。他站到他身后，温热的男子气息瞬间将他包裹。骆若水身体一僵，握笔的手停在半空。陛下，叫我什么？萧恒的手从他身侧伸过去，指着舆图上的一个点，正在外面，是你家老爷。他的指尖碰到他的手指，骆若水的脸颊更烫了。老爷，他小声喊了一句。这还差不多。萧恒满意的点头，手却没有收回，反而顺着舆图的线条移动。跟老爷说说，看出什么门道了？骆若水定了定神，指着一处河道拐弯处，这里水流淤塞，是因为河床下有一块巨型暗礁，我能感觉到它的具体形状和大小。他拿起笔，飞快地画出一个不规则的形状，连裂缝都标得清清楚楚。从这个位置爆破，用最少的火药就能彻底清除，还能顺势拓宽河道。哟，人形子走声那探测仪啊，这是。萧恒心里乐，嘴上却说，光说不练假把式，你这图画的再好，没人干活也是白搭。那些曹公现在群龙无首，怕是都在闹事吧？这骆若水又被问住了。所以说你啊，就是个搞技术的命。萧恒的手收了回来，顺势在他那纤细的腰上轻轻拍了一下。这一下不重，却让骆若水浑身一颤，感觉腰上被他碰过的地方烧得厉害。他低着头不敢看他，心里乱糟糟的，连自己最熟悉的图纸都看不进去了。萧恒也不在意，走到门口扬声道，周冲，把新任的扬州知府还有那些没闹事的曹公头目都给朕叫过来。很快，一个面相忠厚的中年官员和几个老实巴交的汉子被带了进来。他们一看到萧恒，立刻就要下跪。行了，免礼。萧恒摆了摆手，指着骆若水，都认识一下，工部司水监骆大人。从今天起，整个江南漕运的改造他说了算。新任知府连忙躬身，下官遵旨，定当全力配合骆大人。那几个曹公头目则面面相觑。萧恒看向他们，换了副口吻，
王大彪他们怎么对你们的，朕心里有数。克扣工钱，动辄打骂，拿你们当牲口使。现在他们到了。他顿了顿，声音提了起来。朕今天给你们一个新活法，跟着骆大人干，工钱比以前翻1倍。干得好的有赏，年底还有分红。他指着墙上的鱼图。骆大人指啊，你们就挖啊。谁要是敢偷懒耍滑，或者跟以前一样欺行霸市。他的声音冷了下来。王大彪他们的下场你们都看到了，朕不介意让扬州的河里多几具浮尸。这番话让几个曹公头目心惊肉跳，后背发凉。可一想到翻倍的工钱和年底分红，眼睛里又冒出光来。他们对视一眼，扑通一声全都跪下了。我等愿凭大人差遣，万死不辞。这就对了。萧恒让他们起来，又对洛若水说：二嫂，听见没？人手和官府朕都给你准备好了，接下来就看你的了。要是钱不够，就跟朕说。曹坤他们家的金子，朕给你留着呢。洛若水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个男人，心神摇曳。他深吸一口气，郑重一拜：臣绝不负陛下所托。接下来的日子，整个扬州都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洛若水每天带着人奔波在运河两岸，这里往下挖3尺，左移1丈，避开流沙层。那边的闸门基座角度偏了3分，重做。他的指令精准，工匠们从不信服到言听计从。再加上双倍工钱和重赏的刺激，所有人的干劲都被调动了起来。萧恒则当起了甩手掌柜，每天带着林婉清和萧玉珠在扬州城里闲逛，看看这才是当皇帝的正确打开方式。杀几个人，撒一笔钱，江山就稳了。百姓们见到官府贴出的告示，知道是朝廷派来能臣整治运河，无不拍手称快。这些赞誉最终都汇聚成金色的明星之气，朝着萧恒涌来，国运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这天傍晚，寿西湖上，萧恒正和林婉清、萧玉珠泛舟，洛若水也难得被他从工地上拉了过来。换下官袍，他穿上一身淡青色长裙，清冷的气质里多了丝江南女子的柔婉。好哥哥，你看二嫂嫂穿这身多好看。萧玉珠嘴里吃着桂花糕，还不忘点评。萧恒笑着点头，目光在洛若水身上打量，确实好看。那裙子衬得她肌肤赛雪，身段窈窕，整个人比初见时更添了几分韵味。好看是好看，就是太瘦了。萧恒一本正经地对洛若水说：二嫂，你得多吃点，朕的国之重器，要是累垮了，朕找谁陪去？洛若水被他说的脸上一红，小口抿着茶，不敢接话。林婉清在一旁看着，只是温柔地笑着。湖面碎金，晚风带着水汽和岸边隐约的丝竹声拂过，一片宁静祥和。就在此时，一艘快船飞速靠近，打破了这份宁静。周冲的身影出现在船头，他脸色凝重，直接跳上了萧恒的船。陛下，京城800里加急。他递上一只火漆密封的竹筒。萧恒脸上的笑意收敛，接过竹筒，捏碎火漆，抽出了里面的纸条。纸条上只有一行字：故臣故友，自西域来，持信物吊唁，身份诡异，已入暗部监视。好哥哥，出什么事了？萧玉珠嘴里的桂花糕都忘了咽下去，凑过来想看，是不是京城里的哪个狐狸惊响你了？萧恒反手就把纸条收进袖子里，顺便在他脑门上弹了一下。吃你的糕点，小孩子家别管大人的事。这傻丫头脑子里除了吃和睡就是狐狸精。顾晨这老东西死了都不让人省心，还给朕留了这么一份大礼。自西域来，吊唁，这借口找的比朕胡说八道的时候还离谱。林婉清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轻轻握住了萧恒的手，他的手心温暖柔软，传递着无声的安慰。他看着萧恒，轻声开口：陛下，是京城的事。洛若水则悄悄往后退了半步，垂下眼帘看着自己裙摆上的绣花。他知道这已经是他不该听的了。萧恒反手握住林婉清的手，捏了捏她柔弱无骨的指节。没事，一只苍蝇而已。他嘴上说的轻松，心里却已经盘算起来。顾晨能做到那个位置，背后不可能干净，有点藏在暗处的势力很正常。只是他没想到对方会在这个时候跳出来。周冲，属下在，传朕的命令，你即刻带一队人护送皇后和武王妃先行回京，走水路，要快，更要稳妥。萧恒站起身，船身轻微晃动。我不要。萧玉珠第一个跳了起来，小脸气鼓鼓的。我要跟好哥哥在一起。你走了，谁给玉珠暖床？床都凉了。萧恒被他这理直气壮的话气笑了。这丫头脑回路真是清奇，都什么时候了，还惦记着朕的龙床。他走过去，伸手捏住萧玉珠气鼓鼓的脸蛋，往两边扯了扯。胡闹，朕是回去办正事，不是回去睡觉。他压低声音凑到他耳边。
乖，你先回去，帮朕把龙床捂热了，等朕把外面的苍蝇拍死，马上就回。你要是不听话，朕回去就罚你1个月不准上龙床。萧玉珠一听这个，眼睛都瞪圆了，小嘴立刻就瘪了下去，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模样。好哥哥，我听话，我回去捂床，你可要快点回来啊！搞定了这个小的，萧恒才转向林婉清。林婉清已经站了起来，她今日穿了一件月白色的宫装，合身的剪裁贴合着她产后越发饱满的身段，那柔和的曲线在萧恒眼中比任何山水画都更动人，看得他心里一热。婉清，你先带玉珠回去，京城里帮朕看好家。他的语气郑重。林婉清点了点头，替他理了理有些乱的衣领。陛下放心，家里有臣妾在。最后，萧恒的目光落在了洛若水的身上。这位刚刚上任的超级工程师，此刻正安安静静地站在船尾。换下官袍的他，一身淡青色长裙，腰间束着一根素色丝带，更显得腰肢纤细，不盈一握。二嫂，萧恒走了过去。洛若水抬起头，迎上他的目光，脸颊微微发烫。陛下，萧恒眉毛一挑。洛若水立刻改口：老爷，扬州这边就全交给你了。萧恒伸手很自然地放在他纤瘦的肩膀上，轻轻拍了拍。朕的后院，你可得给朕守好了，别让朕回来的时候看到一堆烂摊子。这话一语双关。洛若水感觉他手掌传来的热度，让他整个肩膀都有些发麻。他用力点头，声音却很清晰：臣遵旨。萧恒满意的收回手，转身对周冲下令：备马，朕与你走陆路，星夜兼程回京。官道上2匹快马卷起烟尘，萧恒伏在马背上，耳边只有呼啸的风声。他闭上眼睛，悄然运起了天子望气术，整个大夏的疆域图在他脑中缓缓展开。金色的国运之气如巨龙盘踞，其中扬州方向新生的那股明星之气正源源不断地汇入龙身，让龙鳞的光泽更亮了一分。他的意念集中在京城，很快他就在那片熟悉的代表着皇权与官僚体系的驳杂气运中发现了一股异样的存在。他不张扬，不霸道，感觉上那股气很沉，表面看不出波澜，内里却积蓄着惊人的分量。有意思，不是顾城那种靠权势堆起来的虚浮之气，这股气很纯粹，也很凝实。看来这天下比朕想的要好玩。正好朕在扬州天天看人挖泥巴，也有些闲得慌了。3日后，萧恒带着一路风尘直接进了京城境逆位的暗部据点。人呢？他脱下满是风尘的外套，灌了一大口凉茶。回陛下，此人名为秦无极，5天前入京，住在了城南的悦来客栈。周冲递上一份卷宗，他对外宣称是顾城的西域故友，听闻噩耗，特来吊唁，并要为顾城守墓3月。守墓？萧恒翻着卷宗笑了。卷宗上记录着秦无极这几天的所有行踪：去最有名的茶楼喝茶，去最大的酒楼吃饭，见了几个前朝遗老，聊的都是风花雪月。他还真的去了顾城的墓前，撒了一壶酒，一言不发地做了半个时辰。他所有的行为都光明正大，无可挑剔。他这是在演戏给朕看。萧恒将卷宗扔在桌上，他越是这样，屁股底下的东西就越脏。周冲躬身：陛下，要不要属下把他请进大牢里坐坐？暗部的手段，不怕他不开口。不急。萧恒摆了摆手：一条刚从洞里探出头的蛇，你一棍子打下去，要么打死了，要么就把他下回洞里了，多没意思。他以为朕是个刚坐稳皇位的毛头小子，以为靠着顾城那点死人名头就能在京城里横着走，那就让他走。萧恒冷笑：让他跳，让他闹，朕倒要看看他这出故有吊唁的大戏能唱给谁看，又能引出多少躲在阴沟里的老鼠。接下来的几天，萧恒回了宫，该上朝上朝，该批阅奏折批阅奏折。晚上还抽空去萧玉珠那里检验了一下龙床捂得热不热。他像是完全忘了秦无极这个人，而秦无极也依旧我行我素，每日不是去访友，就是去顾城的墓前枯坐，俨然一副情深意重的好友模样。在京城的士林中，竟也博得了几分名声。直到第7天深夜，御书房的灯火还亮着。萧恒正看着洛若水从扬州送来的第一份进度报告和新的图纸的复杂精妙程度，让他这个理科生都看得叹为观止。二嫂这卦开得直啊，等他回来必须得好好奖赏一下。就在这时，周冲的身影无声地出现在他身后。陛下，秦无极有动静了。萧恒放下手中的图纸，没有回头，说：子时3刻，他换了一身夜行衣，独自一人离开了悦来客栈。我们的人跟丢了2次，最后发现他进了城西北角那片废弃的前朝宗祠。废弃宗祠？萧恒转过身，眉头皱了起来。那个地方荒废了几十年，除了乞丐和野狗，
根本没人会去。他在那里做什么？周冲的语气里也多了些困惑。我们的人不敢靠得太近，那人警觉性极高，只看到他进了最大的一间祠堂，就再没出来。周冲顿了顿，补充道：根据潜伏在暗处的人回报，祠堂里有火光，而且还隐约飘出一种奇怪的味道，像是陈年檀香和血腥味混在一起。废弃宗祠。萧恒放下茶杯，手指在桌上轻点。陈年檀香混着血腥味。周冲躬身立着回道：是。我们的人说那味道很怪，风一吹就散，但祠堂附近确实有意思。萧恒站起身，在破庙里搞什么名堂？吊唁固有需要这套行头，怕不是在招魂。正好朕倒要看看他能招出个什么东西来。这几天在宫里批奏折，他骨头都快做僵了。扬州那边有落弱水盯着，国运稳步上涨，京城里又一片太平，让他这个准备大干一场的皇帝闲得有些发慌。现在乐子总算自己找上门了，陛下是否要属下带人将他直接拿下？周冲请示。不。萧恒摆手，他喜欢演，朕就陪他把这场戏唱完。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沉沉的夜色。这秦无极演了7天的戏，就是想让朕当他是个无关紧要的闲人，好放松警惕。现在他偷偷摸摸跑去那破地方，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萧恒转过身，他不是要吊唁顾臣吗？朕亲自去送他一程。周冲点20个好手，换上夜行衣，动静要小，别惊动了城里那些爱看热闹的。他活动了一下手腕，骨节发出轻微的响声。记住，朕要活的。1刻钟后，20多道黑影悄无声息地离开静谧卫的据点，很快融入了京城的夜幕。城西北角的废弃宗祠，荒草长得比人还高，断壁残垣在月光下投出各种古怪的影子。这里阴气很重，连野狗都不愿意靠近。萧恒带着人伏在一处破墙后，只露出一双眼睛。周冲指了指最深处那间还算完整的祠堂主殿，陛下，人就在里面。萧恒凝神望去，祠堂的门窗都用黑布蒙着，但仍有微弱的火光从缝隙里透出，风里带来一股气味，确实是檀香和血腥味的混合体，闻着让人胸口发闷。这味儿怎么跟御膳房炖的血豆腐差不多？这要是让婉清闻见，非得念叨朕3天3夜，说朕又沾了不干净的东西。玉珠那丫头估计会以为这里在做什么好吃的，吵着要尝一口。他心里胡乱想着，人已经打了个手势。几名禁逆卫像猫一样悄无声息地摸到祠堂的墙根下，用指尖捅破窗户纸往里看。片刻后，一人折返，压低声音汇报：陛下，里面只有1人。他正对着一个黑坛子念叨着什么，像在做法。做法。萧恒来了兴致，他悄然运起天子望气术，眼前的景象变了。那座破败的祠堂上方盘踞着一股灰黑色的气，粘稠又沉重。祠堂之内，一股驳杂却凝实的气柱冲天而起。这股气一半是5人炼出的那家真气，另一半却阴冷诡异，带着陈腐败坏的味道。好家伙，这是练了什么邪门歪道？这股气跟江湖上那些正经高手完全不是一个路数。顾晨从哪儿找来这么个玩意儿？动手！萧恒不再等待，干脆的下令。周冲一挥手，10几个禁逆卫从阴影中扑出，动作整齐划一，直接踹开了祠堂大门。什么人？祠堂内传来一声低喝。萧恒跟着周冲大步走入。祠堂正中点着一圈白蜡烛，地上用朱砂画着奇怪的符号。一个身穿黑袍的男人秦无极正站在法阵中央，他面前的供桌上摆着一个黑色的陶罐，那股血腥味就是从罐子里飘出来的。看到冲进来的禁逆卫，秦无极不慌不忙，只见他双手一搓，摆出一个奇怪的起手势。拿下！周冲低喝。几名禁逆卫挥刀而上，刀光交错，封死了秦无极所有去路。秦无极脚下踩着一种古怪的步伐，身体一扭，就从2柄刀的缝隙间滑了过去。他的手掌忽开忽合，掌风阴冷，专攻禁逆卫的下盘和关节。金铁胶鸣声不断，7、8个禁逆卫一时竟拿他不下。秦无极！萧恒抱着胳膊站在门口，好整以暇的开口。大老远从西域跑来，不在客栈里待着，跑来这破祠堂里跳大神。秦无极听见他的声音，动作明显一顿，抬头看来。萧恒心里一动，直接动用了王权敕令。秦无极正要变招，脑子里忽然嗡的一声，他感觉眼前这个年轻皇帝的身影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尊俯瞰众生的神祇。本能的恐惧攥住了他的心脏，让他生不起半点反抗的念头。他心神大乱，脚下的步伐立刻就出了岔子。噗嗤，一名禁逆卫抓住这个空隙，一刀划过，在他胳膊上留下了一道伤口。抓住他！周冲见状，亲自扑了上去。秦无极闷哼一声，知道今天栽了。
他眼里闪过一抹狠色，不退反进，一掌拍开身前的静谧卫，另一只脚重重在地上一跺，咔嗒一声轻微的击扩声响。陛下小心！周冲脸色大变，萧恒心里也咯噔一下。只见秦无极面前那个黑色的陶罐，罐身裂开无数道缝隙，红光从里面透了出来。下一秒，整间祠堂猛地一震，房梁上的灰尘哗啦啦往下掉，一股热浪从祠堂中心冲开，带着木头烧焦和更浓的血腥味，将所有人都掀翻在地。秦无极借着这股冲击力，整个人撞向祠堂的后墙，那堵土墙被他撞出一个大洞，他想趁乱逃走，可他刚从洞里钻出去，就看到一张带笑的脸。萧恒不知何时已绕到祠堂后面，正堵在他的逃生路线上。想走？萧恒问。问过朕没有？秦无极一言不发，凝聚起全身内力，一掌拍向萧恒的胸口。这一掌他用尽了全力，掌风卷起了地上的碎石。萧恒不闪不避，同样一掌迎了上去，双掌相交，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秦无极的脸色却变得煞白，他感觉自己拍出去的阴冷内力瞬间就被吞噬得干干净净，一股至刚至阳、堂皇霸道的气息顺着他的手臂倒灌回来，在他经脉里横冲直撞。噗！他一口黑血喷出，整个人软倒在地。周冲带着人从烟尘中冲出来，看到这一幕，立刻上前用特制的锁链将秦无极捆了个结实。萧恒甩了甩手，走到被制服的秦无极面前，蹲下身子，说吧，顾臣让你来京城，到底想干什么？秦无极只是看着他，嘴巴开合，却不是回答问题。他口中念念有词，吐出的是一种旁人完全听不懂的古老音节，那音节沙哑干涩，透着说不出的邪意。萧恒听着这古怪的音节，眉头皱了起来。静谧卫的暗牢比皇宫的地牢还要阴沉，这里没有窗户，只有墙壁上燃烧的火把，将潮湿的石壁照得忽明忽暗。秦无极被特制的铁链锁在一根石柱上，琵琶骨被穿透，让他连抬起手臂的力气都没有。但他没有惨叫，也没有求饶，他低着头，嘴里依旧念念有词，重复着那沙哑干涩的古老音节。萧恒搬了张椅子，就坐在他对面。周冲站在他身后。周冲，你听得懂他念的什么吗？萧恒翘着腿，用手指掏了掏耳朵。回陛下，听不懂，似乎是某种失传的西域土话。周冲答道。是吗？萧恒看向秦无极。朕听着怎么跟乡下跳大神的在请神？这什么鸟语，听着跟做法事请神似的，可别把阎王爷请上来找朕要人。顾臣那老东西死了都不安生。秦无极的念叨声顿了一下，显然听到了萧恒的话，但很快又继续起来，声音反而更大了一些，嘴还挺硬。萧恒笑了，他站起身走到秦无极面前。朕问你，你答。答得好了，朕给你个痛快；答得不好，他顿了顿，朕就让你亲身体验一下什么叫生不如死。王权敕令悄然发动，正在念叨的秦无极身体突然一僵，他脑海里那套用来坚定心神的古老经文变得模糊不清，他感觉自己从灵魂深处生出想要跪地臣服的冲动。你这念的什么经？给顾臣超度，他坟头草都3尺高了，用不着你操心。我……秦无极张了张嘴，喉咙里发出干涩的嘶吼，硬生生把臣服的冲动压了下去。他咬破舌尖，剧痛让他清醒一瞬，又开始念叨起来，只是声音已经带上了颤抖。哟，还挺有毅力。萧恒来了兴趣，他转头对周冲吩咐：去取一根最细的银针来，再打一碗清水，要最干净的。周冲虽然不解，但立刻领命而去。很快，东西取来。萧恒接过那根细如牛毛的银针，在火把上烤了烤，然后走到秦无极面前，捏住了他的手腕。别紧张，朕不打你，也不骂你，朕就是跟你讲讲道理，聊聊医术。朕最近新学了一套针法，还没找人试过，正好拿你练练手。他脑中神农百草经的知识飞速闪过，人体360个穴位，每个穴位的功能、刺激后的反应都呈现在他脑中。他手指一动，银针便刺入了秦无极手腕上的一个穴位，不深，刚刚刺破皮肤。秦无极没什么感觉，只是冷笑。可下一秒，他的冷笑就僵在了脸上，难以言喻的奇痒从手腕那个小点开始，蔓延到他全身。他想抓，可双手被锁着，根本动弹不得。他想在石柱上蹭，可琵琶骨的剧痛又让他不敢有大动作。那种痒不是在皮肤表面，而是在骨头缝里，在五脏六腑里，让他恨不得把自己的皮肉都撕开。啊！你对我做了什么？秦无极的防线开始崩溃，身体在石柱上扭动。没什么，就是刺激了一下你的痒穴而已。萧恒端起那碗清水，走到他面前。这可是好东西。他用手指蘸了一点水，弹在秦无极的嘴唇上。那水
是灵泉的水。秦无极干裂的嘴唇刚一碰到那滴水，清凉甘甜的生机就涌入体内。可紧接着，他脸上的表情就从渴望变成了恐惧，因为他发现随着那生机涌入，他全身的感知能力被放大了10倍不止。原本就难以忍受的奇痒，此刻像是被放大了100倍。我说，求求你，给我个痛快！秦无极彻底崩溃了，眼泪鼻涕一起流下来，再也没有半分高手的模样。早这样不就好了？萧恒示意周冲，周冲一言拔出银针，那股奇痒这才退去。秦无极瘫在铁链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说吧，从头说起。萧恒坐回椅子上，翘起2郎腿。顾晨让你来京城，到底想干什么？我是九幽盟的人。秦无极声音嘶哑，不敢有任何隐瞒。九幽盟，萧恒重复了一遍，是一个很古老的组织。秦无极缓了口气，继续说，盟中的宗旨是以乱治乱，我们认为天下大乱才能诞生真正的英雄，建立不世的秩序，所以盟里会暗中扶持各朝各代有野心的权臣，助他们搅动风云。顾晨就是我们这一代在大夏扶植的棋子。萧恒听着，脸上的表情没什么变化，心里却翻起了浪。好家伙，这不就是传说中的乱世幕后黑手，造反专业户吗？感情顾晨那老小子背后还站着这么个玩意儿，所以顾晨篡位也是你们的计划？是。秦无极点头。顾晨答应我们，只要他能登上皇位，就会为我们打开皇宫深处的一处禁地。禁地？萧恒的眉头皱了起来。什么禁地？我们称之为龙脉祖庭，是一处前朝留下的古老遗迹。秦无极的眼神里透出狂热。传说那里隐藏着掌控天下气运的秘密，只要能进入那里，九幽盟就能真正地主宰天下，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能躲在暗处扶植代理人。萧恒的心沉了下去，他终于明白，顾晨谋划的根本不只是一个皇位那么简单，他的野心是想把整个大夏的国运都卖给这个所谓的九幽盟。你这次来京城就是为了这个遗迹？不全是。秦无极摇头。顾晨死了，计划失败，盟里需要查清楚原因，而且顾晨手里还掌握着开启遗迹的最后一把钥匙。我来就是为了找到那把钥匙，同时查探一下新皇陵的虚实。那你查得怎么样？萧恒问。秦无极脸上露出苦涩，看了一眼萧恒，没敢说话。答案已经很明显了。萧恒站起身，心里已经有了大概的轮廓。他忽然想起顾晨临死前喊出的那几个字，你知道白家吗？或者一个被称为先生的人。萧恒盯着秦无极的眼睛，听到这2个词，秦无极的瞳孔猛缩，脸上刚刚恢复的一点血色退得干干净净。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他疯狂地摇头，像是听到了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萧恒看着他的反应，心里明白了，看来这个九幽盟也并非是铁板一块，而白家和那位先生，其地位恐怕还在九幽盟之上。他不再追问，转身向牢门外走去。周冲紧随其后。陛下，此人如何处置？让他活着。萧恒的声音在空旷的甬道里回响。找个最严实的地方关起来，好吃好喝供着，朕还有用。走出暗牢，深夜的凉风吹在脸上。萧恒抬头看着天上的星辰，吐出一口浊气，本以为干掉顾晨就能安稳当我的太平皇帝，搞搞基建，扩充后宫。现在看来，这皇帝的活儿比社畜加班还累。九幽盟、白家先生麻烦事一个接一个递来，还真是不让人省心。御书房内烛火通明，萧恒靠在龙椅里，手里捏着从秦无极那里审出来的供词。九幽盟以乱治乱，这帮孙子怕不是中二病小说看多了，真当自己是匡扶天下秩序的幕后黑手了，还扶植代理人，搞得跟什么风险投资一样。顾晨就是他们投的 A 轮，结果上市前夕直接破产清算了。他把供词往桌上一扔，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这皇帝当的简直是007全年无休。小夫子，奴才在。传旨，即召工部司水兼洛若水、镇国将军穆清颖立刻入宫见朕。是。小夫子领命而去。萧恒站起身，走到巨大的舆图前，他的手只划过大夏的疆域，最终停留在京城的位置。一个顾晨倒下了，背后却牵扯出一个九幽盟。这张看不见的网，不知道已经在大夏的机体里渗透了多久，长了多少毒瘤。龙脉祖庭掌控天下气运的秘密，吹牛不打草稿。真有这么厉害的东西，你们还用得着躲在阴沟里当老鼠？不过宁可信其有，朕的家可不能让贼惦记着。没过多久，御书房的门被推开，先进来的是穆清颖。他显然是刚从军营赶来，一身银亮的软甲还未脱下，甲叶随着他的步伐发出碰撞声，
烛光在抛光的甲面上流动。这身为了实战而打造的装备，每一片甲叶，每一根皮带都透着肃杀之气，反而将他矫健挺拔的身姿衬托得淋漓尽致。臣穆青影参见陛下。他快步走到殿中，单膝跪地。起来吧。萧恒摆了摆手，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2秒。不愧是武将世家出身，这身板，这气势，比那些弱柳扶风的妃子带劲多了。就是不知道这身铠甲穿着睡觉硌不硌得慌。穆青影站起身，脸上带着疑惑。紧接着洛若水也到了。他从扬州兴业兼程赶回，脸上带着疲惫，原本一丝不苟的发髻也有些散乱。他身上还穿着方便行动的劲装，裤腿上甚至还沾着干掉的泥点子。这份疲惫丝毫掩盖不住他清丽的容貌，反而让他眼睛显得更大。臣洛若水参见。行了行了，都什么时候了，还讲这些虚礼。萧恒直接打断他，走下御阶，亲自把他扶了起来。他的手掌很大，也很热，握住洛若水胳膊的时候，让他浑身一颤。二嫂，你这是刚从哪个泥坑里钻出来？萧恒低头看着他裤腿上的泥点，伸手就想去打。陛下！洛若水吓了一跳，连忙后退半步，脸颊红透。臣刚从运河工地过来，来不及换洗，污了陛下的眼。胡说！萧恒把手收了回来，一本正经的开口。朕的国之重器，亲临一线，为国为民，这是荣耀的印记，怎么会污了朕的眼？他嘴上说的冠冕堂皇，心里却在嘀咕：这丫头太实诚了，让她盯着工地，她还真就住工地上了。这么漂亮的才女，天天跟泥瓦匠混在一起，真是暴殄天物。等这事儿了，必须得让她好好歇歇，养得白白胖胖的才行。穆青影站在一旁，看着这番互动，垂下了眼帘。都坐吧。萧恒指了指旁边的椅子，自己则重新坐回龙椅上，脸色沉了下来。今天叫你们来，是有一件天大的事。他将秦无极的供词分别递给2人。御书房里一时间只剩下翻动纸页的沙沙声。最先看完的是穆青影，他将供词拍在桌上，俏脸寒霜。九幽盟，好大的胆子！一群藏头露尾的鼠辈，竟敢妄图颠覆我大夏江山！他再次单膝跪地，声音铿锵有力：陛下，臣请命，愿率境逆位，将这九幽盟在京城的暗桩连根拔起。萧恒看着他这一点就炸的模样，心里又好气又好笑。不愧是你，穆青影，解决问题的方式永远是这么简单粗暴。不过朕喜欢。洛若水看得更慢，他逐字逐句地分析着，眉头越皱越紧。等他看完，他没有穆青影那么激动，只是将供词轻轻放回桌上。陛下，此事恐怕没有那么简单。这供词上说，九幽盟盘踞100年，根基深厚。我们现在只抓到一个秦无极。洛若水站起身，走到鱼图前。我们现在大举清剿，必定会打草惊蛇。那些隐藏得更深的暗桩会立刻蛰伏起来，再想把他们揪出来，就难如登天了。穆青影听了，眉头也皱了起来。那伊洛大人之见，我们该如何？渗透、反制。洛若水伸出纤细的手指，在京城的地图上点了几个位置。我们可以将计就计，派我们的人伪装街头，设下陷阱，顺藤摸瓜。他转过头看向萧恒，清亮的眸子里闪着智慧的光。另外，秦无极提到，他们盟中之人掌握着一些所谓的古老技艺，这些技艺或许并非妖术，而是我们尚不了解的某种原理。臣在扬州时对机关术和声学略有研究。洛若水的声音里透着自信。陛下，如果能让臣研究一下那个秦无极，或许臣能从天宫造物的体系里找到反制他们的方法。萧恒听完，心里直了。看看什么叫专业。他清了清嗓子，露出满意的神色。好，说得好。他站起身，走到2人中间。穆将军的勇武是朕手中的利剑，当斩尽一切宵小。他拍了拍穆青影的肩膀。软甲触感坚硬，他的手掌却似乎能穿透甲胄，将热量传到他的肌肤上。穆青影微微一僵，脸颊有些发热。洛大人的智谋是朕身前的尖盾，能防范一切阴谋。他又转向洛若水，很自然地拿起他垂落在胸前的一缕乱发，帮他别到耳后。指尖处碰到他温润的耳垂，温热的触感打乱了洛若水的思绪，让他整个人都绷紧了，低着头不敢看他。剑盾何必，朕何惧之有？萧恒收回手，声音变得冷冽。穆青影听令，臣在。朕命你即刻接管境逆位暗部，从秦无极招供的据点入手，给朕放长线钓大鱼。动静要小，下手要狠。朕不要过程，只要结果。臣遵旨。穆青影眼中战意昂扬。洛若水听令，臣在。洛若水的声音还有些发颤。朕准你自由出入境逆位暗牢，那个秦无极任你研究。你需要什么，
直接跟周冲说，内务府都替你调遣，朕只有一个要求，尽快给朕拿出能克制他们的东西来。臣遵旨，绝不负陛下所托。安排完任务，萧恒感觉心里的一块大石落了地。他重新走回暗楼，秦无极还被锁在石柱上，精神萎靡。萧恒没有再审问他，只是绕着他走了一圈。这家伙身上应该还有东西。他的目光在秦无极身上仔细搜索，最终停留在他破烂的衣领内侧，那里有一个硬物的轮廓。萧恒伸出手撕开了他的衣领，一枚用红绳穿着的玉佩从里面掉了出来，悬在半空。那是一块墨绿色的古玉，质地并不出众，但上面雕刻的纹路却异常玄奥，像是一幅流动的立体鱼图。无数细密的线条在玉中交织，似乎是山川河流的缩影，又像活物的经脉随着烛火的光影脉动。萧恒将玉佩摘下，握在手心，玉佩触手冰凉，但那奇异的脉动感却更加清晰了。他凝神看着玉佩上的纹路，脑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这纹路和他从皇家古迹中看到的关于龙脉祖庭禁地的大门上有几分相似。从暗牢出来，深夜的风带着凉意，萧恒紧了紧衣襟，他摊开手掌，借着廊下灯笼的微光打量那块玉佩。玉入手冰凉，上面那些古怪的纹路在光影下竟像是活物般缓缓蠕动。九幽盟龙脉祖庭，搞得这么玄乎，真当自己是操控历史的幕后黑手了。还想动朕的龙脉，这跟刨我家祖坟有什么两样？绝对不能忍。萧恒将玉佩塞进怀里，冰凉的玉石贴着胸口的皮肤，让他纷乱的思绪冷静下来。这事太大，必须找人商量。穆青吟勇则勇矣，但脑子是一根筋，落若水精于公算，可对这种诡谲的阴谋恐怕想不明白。思来想去，只有一个人选。他脚步一转，往凤鸾宫走去。凤鸾宫内殿的灯火还未熄，萧恒挥退了门口的工人，自己推门进去。林婉清没睡，她换下了皇后正装，只穿了件月白色的丝绸寝衣，长发用一根玉簪松松挽着，几缕发丝垂在光洁的脖颈上。她正坐在暖榻边的小几旁，一手撑着下巴，另一只手拿着帐布，看得出神。柔和的烛光映着她，丰腴的身段被柔软的丝绸包裹着，显得更加饱满。萧恒放轻脚步走过去，他竟毫无察觉。看什么呢？这么入神？他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林婉清身体一颤，手里的帐布一下掉在地上。陛下！他回过神，见是萧恒，这才拍了拍胸口，嗔怪道：您走路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吓死臣妾了！朕要是动静太大，还怎么抓偷吃东西的小猫？萧恒在他身边坐下，顺手将他揽进怀里，下巴搁在他香气四溢的肩窝上。一身血腥气，又去大牢了。林婉清嗅了嗅，伸手帮他理了理微乱的衣领。几个不长眼的东西，非得朕亲自去收拾。萧恒的手在他腰间轻轻揉捏，嘴上也不老实。皇后深夜不睡，莫不是在等朕回来侍寝？林婉清被他弄得有些痒，脸上泛起一层薄红。少贫嘴！他扭了扭身子。臣妾是在核对宫中用度，陛下最近花钱如流水，再不开源节流，内务府的库房都要被您搬空了。胡说，朕那是搞活经济。萧恒一脸正色。你看，扬州工程一开，国运都涨了，这钱花得值。朕的钱怎么能叫花呢？这叫拉动内需，促进大夏 GDP 增长。不过嫂嫂这贤内助的模样，真是越看越爱。勤俭持家的女人，旺夫。是，陛下做什么都有理。林婉清懒得跟他争辩，推了推他，一身的味儿，快去洗漱。不急。萧恒抱得更紧，脸埋在他颈窝里，声音含糊不清，让朕先充会儿电。林婉清拿他没辙，只好由着他。两人静静相拥片刻，萧恒才坐直身体。婉清，有件大事必须跟你说。见他表情严肃，林婉清的心也提了起来，坐正了身体。出什么事了？萧恒没说话，从怀里掏出那枚墨绿色玉佩，放到他面前。你看看这个。林婉清接过来，借着烛光细看，一块古玉，玉质一般，但这雕工好生古怪。他出身世家，眼光毒辣，一眼就看出不对劲。这东西来自一个叫秦无极的刺客。萧恒的声音压得很低。他招供，顾城背后有一个叫九幽盟的组织。九幽盟？林婉清的眉头皱了起来。一个盘踞100年的地下组织，以乱治乱为宗旨，专门扶持野心家，搅乱天下。萧恒看着他的眼睛，顾城就是他们在大夏选中的棋子。他答应对方，事成之后会为他们打开皇宫深处的一处禁地。林婉清的呼吸停顿了一下。禁地？什么禁地？一个他们称之为龙脉祖庭的地方，据说是前朝遗迹，藏着掌控大夏国运的秘密。林婉清手里的玉佩险些滑落，她脸上的血色褪去。不可能，她失声道。
我在宫里这么多年，从未听说过皇宫里还有这种地方。他自认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可现在萧恒告诉他，这个家里藏着一个他完全不知道且能动摇国本的秘密。朕一开始也不信。萧恒握住他冰凉的手，但很多事对上了。顾辰哪来那么大的胆子谋逆？就是有这帮人在背后撑腰，他们的胃口可不止一个皇位那么简单。萧恒的声音沉了下来，他们想把咱们的家连锅端了。林婉清被他直白的话说得心头一震，纷乱的心绪竟安定了不少。他看着眼前的男人，在如此巨大的危机面前，他依旧镇定。那陛下打算如何应对？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萧恒捏了捏他的手指，朕已经让穆青影去钓鱼，让洛若水去研究对策。他停下来，目光灼灼地看着林婉清。而你，婉清，你是朕的家，朕在外征战，你得帮朕看好后院。这个皇宫现在就是个漏风的筛子，指不定藏了多少探子。朕不便大动干戈，以免打草惊蛇，所以清查宫禁的事只能由你来。你是皇后，名正言顺。林婉清立刻明白了，这是一个无比重要也无比危险的差事。臣妾遵旨。他没有半分犹豫。好嫂嫂。萧恒在他额上亲了一下。朕就知道你最懂朕。嘿嘿，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朕这皇帝当得越来越有团队合作精神了。林婉清脸颊微红，轻轻推开他。那这个龙脉祖庭，陛下要怎么找？既然是禁地，必然极为隐秘。朕正要试试。萧恒站起身，走到窗边，示意林婉清跟过来。他让他站在身前，双臂从他身后环住，将他整个人圈在怀里。别动，帮朕挡着点风。林婉清的身体一僵，背后传来的体温和心跳让他脸颊发烫，不敢动弹。萧恒闭上眼，悄然运起天子望气术，他的意识瞬间拂过整座皇宫。凤鸾宫的雍容，御书房的威严，后宫的脂粉气，太庙的肃穆，各种气韵在他的感知中清晰可辨。就在皇宫西北角靠近冷宫的那片区域，他的感知撞上了一堵墙。他的意识探过去，就像泥牛入海，立马被隔绝，甚至感到了被排斥。我靠，还真有结界。不对，这感觉不像是法术，更像是一个巨大的信号屏蔽器。哪个孙子这么有才，在古代给我搞出了个法拉第龙？萧恒睁开眼，眉头紧锁。找到了。他低声在林婉清耳边说，在哪？林婉清感到他呼出的热气，耳根都红透了。西北角冷宫后面那片废弃的宫院。萧恒的手臂收紧几分。那里有问题，朕的望气术看不透。他松开林婉清，走到桌边倒了杯茶，一饮而尽。秦无极没有撒谎，他的表情严肃起来。婉清，这个九幽盟比朕想的要棘手得多，而这个龙脉祖庭就是他们所有图谋的核心。想铲除这颗毒瘤，就必须先搞清楚这遗迹里到底藏着什么，然后把它牢牢攥在朕的手里。夜色如墨，皇宫西北角的废弃宫院，断壁残垣在月光下投出交错的影子，晚风穿过枯死的树杈，发出鬼哭一样的声响。萧恒将斗篷的帽檐压低，只露出一双眼睛。他身后，周冲一身夜行衣与黑夜融为一体。这鬼地方，大晚上来还真有点瘆人。萧恒心里嘀咕，手伸进怀里捏住了那块玉佩。不过，为了大夏的国运，为了朕的皇位，也为了朕的老婆孩子，再吓人也得闯。他在一处塌了半边的假山前停下脚步，这里就是他用天子望气术锁定的异常点。萧恒闭上眼，龙气在体内流转，无形的感知力再一次探出。前方那片区域，他的感知力一碰上去，就像被什么东西直接吞掉了。这是被人动了手脚。他摊开手掌，将那枚墨绿色的玉佩托在掌心。冰凉的玉佩此刻竟散发出微弱的暖意，细微的嗡鸣声从玉中传出，上面那些繁复的纹路在月光下竟像活物一般流动着淡淡的微光。周冲在一旁看到玉佩的变化，呼吸下意识地放轻了。萧恒不再犹豫，调动体内龙气，小心翼翼注入玉佩。嗡，玉佩光芒大盛，一道柔和的绿光射出，不偏不倚，正好照在前方一堵被藤蔓和碎石掩盖的土墙上。周冲，属下在。周冲立刻上前抽出匕首，三两下割断枯藤，露出斑驳的墙体。他握拳，用指节轻轻敲击，咚咚，声音沉闷，有着空洞的回响。陛下，是空的。萧恒走上前，将发光的玉佩贴到墙壁上，玉佩上的绿光变得更加明亮，墙壁上被尘土掩盖的刻痕也随之亮起，竟与玉佩上的纹路相呼应。在玉佩的指引下，萧恒的手指准确地按在了墙壁上的几处凹陷。咔，轰隆隆，低沉的击阔转动声响起，尘土簌簌落下。
眼前的墙壁缓缓向内凹陷，退入黑暗。一个幽深的石门出现在两人面前，门上刻满了神秘的图腾，萧恒从未见过，却感到了源自血脉的熟悉。石门开启，一股腐朽的气息扑面而来。周冲点燃2只火把，将其中1只递给萧恒。陛下，小心，你走前面。火光照亮了蜿蜒向下的陡峭石阶，石阶两旁是粗糙的岩壁，看得出是直接从山体中开凿出来的，原始而粗犷。两人一前一后，顺着湿滑的石阶往下走。通道很长，走了约莫1刻钟，脚下才踏上平地。眼前是一个巨大的圆形密室，火把的光芒照不到穹顶，声音没有回响。密室正中央立着一座直径3丈的巨大圆形石盘，石盘通体漆黑，在最中心镶嵌着一块拳头大小的晶石，散发着微弱的荧光。以晶石为圆心，无数复杂的线条和符文向外辐射，组成一个精密的阵法。萧恒的呼吸有些急促，他能感觉到一股庞大的能量正从那晶石中散发出来。他压下心头的激动，慢慢走上前。周冲则手持火把，警惕地守在通道口。萧恒抬起右手，在距离晶石半寸的地方停下，尝试着用自己的龙气去触碰。他的手还没碰到晶石，那块原本只散发着微光的晶石突然爆发出银白色的光芒，但这光芒并不刺眼，反而带着温和的气息。银光顺着石盘上的纹路飞速蔓延，似是点燃了一张巨大的星图。眨眼之间，整个黑色石盘被完全点亮。紧接着，密室的穹顶和岩壁上那些原本暗淡的刻痕也随之发出柔和的光，整个黑暗的地下密室被照得亮如白昼。直到这时，萧恒才看清密室的四壁上刻满了古老的壁画。壁画上，身着兽皮的先民围绕祭坛，对着山川河流进行某种仪式。另一面墙上描绘着先民与大地沟通的场景，一道道象征能量的线条从地底汇入他们体内。还有一些壁画画着蜿蜒的巨龙图腾，原来这就是龙脉祖庭的秘密。萧恒的心神完全被壁画吸引。就在这时，他面前那块晶石的光芒汇成一道光束，直接射入他的眉心。浩瀚的信息冲入他的脑海，一种似乎与生俱来的本能在他的血脉中苏醒。他知道了这个能力的名称——御龙术。萧恒身体微微一震，瞳孔收缩，这里真的是大夏的龙脉核心。随着御龙术的觉醒，他的感知被放大。他闭上眼睛，他能看到脚下大地深处一股股无形的气脉如同江河奔腾。他能感知到皇宫内每一处建筑的气韵，太庙的庄重，御书房的凝练，甚至凤鸾宫那股属于林婉清的柔和。整个京城在他感知中变成了一张由无数气韵线条交织而成的3维立体大网。在这张网上，他甚至能清晰地感应到一些阴暗且带有恶意的节点，那些节点分布在京城的各个角落。这就是御龙术。萧恒压下内心的狂喜，有了这个，九幽盟那帮老鼠想藏都藏不住了。周冲被眼前神迹般的景象惊得说不出话，但他更在意的是陛下的反应。他看到陛下站在光芒中央，先是身体一震，随即闭上双眼，一脸专注。周冲意识到似乎发生了什么，他握紧手中的火把，眼睛里燃起了狂热的崇拜。天色未亮，御书房的烛火映照着萧恒沉静的脸。他从那片宏伟的地下密室回到这里已有半个时辰，但他的身体没有困意，精神也亢奋到了极点。他静静地坐在龙椅上，闭着眼。那股原本只在体内流转的龙气变得无比温顺，并且与脚下的大地，与整座皇宫乃至广袤的京城建立起微弱却清晰的连接。他不再是孤立地坐在这张椅子上，他成了这片土地的神经中枢。好家伙，这感觉原来当皇帝是真的能掌控天下。他缓缓睁开眼，密室的古老壁画与脑中奔涌的信息让他对这个世界有了全新的认知。他能看到大地深处无数无形的气脉如地下的江河缓缓流淌，滋养着这座古都。它们汇聚于皇宫，最终归于龙脉祖庭。而在这张巨大的气脉网络上有10几个不和谐的点，它们散发着阴暗扭曲的气息。这些就是九幽盟在京城的所有暗桩。他甚至能分辨出那些据点里的九幽盟成员，他们体内有一种独特的能量波动。原来如此，所谓的古老记忆根本不是什么玄乎的法术，就是一套特殊的呼吸法，让他们能从地脉里偷一点点能量，在身体里搞出微弱的气场。这套东西在不懂的人面前确实诡异莫测，但在掌握了御龙术的他面前，就是一群接了别人家水管的小偷。萧恒明白了九幽盟的本质，也找到了克制他们的武器。他压下心头的狂喜，这股力量太过惊世骇俗，知道的人越少越好。陛下，该准备早朝了。门外传来小夫子压低了的嗓音。萧恒收敛心神，恢复了沉稳。小夫子，奴才在。传旨，
即召镇国将军穆清引、禁逆卫统领周冲入宫觐见。此事绝密，任何人不得泄露。奴才遵旨。小福子感觉到了陛下语气中的不同寻常，立刻领命而去。没过多久，御书房沉重的殿门被再次推开，穆清引和周冲一前一后走了进来。穆清引一夜未睡，身上的银亮软甲还带着夜露的寒气。他负责审讯秦无极挖出的那几个据点，整夜都在布置人手，脸上带着疲惫，但他的眼睛依旧明亮，不解地看着龙椅上的萧恒。周冲还是那身黑色劲装，跟在穆清引身后，将自己的气息隐匿。两人都察觉到了萧恒的不同，同样是一夜未合眼，陛下的精神却比任何时候都要好。臣参见陛下。属下参见陛下。免了。萧恒摆摆手，示意他们上前。他没有解释情报的来源，那没有必要。他直接将一份早已备好的京城地图推到宽大的御案上，地图上用朱砂红笔清晰地勾出了17个圈，这是九幽盟在京城的所有暗桩。穆清引和周冲同时看向那份地图，脸上都露出了惊异。穆清引的目光在那17个红圈上扫过，心头一震。他的人查了一夜，从秦无极口中挖出的线索，最多只能确认其中3处。可眼前这份地图，不仅有地点，旁边还有小字标注：闵行、丙等据点，接头与物资转运；春风楼、乙等据点，情报刺探。陛下，这……穆清引忍不住开口，他必须为自己的士兵负责，这份情报的来源太过蹊跷。朕昨夜夜观天象，偶有所得。萧恒用一句神神叨叨的话堵住了他的疑问，他手指在地图上重重一点，语气冷了下来：朕不管你们信不信，朕只要一个结果，今日之内将这些毒瘤连根拔起，一个不留。穆清引和周冲对视一眼，周冲的眼中只有服从，而穆清引看着萧恒，他的眼睛里没有玩笑，他心中的疑虑被他的自信冲刷干净。陛下从不做无把握之事。他眼中的疲惫散去，战意重燃。他抱拳，甲叶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陛下请下令。周冲依旧沉默，但站得更直了。好。萧恒很满意他们的反应，他站起身，走到两人面前部署。穆将军，臣在。你率领禁逆卫1000精锐，负责对这些据点的正面突袭和外围封锁。朕的要求是，快，用最快的速度冲垮他们，控制局面，不让一只苍蝇飞出去。臣遵旨。萧恒又转向周冲。周冲，属下在。你带领暗部所有好手，配合穆将军的行动。你的任务不是杀人，是潜入，是活捉。尤其是他们的头目，必须给朕活着带回来。所有据点里跟他们古老记忆相关的器物、手稿，一份都不能被销毁。属下明白。萧恒的目光从两人脸上扫过，随后停在穆清引的脸上。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些会用诡异手段的敌人。他伸出手拍了拍穆清引坚硬的甲尖，热意穿透冰冷的甲胄。穆清引身体一顿，暖流从肩头蔓延开，让他绷紧了身体。他们的古老内气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窃取地脉的无根浮萍。萧恒收回手，朕有一种秘法，人在此处，却能在关键时刻断了他们的根。朕乃大夏天子，身负龙气，在这京城之内，朕集天意。朕的龙气会笼罩全城，镇压一切邪魔歪道。你们只管冲，只要拖住他们片刻，他们得力量，自然会烟消云散。秘法，天子龙气镇压。穆清引和周冲心里都泛起了巨大的疑问。陛下端坐于书房，如何能相助宫外的战场？但看着萧恒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他们没有再问。绝对的自信感染了他们。臣等遵旨。两人抱拳领命，不敢耽搁，转身快步离开御书房。一队队玄甲境逆卫和黑衣暗部成员从兵营和各个隐秘角落集结，悄无声息扑向地图上标注的每一个红圈。整个京城的地下世界因为这2道命令暗流涌动。萧恒独自坐回龙椅，端起旁边早已凉透的茶，一饮而尽。他闭上双眼，御龙术全力发动，整个京城在他的感知中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沙盘。他能看到穆清引和周冲的队伍兵分10几路，在京城复杂的街道巷弄中飞速穿行。那些九幽盟的据点里，那些阴暗的节点，还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一无所知。来吧，让朕看看，是你们的古老记忆印，还是朕的外挂墙。城南一处伪装成米行的院落，这里是九幽盟的一处丙等据点，负责人是外号铁臂的管事。他正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指挥伙计们搬运米袋，米袋下面藏着兵器和毒药。突然一声巨响，砰！院门被禁逆卫的破城锤撞得粉碎。禁逆卫办案，所有人不许动。数十名玄甲士兵涌入，刀锋雪亮。院内
7、8名伪装成伙计的九幽盟成员脸色大变，结阵反击。铁臂管事眼神一狠，大喝一声，双手交错，一股劲气便在他掌心凝聚。这古老内气能让他双臂坚如钢铁，寻常刀剑难伤。他正要出手将冲在最前面的静谧卫震飞，可就在这时，他体内的古老内气突然断了流，那与他心意相通的力量源头被什么东西强行掐断，变得紊乱，在他经脉里横冲直撞。噗！他一口血喷出，感觉双臂传来撕裂的剧痛，整个人软倒在地。怎么回事？我的内气！他惊恐地看着自己的双手，不明白引以为傲的力量为什么在关键时背叛了自己。与此同时，御书房中，萧恒的意识正笼罩着整个京城的地脉。当那名管事试图调动内气时，萧恒捕捉到了那股能量波动。他心念一动，引动了米行下方的地脉能量场。他没有攻击，只是改变了那片区域地脉能量的属性，让它从温和变成了狂暴，对普通人毫无影响。但对于正在窃取能量的铁臂管事，这股力量冲进他身体，不再是滋养，而是破坏。失去了古老内气，这些九幽盟高手在训练有素的静逆卫面前不堪一击。绑起来！静逆卫的校尉一脚踩在那管事的背上，将他铐上铁镣。同样的场景在京城的十几处角落上演。春风楼，京城有名的萧金窟。当静逆卫冲破大门，妖娆的老鸨眼中寒光闪动，袖中划出2柄淬毒短刃。可他刚一发力，就感觉体内的力量散得一干二净，双腿发软，狼狈地摔在地上。伪装成书局的据点里，擅长精神秘术的账房先生刚想迷惑敌人，脑袋就像被重锤砸中，抱着头痛苦惨叫。无论是前行的刺客，还是操控毒虫的术士，在他们施展手段的那一刻，都遭遇了同样的情况，力量消失，甚至反噬自身。他们惊恐不解，他们想不通自己苦修多年的力量为何会失效。迎接他们的是静逆卫的刀锋和暗部成员的锁链。穆青影一马当先，率队冲锋，越打越心惊。他亲眼看到一个九幽盟高手气势汹汹扑过来，却在半空自己喷出一口血，直挺挺摔在他面前。太顺利了！那些情报里神乎其神的九幽盟高手，一个个都软了下去，提不起半分力气。他抬头看了一眼皇宫的方向，心中对那个端坐于御书房内的年轻帝王生出了敬畏。陛下的手段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不到2个时辰，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御书房时，清剿行动已经结束。穆青影和周冲再次回到御书房，两人脸上疲惫更重。陛下，穆青影单膝跪地，信不辱命。地图上17处暗桩已全部拔除，生擒九幽盟成员112人，其中头目13人无一漏网。周冲也跟着跪下，声音低沉。所有据点内的相关器物、手稿已全部封存。他们汇报着战果，脑子里还回想着行动中诡异的一幕。陛下，穆青影抬头看向萧恒，眼中满是探究。那些贼人，他们的力量，真如您所说，会突然消失。臣不明白，这是为何？萧恒从龙椅上站起，走到2人面前，亲自将他们扶起。他不动声色地开口：“朕乃天子，龙气护体。在这京城，在这大夏疆土之上，朕便是国运的化身。一切宵小都会被天威震慑，一身窃来的伎俩自然施展不出。天子威仪，震慑宵小，这比任何复杂的解释都更有说服力。”穆青影和周冲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然，以及更深的敬畏。这才是真龙天子该有的样子。那些头目都交给你们了，朕要你们用尽一切办法，从他们嘴里把九幽盟的老底给朕掏干净，尤其是关于龙脉祖庭和那块玉佩的线索。是。处理完这一切，萧恒再次走进阴冷的暗凹。秦无极还被锁在原来的石柱上，他整个人瘫软在地，一头乱发遮住了脸。他已经从新被抓来的同伙口中听说了外面发生的一切，京城据点被连根拔起了。不到2个时辰，这个消息摧毁了他的意志。他比谁都清楚九幽盟在京城经营多年，根基有多深，可就是这样却被人轻易撕碎了。脚步声停在他面前，秦无极缓缓抬头，他透过散乱的发丝看到了那双冷漠的眼睛。现在愿意聊聊了吗？萧恒的声音在空旷的牢房里回响。秦无极的身体抖得厉害，牙齿打颤，他崩溃了。我都说。他的声音嘶哑出了京城的据点。我们九幽盟的总部在大夏南部一处叫龙首山的地方，那里才是盟中真正的核心。我们这些人都只是外围。秦无极说到这里，声音变得极度恐惧。龙首山，那里还和古老的白家有关系。白家？萧恒的眉头动了一下。
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关系。秦无极用力的摇头，脸上满是惊恐。我只知道，这是盟里最大的禁忌，没人敢提。据说白家才是研究古老记忆的源头。他们……秦无极的话停住了，他像是想起了什么，整个人突然抽搐起来，嘴角流下了咸水，眼神空洞。从暗牢出来，萧恒没回自己的寝宫，脚步一转，溜达到了凤鸾宫。他推门进去，就看到林婉清正坐在梳妆台前，一个宫女小心地为她梳理着长发。镜中的女人换上了一身端庄的凤袍，丰腴的身段被衣袍勾勒的曲线起伏，只是脸上带着疲倦。这么早就起来了？萧恒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梳头的宫女吓得手一抖，连忙跪下请安。林婉清从镜子里看到她，挥手让宫女退下，自己转过身来。您一夜未归，臣妾哪睡得着？她站起身，走到萧恒面前，伸手帮他掸了掸肩上的灰尘，鼻尖轻轻一动。又去审人了？几个硬骨头非得朕亲自去敲打敲打。萧恒顺势抓住他的手，拉着他坐到暖榻上。他现在精神好得出奇，一点困意都没有。婉清，朕昨晚干了件大事。您哪天不干大事？林婉清白了他一眼，抽出手倒了杯热茶递给他。瞧您这兴奋的样子，是把九幽盟的老巢给抄了。他本是句玩笑话。萧恒接过茶杯，嘿嘿一笑。你怎么知道？林婉清的动作停住了，他看着萧恒，确定他不是在开玩笑。您说真的？真的不能再真。萧恒一口喝干热茶，把杯子往旁边一放，人往后一靠，清了清嗓子，准备开始他的英雄事迹演讲。就在昨晚，朕观天象，掐指一算，就算出了九幽盟在京城的所有据点，一共17个，不多不少。不行，这个开场白太装了，嫂嫂这表情跟看神棍似的。换个说法，得接地气，让他明白朕的牛逼之处。林婉清，萧恒坐直了身体，换上严肃的表情。朕是说，朕通过秦无极那条线，加上一些特殊手段，锁定了他们的所有位置，然后连夜调动近逆位和暗部，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他把昨夜的行动简单扼要的说了一遍，省去了自己做镇狱书房的细节，只说是自己提前预判，让穆青颖他们占尽了先机。饶是如此，林婉清也听得心惊肉跳，一夜之间拔出一个盘踞京城多年的毒瘤组织，他们的所有据点，这听起来就像是天方夜谭。那您说的特殊手段到底是什么？林婉清抓住了重点，他不相信单凭一个秦无极就能挖出这么多秘密。萧恒看着他，决定不再隐瞒。林婉清是他的皇后，是他儿子的母亲，这种能动摇国本的秘密，他有权知道。婉清，你还记得朕跟你提过的龙脉祖庭吗？林婉清点头，朕找到了那个地方。萧恒的声音压低，就在冷宫后面的废弃宫院地下，一个巨大的密室，朕在里面得到了一种能力，他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玉龙术，只能用他能理解的方式去描述。朕现在能感觉到整座皇宫，甚至整个京城都和朕有了一种联系。朕能看到地下的气脉流动，能感觉到城里每一个人的气运。九幽盟那些人，他们所谓的古老内气，其实就是从地脉里偷偷接了根管子，在朕面前，他们就像是蹭主人家东西的小偷。朕只要心念一动，就能把他们家的管子给拔了。林婉清听得嘴巴张开，满是不可思议。他伸手摸了摸萧恒的额头，没发烧啊？怎么净说胡话？朕没说胡话。萧恒抓住他的小手，放在自己胸口，是真的。朕现在闭上眼就能感觉到你，感觉到我们儿子。你的气运像暖玉，儿子的气运像一团小火苗，就在隔壁店里睡得正香。萧恒的描述太过具体，林婉清脸上的疑惑慢慢变成了震惊。他知道萧恒身负龙气，可他不知道这龙气居然能这么用。那陛下您……震惊过后，林婉清心中涌起担忧，他反手握紧萧恒的手，这种能力会不会对您的身体有损耗？那个什么龙脉祖庭，还有那个秦无极提到的白家，他们会不会察觉到？您这样岂不是成了他们的眼中钉？看着他满是关切的脸，萧恒心里一暖，还是嫂嫂好。第一时间担心的是朕的安危。他将林婉清揽进怀里，下巴抵着她的发顶，轻轻蹭了蹭。放心，朕心里有数。这玉龙术用的不是朕自己的力量，是大夏的地脉。只要大夏安稳，朕就没事。至于那个白家，他们藏在暗处，朕也藏着这张底牌，谁怕谁还不一定呢。再说了，他低头在林婉清耳边笑道，朕现在可是开了全图视野，他们想偷袭朕门儿都没有。又说胡话。林婉清被他逗笑，但心里的担忧却没减少。他从他怀里挣开，捧着他的脸，认真地看着他。陛下，您为这个国家，为我们承担了太多，臣妾帮不上您什么大忙，
但至少能让您没有后顾之忧。他轻轻抚过萧恒眼下的淡青色。您累了一夜，该歇歇了。他站起身，动手解他身上沾染了寒气的龙袍。萧恒本想说自己不累，还想再吹嘘一下自己的威风，可看着林婉清心疼的眼睛，他把话咽了回去。他顺从地张开双臂，任由他将自己的外袍解下。臣妾伺候您沐浴。萧恒心里天人交战，朕何德何能有如此贤妻？打什么天下，搞什么事业，有这样的老婆孩子热炕头，当个昏君好像也不错。不行，堕落了。朕的目标是星辰大海，是超级天朝，这一点温柔乡怎么能绊住朕的脚步？那就陷进去一小会儿，就一小会儿。他跟在林婉清身后走进了内殿的浴池，热气氤氲，水声潺潺。林婉清亲手为他宽衣，手指划过他的后背。当他进入温热的水中，长舒一口气时，他也提着裙摆跪坐在池边，拿起布巾为他擦拭后背。陛下，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危险，都要告诉臣妾。他的脸颊被热气熏得微红。臣妾或许愚钝，但多一个人分担，总比您一个人扛着要好。萧恒闭着眼，靠在池壁上，感受着他柔软的手指在自己肩颈处不轻不重的按捏。一夜的疲惫以及亢奋的精神都在这温柔的抚触中缓缓沉淀下来。好，都告诉你。他忽然抓住他的手往自己身前一拉。林婉清惊呼一声，整个人失去平衡，跌坐在池边的玉阶上，溅起一片水花。华美凤袍的下摆被浸湿，紧紧贴着他浑圆的腿部曲线，透出惊人的轮廓。陛下，他嗔怪地瞪他，脸上又羞又恼。萧恒睁开眼，水汽中他的面容少了几分威严，多了几分侵略性。他拉着他的手放在唇边亲了一下。朕在外征战，家里就交给你了。他的目光落在他被水浸透的衣袍上，嗓音变得有些沙哑。现在该轮到皇后给朕补充点龙气了。林婉清的脸一下子红透，她看着男人眼中的火焰，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没有躲闪，反而主动亲身用自己的唇堵住了他未尽的话语。定。皇后林婉清对宿主的忠诚度提升，当前忠诚度100，死忠不二。检测到皇后忠诚度达到满值，与宿主龙气完美契合，大幅提升皇长子气运，宿主获得国运反馈，龙气上限提升。脑中响起的系统提示音被萧恒自动忽略。此刻他只想沉醉在这片温柔之中。卯时的晨光透过凤鸾宫的窗纱照在萧恒的脸上，他眼皮动了动，缓缓睁开眼。身侧林婉清还在熟睡，一只白玉般的手臂搭在他的胸膛上，呼吸平稳。晨光为他精致的侧脸镀上柔和的光晕，几缕不听话的青丝贴在脸颊，少了端庄，多了几分慵懒的娇憨。萧恒感觉自己神清气爽。昨夜的辛勤耕耘非但没有让他疲惫，反而龙气充盈。唉，如此温柔乡，谁还想去上朝啊？当个沉迷美色的昏君，好像这个危险的念头刚冒出来就被他掐灭了。不行，这点小小的诱惑都顶不住，还怎么征服天下？他心里天人交战，身体却很诚实的往林婉清那边蹭了蹭，将她搂得更紧。林婉清被他弄醒了，长长的睫毛颤了颤，睁开还带着睡意的眼睛。陛下，天亮了。他的声音沙哑软绵绵的。朕知道。萧恒低头在他光洁的额头上亲了一下。朕在想，江山和美人哪个更重要？林婉清被他逗笑了，伸手在他腰间的软肉上掐了一下。油嘴滑舌，快起来吧，百官都等着呢。别让史官记上一笔，说陛下为了臣妾荒废了早朝，那他们可写对了。萧恒一笑，一个翻身坐了起来。不过今天这朝，朕还非上不可。他伸了个懒腰。林婉清起身取过一件崭新的龙袍，伺候他穿衣。他今天没穿繁复的凤袍，一身素雅的宫装长裙更显身段窈窕，长发随意的用一根玉簪挽住，自有一番风韵。陛下今天好像跟平时不一样。他一边为萧恒整理衣领，一边轻声开口。哦，哪里不一样？说不上来。林婉清退后2步，端详着他。就是感觉您往那一站，这寝宫都显得小了。萧恒心里一乐。那可不，朕现在是开了全图视野的男人，自带气场光环。他伸手捏了捏林婉清的脸蛋，因为朕的心里装着整个天下。走，看你男人今天怎么给那帮大臣们上一课。金銮殿，文武百官分列2侧，气氛安静的有些压抑。顾城倒台，九幽盟京城据点被一夜拔除，这2件大事接连发生。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位年轻的陛下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任人拿捏的傀儡，他是一头已经亮出爪牙的猛虎。没人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这种未知让不少心里有鬼的官员后背都渗出了冷汗。陛下驾到。随着小福子的一声高唱，
萧恒身着玄色龙袍，大步走入殿中，百官们跪地行礼，山呼万岁。平身。萧恒走到龙椅前，他没有立刻坐下，而是站着。百官们都察觉到了他的不同。如果说以前的萧恒威严中还带着锋利，那么现在他只是平静地站在那里，就有了山岳般的沉稳。哟，气氛不错嘛。看来昨晚的战绩通报效果显著，一个个跟鹌鹑似的，正好方便朕宣布新政策。萧恒在百官敬畏的注视中缓缓坐下。众卿，朕有几件事要宣布。他一开口，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其一，自今日起于全国彻查吏治。此言一出，殿中响起细微的骚动。站在前排的吏部尚书张承业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额角渗出细汗。萧恒没有停顿，凡贪赃枉法、失位素餐者，一经查实，一律严惩不贷。朕的朝堂不养闲人，更不养蛀虫。还没等百官们消化完这个消息，萧恒抛出了第二个。其二，3月之后正式开恩科举试。几位寒门出身的官员激动得浑身发抖，其中一名刚正不阿的御史再也按捺不住，出列跪倒。陛下圣明，此举乃万世之功，天下读书人必将感念陛下天恩。紧接着，萧恒抛出了第3件事。其三，户部、工部即刻拟定章程，大力发展农桑水利，革新军备武库。朕要让大夏的百姓仓廪具实，衣食无忧。朕要让大夏的军队兵甲坚利，所向披靡。这最后一条是实打实的阳谋，发展民生，强军备战，谁敢反对，谁就是大夏的罪人。武将队列中，镇国将军穆远山一步跨出，声如洪钟。陛下英明，臣等谨遵圣谕，必为大夏打造一支无敌雄师。户部尚书和工部尚书对视一眼，看到了彼此眼中的苦涩，也连忙出列，跪地领旨。臣等遵旨。3条政令，一条比一条震撼，整顿内部，打破阶级，规划未来。大殿之上，百官神色各异，世家出身的官员们面如死灰，如丧考妣；寒门官员们则是双眼放光，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希望。而更多的中间派则在飞快地盘算着如何在新旧格局的洗牌中为自己谋得一席之地。所有人都看着龙椅上那个年轻的身影，心中再无半分轻视。忙完了国事，清剿了敌人，总得犒劳一下自己。萧恒龙气充盈，精力旺盛，脑子里第一个冒出来的就是萧玉珠娇憨又委屈的脸。苏清雨生了龙凤胎，皇后有皇长子，这小妮子是真急了。也是，后宫里母凭子贵是硬道理。她一个前王妃，身份尴尬，没个一儿半女傍身，心里确实不踏实。萧恒脚下一转，直接朝着萧玉珠的寝宫溜达过去。刚进院门，就闻到若有若无的香风。萧恒推开店门，店内无人。他正疑惑，就听到偏殿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还有小声的嘀咕：“哎呀，这个袋子怎么系的？是不是太露了呀？陛下哥哥会不会觉得臣妾不端庄？不管了，为了孩子拼了！”萧恒听得好笑，悄悄走到偏殿门口，从门缝里往里看，只见萧玉珠正对着一面铜镜，笨手笨脚地整理着自己身上的衣服。她今天穿了一件薄如蝉翼的藕粉色纱裙，与其说是裙子，不如说是几片勉强能遮住重点部位的布料。裙子的设计很大胆，胸前开得很低，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和清晰的沟壑纤细的腰肢，用一根金色的细带束着。下面2条笔直的腿在轻纱下若隐若现。啧，五嫂这是下了血本了啊！这套皮肤有点东西，就是这战斗力看着不太行啊，穿个衣服都费劲。萧恒清了清嗓子，可店内的萧玉珠吓了一跳，连忙抓过旁边的外衫往身上披。可他一回头，看到门口站着的人是萧恒，动作又停住了。他咬了咬下唇，索性把手里的外衫一扔，鼓起勇气挺了挺胸。陛下哥哥，你怎么来了？他眼神躲闪，不敢直视萧恒。朕再不来，怕是要错过一出好戏了。萧恒走进去，绕着他转了一圈，目光在他身上打量。萧玉珠被他看得浑身发烫，脚趾都蜷缩了起来。五嫂这是在哪淘换的宝贝？萧恒伸手捏住她裙摆的一角，感受丝滑的布料。是内务府新送来的贡品。臣妾想着陛下哥哥肯定喜欢。朕是喜欢。萧恒凑到他耳边，就是不知道五嫂穿成这样是想做什么。萧玉珠被他问得面红耳赤，心一横，干脆伸出2条白藕般的手臂，直接勾住了萧恒的脖子。他整个人贴了上去，柔软的身体紧紧挨着他。陛下哥哥，臣妾想给您生个孩子。他把脸埋在萧恒的胸口，声音闷闷的。婉清姐姐有皇长子，苏姐姐也给您生了龙凤胎，就臣妾的肚子不争气。您上次从江南回来，
都那么多次了，他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陛下哥哥，您是不是嫌弃臣妾笨，连孩子都不会生？听着他这番委屈巴巴的话，萧恒心里逗弄的心思也没了。他叹了口气，伸手将他横抱起，走向内殿的床榻。胡说八道什么呢？他将他轻轻放在床上，自己也坐到床边，伸手刮了刮他的鼻子。生孩子这种事急不来，可是臣妾急吗？萧玉珠抓着他的手放在自己的小腹上，眼圈红红的。萧恒心里一软，哎，这谁顶得住啊？得，今天就当是扶贫了。他握住萧玉珠的手，另一只大手附在他平坦的小腹上。别胡思乱想了，把眼睛闭上。萧玉珠听话地闭上了眼睛。萧恒集中精神，调动体内的龙气，一股精纯温和的金色气流顺着他的掌心缓缓注入。萧玉珠身体一颤，可萧恒的眉头却微微皱了起来。奇怪了，这龙气进去怎么跟往筛子里灌水一样，大部分都漏掉了。他能感觉到自己的龙气进入他身体后，只有极少一部分被吸收，大部分都溢散了。他这身体好像有点问题啊。好哥哥，你多给臣妾补一点。萧玉珠睁开眼，满是渴求。最好今天就让臣妾怀上。萧恒哭笑不得，他收回手，看着他，你这身体光靠补是没用的。萧玉珠显然误会了他的意思，他坐起身，一把将萧恒推倒在床上。那臣妾给陛下哥哥补回来。他笨拙地跨坐在萧恒身上，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脸上带着豁出去的决然。臣妾听宫里的老人说，阴阳调和，反过来也行。臣妾来伺候陛下哥哥。说着，他就低下头，手忙脚乱地去解萧恒的龙袍。我靠，五嫂这是被夺舍了，这虎狼之词，这主动的架势，不对，还是这么笨手笨脚的，是本人没错。萧恒一愣，体内的龙气开始躁动起来，他索性不再被动，一个翻身将两人位置调换。玉珠，你可想好了？他的嗓音有些沙哑。正好，朕得亲自探查探查，你这身体到底是什么毛病。臣妾不怕。萧玉珠闭着眼，一副任君采撷的模样。萧恒不再多言，用行动回应了他的热情。一番云雨过后，萧玉珠像只吃饱喝足的猫，蜷缩在萧恒怀里，沉沉睡去。萧恒却睡不着，他靠在床头，眉头紧锁。刚才的深入探查让他明白了问题所在，原来是天生宫寒，气血不畅，经脉淤堵，身体就像一块贫瘠的盐碱地，朕这龙气再厉害，种子撒下去也发不了芽。他脑子里开始飞速运转，找太医不行，让那帮老头子来给朕的女人看这种私密事，万一传出去，五嫂的脸还要不要了？见效还慢，朕等不及。忽然他脑中灵光一闪，神农百草经里面记载了无数奇花异草的药性，甚至还有许多早已失传的上古丹方，其中似乎就有专门调理女子宫寒体质、助其受孕的方子。这不巧了吗？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看来朕不仅要当皇帝，还得兼职当个妇科圣手了。萧恒看着怀中萧玉珠熟睡的娇憨睡颜，伸手捏了捏她的鼻尖。小妖精，为了让你给朕开枝散叶，朕可是操碎了心。他心中有了计较，决定去翻阅《神农百草经》，好好研究一下，给自己的五嫂量身定制一套备孕大餐。次日，云书院，萧恒推开虚掩的门，一眼就看到了那个让他挂心的人苏清雨，正伏在一张宽大的书案上，面前铺满了各种图纸。他穿着一身方便活动的素色长裙，长发用木簪随意挽着，几缕发丝垂落，划过他白皙的侧脸。或许是刚喂过孩子，他身上那股清冷的气质被冲淡不少，添了几分母性的柔和。只是他脸色有些苍白，眼下那圈青色怎么也遮不住。咳，萧恒故意咳了一声。苏清雨的肩膀一僵，手里的炭笔在图纸上划出一道长长的痕迹。他回过头，看到是萧恒，他怔了一下，随即就要从椅子上起身行礼。别动。萧恒3步并作2步走过去，按住他的肩膀，把他重新按回椅子上。他绕到他身前，弯下腰，双手撑在书案上，将他圈在自己和书案之间。朕的苏大总管，这是准备不眠不休，直接给朕把飞天遁地的玩意儿给造出来。他责备道：你看看你这脸，白得跟图纸一个色儿了。苏清雨被他圈在怀里，能闻到他身上的龙涎香气。他脸颊微热，偏过头去，避开他的注视。臣妾只是看看图纸，不累。嘴硬。萧恒哼了一声，孩子刚生下来，正是最耗心神的时候，你这边还要盯着军功方的进度，铁打的人也受不了。这女人就是个工作狂，生孩子对她来说好像就是个中场休息，上个厕所的功夫回来接着卷。朕要是不管，她迟早得把自己累垮了。
到时候谁给朕管钱袋子，谁给朕造大炮。萧恒心里嘀咕着，手上的动作却不含糊。他一把将苏清雨从椅子上拉起来，也不管他小声的惊呼，直接将他牵到一旁的软榻上。坐好，他开口，然后自己也坐了上去，挪到他的身后。苏清雨还没反应过来，就感觉一双温热的大手落在了自己僵硬的肩颈上。陛下，他身体一僵，想要躲开。别动，给你按按。萧恒的声音从头顶传来。朕在宫里学了新手艺，今天拿你试试效果。放心，不收钱。他的手指修长有力，不轻不重地按揉着他酸痛的肩胛和脖颈。苏清雨想抗拒这种过分亲密的接触，可那恰到好处的力道却让他紧绷的肌肉放松下来。温和的热流顺着萧恒的掌心缓缓渗入他的肌肤。萧恒一边给他按着，一边凑到他耳边压低了声音：那两个小家伙呢？今天乖不乖？有没有哭着要拆了你的云书院？温热的气息吹拂在耳廓上，苏清雨的耳朵一下就红了。他身体微微颤抖，声音也软了下来。都挺好的，哥哥觉多一些，妹妹精神头足，刚才奶娘刚抱下去。那就好。萧恒的手只顺着他的脊背下滑，引起阵阵战栗。你这个当娘的也别光顾着图纸，多看看孩子，也多看看朕。苏清雨的脸更红了，他能感觉到随着那股暖流的注入，自己的身体正在变得越来越软，连反驳的力气都快没了。清冷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红晕。陛下今天好像心情不错。他找了个话题，试图打破这过分暧昧的气氛。那是。萧恒一笑，手上动作不停。朕昨日在朝堂上给那帮老家伙们好好上了一课。他简略地把早朝上宣布的3条新政跟他说了一遍。彻查吏治是把公司里的烂账清理一遍，开恩科是打破部门壁垒，给新人上位的机会。至于发展农桑菌备，就是定下咱们公司未来10年的 KPI。他用苏清雨能听懂的生意经来解释朝政，让他听得入了神。看吧，被朕的雄才大略给镇住了吧？朕可不是只会强取豪夺的莽夫，朕搞起事业来也是一把好手。感受到他的敬佩，萧恒心里得意，嘴上却说得云淡风轻。这些事你听听就行，不用操心。你只管给朕把钱管好，把娃带好，顺便把那些新式火炮、战船给朕造出来就行。苏清雨被他这理所当然的语气逗得笑了出来。他这一笑，那张清冷的脸仿佛瞬间融化了，眼里的光彩让整个屋子都亮堂了几分。萧恒看得一呆，手上的动作也停了。夜色渐深，萧恒留在了云书院。他亲自去看了那对龙凤胎，学着奶娘的样子，笨手笨脚地抱了抱那个软得像面团一样的女儿，又戳了戳儿子肉嘟嘟的脸蛋，结果被小家伙一泡童子尿浇在了龙袍上，弄得他手忙脚乱。苏清雨在一旁看着，嘴上说着陛下活该，眼里的笑意却怎么也藏不住。等把2个小祖宗哄睡着，夜已经很深了，烛光摇曳，殿内一片静谧。经过萧恒这几日不间断的龙气温养，苏清雨的身体恢复得极快。此刻他只穿着一件轻薄的寝衣，靠在萧恒怀里，感受着他胸膛的温热和有力的心跳，安稳感包裹着他。萧恒察觉到他体内的生命力像是被雨水浇灌过的土地，变得生机勃勃，心里一动。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在他脑中响起：叮！宿主检测到苏清雨身体状态已达最佳，子嗣孕育条件满足。萧恒心头一热，他低下头看着怀中已经有些迷糊的苏清雨。烛光下，他原本清冷的凤眼此刻水气氤氲，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红唇微张，娇艳欲滴。他喉结滚动了一下。清雨，他懒懒地应了一声，睁开眼，对上他那双深邃的眼睛。萧恒没再说话，低头吻上了他的唇。这个吻褪去了以往的霸道，只剩下温柔和珍惜。苏清雨的身体一颤，这一次他没有抗拒，反而伸出双臂，主动环住了他的脖颈，声色而热烈地回应着他自打确认了苏清雨的身体状态，萧恒往云书院跑的次数比去金銮殿还勤。他甚至让人把一部分不及的奏折都搬到了云书院的书案上，对外宣称处理国事与享受天伦两不耽误。当皇帝有什么意思？天天跟那帮老头子扯皮，还是这里好，有软玉温香，有钱袋子管家，还有2个咿咿呀呀的小崽子，这才是人生啊！堕落了，堕落了！朕的雄心壮志正在被这温柔乡腐蚀，那就再腐蚀一会儿。萧恒靠在软榻上，手里拿着奏折，眼睛却不时往旁边瞟。苏清雨就坐在不远的地毯上，陪着那对龙凤胎。她今天穿了一件月白色的居家常服，料子柔软，勾勒着产后丰腴的线条，腰肢依旧纤细，人却比从前多了几分温润的肉感。她盘腿坐着，正拿着一个拨浪鼓，有些笨拙地逗着摇篮里的女儿。小丫头不给面子，哇的一声哭了。苏清雨顿时手忙脚乱，哎，
不哭不哭，是不是饿了？他检查一番，发现都没问题，一时没了主意。萧恒看得发笑，他放下奏折走过去，一把将女儿从摇篮里捞了起来。他抱孩子的姿势依旧不熟练，可小丫头到了他怀里，闻到熟悉的龙气，竟然抽噎2下，不哭了。看见没？萧恒得意地冲苏青雨扬了扬下巴，血脉压制，这小棉袄天生就跟朕亲。苏青雨白了他一眼，那眼神里的风情让萧恒心里有些痒。陛下就会逞能？他嘴上这么说，人却凑了过来，脑袋靠在萧恒的肩膀上，看着他怀里的女儿，脸上是藏不住的笑意。萧恒享受着这份温情，一只手抱着女儿，另一只手顺势揽住了苏青雨的腰。她的腰很软，隔着衣料都能感觉到那惊人的弹性。说起来，朕给你备的药膳效果不错。萧恒的手在她腰间捏了捏，朕看你这气色比宫里那些没生养过的还好。苏青雨的脸颊有些发热，拍开他的手，没个正形，孩子们还看着呢。看就看，这叫言传身教。萧恒振振有词，让他们从小就知道爹娘恩爱，家庭才能和睦。他低头在苏青雨的脸颊上亲了一口，苏青雨象征性的躲了一下，没躲开，也就由着他了。这几个月，他已经习惯了萧恒这种亲密，从一开始的僵硬，到后来的无奈，再到现在，心里甚至还有点隐秘的甜。这个男人虽然霸道，但对他是真的好。那种好，不是帝王对妃嫔的赏赐，而是男人对女人的占有和宠溺。夜里，两人将孩子交给奶娘，一番折腾后相拥而眠。萧恒睡得很沉，连日的耕耘让他龙气消耗不小，但也得到了极大的补充。次日清晨，天刚蒙蒙亮，萧恒的眼皮动了动，从沉睡中醒来，怀里苏青雨还在熟睡，呼吸均匀。晨光透过窗纱，柔和地洒在他脸上，长长的睫毛投下一片小小的阴影。他的睡颜很安静。萧恒心里一动，忍不住低头在他光洁的额头上碰了一下。唉，朕真是个罪孽深重的男人，把这么一个冰山美人硬生生给武化了。不过这成就感还真不是批阅奏折能比的。他正准备悄悄起身，脑子里却响起一个声音：叮！恭喜宿主苏青雨再度受孕成功。萧恒整个人都僵住了，他眨了眨眼，怀疑自己没睡醒。系统没再出声，但那行金色的字体明晃晃地悬浮在他脑海里。巨大的狂喜冲上了萧恒头顶。卧槽！萧恒一个激动，他收紧手臂，将怀里的苏青雨死死抱住。又中了！苏青雨被他这突如其来的熊抱给乐醒了，闷哼一声，迷迷糊糊地睁开眼。陛下，你做什么？他有点喘不上气，伸手推他。青雨，我的好青雨。萧恒根本没听见他说什么，他抱着苏青雨，激动地在床上滚了一圈。咱们又有了。他捧着苏青雨的脸，双眼放光，那样子活像个挖到金矿的土财主。苏青雨被他晃得七荤八素，好半天才明白过来他话里的意思。又有了。他下意识地低头看向自己平坦的小腹，脸上满是不可思议。这才多久？龙凤胎落地还没满100天，他这就又震惊过后，喜悦涌上心头，但紧接着浓浓的担忧又将喜悦冲散。陛下，太快了。他的脸色发白，臣妾的身子怕是吃不消，而且这要是传出去，外面的人该怎么议论？一个刚生完孩子的妃子这么快又怀上，别人只会觉得她是个只知邀宠的祸水，而皇帝则成了沉迷美色的昏君。怕什么？萧恒打断他，谁敢乱嚼舌根，朕就拔了他的舌头。至于你的身子，有朕在，你担心个什么？他说着，将温热的手掌轻轻附在苏青雨的小腹上。闭上眼，感受一下。精纯温和的龙气顺着他的掌心缓缓注入他的体内，小心翼翼地包裹住那个刚刚萌芽的新生命，同时也在滋养着他的身体。看到了吧？萧恒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得意地显摆着。朕这可是独家定制的超级孕期套餐，别说再生一个，你就是想给朕生一个足球队，朕都能给你把身体调理得妥妥帖帖的。苏青雨被他的不正经逗得笑了出来，这一笑，他眼里的担忧终于散了。他知道这个男人说得出就做得到。他主动凑上去，将头深深埋进萧恒的怀里。陛下，他后面的话没说出口，只是收紧了手臂，紧紧地抱着他。叮！检测到苏青雨忠诚度提升，当前忠诚度95，情深意重。检测到宿主龙气与苏青雨完美契合，国运反馈，龙气上限提升。萧恒心里愉悦得很。可以，这买卖一本万利啊！播下一颗种子，收获一个孩子，外带忠诚度和国运大礼包，这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划算的生意吗？他轻轻拍着苏青雨的背，柔声安抚。
好了好了，这是大喜事，哭什么？朕的女人就该挺直了腰杆，谁敢说三道四，朕去收拾他们。两人在床上腻歪了半天，才慢悠悠起身。萧恒今天也不去上朝了，直接传旨免朝1日就赖在云书院，围着苏青雨打转。一会儿担心他想吐，一会儿又担心他闻不惯熏香，把店里所有的香炉都撤了，搞得宫女太监们手忙脚乱。苏青雨被他这副紧张兮兮的样子弄得哭笑不得。陛下，臣妾没那么娇贵，这才刚有，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不行，萧恒一脸严肃，这可是咱们的第二胎，必须最高规格对待。他拉着苏青雨在软榻上坐下，煞有介事地跟他讨论起来。这孩子的名字得赶紧想起来，老三，不如叫萧何。苏青雨嘴角抽了抽，陛下，哦，那叫萧邦，听着就很有艺术气息，真麻烦。萧恒挠了挠头，要不干脆叫萧11郎，或者萧张，嚣张的张。苏青雨无奈的扶额，决定不再跟他讨论这个没谱的话题。他看着萧恒，轻声开口：陛下，臣妾既然又有了身孕，军功方那边的事怕是不能实时过去了。那点小事你操什么心？萧恒不以为意的摆摆手，朕早就想好了，你现在是咱们大夏朝的国宝，头等大事就是养胎。军功房那边你把图纸和流程定下来，找几个靠得住的管事盯着就行，朕会派禁军过去，安全问题不用愁。他顿了顿，话锋一转，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给朕管理好后勤，不仅是军功方的后勤，还有朕的后勤。他握住苏青雨的手放在自己胸口，意有所指。苏青雨的脸又红了。定，检测到宿主龙脉气运再度增强，天降祥瑞，福泽北方。恭喜宿主获得特殊技能，明星所向。萧恒一愣，明星所向，什么玩意儿？朕的明星还用看？那必须是100%好评，带5星追评的那种。他念头一动，眼前浮现出一幅虚幻的大夏疆域图。地图上大部分区域是淡淡的黄色，唯独京城附近是一片浓郁的金色。技能说明，宿主可直观探查疆域内子民对皇权的拥护程度。明星归附成金色，金光越盛，国运越昌隆；明星动荡成黄色，民怨沸腾成赤色；明星尽丧成黑色。注：此乃帝王执政最佳辅助，可助宿主精准定位问题。萧恒心里乐了，哟，这不就是个国家管理仪表盘吗？还是可视化界面的。京城这块金灿灿的，看来镇反腐加开恩科，效果不错。其他地方的淡黄色也正常，新政没推下去，百姓日子老样子，对我这个皇帝没啥感觉。不过这个福泽北方是什么意思？他正琢磨，怀里的苏青雨动了动，把他从思绪里拽了出来。陛下，你先放开臣妾。苏青雨的脸颊还带着红晕，丰润的身子曲线毕露，月白色的寝衣被他揉得皱巴巴的。放什么放？萧恒非但不放，反而将他搂得更紧，一只手滑到他平坦的小腹上，让朕检查检查咱们3胎的发育情况。苏青雨被他掌心的温热烫得一哆嗦，拍开他的手，没个正形，才刚有，哪有什么发育？怎么没有？萧恒振振有词，把他翻了个身，让他趴在自己胸口，下巴搁在他头顶。我跟你说，这孩子将来肯定不一般。他凑到他耳边，你也是朕的福星，你看你一来，朕的国库就满了，你一生孩子，朕的国运就涨了。青雨，你说你是不是上天派来望我的？苏青雨的耳朵被热气吹得发痒，脸颊发烫，听着他强健有力的心跳，感受着他言语中的清静，他心里那点抗巨早就化成了水。陛下就会胡说。他声音闷闷的，我不管，反正这孩子的小名我想好了。萧恒兴致勃勃，叫什么？苏青雨果然被转移了注意力，就叫萧傲天。萧恒一拍大腿，霸气，一听就是能逆天改命，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的主。苏青雨沉默了片刻，抬起头，很认真地看着他。陛下，您要是敢给孩子取这个名字，臣妾就带着孩子回江南。萧恒看着他那张清冷中带着威胁的脸，心里一虚，靠，忘了这女人吃软不吃硬，我这绝世好名，她居然不懂欣赏，没品位。可开个玩笑，开个玩笑。他立刻改口，脸上堆着笑。朕的文化水平怎么可能这么低俗？那什么，名字的事咱们从长计议，从长计议。他抱着苏青雨，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腻歪着。萧恒心里美滋滋的，这小日子神仙来了都不换。3天后，报，北境800里加急，一名信使浑身冒着热气冲进御书房，表情亢奋。御书房内正在议事的几位大臣心头一紧，户部尚书张承业的脸色白了，
手里的账本都差点没拿稳。北境急报不是胡人扣关，就是雪灾冻死人，哪一样都要掏空国库。讲，萧恒沉声开口。陛下，信使跪在地上，激动得发颤。祥瑞，天降祥瑞啊！北境下了3天3夜的大雪，张承业的腿一软，差点坐到地上去。3天3夜的大雪，完了，国库刚攒下的那点家底又要被掏空了。慌什么？萧恒瞥了张承业一眼，示意信使继续。陛下，这雪它不一样。信使激动得满脸通红。往年的雪又干又硬，落下来就是灾，可今年的雪又大又软，落地就化，化成的雪水全渗到地里去了。那些冻了几十年的硬土，现在用手一捏都出水，松软得很。还有冰龙河，那条冻了快50年的大河，它自己就化开了。信使手舞足蹈地比划着，那冰层就跟春天太阳底下化掉一样，无声无息地裂开。现在河水都开始流了，边关的老兵和农户全都跪在雪地里哭啊。他们说这不是雪，这是上天洒下来的甘霖，是甘霖瑞雪。有了这雪水，明年的春耕收成起码能翻1倍。御书房内，几位大臣大张着嘴。冰河解冻，冻土回春，这在滴水成冰的北方严冬是神迹啊！陛下圣明，天佑大夏。户部尚书张承业反应过来，跪在地上老泪纵横。他不是激动别的，他是激动国库的银子保住了，明年还能多收税。陛下圣明，此乃我大夏万世之基业。工部尚书紧跟着跪下，脑子里已经开始盘算开春后北方的水利图纸。萧恒坐在龙椅上，心里也是波涛翻滚。卧槽，原来负责北方是这个意思，这系统有点东西啊。他念头一动，再次调出民心所向的界面。地图上代表北方边境的那一大片淡黄色区域正朝着金色转变，那金色越来越亮，最后一道耀眼的金光冲天而起，几乎能与京城的金光分庭抗礼。磅礴的气运从北方汇聚而来，融入大夏的龙脉之中。消息飞快地传遍了京城。德胜楼的茶馆里，说书先生正唾沫横飞地讲着甘霖瑞雪的奇闻。各位听见没？北边那地界老天爷给浇水了。听说了，说是冻了几十年的河都化了，这下好了，明年北边不愁吃了。一个走南闯北的客商喝了口茶，接话道：要我说啊，这事儿不简单。你们想，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祥瑞。哦，王老板有何高见？你们想啊，宫里那位苏主子前脚刚给陛下生了龙凤胎，这不前几天刚传出消息，苏主子又怀上了，北京后脚就天降甘霖瑞雪。茶馆一时之间议论纷纷。哎呦，你这么一说还真是，皇家添丁，国运昌盛啊。我看啊，那位苏主子就是送子观音下凡，给咱们大夏送福气来的。对，叫什么苏主子，该叫送福娘娘。这个说法迅速传遍了街头巷尾。当消息传回宫里时，苏清雨正在院子里散步，听着宫女的禀报。她一张清丽的脸蛋又羞又恼。胡闹，简直是胡闹，怎么能给活人立牌位？萧恒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他走过去，从后面圈住她的腰，下巴在她颈窝里蹭了蹭。我的送福娘娘，生什么气啊？这是百姓爱戴你，也是爱戴朕。苏清雨没说话，她低头看了看自己那双拨弄算盘的手，又摸了摸依旧平坦的小腹。原来在天下人眼中，她最大的价值竟是这个。说不清的滋味涌上心头。萧恒察觉到她的沉默，将她转过来面对自己，认真地看着她的眼睛。青雨，他们说的没错，你就是朕的福气。看着他眼里的真诚，苏清雨心中的复杂情绪化为安心的红晕。他靠近他怀里，感受着他身上传来的温热，心中一片安宁。